上班拉着女同事吐槽公司老板，还问候了老板全家所有女性，甚至造谣说老板在米国嫖娼被抓。不料女同事竟然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就是我骂了1个月的公司总裁，而他不但没有让我立马滚蛋，还给我开出了1000万的年薪合同。1个月前我加班猝死，重生获得了摸鱼系统，正笔直的坐在电脑面前低头一脸认真的玩着妲己，耳机中传来厮杀的声音，突然我熟练的把手机扣在桌子上，双手快速的敲击着键盘。与此同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身后，小秦，你手上的工作先放一下，这是今天新来的同事，你带着熟悉一下公司环境。我假装吓了一跳，猛地站了起来，知道了程姐，心里却是1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特么的，老子马上5杀了！主管程婉指着我右边的工位，对着新来的同事说道：“夏宁，你坐这里吧。”说完，他用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我：“小秦，你这2天带夏宁熟悉一下公司环境，特别是公司的一些规矩。”规矩2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语气。我假装十分为难道：“程姐，我手里还有活，根本忙不过来。”程婉像是没听见一样，转身就走。小秦，你好好的，好好教。夏宁面带恬淡的笑容，伸出了右手：“你好，我叫夏宁，很高兴认识你，以后请多多关照。”我看着他皮笑肉不笑：“关照你大爷啊！坐我旁边我还怎么愉快的摸鱼？”夏宁则是一脸无奈，自己是这家芒果营销公司的老板，前段时间开业自己因为特殊原因耽误了，结果这半个月公司一直在亏损，他断定肯定有人在摸鱼，所以假扮普通公司员工，打算暗中观察几天。想什么呢？我叫秦巡，是公司的营销策划师助理。说着我在夏宁面前晃了晃手，夏宁这才回过神来，拉出凳子坐在了我旁边，而我看了一眼他腿上的黑色，说道：“夏宁，你以后别这么穿了，搞得自己跟女总裁似的，小心树大了招风。”夏宁听后微微一愣，然后笑着点了点头，自己穿的确实有点过头了。说完我没有再理他，而是专心写起了 PPT， 一直连续工作了20分钟，突破了我这周工作时间的总和。夏宁则在旁边偷偷观察，这个员工不错，虽然看着有些年轻，但是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的。然后他打开自己的电脑，点开邮箱里的一个视频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忽然感觉有些头晕，赶紧从包里拿出3颗巧克力，而我正好伸手去拿水杯，却看到了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幕。只见夏宁一手拿着巧克力，电脑屏幕里还放着母猪产后护理的视频。卧槽，第一天上班就吃零食刷视频。此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响起，我飞快的一把超过桌上的巧克力塞进兜里，又抢过他手里咬了一半的巧克力，顺便用手抹了一下夏宁的嘴角。夏宁整个人都麻了，他活了20多年，从嘴里抢吃的他还是头一次见，竟然还帮他抹了抹嘴，而我却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右手操作着他的鼠标，左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几下，不仅把电脑屏幕里的视频关了，还打开了一个空白的 PPT， 最后还在标题处打了一行字：公司是我家，维护你我他。夏宁微微张着嘴，愣愣的看着我，这特么什么神仙手速？做完这一切，程婉正好走到了夏宁身后。夏宁，你今天准备个自我介绍，明天陈会讲一下。夏宁点点头，好的，知道了。他看着程婉离去的背影，明白了我刚才的一系列操作。我则面带微笑的看着他，然后压低声音说道：上班第一天看视频吃零食，你就是这么摸鱼的？哪个公司经得起你这么摸？夏宁听完之后竟然有些感动，公司员工要都是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半个月都接不到一单？刚要解释，我却指了指天花板，你不能这么光明正大的摸。听完之后，夏宁脸色微变，他隐隐约约觉得可能和他想的不一样，然后柔声问道：前辈，那请问鱼应该怎么摸？我听见前辈2个字，瞬间觉得神清气爽，而且摸鱼系统忽然传来提示，教会新同事摸鱼可获得1次抽奖机会。我转头看着一脸认真好学的夏宁，微微一笑：你想学吗？夏宁迟疑了一下，假装开心的点了点头：我非常想，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求我，那我大发慈悲教教你。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扣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游戏失败的界面。摸鱼要的就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工作和摸鱼之间迅速切换。老板以为你在写 PPT， 其实你在打游戏。我晃了晃举起了手机，如果刚才不是你们来了，我5杀都到手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入职这家公司半个月，我王者已经荣耀1万星了，还追了50部网剧，看了3000本小说。夏宁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刚才操作电脑的手速是特么摸鱼摸出来的？按他的意思，这半个月是一点活都没干了。我见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来大姨妈了？夏宁这才回过神来，僵硬的笑了笑：没有没有，就是有点低血糖。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摸出2颗巧克力塞回他手里。谢谢啊。夏宁下意识的说道。我摆了摆手笑道：谢什么谢，这本来就是你的。听后，夏宁满怀心事的拨开巧克力包装纸，塞到嘴里时发现爱吃的巧克力似乎都不甜了，随后越想越气，刚要出言呵斥，我却对他勾了勾手：你往这边靠靠，这里没有监控。夏宁一脸疑惑，为什么这个位置没有监控？我则是露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在我刚进公司第2天，就借着帮扫地阿姨清理蜘蛛网的机会，偷偷调整了监控的位置。说着，我在身边比划了一条弧线，从这里开始是监控死角，坐在这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说完，我拿出手机打开了游戏界面，你吃的时候帮我看着点，下次我帮你。夏宁强制压下自己心中的怒火，问道：你这么摸鱼不会有负罪感吗？我听后微微一愣，觉得有些好笑。你36度的嘴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这破公司就给我2000一个月，半个月我都写了30份 PPT 了，狗日的老板才应该有负罪感吧？夏宁听见狗日的老板脸色有些不好看，但是半个月30份 PPT 却让他有些惊讶。上班都在摸鱼，一天怎么可能做2份？我看着夏宁一句话都不说，问道：你不信？夏宁摇了摇头，他确实觉得在吹牛，没有人可以在整天摸鱼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完成程婉要求的 PPT。我忽然加重了语气，这狗日的老板真的给我开2000块？卧槽！夏宁差点爆出一句粗口，他特么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好吗？还有这小
小子第几次骂他狗日的？你为什么不去网上找个专门做 PPT 的网店？一份 PPT 能卖400-500，何必待在这破公司啊？我笑了笑，感觉遇到了知音。你也觉得这公司破呀？夏宁一阵无语，他这一辈子无语的次数都没有这1小时多。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也不是我不想跳槽，而是有风险。我实习的第1家公司，在我上班的第7天发了一场大火，老板有刑事责任进去了。第2家公司，在我上班的第7天，老板出车祸去世了，没人发工资了，我只好开溜。这是我实习的第3家公司，已经待了15天了，还有15天程姐就会给我盖实习证明。3家公司就这家公司挺过了头期，这老板命硬啊！夏宁听得目瞪口呆，想起半个月前他在米国探险，遇到野猪被吓得在医院躺了半个月，难道是这小子方的？然后看着我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也许这公司老板的命也没那么硬，我则瞬间捂住了他的嘴。呸呸呸，你可不能瞎说！我现在每天都祈祷公司老板长命百岁，那可关系到我的实习证明呢。夏宁没有再交谈的欲望，转身坐到电脑面前，登录了邮箱，又点开了一个视频，画面里一颗黄色的柠檬掉入冰水里，瞬间碎成几片。这是一个广告的学习视频。我看着他刷视频，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放心大胆的看我替你把风，谢谢你啊。夏宁生无可恋的说了一句，不用，咱以后都是自己人。我看着他甚是敬佩，看看人家小姑娘上班第1件事就是摸鱼，真把公司当成自己家的了。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办公室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夏宁关掉电脑，看了旁边一眼，有些意外，你还不下班吗？我则嘴角微微上扬，小姑娘格局一定要打开，不然这鱼是摸不长久的。夏宁看着我故弄玄虚的样子，有些疑惑。突然我神色一凛，手指在键盘上飞速的敲击，我心子都敲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跟放炮竹似的。夏宁被惊得张大了嘴巴，不只是速度快，就连逻辑和布局也接近完美。不知不觉5分钟过去了，一份30多页的 PPT 完成，我弄完直接用邮箱发给了程婉。夏宁这才回过神来，有些语无伦次，你都不检查一下的吗？我捏了捏手腕，淡淡的说道，1分钱1分货，2000块钱也就这水平了。夏宁听后忽然想到了什么，难道给你加钱你还能做得更快？我摆了摆手笑道，这破公司怎么可能加钱？我拿到实习证明就准备跑路了。说完我便走向公司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背影，夏宁陷入了沉思。程婉见办公室只有夏宁一个人，急忙跑了过去，夏总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公司是不是到处充满了干劲，有一副积极向上的模样？说着又指了指我的工位。夏总，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您可以多观察一下，不仅工作能力强，还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我建议转正之后给他开到5000。夏宁看着一脸得意的程婉，真想给他一巴掌，心想你特么管打游戏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但还是面无表情的说道，这情绪我再观察观察。说完便朝着门外走去。程婉看着夏宁的背影，小声呢喃道，还有什么可观察的呀？而夏宁走到门口却忽然转身，程婉明天上班第1件事就是给秦巡转正，并且把工资开到1万。主管程婉听到之后整个人都麻了，卧槽，这也太快了，我特么1个月才2万。夏宁没有理会呆住的程婉，继续说道，你明天交给秦巡一件困难的工作。说完便起身离开了办公室。程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摇了摇头，一个策划师助理能有什么困难的工作？要不直接让他当策划师得了。第2天夏宁大早上起来就拉肚子，一个屁没忍住直接拉内裤上了。到公司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蹑手蹑脚地走进站满人的会议室，而此时我正站在前面演讲，我要为公司努力工作，发扬主人翁精神，尽职尽责，地球不爆炸我就不放假，公司是我家，每天都爱他。会议室里程婉带头鼓掌，他十分满意这个小伙子，不但长得帅，演讲的水平也是一流，他果然没有看错人。会议室众人则有种逼良为娼的感觉，慢慢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鼓掌声。夏宁站在后面，嘴巴张得都能吞下一只鸡了，这小子整天摸鱼是怎么面不改色说出这种话的？而我演讲完则径直走到了夏宁身边，一把牵住了他娇嫩欲滴的小手。夏宁这时候的嘴已经能吞下一只大象，站在一旁的程婉也是目瞪口呆，这小子是出卖自己的肉身了吗？发展这么快，刚认识1天就在公司秀恩爱。我则是拉着夏宁对程婉一脸歉意的说道，程姐是我不好，忘了告诉她上班时间了。程婉微微一顿，然后尴尬的笑了笑，没事没事，咱们公司倡导弹性办公，迟到2-3个小时都不叫问题。我听完了心里1万只草泥马经过，这么双标的吗？我上次就迟到1秒扣了我半个月工资。程婉说完刚要转身，好像又想到了什么，对了，秦巡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笑容，好的程姐。看着程婉离去的背影，我微微皱起眉头，小声嘀咕道，无缘无故找我肯定没什么好事。夏宁见状笑了笑，没有说话，知道是什么事儿还不得给你美翻了。2分钟后我站在经理室内，一脸惊愕，让我做策划师还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程婉立即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公司的薪资是保密的，你不要跟别人说。然后看着我露出神秘的笑容，公司高层对你最近的表现十分满意，不仅工作态度端正，人长得也比较帅。我听完之后魂不守舍的回到座位，双手搭在大腿上，整整发呆了5分钟。夏宁看着我皱了皱眉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喜欢捏腿？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连我妈都没告诉我，那你能不能捏自己的？我丝袜都特么快拉丝了。说完腿往旁边挪了一下，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意犹未尽的把手缩了回来。此时夏宁却有点想不明白了，这货怎么涨工资还一脸不高兴，忍不住开口问道，主管叫你什么事儿？怎么出来之后就变苦瓜脸了？我抬头环视一周，压低声音说道，老板让我提前转正，还给我1个月1万。夏宁听完后眉头皱得更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有啥不开心的？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这狗日的老板竟然画这种没定眼的大饼，你说哪家公司的转正会这么草率，跟过家家似的？你以为老板开公司是做慈善的吗？夏宁听见狗日的老板脸色微变，然后硬生生挤出一抹笑容，万一说的是
是真的吗？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你看连你都知道是万一，这种口头约定根本就不能行，没有白底黑字的合同全特么是骗人的。夏宁一脸问号，什么叫连我都知道？难道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你眼里就是人类智商的下限？我想不明白也就没有再想，拿出手机开始了快乐上粉。小夏，你替我看着点，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今天有大事要发生。夏宁睁大了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你都有不祥的预感了，还特么不知道收敛一点？越想越觉得生气，于是拿出手机找到陈婉开始编辑短信，立刻马上给我开掉秦巡。但是大拇指悬停在发送键上时，忽然想到了昨天秦巡那超乎寻常的手速，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重新编辑短信，立刻给秦巡签合同，转正后的工资从今天开始算。不一会儿，陈婉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道：“秦巡，你刚才走太急了，合同都没签呢。”10分钟后，我一脸懵逼的回到座位上，想着刚才的一幕，满脸正色的呢喃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想要潜规则我指定不能答应，而且我也不喜欢小马拉大车。”夏宁听见潜规则几个字有些疑惑，没忍住用笔捅了捅我，迟疑的问道：“你刚才说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我打开手机，一边操作着游戏一边小声说道：“你说怪不怪？程姐刚才让我去签合同，工资还是从今天开始算，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肯定是有人想要潜规则我，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夏宁看着我一脸期待，我眼睛盯着手机一顿操作，拿下4杀，工作我会好好做，等半个月后拿到实习证明我就跑路，开这么高工资我都不好意思在这摸鱼。夏宁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那你好好干活不就行了？”我转过头，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夏宁，哪有活？从我进这家公司就没有接到一单，作为一个策划师没有活我策划什么？然后又晃了晃手机，你以为我喜欢摸鱼？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夏宁一怔，莫名觉得有几分道理，然后拿起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消息：“你下午上班给秦巡布置一个任务，以慈善为主题策划一场轰动全城的秀，向全城企业展现公司的实力，争取一炮而红，活动经费5万。”陈婉收到短信后竟然有些同情秦巡，他虽然是做的人事岗，但也知道这件事情难度极大。而我此时打开了一下系统面板，发现夏宁的摸鱼值竟然才50，于是站起来笑眯眯的看着夏宁：“我现在是公司唯一的策划师，封你为我的策划师助理，所以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夏宁看着我有些无语，但还是耐着心思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一脸兴奋的看着夏宁：“今天你坐里面，我坐外面。”夏宁有些奇怪：“为什么？”我笑了笑说道：“那个位置没监控，摸鱼可以摸得飞起，既然你都是我的人了，那指定不能亏待你。”说完我拉开了自己桌子下的抽屉，可乐、糖果、瓜子、花生应有尽有。在我温和又期待的目光下，夏宁磨磨唧唧的坐到了里面，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母猪的产后护理。刚开始他还有些不自在，不过后来渐入佳境，刷了3遍视频，一上午就过去了。我偷偷看了一眼系统面板，摸鱼值蹭蹭的往上涨，才2个小时就已经180了，还差20就能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下午2点，我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眸，正准备掏出手机打一把王者，电脑右下角忽然弹出一条消息，点开一看是陈婉发来的：“公司上层决定以慈善为主题策划一场轰动全城的秀，向全城企业展现公司的实力，争取一炮而红，活动经费5万，你写一下方案，明天上午交给我。”我放下了手机，仔细的看了几遍，不禁有些头大，这1万块钱1个月的活果然没那么好干，做个 PPT 还行，但是策划营销这块我一窍不通啊。看着我发呆，夏宁凑过来好奇的问道：“怎么了？是有工作吗？”不知怎么的，他心中竟然有些暗爽。我转过头看着他，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小夏，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夏宁微微一愣说道：“我学的市场营销。”我笑了笑，直接把消息转发了过去：“你正好专业对口，今天下午给我几份策划案，我从里面挑一个最好的上交。”夏宁整个人都麻了：“我自己出的题目你特么让我自己做？”有些生气的说道：“你是策划师，这不是你的工作吗？”我眉毛一挑，心想这个摸鱼大王叫他干一点点活就不乐意了，然后理所应当的回答道：“我专业不对口，学的不是市场营销，你专业不对口还来一家营销公司当策划师？大姐，我是以助理的身份进来的，靠着自己不懈努力才转正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策划师。我虽然不会营销策划，但是我的鉴赏能力一流，我能从你写的几个方案中挑出一个最好的。”夏宁又一次有了爆粗口的冲动，但还是忍下来问道：“那你学的什么专业？”我掏出手机，忽然想到他昨天看的视频，我学的母猪的产后护理。夏宁没有再说话，而是缓和了一下心情，开始写自己的策划案，因为他已经给陈婉编辑过去一条短信：5点下班立刻开掉秦巡，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等到4点55的时候，他终于写好了3个策划案，下意识的玩起了手机。叮咚，恭喜宿主的工具人夏宁获得200摸鱼值，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抽奖？我微微一愣，转头看向一脸冷漠的夏宁，心想这摸鱼大王真是我的福星。然后转过头，心里默念开始抽奖，瞬间一本名为《营销宝典》的书籍没入我的脑海，我嘴角微微上扬，系统真是我的好大儿，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此刻时间正好到了5点整，陈婉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不露痕迹的给夏宁递了一个眼色。夏宁点点头，转头看了看一脸吃相的秦巡，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再见了狗日的摸鱼大王！突然我手脚麻利的关电脑，转头看着夏宁，晚上有没有空？夏宁吓了一跳，果断的说道：“没有。”我站了起来，叹了口气，有些遗憾。那算了，我一个人去。本来还想着带你去长长见识，看一个优秀的策划案是如何诞生的。夏宁一惊，不可思议的问道：“你有灵感了？”我已经走出了工位，扭头看着夏宁，露出一个邪魅捐狂的笑容。这公司没有我得散。夏宁被这一瞬间的气势镇住，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此时陈婉正好走了过来，秦巡跟我来办公室一趟，我有事跟你说。我忽然感觉菊花一紧，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上午才加了钱，签了合同，这才下班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找我潜规则。我正想着怎么开口拒绝，夏宁冲了出来，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程姐，我跟秦巡还有策划案要做，今天太忙了没空。说着还对陈婉眨了眨眼。陈婉看着夏宁的手腕在我胳膊上瞬间抖了，我倒是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你去吧。看着2人离开办公室的背影，陈婉感叹这可能就是爱情吧。刚才还呱
刮风下雨，现在就晴转多云了。出了公司，夏宁直接拉着我去了地下停车场，而我却有些摸不到头脑。你拉着我来这干啥？夏宁则看着自己的车位空空如也，忘记早上开车时又一个屁没忍住，自己的车已经开到洗车店，让人清洗了。尴尬的转身看着我笑了笑，我忘记我的车子送去洗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夏宁，你这么年轻都有车了？夏宁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反问道：“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你没有？”一句话犹如一支利箭扎入我的心脏，还晃了晃。我梗着脖子大声喊道：“怎么可能？你瞧不起谁呢？跟我来！”说完，我大步流星的在前面走，夏宁默默的跟在身后，但是越走他越觉得不对劲，怎么从停车场又坐电梯回到1楼了？在他目瞪口呆的眼神下，我跨上了一辆带着外卖箱子的电动车，然后一脸自豪的转身看着夏宁：“上来吧，小夏。”夏宁看着电动车犹豫了一下，说道：“电动车载人被交警抓到要罚钱的。”我则一脸不屑的笑了笑，说是这么说，但也要交警追得上我才行。听完之后，夏宁想象了一下被交警追的画面，然后爬上电动车后座，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可以出发了。而我却划着手机，漫不经心的说道：“不急不急，我先接个顺路单。”夏宁一句卧槽呼之欲出，在我公司里天天摸鱼养精蓄锐，等下了班去别的地方发光发热。突然电动车嗖的一下窜了出去，夏宁尖叫一声，下意识抱住了我的腰，发现自己的胸口已经贴在了我的后背上，他赶紧松开，脸颊瞬间红了起来，心想这货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却毫无反应，好像完全没感受到刚才背后的那一抹温软。夏宁疑惑的低头看了自己的胸口一眼，这么大的2坨肉，难道一点感觉没有吗？10分钟之后，我把电动车停在海城儿童医院门口，拿着刚才在路上取的餐，转身对夏宁说道：“小夏，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住院部送完餐就回来找你。”夏宁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往医院里走。平常见到的男人看见自己都像苍蝇一样，像秦巡这种完全当自己是空气的倒是头一次见。不一会，我慢悠悠地朝医院外面走去，发现夏宁在门诊楼正和一个中年妇女聊天，而她的眼睛似乎已经有些湿润。我走到近前问道：“小夏怎么了？”夏宁深呼吸一口气，声音有些低落：“这位大姐的女儿才2个月就被查出了眼癌，而且她和老公都是从乡下来海城打工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借遍了才筹到3万块钱。”中年妇女低头抚摸了一下怀里的婴儿，眼泪又流了出来。夏宁声音有些哽咽，继续说道：“刚才我在这里等你的时候，大姐就跪在医院门口祈求路过的好心人捐款。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问道：捐款的人多吗？每天都有好心人给我钱，有时候能筹到几百几千，有时候就只有几十块。你在网上有发过帖子或者抖音求助过吗？”大姐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点了点头：“发了不少，但是没多少人看，大多数人都是鼓励，但是捐款的少。”听完，我掏出手机问了大姐的抖音号，然后修改了自己的抖音 ID。不一会，大姐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只见一个名为海城富公子的人在视频底下发了几条评论：“我1个月光足疗就几百万，随便给女朋友买个包都要几十万，但想让我帮你就要付出代价。只要你从华城大道3步一拜爬到仙二桥，我就给你捐5万。”大姐看完之后内心有些挣扎：“小伙子，你评论说的是真的？”我一脸郑重的点了点头：“如果是假的，天打5雷轰。”说完，我又给视频投了2000块的抖价。大姐看我云淡风轻的就花了2000块，貌似有些信服。做完这一切，我给夏宁一个眼神，示意她起身离开，然后又对半信半疑的大姐说道：“大姐，明天上午10点华城大街见。”此时的夏宁还处于完全懵逼的状态，但还是起身跟着我往外走。走到电动车附近时，才开口问道：“你明天10点让大姐到华城大道干什么？”我一边跨上电动车一边说道：“当然是接受各界人士的捐款了。”夏宁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你还没有写策划案，而且公司还没有过审，直接就让大姐过去，是不是太唐突？咱们公司那傻逼老板半个月都没出面，他肯定看不懂我策划案的精妙之处，先做了再说，免得被他驳回。”夏宁心中1000万草泥马经过，我特么早晚有一天全都骂回去。回到家，夏宁泡在浴缸里开始刷抖音，一个熟悉的视频映入眼帘，竟然是那位大姐的求助视频。他看到视频右侧已经有3万个点赞，不禁有些疑惑，2000块竟然有这种效果。然后又看了一眼评论区，竟然有10万条评论，发现光是海城富公子的 ID 下就有9万多条。夏宁猛地从浴缸里坐了起来，想起了离开医院时我对大姐说的话，然后立即拨通了我的电话：“你叫大姐从华城大道一路跪到仙二桥。”我拿着卫生纸，兴致不高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吗？你要是给我5万块，我能跪到你破产。”夏宁听完微微一愣，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我看那边没有声音，继续说道：“所谓的营销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连你都刷到了还打电话过来骂我，那网上不是更多人想要真实我？”夏宁一下子就明白了，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筹到更多的钱。然后说话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不少：“秦许，你自己小心一点，骂你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的人肉技术很容易找到。”我则是毫不在意的说道：“我这几天都住在公园，就算真的找到我也只会扑个空。”忽然夏宁眼睛有些发酸，觉得我以身入局有一种苍凉的悲壮感，我的身形在他心里都变得伟岸起来。正当他犹豫要不要邀请我过去住时，我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小夏，晚上你加班写一下策划案，写的不好我就给你穿小鞋。”挂完电话，夏宁看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你一个实习生要给我公司老总穿小鞋，你死公园里去吧。”洗完澡，夏宁打开电脑泡了杯咖啡，开始写策划案。1个小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不禁想到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一个男人正缩在长椅上，在蚊子堆里瑟瑟发抖。而此时海城一家洗浴中心内，我泡完澡正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第二天，夏宁早早的来到了公司，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工位，不禁有些担心，秦巡不会在公园让人找到给打进医院了吧？而今天的办公室里却是格外热闹。你们昨天晚上刷到本地新闻了吗？有一个海城富家公子要给5万块钱，让一个可怜的母亲3步1叩，从华城大道一直跪到西二桥，简直就是畜生！我真想刀了他！什么海城富公子，我看就是一个躲在网吧的穷屌丝在网上口嗨。听着大家言语激动，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想要说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在8点59分59.9秒的时候，我踏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对着夏宁说道：“小夏把昨天晚上写的策划案给我看一下。”夏宁则是毫无波澜的看着我说道：“昨天晚上我就交给程姐了。”我瞪大眼睛有些无语，谁让你给的我还没看呢？夏宁嘴角微微上扬，这叫先斩后奏，你昨天教我的。我无奈的撇了撇嘴，你就等着我给你穿小鞋吧。突然程婉走了出来，拍了拍手，大声喊道：“全体都有3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个紧急会议。”刚到公司的众人愣了一下，看程婉的神色似乎有大事要发生，难道公司要倒闭了？3分钟后，程婉清了清嗓子，开始主持会议。经过高层讨论，为了提高公司的名气，让策划部策划了一场以慈善为主题的营销活动。大屏幕上是策划组的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批准。下面有请公司的策划师秦巡上来讲解一下。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因为在大家眼中，秦巡只不过是个舔狗实习生。我接过程婉手里的激光笔，走上讲台。想必有些人昨天已经刷到了一条视频，视频评论区有个叫海城富公子的人，让求助人从华城大道一路跪到2仙桥，还承诺会给其5万块钱。听到这，台下的众人开始沸腾起来。仔细一听，讨论声的含妈量极高。我拍了拍手，继续说道：“那个叫海城富公子的人正是在下。”此话一出，台下瞬间骚动起来，有些脾气暴的甚至要上台真是我。我见状赶紧出声解释道：“你们冷静点，我们都是一伙的。”场下立刻有人骂了出来：“谁他妈跟你是一伙的？”而我则不动声色地按下激光笔，大屏幕上出现以深入局胜天半子的标题，然后我开始简明扼要地诉说自己的思路。最后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沉声总结道：“我不敢赌世人的善，但我敢赌世人的恶。他们不一定想让他活，但一定想让我死。”话音刚落，夏宁带头鼓起了掌，渐渐的大家也都纷纷开始鼓掌。整整1分钟后，掌声才停止。程婉走上台，看着众人郑重地说道：“大家各司其职，行动起来！9点50之前偷偷在华城大道集合。”而此时华城大道上已经人山人海，衣着朴素的大姐抱着孩子站在大街上，周围的众人纷纷上前劝说：“大姐，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海城富公子，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大姐有些手足无措，不敢看众人的眼睛。海城的各路媒体也闻着热度赶了过来：“大姐，请问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为什么选择相信海城富公子？如果被骗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大姐只是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她在医院跪了那么久，一个关心的人都没有，可现在仿佛整个世界的好人都冒了出来。10点整，大姐开始3步1跪朝仙二桥走去。在各路媒体镜头和吃瓜群众的护送中，她抱着孩子跪了2个小时，终于到了仙二桥。大姐站起来，抱着孩子环视一圈，发现昨天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出现，映入眼帘的则是媒体们举着的几十根话筒。大姐只觉得吵闹有些无力的坐了下来，小心的把孩子放在大腿上，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却发现那个海城富公子的评论已经不见了。这件事在各大媒体的帮助之下，很快登上了海城新闻的头条。大姐的抖音粉丝一下涨了30万，视频的评论区也是群情激愤，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畜生？不对，他连畜生都不如，人肉出来发我地址，我反正有前科，不在乎再多待几年。而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的捐款截图，我还是个学生，钱不多，100已捐。我虽然挣的不多，但是捐500问题不大。其中一条芒果公司捐款10万的截图点赞最多，仅仅1天，大姐就筹到了50万的捐款。她关闭了捐款通道，并且录制了视频，感谢大家的帮助，孩子的治病钱已经凑齐了。还有那个海城富公子，我知道你是在帮助我，谢谢你，还有你漂亮的女朋友。而看热闹的网友却是一脸懵逼，这种人竟然还有女朋友？2个人生出的孩子肯定没有定眼，但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消息，海城富公子竟然是芒果公司的营销策划师。一时间媒体把芒果公司围得水泄不通，而我面对一群记者低着头，仿佛一个罪人。其中一个记者提问：“秦先生，你真的是海城富公子吗？”我抬起头看着他，一脸无害地说：“没错，就是我。”会议室里瞬间沸腾起来，闪光灯咔咔的一顿乱按。又有记者问道：“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一个苦命的母亲3步1跪？”我假装思考了一下，说道：“我那天送外卖正好看见这位大姐，听完她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说着，我的眼睛已经有了一层水雾。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到这里，我还哽咽了一下。此时一个记者直接问道：“请问你母亲是死了吗？”我眉毛一挑，有些生气：“你妈才死了呢，我妈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干3碗大米饭。”记者一阵无语：“没死你说的那么悲伤干嘛？”程婉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道：“对不起啊各位，秦巡这2天被网暴的有些郁闷，脾气不太好，你们见谅。”记者们纷纷点头表示理解。仅仅2天，海城富公子已经被喷了几千万条，甚至还有人帮他杜撰了生平，什么3岁就偷看女人洗澡，4岁就逼女人偷看他洗澡，70岁才想着去割包皮。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解释道：“当时公司有一个关于慈善的营销策划，经费正好是5万，我就想把钱捐给他，但是钱不够，我就做了这么一场营销。”与此同时，程婉按了一下鼠标，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投影到了大屏幕上，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记者们看我的眼神都清
钦佩起来。然后一个女记者好奇地问道：“那注销海城副公子的账号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我微微点了点头，我担心事情影响力不够，要给网友们攒怒气，所以直接注销了账号。记者们一阵大无语，这就是刀尖舔血啊！你不怕被人肉出来挨打吗？我挠了挠头苦笑道：“我昨天偷偷回出租房，发现我的房门已经被砸了。这2天都是住的网吧，虽然脸皮厚，但是我不能不要脸，所以把洗浴中心换成了网吧。”记者们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陈婉抓住机会又按了一下鼠标，大屏幕上赫然显示出8个大字：已深入局胜天半子。闪光灯又是一阵咔咔乱闪，随后一阵掌声从会议室内传出。又过了半个小时，访问才终于结束。我松了一口气，瘫在工位上。夏宁转头看着我问道：“你的出租屋真的被砸了？”我点了点头。那还能有假？我借你的2000块，赔了1500给房东。夏宁掏出手机：“我再借给你6000够不够？”我看着夏宁上下打量了一番，知道这可能是个隐藏的小富婆，然后摇了摇头：“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夏宁觉得有些奇怪，继续说道：“为什么不要？我不收利息的。”我看着他笑了笑：“3番5次借你的钱，让我有一种被包养的感觉。”夏宁听后一阵无语，心想鬼才特么会包养你。吃完午饭，我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夏宁兴致勃勃地刷着抖音和微博，海城副公子的风评正在慢慢转变。夏宁转头看了看这个爱摸鱼的员工，似乎觉得也没有那么讨厌了。然后眼角余光看了眼秦巡屏幕右下方，发现微信弹出好几条好友申请。夏宁见没人注意，用鼠标悄悄点开：“秦先生您好，这里是东莞国际，这边能约您吃个饭吗？”“秦先生您好，这里是小日子猎头公司，这边有一个底薪2万的工作。”“秦先生您好，这里是200最帅有限公司，待遇丰厚，您考虑一下。”看着屏幕上的信息，夏宁脸色有些难看，低头又看了看熟睡的秦巡，他轻轻擦掉了3条好友申请，并且设置了不允许通过查询添加好友，然后偷偷给陈婉发了一条短信。下午1点59分59秒，我的闹钟准时响起，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伸了伸懒腰。突然陈婉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一个厚厚的红包，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手里的活停一下，刚才我们远在海外的老总听说公司做了一场漂亮的营销活动，决定周5晚上进行聚餐，一切开销由公司承担。”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叫好声。陈婉看着热情高涨的众人，把手里的红包举得更高。老总决定给我们的大功臣秦巡奖励一个5万块钱的大红包，并且把他当作储备主管来培养。有请秦巡上台领奖。我双手接过红包，微微鞠躬，谢谢大家和老板的支持。回到座位后，我一脸严肃地开始打字。夏宁见到这一幕，满脸欣慰，果然还是钱好使。然后瞥了一眼屏幕上的字，不由得发愣。只见文档上写着密密麻麻的：“老板祖坟爆炸，老板祖坟爆炸，老板祖坟爆炸。”夏宁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对老板这么大怨气？”我转头看着他，小声说道：“老板给我发钱，我很高兴，但是把我当主管来培养，我是100个不愿意。”夏宁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不愿意？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要是成了公司核心，还不得忙死？我以后还怎么摸鱼？”夏宁一脸惊讶，十分不解地问道：“难道你上班就是为了摸鱼？”我一边打字一边淡淡地说道：“那不然呢？”夏宁被气得老血差点吐出来，真想上去给他帮2拳。我则认真打了半个小时的字，足足敲了30万字的脏话。夏宁实在看不下去，转头问道：“你就这么看不上咱们公司老板？”我抬头看没有人注意，这边小声说道：“我听说公司老板是一个傻逼富二代，这种人创业10个有9个赔得倾家荡产。”夏宁听见自己被诅咒，微微皱眉：“你就不能对公司有点信心吗？”我冷哼一声，指了指他，又指了指自己：“你想想，这么小的一家公司，竟然同时拥有咱们2个摸鱼大王，何愁他不倒闭？”夏宁被气得呼吸都有些急促，心想早晚被这货气出乳腺增生。忽然我又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你知道公司老板为什么一直不回国吗？”夏宁一阵使劲地摇了摇头。我小声继续说道：“肯定是在漂亮国嫖娼被抓了。”夏宁一阵无语：“你才嫖娼被抓了？你全家都嫖娼被抓了？”临下班时我捅了捅夏宁，我觉得这家公司以后会很棒。昨天我看见程姐把公章放桌子上了，然后我眼神诚恳地看着她：“明天你找个机会支走程姐，我偷偷在实习证明上盖个公章，那我随时都能跑路了。”夏宁看着我目瞪口呆，这家伙脑子里装的是屎吗？又是摸鱼又要偷公章，还带着公司老总一起偷。我看夏宁没有反应，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小夏听见了吗？”夏宁点点头，脸色不怎么好看。听见了。我看他有些犹豫，问道：“你该不会舍不得我走吧？”夏宁一怔，摆了摆手说道：“没有没有，我明天就帮你偷。”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下时间，已经6点了。小夏用不用我骑车送你？夏宁起身，头也不回的说道：“不用，我有车。”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了什么：“你车子不是坏了吗？”夏宁转过身，默默的看着我，嫣然一笑：“难道你家只有1辆车？”我忽然觉得他的笑容好讨厌，挺起胸膛傲娇的说道：“我家有3辆电动车，1人1辆。”夏宁默默的竖起大拇指，然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微微皱眉，这小助理是不是来大姨妈了？怎么心情忽好忽坏的？千万别耽误我偷公章的大计。地下停车场，夏宁掏出手机给陈婉编辑了一条短信：“你下班之后一定要把公章锁起来。”主管陈婉看见信息微微一愣，什么世道还有人偷盖公章？然后拿起桌上的公章锁进了保险柜里。第二天，夏宁早早的来到办公室，发现我竟然趴在工位上睡觉，然后蹑手蹑脚的朝自己工位走去。在他刚要坐下的时候，我猛地抬头：“小夏，你终于来了。”夏宁有些惊讶的说道：“你来这么早就是为了等我？”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根据我半个月的观察，程姐20秒之后会去一趟厕所，到时候我假装去找她，然后顺便盖个章。”夏宁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我指着厕所方向说
说道：“你也假装去厕所和程姐偶遇，然后帮我拖住她几分钟。我担心程姐尿尿太快。”夏宁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程婉脚步匆匆的朝卫生间走去。我看着她的背影起身走向主管办公室，还回头给夏宁使了一个眼色。夏宁随即慢悠悠的站了起来，见我进了办公室又坐了回去，然后拿出手机给程婉发去消息：“你在厕所蹲2个小时再出来。”程婉回了一句好的，但是没忍住好奇的问道：“夏总，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夏宁想了想，微微一笑，如实说道：“秦寻去你办公室偷公章了。”程婉一脸不解，捂着鼻子说道：“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我又不是不给他干。”夏宁微微皱眉思考了一下，除了我谁都不能在他的实习证明上盖章。程婉一边提裤子一边摇头叹息：“你们2个闹矛盾，为什么受伤的是我？还有谁特么在厕所吃韭菜盒子？”而夏宁打开电脑刷起了新闻，桂行大姐和秦寻的专访还在头版头条，随手点开一条评论都是满满的称赞，但是有一张截图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人背着包站在红浪漫门口，下面还配文：“你们看这是不是秦寻？”夏宁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秦寻，心想这货不仅摸鱼偷东西，还是个大色狼。而我此时却一脸兴奋地坐到了工位。夏宁转过头，一脸好奇地问道：“你这么高兴是成功了？”我开心地点了点头。程姐虽然把办公室的灯关上了，但我还是摸黑把章给干了。说完，拿起实习证明铺在了桌子上，而当看到右下角的章，我却笑不出来了。实习证明上盖的竟然是蜡笔小新的印章，还竖起一根中指，屁股上写着“笨蛋”2字。我见状拿起来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夏宁却是乐得前仰后合，我就说单位公章怎么可能乱放？你昨天看到的肯定是这个卡通印章。我摇了摇头，觉得有些晦气，然后忽然感觉肩膀有些酸，抬起手臂活动了几下。夏宁看我黑眼圈有些重，好奇地问道：“你今天看起来状态有点差呀，要不要我请你喝杯咖啡？”我听后忽然露出惊讶的表情，一脸严肃地盯着他。夏宁被看得有些发虚，轻声问道：“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冷哼一声，嫌弃地说道：“驴拉磨都不会想着给自己2鞭子，你喝咖啡和拉磨抽自己有啥区别？”夏宁脸色一沉，转过身去不再说话。奶奶的，竟然拿我跟驴做比较。随后拿出手机又给程婉发去消息，立刻马上采购1台咖啡机，用提神最好的咖啡全天无限量供应。程婉收到消息满脸欣喜，感谢夏总给全体员工的福利。而我则揉了揉肩膀，继续说道：“昨天晚上我没怎么睡觉，半夜跟人打了一架。”夏宁忽然想到了刚才的截图，在红浪漫和人打了一架，脑海里瞬间有了带颜色的画面。我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继续说道：“我1对2，足足打了他们1分钟。”夏宁看着我笑得有些复杂，心想1分钟值得这么骄傲吗？我喝了口水，继续说道：“那俩货现在估计还在警察局呢。”夏宁听后愣是没想明白，转身一脸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在警察局？”秦寻清了清嗓子解释道：“我昨天去洗浴中心睡觉，2个傻大个指着我说他就是海城副公子，上来咔咔就要揍我，我能惯着他们，反手就把他们2暴揍了一顿，然后送到了公安局。”夏宁恍然大悟，又觉得哪里不对。“你说你在洗浴中心睡觉？”我毫不避讳地回答道：“对啊，我出租屋不是被人砸了吗？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将就几晚。再说了，洗浴中心便宜，后半夜去睡觉只要60块钱。”夏宁听见60块钱，脸色好看了一些，60连家鸡可能都吃不上，更别说野鸡了。忽然夏宁电脑里发来3封邮件，然后转身看着我认真的说道：“这是3个公司的策划需求，你看一下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慵懒的靠在椅子上，点开一封邮件，营销大师的能力瞬间展露出来。这家卖苹果的公司可以合作，跟他们要200万的策划费。夏宁听到要价一脸惊讶：“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有方案了？”我点了点头，有气无力的说道：“你下午联系传媒公司选几个模特，明天下午我选一个气质形象符合的。”夏宁见我说的认真，随手记在了本上，然后我随手点开了第2封邮件，瞬间困意全无，来来回回看了800遍。这是一家卖情趣小玩具的公司，邮件里还附带了一些产品介绍图，最重要的是还有模特的照片。我转过头看着脸色微红的夏宁，小夏给我来一杯咖啡提提神。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第3封邮件，神色庄严肃穆，比古寺里的和尚都要圣洁。夏宁则在一旁神情认真的写策划预案，伸懒腰时瞥见我屏幕上一张放大的图片，脸上微微发烫，轻声骂道：“你大庭广众之下看这个，难道一点都不害臊吗？”我转过头看着他，一脸的无辜和疑惑：“小夏，不是我说你，对待客户我们要足够的尊重，不管他们卖什么，我们都不能歧视。”夏宁看着我一脸鄙视，深呼吸缓解了一下郁闷的心情，把自己写好的预案发给我，面无表情的说道：“这是我写的直播卖苹果的预案，你看一下。”我在电脑上点开夏宁的文件，忽然看见桌面右下角正好是12点，二话不说，一眼没看直接站了起来。卧槽，太恐怖了，差点加班。夏宁此时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金属笔筒，这玩意砸脑袋应该很疼吧？我则眨了眨眼，打开了系统面板，摸鱼值1650，当达到1万时可获得一次抽奖。看一上午小黄图竟然才涨了10点，忽然瞥到了屏幕上夏宁的策划案，第一步写的就是市场调研。夏宁见我眼神发直，捅了我一下：“你想到什么了？”我兴奋地回答道：“一个好的营销策划案怎么能坐在办公室一拍脑门就想出来？好赖也得去外面做个深入的市场调查。”夏宁看着我用力的点点头，有道理。我嘴角微微上扬，看着夏宁直接吩咐道：“小夏，你去业务部问一下，看看这2天有没有接到大活，我要开始认真了。”夏宁看着我急切的样子，常年清冷如霜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微笑。其实那个卖苹果的公司就不错，我刚才上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老板实力雄厚。我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没问题，就拿他开刀吧。”说完，我背起包，大步流星的往外走。夏宁有些惊讶，喊道：“你现在干什么去？出外勤？”我放大音量，故意让大家都听见。此时大家正准备出去吃午饭，顿时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不愧是年轻人，就是有干劲，连饭都不吃了。看到众人
众人的目光，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要把汗水挥洒在外勤的路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客户带去一丝清凉。”众人张大了嘴，这家伙又开始不说人话了。陈婉听见动静，拿着一瓶矿泉水走了出来，塞到我手里，十分满意的说道：“小秦辛苦了，注意防暑。”我一脸正色悲壮的说道：“为人民服务，我不怕辛苦。”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我走出了公司，宛如一个要上战场的英雄。夏宁看着我的背影，眼神忽明忽暗。忽然，他双手一拍，想到了什么，又上他的狗当，他肯定跑外面摸鱼去了。随即提起斜挎包，冷着脸追了上去，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说道：“师傅，追上前面那辆电动车。”司机看了一眼电动车，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小伙子一看就是外卖骑手，可不好追。夏宁什么都没说，直接拿出红票子塞到师傅手里。司机大喜，一脸自信的说道：“你放心吧，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插翅难飞。”然后看着后视镜，忍不住问道：“美女，你为什么追他？”夏宁一脸认真的解释道：“他上班时间光明正大的跑出去玩，是不是该死？”司机听到之后尴尬的笑了笑：“罪不至死吧？”夏宁有些不满，皱了皱眉问道：“师傅撞死他是个什么价钱？”司机听完不禁全身汗毛倒竖，心想这小子肯定要遭老罪了。不一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把车停在一家网吧门口。忽然一声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出：“秦许，你不是说要请我吃中午饭吗？”我回过头不由得一怔，然后摆了摆手说道：“明天吧，我今天有事。”而夏宁却眼神坚定的说道：“我就要你今天请我吃饭。”我顿时有些无奈：“红烧牛肉你吃不吃？”夏宁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那你跟我进来吧。”我转身走进了网吧，一进门就冲着网管喊道：“来2桶红烧牛肉味的泡面。”由于是工作日，网吧人少得可怜，我和夏宁随便找了个位置吃起了泡面。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小妮子长得跟瓷娃娃似的，吃泡面不仅不嫌弃，还吃得津津有味。我好奇地看着她问道：“小夏，你很喜欢吃泡面吗？”夏宁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小时候比较喜欢，一天吃3顿，后来大人不让吃了，长大之后也没怎么吃过。我放下叉子叹了口气：“你小时候还真是可怜。”等吃完泡面也到了上班时间，夏宁看着我慢慢问道：“一会儿要去考察苹果市场吗？”我摆了摆手，一脸严肃：“现在是上班时间，别谈工作。咱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当然是要好好摸鱼了。”说完，我带着夏宁走出网吧，骑车带着他去了城中村。小夏，我想去租个房子，但是身上就500来块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夏宁刚想答应，我又继续开口说道：“等那狗日的老板发了工资，我立马就还你，再请你吃一顿家常的泡面。”夏宁抿了抿嘴，声音有些冷漠：“你能别动不动就说狗日的老板吗？”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你说的没错，咱们老板大概率是个男的，应该是日狗的老板，还是你严谨啊，小夏。”10分钟后，我们到了房屋中介，花600块钱租了一间破公寓。中介走后，我一脸和善的看着夏宁：“小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再请你吃一顿泡面。”夏宁看着我有些迟疑：“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搬家吧？”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搬家这种重活怎么能让女孩子干呢？你就帮我打扫一下卫生就行。”夏宁转头看了一眼满是灰尘的房子，大不留心的就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顿了顿，说道：“打扫完了咱们就开始工作。”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打扫完差不多就下班了，正好到了工作时间。夏宁得到肯定的回答，开始默默的打扫卫生。我则骑着电动车去了红浪漫，因为行李不多，全都寄存在了这里。2小时后，我背着一个书包回到出租屋，看见一尘不染的房子，瞬间呆住了，太他妈干净了。而夏宁则灰头土脸的看着我，一脸惊讶：“这就是你说的重活？”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时尚，一点懒都不偷。夏宁闻言把抹布往地上一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我要按着你的头让你工作。”说完，夏宁揪着我的小弟来到咖啡厅，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10分钟之内给我写一篇策划案。我则一脸生无可恋的说道：“我笔记本电脑在公司呢。”夏宁想到自己搞了一下午卫生气就不打一处来，明天上班你哪都不能去，我们一起把策划案写出来。我摇了摇头，十分抗拒的说道：“不行，我必须要出外勤。”夏宁紧握拳头，忍着怒气说道：“你总不能天天都在外面晃悠吧？就不怕老板回来给你穿小鞋？”我摆了摆手，淡然的说道：“怕他干啥？我再熬半个月，拿到工资我就提桶跑路了。”夏宁听完瞬间没了脾气，有些激动的说道：“公司给你待遇这么好，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我看着他激动的情绪，好像明白了什么。作为策划师助理，他的前途似乎和我绑定到了一起，如果我走了，他的靠山也没了。于是脸上露出了有些歉意的笑容：“对不起啊，小夏，等我找到一家好摸鱼的公司，如果你还愿意跟着我，我再把你挖过来。”夏宁看我语气真诚，沉默了几秒，心想找到好地方还不忘我，你真是个天杀的好人。过了一会，又语气温和的说道：“只要你能力足够出色，完全可以申请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到时候还不是随便摸鱼。”卧槽，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以后我的办公室除了狗只有你能进。我听完一脸激动的说道。夏宁则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容，身为一个公司老板也是没谁了，不但被员工带着摸鱼，现在还要教他怎么摸鱼。而我则一脸认真的说道：“小夏，你要一下卖苹果那家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明天直接上门服务，到时候好好给你露一手。”夏宁抬起头，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头倔驴终于开始干活了。第二天，我和夏宁上午就飞到了水天市。出了飞机场，我打算吃个饭，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夏宁却招了一辆出租车，虽然是对方先联系的咱们公司，但是毕竟人家是甲方，还是早到一点比较好。我只好乖乖的上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职业赛车手退役，2小时的路程20分钟就到了。下了车是一个偌大的度假山庄，周围山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苹果树。我们被迎宾小姐带到了一间茶室，王总您约的贵客到了。只见一个粗犷的中年人笑呵呵的说道：“我叫王德柱，很高兴认识2位。”我看了一眼王德柱的胸口，上面绣着红丹丹化肥几个字，不禁有些佩服的说道：“买化肥送的衣服也挡不住王总的一表人才。”王德柱则叹了口气，起身拉开窗帘：“秦先生，马上到8月底了，苹果陆陆续续就要采摘，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收年了。我看了一眼窗外壮观的景色，点点头。王德柱则双手背在身后，有些落寞。丰收本应该是好事，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然后指了指满山的苹果树，继续说道：“整座山都是我承包的果园，看着这么好的苹果卖不出去，急得我前列腺都发炎了。”我盯着桌子上摆的几个苹果说道：“这苹果看着是挺漂亮，吃起来味道怎么样？”王德柱赶紧拿了2个苹果，给了我和夏宁一人一个。我也没洗，直接咬了一口，入口鲜脆多汁，比一般的苹果口感更好。这苹果确实不错。王德柱听后开心的笑了。这苹果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保鲜期比较短，让更容易储存的红富士占了很大的市场。但是现在的物流这么发达，只要花牛苹果的口碑打出去，我相信一定能够有市场。然后转过身，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这么好的东西，全国人民却吃不上，还请贵公司帮帮我们。我感受到王德柱温热的手掌，王总，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而王德柱却飞快地摇了摇头，秦先生不能光尽力，要拼命啊！我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刚才我想到了一个绝好的策划方案，要不我先给您大概讲一下。”秦先生果然是才华横溢，那还请你给我展示一下。站在旁边的夏宁一脸懵逼，行李箱里除了内衣内裤，哪有什么策划方案？我则站起来看向窗外。王总，这方案讲究以小博大，花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效果。王德柱听后急忙说道：“秦先生，你就别吊我胃口了，快给我看看吧。”我看着王德柱笑着说道：“预案在我脑子里还没写出来。”听完王德柱脸上笑容逐渐凝固，我没有理他，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以直接给您演示。”王德柱脸上又恢复了笑容。那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王总，麻烦你把好看的男员工召集一下，我在他们里面选一个合适的模特，然后到果园里咱们直接拍广告。王总一愣，又露出满意的笑容。20分钟后，王德柱站在果园里说道：“秦先生，好看的男员工都在这，你看看哪个比较合适？”我看着他身后的众人扫视了一圈。王总，你们山庄还有别的男员工吗？如果没有更好看的，长得正常一点也行啊。此话一出，10几个男员工看我的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上来直接打我一顿。王德柱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员工，我们公司对颜值没有要求，所以都长得比较普通。说完盯着我贱兮兮的笑了起来。秦先生，你不是长得很帅吗？我微微一愣，摆了摆手，我不行，我顶多就算一般。王德柱见状，看着围观的女员工问道：“你们说秦先生帅不帅？”那几个女员工顿时跟吃了药一样，异口同声扯着嗓子喊道：“帅爆了！”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这该死的魅力。王德柱见我不答应，继续说道：“秦先生，你先受累充当一下模特，我单独给你加钱。”我笑着摆了摆手，跟钱没有关系。说完却直接掏出手机递给夏宁：“我们开始吧。”在众人一脸鄙视的目光下，我摘了一颗苹果，然后回头看向拿着手机的夏宁：“开始录制吧。”果园的员工纷纷伸长了脖子看了过来，我则一脸深情的看着手机镜头说道：“宝宝。”夏宁吓得手机都抖了一下，差点掉在地上。我没有在意，继续一脸笑容的说道：“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然后双手把苹果掰成8瓣，这样粉沙粉沙的苹果，你不想咬一口吗？夏宁看着手机里的画面都惊了，感觉自己看到了一种很新的东西，虽然不理解，但大受震撼。说完，我收敛笑容，跑到夏宁身边看了一眼视频，拍得不错，就是镜头有些抖。下一条你手要稳一点。此时王德柱不明所以的挠了挠脑袋：“秦先生，这就完了？”我摇了摇头：“怎么可能？这才刚刚开始。”王德柱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喊个宝宝就完事儿了。接着我坐在拖拉机上，让夏宁继续拍摄。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然后是树上、厕所、女员工宿舍，把能拍的地方都拍了一遍。从女员工宿舍出来，我朝着王德柱一行人走去。王德柱看着我，忍不住问道：“这就完了？”我咳嗽了一声，笑着说道：“还差最后一个。”王德柱尴尬地问道：“不会还是什么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吧？”我竖起大拇指，大声说道：“王总英明！”这操作直接给王德柱干沉默了。他身后的员工也开始窃窃私语：“要是这么拍，我们家狗都行。”就是，这也算广告。王德柱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见状急忙解释道：“王总，你先别急，前面这些都是铺垫，最后才是点睛之笔。不过拍摄成本会提升很多。”王德柱一听要增加成本，反而有些开心。秦先生，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成本高点没关系的，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我笑了笑说道：“一个露天泳池和几百斤苹果，这算得了什么成本？几百斤苹果，去果园里地上随便捡捡落果都有了。不过人家人来都来了，也只剩下最后一个视频，那就看完再说，万一有惊喜呢？”山庄里，一个半山腰的露天泳池，蓝色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红彤彤的大苹果。秦寻脱了上衣，露出了健硕的上半身，在众人的目光中旁若无人地走进了泳池，钻进了那一堆红苹果当中。他潜入水里，立即钻出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用手抹了抹头发，再用手指梳了个3、7分。夏宁站在岸边，拿着手机对准了秦寻，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脸有些发烫，脸色渐渐向着红苹果的颜色靠近。岸上站着的10几号男员工一脸戏谑地看着秦寻，就像在看猴子。不过那些女员工一个个扭扭捏捏，想看又不好意思看，于是就侧着身子扭过头来看，还偷偷掏出手机偷拍。嘤，好可爱的弟弟啊！可惜的是，他怎么穿着牛仔裤入水？不应该脱的只内裤吗？赵德海穿着一身粉色 T 恤，衬得他现在的脸格外的黑。他放眼看了一下漫山遍野的红苹果，叹了口气。秦寻冲夏宁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见他点了点头，随手拿起一个漂浮在水面的苹果，扬起展示：“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说着拿起树枝把苹果捅开，除了录的更多。这个视频和刚才那些果园里拍的毫无变化，动作台词一模一样。视频拍完，秦寻涌到岸边，抬起头看着一脸苦大仇深的赵德海，问道：“赵总，方案就是这么个方案，等晚上我们剪辑好视频发给你，你找个模特复刻这些视频，
然后上传到你的抖音号，再花些钱投豆家买些流量就好。赵总低头看着秦寻，见他一脸自信，他想说几句脏话，但又说不出口。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满山的红苹果，忽然悲从心来，眼睛渐渐湿润了。天不但要亡我，还要耍我啊！这个秦寻是谁派来的逗逼？突然，赵德海一个大跳蹦进了泳池里，犹如蛤蟆跳水，溅起好大一片水花。秦寻吓了一跳，游开一些，见赵德海的头露出了水面，问道：赵总，聊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就跳水了呢？赵德海抹了一下脸上的水，语气激动：秦先生，这就是你的创意？我也是一个活了快60年的老同志了，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啊，怎么经得起你这样折腾？你还想把视频放我抖音号上？我不要面子的呀！我那些亲戚朋友、生意伙伴看见了，我这辈子还抬得起头来吗？秦寻笑着安慰道：赵总，你相信我，这一个视频绝对流量爆炸。赵德海双手划拉了2下，离秦寻远了一些，仿佛他就是一个瘟神。流量炸不炸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快要炸了。秦寻跟着游过去，劝说道：赵总，只要这个视频爆了，你们水天的苹果不就打出名号了吗？那销量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只见赵德海游得更快了，把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销量高不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血压非常高。秦寻叹了口气，看着他逃离的背影，一脸真诚：赵总，你相信我，我是不会拿公司信誉和个人名誉开玩笑的。听见这话，夏宁眉头微皱：公司信誉你看得比鹅毛都轻，个人名誉你脸皮比谁都厚，这2个东西在你那里都是不存在的。只见赵德海无奈地回头看了秦寻一眼，虽然他不是广告行业的，但是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肉跑。这2年看过的广告策划案没有100也有80，个顶个的好看，只是没啥用。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广告像秦寻的那样拿着手机一顿饱饱的叫，跟闹着玩似的。这种广告放在整个广告界都是相当炸裂的。他转头向着岸上一个小姑娘招了招手，伸出3根手指：小李，你给秦先生包一个3000块的红包，再拿上几兜子苹果，送贵客下山吧。说完，他一头扎进泳池里，不肯再出来了。秦寻他看着在潜泳的大蛤蟆，只想笑。小老头，有你求我的时候。他向着岸边夏宁的方向游去。夏宁有些失落，冷着一张脸，见秦寻游到了脚边，马上就要抬头，他赶紧蹲了下来。他穿的可是工装裙，一般不会有走光风险，所以没穿安全裤，但也架不住有人仰望星空啊。夏宁习惯性礼貌地伸出手，只是礼貌性的，因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不可能会抓着一个女孩子的上爬上泳池的。男人总喜欢在女人面前展示力量。秦寻正要往上爬，见夏宁伸出了手，觉得有些多余，犹豫了一下，想着不能辜负别人一番好意，他拉上了夏宁的手，一借力，啊！夏宁一声惊呼，一个跟头栽进了泳池里。糟糕！秦寻转头看了一眼在扑腾的夏宁，脸色巨变，猛地一头扎进了泳池。10秒钟后，他从水里出来，手里拿着夏宁的手机，按了一下按键，手机正常亮屏。他放下心来，还好，这手是机防水的，不然我这些视频都白拍了。忽然，他感觉到一道凝如实质的杀意，转头一看，只见夏宁湿漉漉的头发贴在了脸上，身上的衬衫也紧贴着，微微有些透。那一双眼睛毫无感情，直勾勾地盯着秦寻。秦寻有些尴尬，挠了挠头：下次我先救你。赵德海在泳池角落呆呆地看着秦寻的举动，越发的确认了，这小伙子脑子病，有大病，这么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不要，去救一部破手机，还是拍了那么多油腻视频的手机。这手机要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如烂厂里。看来贵行救女的策划案只是他偶尔的灵光乍现，用尽了他一生的气宇。秦寻拿着夏宁的手机，3两下矫健地爬上了岸。他转过身，见夏宁游了过来，略带歉意地伸出了手。夏宁一瞪眼：不要，手拿开！秦寻收回了手，看着夏宁在泳池边手脚并用爬了几次，始终爬不上来，只是溅起了一阵阵水花，他都替他尴尬。忽然，秦寻转头看见那些山庄的男员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夏宁，有些个小逼崽子还准备掏手机。他一瞪眼，骂道：看你们的妈呢！夏宁，谁是他们的妈？那些男员工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可是看了泳池角落的赵总一眼，一个屁都不敢放。他们被人点破，有些不好意思，纷纷转过头了，不再看向夏宁。秦寻转头看着夏宁，握拳轻轻挥舞：小夏，加油，加油，小夏！夏宁，加你妈3个字，差点脱口出，他好不容易才咽回去。他从小就是个文明人，从来不说脏话，也没有这个需求，只是遇见了秦寻之后，有了一些冲动。他伸出手，冷声道：拉我一把。秦寻，喝女人。2人在山庄换了衣服，被一个迎宾小妹礼貌地送到了山庄门口。秦寻背着一个大背包，口袋里有一个3000块的红包，手里提着一兜子大苹果。
夏宁脸色冷漠地跟在秦寻身后，拉着一个拉杆箱，箱子上面也架着一兜子红苹果。忽然，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语气微讽：“这一单生意黄了，你的办公室也跟着黄了。”秦寻转过头，微微皱眉：“宝宝，话可不要说得太早。有赵总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夏宁一愣，脸红了，比满山的苹果还要红。他左右张望，看见路边有一块带着锐利插口的石块，正好是一把匕首的形状，真是杀人的利器。他跑过去捡了起来，对着秦寻冲了过去：“让你嘴贱！”秦寻撒丫子跑了。可恶啊！夏宁，那也得死！秦寻飞奔，比狗都要快。二人打道回府。机场候机厅，一排10几座的长椅上，最左边坐着的是秦寻，而在最右边坐着的是夏宁。两人的中间是10几个空着的座位，像是2个刚刚吵完架的小学生。夏宁生着闷气，转头看了一眼秦寻，发现他似乎完全没有因为合作失利而被影响情绪，此时还拿着手机在打游戏，还打得发抖。秦寻没注意到夏宁的小脾气，此时拿着手机剪辑夏宁传过来的视频，直接开启超频模式，剪得飞快，身体都在微微颤抖。飞回海城的飞机里，最前面的位置坐着的是秦寻，而夏宁坐在最尾端。机票是他买的，他故意的。忽然，他听见飞机前面有个乘客有些不满地抱怨：“小伙子，请文明乘飞机，不要一边拿手机看视频一边抖动，还看那种不穿衣服的泳池骗子。”只听得秦寻的声音传来，音调不低：“哎，毁谤啊！你毁谤我呀！我视频里面不穿衣服的人是我自己，我身体抖动是因为我在剪辑视频。你这样说，别人肯定以为我是一变态啊！”夏宁噗呲一笑，心情大好。他转头看向窗外，底下是黑乎乎的莽荒群山，山尽头是一片万家灯火。下了飞机，两人谁也没有理谁。夏宁打了的士，秦寻坐上了地铁，都能到家。回到新租的房子，秦寻又开始剪辑视频，剪了半个小时，终于剪完了。他新建了一个抖音小号，一口气把视频上传了，把那个在露天泳池喊宝宝的视频置顶，并且投了3000块的豆价，一共可以买15万的流量，也就是推送给15万人看。做完这一切，秦寻调出摸鱼面板一看，靠，今天的摸鱼值一点都没涨。我的勤劳刻苦、认真工作的态度，然得到了系统的认可，耻辱啊！第二天，秦寻踩点上班，看见夏宁已经到了，正在整理文件。他坐到了办公室最中心的工位上，环视一圈周围向自己点头示意的同事，叹了一口气，越发的期待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忽然，公司微信群里弹出一条公告，是一条会议通知，与会人员除了各个部门的主管，还有秦寻和夏宁。秦寻转头看着夏宁：“你一个小小的策划师助理，想不到也能参加高管会议，这大概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吧？”夏宁默默地转过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又默默地转回去，看着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秦寻摇了摇头：“这妮子看起来是那种做运动都不会叫的人呢，真是无趣。”过了几秒，夏宁怕他多想，察觉到什么，又转过头来解释道：“我要做会议记录，才让我进去开会的。”秦寻觉得莫名其妙：“谁问你了？”9点30分，会议室。秦寻坐在了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夏宁坐在最后一排。之前秦寻晨会时提醒他的风水宝地，那个位置监控照不到。各个部门主管到齐，加上程婉也才8个人。会议室最前面的投影屏上显示着几个加粗加黑的标题大字：水田苹果策划案的评估与复盘。看着这标题，秦寻心里默默的吐槽：约，又是不愉快的一天，又不能摸鱼了。程婉走上前去，站在讲台后面开始主持会议。他扫视一圈，视线在夏宁身上多停留了1秒。昨天晚上，他忽然收到夏宁的信息，让组织今天开一场复盘会。一般这种会议都是在策划案实施之后，已经投放市场，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之后才会开的。这昨天才去，今天就开，有些不合理。但是他也没多问，就当下总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想要自己的心上人在人前显圣，今天只要突出秦寻的能力就好。拍马屁嘛，他还是擅长的，很擅长的。程婉面带微笑：橡树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昨天我们公司的策划师带着他的美女小助理夏宁去了陇源省水天市，和一个颇有实力的农产品批发商洽谈合作。如今他们俩凯旋归来，大家鼓掌。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掌声。夏宁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程婉从哪里判断出是凯旋归来的？而且凯旋和归来怎么能放一起用？语法错误。程婉的视线落在了秦寻脸上，面带微笑，开门见山地问道：秦寻，我在网上查过了，这个赵老板很有实力，出手一向大方，那他准备给多少钱的策划费用啊？秦寻站了起来，非常骄傲地伸出了3根手指。程婉看见秦寻骄傲的表情，就知道自己拍马屁拍对方向了，惊呼道：30万！哇，这老板果然很看重我们公司，这也多亏了秦寻和夏宁的努力。大家鼓掌。
掌声响起来，很热烈。开门红啊，开门红！公司赚的越多，他们的绩效就会越多。秦寻虽然年轻，但是能力还是强。在掌声中，秦寻慢慢放下了手，弱弱地说道：“3000。”陈婉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吓得一张脸都快变形了。3000万！秦寻没有万。陈婉偷偷看了一眼夏宁，见他面无表情，自己脸上的笑容也彻底收敛了。没有万，那就是快了。3000块，2个人的飞机票来回都不止3000了好吗？你们这是去献爱心呢？真的要把慈善事业搞到底？陈婉看着秦寻，3000啊！他绞尽脑汁组织着语言。公司还在初创阶段，口碑比金钱重要。我们能和实力强大的公司合作，也可以为我们以后接业务做背书。秦寻看见陈婉脸色不怎么好看，安慰道：“3000只是暂时的。”陈婉心里又升起了希望。定金？秦寻摇了摇头：“不是，我们还没签合同，这3000块是给我和夏宁的辛苦费。赵总人很好。陈婉，他在职场沉浮10几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过像秦寻这样的勇士也是头一次见。”他看了一眼夏宁，见他脸色不好看，转头对着秦寻说道：“这3000块就抵你们的差旅费吧。”财务主管有道理。秦寻觉得没道理，他摇了摇头：“这3000块我花掉了，给我们替赵总拍摄的广告视频上买了15万的流量。”陈婉果然真诚是必杀技。秦寻杀人不见血，他忽然觉得有些掌控不了局面了，缓了缓。陈婉挤出一丝笑容，看着秦寻：“都没谈成合作，你还给他的广告投钱推流，你人还怪好的嘞。那你能分享一下你的广告视频吗？”秦寻点了点头，大大方方地说出了自己的抖音 ID。大家抖音搜索牛胖胖爱吃小熊饼干，里面就是夏宁亲自操刀给我拍摄的广告。他转头递给夏宁一个鼓励的眼神，意思是小夏，咱们有福同享。哥们，我很仗义的。却看见夏宁立即举起了手，有些紧张，说道：“那个，这视频99%都是秦寻的功劳，我只不过是一个拿手机的。”秦寻满意的点点头，这孩子懂事，不贪功，真是个好助理。大家陆陆续续搜到了秦寻的抖音账号。会议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宝宝，水天的苹果，宝宝，宝宝。”角落里，夏宁面红耳赤，众人脸上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贝雷德外焦里嫩，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广告？这是白马会所招新广告吧？3000块，给我3万块，我也不能拍这个啊！要脸！哎呀，没眼看啊，没眼看！陈婉看完了秦寻在泳池的视频，暗叹他身材真不错，难怪能把夏总迷得5迷3道。他抬起头，敏锐地捕捉到了夏宁通红的脸色，不禁感慨：我说怎么突然要开这么一个会议？原来是要秀恩爱。陈婉又看了一眼视频，实在是拍不下马屁了。好看是好看，但确实有些油腻。可惜的是，这么秀色可餐的视频，点赞量才400多。现在还是早上，可能等下就更多了。他清了清嗓子。散会。陇源省水天市半山腰上的山庄，一间客房里，赵德海坐在床上，拿出手机，透过窗户拍摄着满山的红苹果。家人们啊，你们看看这好山、好水、好苹果呀，又大又红又甜。有需求的右下角小黄车。拍完，他上传到自己的抖音，把手机音量放到最大，重新听了一遍，非常满意。这才是广告吗？昨天秦寻拍的那都是什么玩意？他躺在床上开始刷抖音，缓解一下最近忧愁的不得了的心情。刷到农药科普，他骂道骗子；刷到化肥科普，他又骂骗子；刷到富士红苹果大卖，他骂得更狠，什么玩意？手机划过下一个视频，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正是秦寻站在泳池的视频。他一看点赞量，翻身坐了起来。5万点赞，那不得有将近100万人看过。昨天拍完到今天才不到1天啊！赵德海点开评论区，发现评论区里热闹的不行，已经有很多条评论点赞过1000了。一个男的爱看水天的苹果怎么办？赵德海在下面回复：这苹果，女的养颜，男的利尿。紧接着发了一连串亲吻的表情，毫无一个商场大佬的觉悟。平贵妃，有一说一，水天的苹果挺好吃的，我想吃水天的苹果。为什么我今天刷到了3次？但是我爱看。赵德海立即醒悟，长按视频给秦寻的视频投了1万块豆加。才3次，你今天不刷到个10次就别想睡觉。一条点赞1500加的评论，拜托，这样卖苹果真的超酷的哎！赵德海愣住了，难道秦寻真的是营销天才？只是我等凡人够不着他的境界。完蛋，昨天没签合同。一条点赞3000加的评论置顶，我也不想买苹果呀，可是他叫我宝宝哎，
赵德海被买苹果这个词语刺到了脑神经，顿时来了精神，一点都不困了。他赶紧在下面回复，他没有卖，我这里有卖，进我主页，正宗水天苹果。不一会儿，很快楼主就有了回复，大叔一边玩去吧，我要买的不是苹果，是解心中的蠢蠢欲动。赵德海他的脸黑了，什么蠢蠢欲动？我看你就是馋人家小伙子的身子，你下贱！赵德海气得把手机往床上一摔，走出门，扯着大嗓门吩咐道，小李，你把秦先生的电话给我。门外有声音传来，哪个秦先生？赵德海气得一拳捶在门上，整条走廊都安静了。昨天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大帅哥啊，那个整天宝宝叫的大帅哥啊。小李的声音响起，好的，赵总，已经发到您的手机里了。赵德海走回床上，发现手机界面退出了视频，再点进去，却发现视频不见了。牛胖胖爱吃小熊饼干的主页里什么都没有，他大惊失色，隐藏了？不会是删了吧？这小帅哥生我的气了。忽然，赵总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昨天人家说要拿我的抖音上传的，我真是目光短浅，破产都活该。虽然这一条视频目前才5万点赞量，但这仅仅是过了一个晚上加早上几个小时而已。如果再发酵下去，登上热搜也不过就是几天的事情。到时候水天的苹果会全国皆知。赵德海看了一眼窗外漫山遍野的苹果树，喃喃道：这几10万吨苹果有销路了。他跑下床，拖鞋都没来得及穿，出门大喊：小李，买3张去海城的飞机票，越快的越好，叫上公关部最好看的那个，最会来事的那个小柳在飞机场集合。赵德海回到房间，拿起手机，从抽屉里翻出一盒没开封的手表，一脸苦笑。这就是网上说的，今天你爱答不理，明天你高攀不起。得了，当面负荆请罪去了。海城午休时，秦寻趴在桌子上睡觉，忽然感觉胳膊有人推了推，睁开眼睛一看，就看见了夏宁那张万年冷淡的脸。他睡眼惺忪，有事？夏宁问道。你把你的视频隐藏了？刚才他忽然好奇秦寻视频的点赞量，想要去看一看，没想到视频直接没有了。秦寻趴在手肘窝上，轻轻点了点头，继续闭上眼睛睡觉。可是夏宁却跟只烦人的苍蝇一样不依不饶。你为什么要删除？秦寻睁开眼说道。赵总给我买了1万的豆价，把我吓得直接隐藏了，免得被他占了我的便宜。我们还没签合同呢。夏宁，哼，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一点亏都不肯吃。忽然他意识到了不对劲，他给你买了1万的豆价，他在水天都刷到你的视频了。正在这时，门外一阵闹哄哄的，前台小妹有些着急的声音响起：哎，你们别往里面闯啊，请问你们找谁啊？哎，工作重地，闲人免进啊。赵德海熟悉的大嗓门响了起来，声音凄凄惨惨，像失去了老公的村姑，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我找秦寻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秦寻瞬间精神了，他慢慢直起身子，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打开电脑，再从夏宁办公桌上抽出一个文件夹，打开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时不时点点头。夏宁瞟了一眼那页文件，空白的。这孙子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他用眼神剜了秦寻一眼，赶紧起身，一路小跑到门口。只见赵德海今天穿了一身黑色西服，不是什么农药化肥的广告衣，显得格外的庄重。他身后跟着2个穿着职业裙的女士，2人4只手里提满了礼品盒。夏宁见状，知道事情成了，脸上露出了微笑。一瞬间，如雪山上升起了朝阳。赵总，您好，您怎么来了呀？赵德海见到熟人，赶紧伸出双手握住了夏宁的手，热情地握了握。我来找秦先生，昨天时间匆忙，都没来得及好好招待你们，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夏宁轻轻一笑，您言重了。赵德海摆了摆手，探头往办公室里面看，问道：秦先生呢？他在不在公司啊？夏宁迟疑了一下，脸部红心不跳，说道：他在忙。赵德海听见秦寻在，松了一口气，脸上堆满笑容，回头跟2个下属说道：看看人家秦先生的职业态度，这么有才华，还这么勤快，午休时间还不忘工作。说着，他从助理小黎手里拿过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塞到夏宁手里。昨天你们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准备礼物，这个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夏宁推脱道：这怎么好意思？赵德海，一点小意思，小意思。2人推来推去，走完了收礼物3送3句的流程，显得双方都是有涵养、懂礼数的上道人，气氛变得愉快起来。夏宁手里拿着礼品盒，笑着说道：赵总盛情难却，那我就收下了。赵德海指了指办公室里，提醒道：那夏宁轻轻笑了笑，跟前台小妹吩咐道：小烈，你带赵总到接待室去，泡上一壶好茶，我去看看秦主管忙完了没。他直接称秦寻为主管，给他升了格调，不但能够提升秦寻的分量，更代表着对赵德海的尊重。小丽笑脸相迎，把赵德海迎进了会客室。会客室在办公室的另外一头，
单独隔开的一个20多平米的房间，装修清雅豪华。赵德海坐在沙发上，手掌放在膝盖处，指头不停地敲打着膝盖。他的助理小李一看就知道赵总此时有些紧张，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午赵总突然就发了疯一样，急匆匆打了飞的过来。更令人好奇的是，他竟然带了小柳过来。别看他外面穿着正式的职业装，可是外衣一脱，里面不一定穿着蕾丝还是吊带呢。这娘们儿可不是好人啊！夏宁双手捧着大礼盒走进办公室，只见此时办公室安静的可怕，那些午睡的人早就被吵醒，一个个如同土拨鼠一样伸长着脖子看着夏宁。他们听见门口的对话，就知道了来的人是今天会议上谈论的水天市的农产品老总，一个实力雄厚的大佬。再看夏宁手里的礼盒精美的包装，就知道价值不菲，而且隐约看见那个老总身后的2个助理，4只手里还拎着一大堆礼品，应该是给秦巡的。他们一脸懵逼，一般都是乙方求着甲方，请甲方吃饭、唱歌、送礼物，这甲方打飞的来海城送礼，求着甲方还是头一次见。夏宁走到秦巡身后，看见他一脸认真，拿着中性笔在他的文件夹上画画，画了一只猪。画完小猪佩奇，秦巡一脸郑重地放下笔，合上了文件夹，缓缓地舒出一口气，仿佛刚刚在联合国签署了一份核不扩散条约一样。他端起桌子上的保温杯，吹了吹凉白开，关里关气地问道：“小夏，是谁在外面吵吵闹闹的？”夏宁，他真想抄起那只重信笔捅死秦巡。他看了一下四周的同事，都看向这边，面带微笑，慢慢俯下身子，嘴巴凑近秦巡的耳朵，用只有他们2个才听得到的声音悄悄说道：“别犯贱。”秦巡一愣，慢悠悠放下了保温杯，拿起中信笔，又打开了夏宁的文件夹，大笔一挥，写下几个字：“小夏，等死吧你！”秦巡起身往会客室走去，夏宁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在众人面前，他给足了秦巡面子，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小助理。此时，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是业务部主管。秦巡，谈业务，我们业务部是专业的，我跟你一起去。”说着，他站了起来，大有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意思。很明显，这笔大单子他要分一杯羹，不给硬要的那种。秦巡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业务部主管，有些为难。陈婉站在人事办公室门口，看见夏宁冲他使了个眼色，忙开口说道：“黄平，你坐下。人家赵总千里迢迢是冲着秦巡和夏宁来的，你挤进去算怎么回事？别出了什么岔子，有秦巡和夏宁就够了。”业务部主管黄平讪讪地坐下，有些难为情：“我就是想要谈一个好价格。”会客室，秦巡刚进门，赵德海就站了起来，像野猪一样冲到了门口，双手握着他的手，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爹一样，激动的都快要热泪盈眶。“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啊，你可让我好找啊！”赵德海的2个助理见他快要失态了，赶紧走了上来，他们满脸堆笑，把手里的礼品递了上去。“秦先生，这是我们赵总精心准备的礼品。”赵德海回过神来，指着礼盒一个一个介绍起来：30年的老山参，滋阴壮阳；上等的鹿茸，滋阴壮阳；高山虫草，滋阴壮阳。秦巡短短的3句话，他就知道了，在赵德海心目中，对男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壮阳。夏宁站在秦巡身后，脸蛋微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这还有一块手表，一直放着没戴，看跟你有缘，今天送你了。”赵德海拿起一个盒子，塞到了秦巡手里，希望秦先生不要嫌弃。夏宁面不改色，脸上带着礼貌性的笑容。秦巡也很淡定，装的。他很违心的推脱道：“无功不受禄，这些东西也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呢？”赵德海硬把手表塞到秦巡手里，10来万的手表能戴在秦先生这种人中龙凤的手上，是他的福气。正当他准备3聚3送的国际惯例时，却看见秦巡笑了一下，接过手表盒子，转手对到了夏宁手里。“那我就不客气了。”赵德海没想到秦巡收礼收得这么快，不禁一愣，随后爽朗的大笑：“我就喜欢和秦先生这种人交朋友，大气。”2人入座，夏宁站在秦巡身后，秦巡和赵德海2人随意的聊着天，似乎老友叙旧，谁也没有提签合同的事，但2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他们2个都需要签下这份合同，只不过是价格多少的问题。忽然，秦巡的手机闹铃响了起来，是他午睡的定时闹钟。他掏出了手机，关掉了闹钟，顺便打开了抖音，把视频隐藏关闭，放了出来。然后他递到赵德海面前：“赵总，这是我们昨天拍的视频，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剪了出来，您看一看，能用不？”赵德海双手捧起手机，宛如捧着一个婴儿，看见那已经5多万的点赞，下面还显示着157万的播放量，他难掩激动的神色。这要并不是隐藏了这么几个小时，以他爆炸性的传播速度，不是已经到了200多万播放量？赵德海抬起头看着秦巡，大声道：“秦先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这广告我很满意，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一个广告这么满意过，我想要买下你的抖音号，你开个价。”听见这话，秦巡抿了抿嘴，沉默了。
他叹了口气，赵总，这个抖音账号不是我一个人的财产，是公司的财产，我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啊。夏宁有些意外，这小子终于正眼瞧公司一眼了。赵德海大声道：“100万！”秦寻卖。夏宁一惊，这个价格好高，赚大了，狗大户的钱果然好赚。夏宁急匆匆走出办公室，喊陈婉准备合同。赵德海坐在会客室，想要抽烟，却只要忍着。他一眼就看出秦寻不会抽烟，不抽烟的人是不爱闻烟味的。妈的，以前和别的广告公司谈合同的时候，哪一次不是烟不离手，腿有时候还架到会议桌子上呢？但是今天忍一忍，这个秦寻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个抖音号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润。万一他反悔了，可咋办？赵德海和秦寻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两个人心都有些虚，生怕对方反悔。钱不钱的，对于秦寻不是第一位的，主要是摸鱼系统已经有2天没有增长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拿下单子，申请一个办公室。至于100万、200万的，他不太介意，这东西以后肯定大大的有。陈婉办公室，几个部门主管挤在一起，震惊地瞪大了眼睛。100万？这就100万了？那公司不是盈利了？开业半个多月就盈利了？陈婉敲了敲桌子，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个了，赶紧把合同再审几遍，没问题，我就打印出来。让下，夏宁带过去签约。夏宁站在角落，默默地看着他们，脸上带着轻轻浅浅的笑容。公司似乎走上正轨了，自己的第3次创业应该不会倒闭吧？15分后，合同审了又审，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打印了出来。夏宁带着1式2份的合同回到了会客室。赵德海匆匆过目，立即签字按押。秦寻抬头看着夏宁，我签？程姐呢？他不太清楚这种级别的合同一般是谁签，应该是老总，但是公司老总可能在漂亮国因为嫖娼拘留，那就轮到了老总的第1号狗腿子陈婉，怎么也轮不到自己一时牺牲。夏宁说，公司老总还在国外，暂时回不来。程姐级别不够，这一单是你拿下的，你签。秦寻一怔，陈婉不够，那我就够了。赵德海忙说道，秦先生你签，我就信你。秦寻只好签了，有一种签了卖身契的感觉。这叫什么事啊？我一个摸鱼的小员工，怎么能把老总的事情干了呢？如果老总是女的，干老总还差不多。签完合同，赵德海非要拉着秦寻去酒楼把酒言欢，畅谈兄弟情。秦寻拒绝，我这还上班呢。夏宁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心想，你终于意识到你在公司是要上班的了。赵德海拉着秦寻，应酬也是上班的一部分。秦寻道，我才刚吃完午饭不久。赵德海拉着秦寻不放，那我们就吃点下午茶，喝点小酒，不撑肚子。很无奈，秦寻只好跟着赵总离开了公司。陈婉应该不会多说什么，他们身后跟着3个美女，小李、小柳还有夏宁。办公楼附近就有一家很不错的茶餐厅，秦寻带着他们走去。忽然路过了一家水果店，门口摆放了一个大堆头，满满当当的摆着几箱苹果。只见一些小姐姐围着水果店门口叽叽喳喳。这就是抖音上水天的华牛苹果吗？你也刷到了那个抖音啊？我们办公室好多小姐姐都疯狂地迷恋那帅哥的身材呢，买几斤回去试一下吧。这苹果好吃吗？我觉得还行，人家都喊我宝宝了，还能骗我不成？行，那我也买2个试试。这苹果不便宜啊，好东西哪有便宜的？怎么也比榴莲便宜。算了，反正都是送人的，送人就要送点好的。几人远远地看着，赵德海看得露出了一脸的姨母笑，只一眼他就看出了那是华牛苹果。他转头看着秦寻，这见效这么快的吗？秦寻也有些诧异，难道是因为抖音的算法推荐是优先本地传播和视频内容发生地传播吗？这就对苹果的销量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了。赵德海忽然走到秦寻身边，一把拦着他的肩膀，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小老弟啊，我们今天哥俩必须要好好喝酒，喝点好酒。秦寻，哥呀，你比我爸都大。忽然夏宁从身后走了过来，递给秦寻一只样子很高级的黑色口罩，戴上吧，别被那些花痴认出来，不然要生吃了你。秦寻赶紧戴上口罩，宛如一个低调的明星。忽然他闻到口罩里一股淡淡的香味，转头看了一眼夏宁嘴唇上的红艳的嘴唇，他知道有些口红会有香味。这个口罩你戴过？夏宁看出了秦寻眉宇间的嫌弃，有些不满，犹豫了一下，轻轻摇了摇头。秦寻用力嗅了嗅，那这口罩还怪好闻的。夏宁脸蛋微红，脸色微冷，他以为是秦寻看出了这个口罩被拆了包装，判断出被人戴过，没想到竟然是靠一只狗鼻子闻出来的。莫名的他有一种被占了便宜的感觉。几人又走了几十米，路旁又有一家水果店。赵德海看着那家水果店就走不动道了，对着秦寻呵呵一笑，小老弟，要么我们去逛逛水果店，买一点水果，喝酒的时候解解酒。秦寻无奈也只能点头。水果哪能解酒啊？这小老头真是个急性子。几人走进水果店，就听见店老板在吆喝，
水天的华牛苹果呀，6块1斤，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群小姐姐围着他，老板，这真的是华牛苹果吗？怎视频里有些不一样啊？是啊，不太像。店老板热情地介绍，这怎么就不是了？你看这色泽，这个头，你们再闻闻这香味，千真万确的华牛苹果。宝宝，买一些吧。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妖。一群小姐姐做作偶状。老板，你颜值不够就不要这样，我买还不行吗？我馋的是牛胖胖爱吃小熊饼干的颜，不是你的。就是。秦寻一听有些紧张，把口罩往上提了提，遮住了自己的容颜。突然，赵德海看了一眼商店货架上的苹果，气得冲了上去，一脚踹翻了，苹果散落一地。秦寻大惊，这小老头力气不小。赵德海叉着腰大骂：我操你姥姥的奸商，这特么的是你大爷的华牛苹果，华牛苹果要长这样，那都要羞死个仙人。夏宁，他原本以为在说脏话这一块秦寻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这种手艺是越老越妖。老板跳了过来，你这老头敢踹我苹果！赵德海掏出钱包，从里面抓了一沓钱甩在老板脸上，气冲冲地走出店外。赔你，你拿着买棺材吧。店老板看着满地的红票子，再一看他身边的3位工装美女，知道是一个惹不起的人物，一脸怨气地闭上了嘴。秦寻忍着笑意跟着赵德海出了水果店。这赵总真是性情中人啊。也是，他是水天市最大的苹果批发商，有人以次充好，不就是砸他家的招牌？他知道，在前世地球，一句宝宝天水的苹果，天水的人引起了600万网友的种草，一共达到了2.27亿次的话题讨论度。可惜在这么高的流量下，那个博主1个月最多也才买了30万的苹果。为什么？因为他没接住，供货供不上就乱发货，以小充大，以次充好，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坏果、烂果。收到货的买家80%以上都是差评，硬是把评分赶到了全抖音最低，底下全是谩骂的声音，以至于最后他直接下架所有商品。可是转念一想，顶着这么多差评，也是硬生生1个月卖出了30万，也是牛逼。当年最得意的反而不是那个博主，而是当地的批发商，借着这一股东风，一车一车的果子运出去，赚得盆满钵满。秦寻看着生着闷气的赵德海，觉得这小老头应该能接住这波流量。他这个人还算靠谱，在昨天认为自己是耍了他一顿，还是给了3000块钱红包，还有2兜子苹果，是个实在人。赵德海拿出手机，打开抖音，一看视频播放量已经达到了200万，点赞量已经有10万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求链接，上架水天的苹果，上架水天的男人，还有99加的私信。除了那些花痴少妇的虎狼之词，还有很多寻求合作的声音。赵德海既喜且忧，喜的是这视频的传播速度比他想的还要快，忧的是小黄车的资质还没办好。不过好在他是搞大宗批发的，不在乎小黄车那点量。忽然他手机铃声响了，一看是王老板。赵德海接了电话，对方有些激动，说话如连珠炮。喂，老赵啊，好久不见啊，下午有没有空我们谈一下苹果的生意啊？我今天看见你们那里的苹果很火，我们2个联手，借着这波东风再狠狠地炒作一波，今年把苹果卖光光，卖出好价格，赚他几个亿啊。他和那人笑呵呵打了一会儿太极，约了个时间就挂了电话。电话刚挂断，电话铃声又响起，是他公司的员工，也是一个粗嗓门，声音大得很。赵总，今天很奇怪，已经来了3波人要收购我们的苹果，价格压得很低，不过要的量很大，您看我们要不要尽快出手？今年的产量可是比去年还要多。赵德海一听，劈头盖脸地骂了下去。妈，你敢低价卖，我扒了你的皮！这些个玩意，前几天我去求着他们买，他们不买，现在想买，还敢压低我的价，我去他们姥姥的！不卖，贵贱不卖。电话那头声音有些为难。赵总，您不能这么冲动。赵德海打断了他的话，有些得意。你今天都没刷抖音吗？我们的苹果火了。电话那头，上班时间禁止玩乐。夏宁听了这话，觉得说到了自己心坎里，转头淡淡看了秦寻一眼，却看见秦寻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觉悟都没有，不禁微微皱眉。赵德海挂了电话，有些担心自己不在公司坐镇会被人钻空子。他转头看着秦寻，脸色有些为难，像是便秘。秦寻猜到了，笑道：赵总，酒什么时候都能喝，苹果错过这个风口，再卖就卖不起来了。赵德海一听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走到小李身边，从他手里接过手提包，从里面掏出2沓现金，2万块递给了小柳。小柳，接下来的2天，你跟秦先生洽谈一下后续合作的事情，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小老弟。我得赶紧回去把苹果卖到全国，别让那些生孩子没屁眼的人把招牌砸了。赵德海和秦寻依依惜别，上了出租车，带着助理小李走了。看着远去的车子，秦寻松了一口气，却忽然感觉到有个身材婀娜的人在慢慢靠近自己。他转头一看，只见小柳站在一旁，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秦先生，我叫柳依依，接下来的2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哟。秦寻，关照？
关照什么？夏宁看了一眼柳依依，发现她虽然穿着职业装，但处处透着心机，衣服上这里微微开口，那里扣子半解，隐隐有一股风尘味。她问道：柳小姐，你是贵公司哪个部门的？柳依依笑颜如花，并不忌讳，公关部，一般不轻易出手的那种。接下来的几天，我负责跟秦先生洽谈深入合作的事情。说着，他悄悄看了秦寻一眼，媚眼如丝，十分勾人。秦寻，爱这个老赵，原来不怎么老实，竟然想着对我用美人计。忽然，他感觉到一道锐利的目光慢慢转过头，只见夏宁一张脸冷若冰霜，死死地盯着自己。秦寻视线左右摇摆，看看柳依依，又看看夏宁，一张脸笑颜如花，一张脸冷若冰霜。他只觉得头大。我先回去上班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急切的想要上班。我爱上班，上班光荣。等一下。此时秦寻却看见柳依依面带笑容，慢慢向着自己走来，扬了扬手里的2沓钱。秦先生，我们不花光赵总留下来的2万块钱，我回去可交不了差呢。他站在了夏宁身前，正好挡住了秦寻看向夏宁的视线。秦寻看过去，只见柳依依目光温柔，轻咬嘴唇，脸上还带着一丝小委屈。他知道他是装出的楚楚可怜，好在他颜值够大，并不讨人厌。正犹豫时，秦寻听见了夏宁有些冷漠的声音：柳小姐，你在大马路上能不能端庄一点？只见柳依依缓缓转过头，对上了夏宁一双清冷的眸子。秦寻觉得头皮发麻，生怕2个女人在大街上打起来，到时候扯头发、吐口水、撕衣服，那画面太美不敢看啊。他赶紧走到2个女人中间：你们别吵了，我们花钱去，3个人一起。夏宁冷冷地看着秦寻：你就这么想要去花天酒地？秦寻：那不去。夏宁看了一眼柳依依，心里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好胜心。去？怎么不去？人家可是甲方，你陪陪客户怎么了？柳依依面带微笑，有些得意。秦寻带着2个气质迥异的美女，一路走向一个奶茶店，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奶茶店里点了3杯奶茶，柳依依付的钱一共55块。3人坐在靠窗的角落，玻璃窗外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忍不住偷偷看几眼，但奶茶店的生意好像淡了很多。这俊男靓女往这家店一坐，真有一种蓬荜生辉，给他把格调提高了的感觉，让路人感觉这家店的奶茶不便宜。3人坐在角落的小圆桌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气氛有些尴尬。秦寻低头玩着手机，柳依依盯着夏宁，夏宁盯着柳依依，2人就这么一直看着。忽然，柳依依笑了一下，问道：你喜欢秦先生？夏宁一惊，立即否认：没有，我不喜欢他。只见柳依依嫣然一笑，轻轻移动椅子靠近秦寻，双手缠上了他的胳膊。那我喜欢他，你可别跟我抢哦。秦寻浑身一震，低头看了一眼缠着自己胳膊的2只白嫩小手，他的胸口都快贴上自己的肱二头肌了，吓得他一直往角落里缩去。你放开，你放开，你别这样，我害怕。柳依依松开了手，装着生闷气的样子，撅着嘴巴喝奶茶，模样要多茶有多茶。夏宁看了柳依依一眼，又看向一脸后怕的秦寻，什么也没说。他有些怀疑，刚才秦寻的害怕慌张是不是装的？按他的性格，不是应该会直接把手从人家姑娘衣领里探进去？怎么吓得跟鹌鹑一样？肯定是当着我的面故意装纯，要是就他们2个人在场，指不定要发生什么事情。秦寻揉了揉脸，偷偷看了一眼柳依依，见她在专注的喝奶茶，才松了一口气。不是他是个什么正人君子，只不过前世今生他是真的没有任何恋爱经验。虽然这辈子被追求的次数不少，但是他觉得被他颜值吸引的女生脑袋多少有点大病，统统很不客气的拒绝了。哪里遇到过柳依依这种热情奔放的女子？他知道只要自己点头，这娘们儿可是敢直接抓着自己的头往他的胸口按的。这个赵德海到底偷偷摸摸给他下达了什么指令？难道是拍我的果照，好以后威胁我替他办事？奶茶店外阳光正好，夏宁没说话，没喝奶茶，也没玩手机，侧着身子看向窗外的行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柳依依悄悄打量了一下夏宁，她的侧脸好看得让人嫉妒，不禁有些失落。怪不得自己的小花招对秦寻没效果，身边天天跟着这么一个大美女，对其他女人都免疫了吧？她转头看着秦寻，见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心中无奈。身旁坐在2个大美女都能睡着觉，也真是没谁了，不是和尚就是太监。秦寻正睡着午觉，忽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中午午休没睡好，现在又被强行吵醒，秦寻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有些难受。他看了一眼手机，显示皇太后。秦寻接起电话：妈，咋了？闻言，身旁的夏宁和柳依依都看向了秦寻，竖起了耳朵。秦妈，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脱光衣服在泳池发浪，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秦寻有些高兴，挺了挺胸膛：正是我。你想知道什么细节？我可以跟你说说。每个母亲都希望望子成龙，每个儿子也喜欢在母亲面前吹牛皮，可是秦妈的问话却给他泼了一盆凉水。我看评论里很多姑娘都自称是你的女朋友、媳妇、老婆，甚至还有自称小三什么的。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你放假能不能把女朋友带回家给我们看？秦寻皱眉，没一个是真的。秦寻妈，嘿，我刚才还看见之前有个什么贵行救女的大姐，说你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朋友，就是你的那个女同事，网上都扒出来了，姓夏是不是？小夏。秦寻妈妈是个爽朗的人，人称母张飞，嗓门不小。她担心这话被身旁的夏宁听见了，赶紧转头，果然看见她一脸震惊地盯着自己。她对夏宁歉意的一笑，然后对着手机说道：妈，我真的没有女朋友。你知道的，我从小就不爱跟女孩子玩，从来只和男生玩，怎么可能去谈女朋友？手机那头沉默了，似乎被气得不轻。秦寻身旁，夏宁听见他的话，隐隐约约感觉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赶紧转过头，假装认真地玩手机。非礼勿听，非礼勿听。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尊重每个人的性取向。过了一会儿，秦寻手机里夏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人家大妹子都说看见了，那个小夏上了你的车。秦寻纠正道，是电动车。秦妈，那也是车。秦寻有些无奈，妈，我现在还在实习，应该先搞事业，先买车，再买房，然后再考虑结婚的事情。秦妈声音更大了，买车买房不就是为了娶老婆？你现在有机会直接跳过前2步，直接娶老婆，为什么不娶？你知道现在娶老婆有多难吗？那个姑娘既然能上的电动车，就能上你的床。过年之前你一定要骗到手，要是不小心搞大了肚子，我替你带孩子，不然别回家了。嘟嘟嘟，秦妈一套组合拳把秦寻干懵逼了，还没来得及还嘴，对方就挂了电话。此时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凝如实质的杀意，转头看去，只见夏宁冷着一张脸，却带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像山里的妖精，要吃人啊。柳依依低头喝着奶茶，只当什么都没听见。秦寻脸上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你别听我妈乱讲。只见夏宁眉头还是缓缓皱成了一个川字，不管哪个女孩子听见身边的男人时刻准备着把自己骗上床，还要搞大肚子，心情都不会很好的。没有当即给上一巴掌，已经是修养很好了。秦寻看了看夏宁，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又看了看柳依依，她像一只随时要吃掉自己的老狼。为了彻底解决2个麻烦，他心里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秦寻叹了口气，看着2个女士，压低声音小声说道，其实我喜欢男的。只见夏宁眉毛高高挑起，想到他刚才躲瘟神一样躲柳依依，眉毛又缓缓落下。他安慰道，没关系的，都挺好。秦寻看着夏宁，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一个秘密。夏宁点点头，秘密。秦寻又转头看向一脸震惊的柳依依，一脸郑重的嘱咐，这是一个秘密。柳依依心情稍微好了一些，觉得刚才被他躲着也不是太丢面子的事情，轻声笑道，秦先生你放心，我嘴巴从小就严。他眼中带笑，微微闪烁，明显不信。不过秦寻在夏宁心目中的形象顿时就柔媚了起来。奶茶店里的气氛似乎更加尴尬了。夏宁时不时看一眼秦寻，想着平日里他对自己毫无绅士风度，视线也从不在自己身上过多停留，更别提往不该看的地方瞟。他有些信了，不过他平常那么爱说脏话，说的花样又多又难听，貌似也不太像。难道他又在骗我？3人继续喝奶茶，气氛比奶茶店里空调吹出的风还要冷。秦寻见夏宁3番5次看向自己，就知道他没彻底相信。他拿出手机，一边喝奶茶一边单手操作，在浏览器里输入什么样的男人是基佬，顿时跳出了一系列信息，眼花缭乱。他扫了一眼，捕捉到了一些关键词：紧身裤、白袜子，喜欢打羽毛球、打排球，习惯伸直了手看指甲，还十分自恋。与此同时，夏宁也是低头拿手机搜索，眼角余光偷偷观察着秦寻，一条一条比对，貌似他真的不 gay 啊。忽然他收起手机，看着秦寻的手指，神色如常地提醒道，你的指甲里有脏东西。秦寻一怔，心里笑开了花，这小妮子果然也在搜索怎么判断一个男人是不是 gay。 我们都是一个浏览器教出来的，你破不了我的招。什么？秦寻脸上有些惊慌，慢慢伸直了手，手背朝着自己，五指张开，歪着头看了看指甲，没有啊，很干净啊。我的手指真好看。夏宁，这不是和查出来的一模一样啊？这还没完。秦寻拿起奶茶杯，轻轻的小小的抿了一口，脸上的五官挤作一团，露出享受的表情。哇，真的很好喝啊，清爽。妈呀 ，You know， 就是我从小喝巴黎水啊，还有一些依云之类的，但我今天喝到这个10块1杯的。他端起奶茶杯，又小小的吸了一口，一脸的陶醉。好好喝。夏宁安静的看了秦寻一会儿，发现他真的好像一个老嫂子，默默的低下头，端起奶茶轻轻吸了一口。忽然感觉喝这一口的动作怎么和秦寻刚才那么像，于是吸了一大口，呛得捂嘴咳嗽，流出了眼泪。啊，真是倒霉的一天。柳依依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2个人表演，心里默默的吐槽，真是个傻助理。
哪天真的被秦巡骗给搞大了，肚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端起奶茶杯，低头轻轻吸了一口，眼角余光却落在还在捏着兰花指的秦巡身上。今天晚上我穿上战袍，倒要看看你还装不装得下去。喝完奶茶，在柳依依的强烈要求下，三人看了一场电影，去游乐场玩了2个小时，结果才花了2000不到。最后柳依依连哄带求，给秦巡买了几套衣服裤子，又给配置了一台电脑，这才花掉1万块钱。秦巡脸皮再厚，也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不花了，不花了。却看见柳依依一脸委屈，双眼中已经有了晶莹的泪珠。秦先生，你要配合我工作啊，你也不想我失业吧？秦巡有些为难，看了一眼渐渐昏暗的天色，剩下的1万块钱明天再说。三人打了个车，把东西搬到了秦巡的出租屋。柳依依看见秦巡的房间，有些惊讶，没想到在这种城中村竟然还有这么干净的房间。秦巡看了夏宁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夏宁想到了那天在这里累得半死，给他搞卫生的情景，转身走了出去。下班了，我先回家了。走到门口，他回头一看，却看见柳依依坐在了秦巡的床沿。柳依依看着夏宁，有些挑衅：我晚上没地方睡。秦巡一把拉起柳依依，连拉带拽送到了门口，关上了门，把2个大美女关到了门外。小夏，你给柳小姐安排一个酒店，记得开发票，找公司报销。柳依依、夏宁看也没看柳依依，转身离开，下了楼梯。正当他走出楼梯口时，忽然听见身后柳依依的声音响起：只有傻子才会信他是个同志。夏宁转身，却看见柳依依像一只高傲的天鹅，目不斜视从他身边走了出去。他没等夏宁，直接往城中村外走去。夏宁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3秒钟后，他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出城中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晚上，夏宁泡在浴缸里，拿出手机翻看着秦巡的泳池视频，发现点赞量竟然达到了40万，短短1天时间竟然有了40万的点赞，这传播速度实在惊人。此时他不由得有些佩服赵德海的魄力，难怪敢直接开口100万买下秦巡的账号。以他这种体量的批发商，只要苹果的名气打出去了，后续口碑撑得住这热度，赚的钱可能是按亿算的。忽然夏宁想到了分别前柳依依的话，心中有些不安。她截屏了秦巡视频，把照片发给了她的闺蜜。牛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个 gay。 很快她的闺蜜牛爷也回了信。老子法眼一开就知道此人是色中恶鬼，狼中霸王， gay 不存在的。夏宁想到柳依依那个狐妹子，暗道不好，直起身子，洗澡水哗啦啦响。她直接语音说道：我给你个地址，你速度赶过去，我们在那里汇合。微信很快有了回复：你大晚上的要洒家去这鸟地方干甚？夏宁回复：捉奸。晚上9点，海城某处城中村一栋破旧大楼3楼的一个出租房内，秦巡组装完电脑，正在下载游戏。这一台电脑是他拉着柳依依去电脑城配的，选了一些他在学校时特别想要的配置，一共花了6000多块钱，可以带得动一些大型单机游戏。可惜这房间的网速太烂，下载的极慢，他只好躺在床上打开流量玩手机，免得抢了的电脑的网速。忽然他想到了摸鱼值，调取出面板一看，不由得一惊，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了起来。摸鱼值5000，备注：当宿主达到1万时，可获得1次抽奖。他有些惊喜，之前还2000不到，今天一天涨了3000多摸鱼值，按这个进度，不是2-3天就能抽奖了。他回顾了一天的行程，上午在办公室被众多同事包围，连游戏都不敢打，只敢偷偷看小说，一定涨不了多少摸鱼值。那下午，柳依依，难道她才是我的福星？如果明天把夏宁甩开，单独和柳依依出去摸鱼，会不会涨得更快？正当秦巡想着明天的摸鱼大计时，楼下小路旁的阴影处，一个石墩子上正坐着2个人，抬头看着秦巡的出租房的窗户。过了一会儿，有个低沉沙哑的声音有些不耐烦地响起：明媚，我们在等什么？还不上去吗？再不上去捉奸，他们都要开始第2轮了。夏宁抬头看着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摇了摇头。这才9点多，灯还亮着呢，那个女人应该还没上去。此话一出，他身旁那个身材微胖，戴着大黑框眼镜，短发寸头的姑娘猛地转头看着夏宁：明媚，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一到那种关键桥段就是熄灯，然后就是第2天鸡叫。夏宁转头看着微信名为牛爷爷爽朗姑娘，她的真名叫牛孝军，也像一个男孩名。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受了他很多照顾，他打跑了自己不少烦人的追求者。夏宁有些疑惑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牛孝军拍了拍额头，无奈道：你想想，如果是你躺在那个人的床上，他一定要开着灯欣赏你的玉体，还有你那半死不活的表情啊，怎么舍得关灯？有男人说关了灯都一样，不过是自己老婆丑，给自己的安慰罢了。有长得好看的女朋友，谁关灯？你真该找个男朋友了，连这都不懂。夏宁他听得红了脸，想到牛孝军拿自己和秦巡打比方，脸就更烫了。夏夜的风怎么都吹不散。他转头看着牛孝军，认真的说道：牛哥，你毕竟是个女的，说话斯文一点。
牛孝军嘿嘿笑了2声，摇了摇头，改不了，改不了，狗改不了吃屎。夏明无奈，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如果把秦寻和牛孝军放在一起，2个脏话大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一物降一物，或者牛孝军能制服秦寻。忽然身旁一阵滋滋声响起，伴随着一阵电光亮起。夏宁吓了一跳，这是什么？牛孝军举起了手中的一根黑棒子，电棍一棒子下去就是一头猪，也只能嗷一声就要晕倒。夏宁一脸震惊，这也太夸张了吧！牛孝军不服气，捉奸哎，我没带西瓜刀来就够文明了。说着他抬头看了一眼3楼的窗户，又转头看着夏宁，有些贱兮兮的笑了笑。宁妹，楼上的是你的男朋友？夏宁忙摇头，不是，你别乱说。牛孝军又问，那是心上人。夏宁摇头如拨浪鼓，那更不是了。牛孝军有些失望，把电棒往地上一丢，不满道，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你的心上人，你大晚上的带我来这里捉什么奸？人家是正常的男女交流，好吗？我们不能坏人家的好事。夏宁听了这些话，觉得很有道理，不禁有些难为情。他沉默了一会儿，牛哥，楼上的那个人是我公司的员工，我怀疑有人要用卑鄙的手段挖我的人。牛孝军问道，这个人很抢手，对你公司很重要？夏宁想到秦寻这阵子的种种表现，有些不想承认，但是也没有办法，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暂时很重要。闻言，牛孝军觉得好没意思，原来是商场的勾心斗角，根本不是情场的你死我活。夏宁从小就性子淡，对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甚至对男的也没什么兴致，一度让他怀疑夏宁喜欢女的，吓得他躲了夏宁好一阵子。唯独夏宁对创业十分热衷，毕业之后3战3败，现在是第4次创业，看来这一次他格外重视。身为一个公司总裁，竟然大晚上不在家睡美容觉，守在员工家楼底下，防止有人色诱拐跑他的员工。正在这时，牛孝军看见夏宁伸手指了不远处，压低着声音说道，牛哥，他果然来了。牛孝军抬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材婀娜、身穿露脐吊带背心、半身超短包臀裙的女子，踩着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在路灯下缓缓走向楼道。他一拍大腿，真他妈的骚，这要让他上了楼，你整个公司的男员工都不够他打的，何况只有一个人，必定要被榨干，生吞活剥，死无全尸的那种。夏宁虽然从小一起长大，但是他始终不习惯牛孝军的讲话方式，她可是个女孩子啊。牛孝军过于豪放的性格，一度让他以为牛孝军是个纯爷们，喜欢女孩子，吓得他躲了牛孝军好一阵子。夏宁看见柳依依就要走进楼道，有些担心，那现在怎么办？说是捉奸，可是他实在做不来电视剧里那些扯着头发带人游行的事情，况且他貌似也没有这个资格。牛孝军弯腰捡起电击棒，看我的。楼道口，柳依依一脸的慵懒，浑身散发着春天的气息。他知道自己不如夏宁好看，差得还很远，可是自己长得也不赖，而且论勾人这一方面，他是夏宁的祖宗。秦寻正是最能打的年纪，大晚上的碰到一个浑身散发荷尔蒙气息的女孩子敲门，不得当场暴走。他打了个哈欠，走进楼道，忽然听见身后有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嘿，你妈死了。柳依依一惊，转头一看，只见身后站着一个身材微胖、短发、大黑框眼镜的人，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他手里还拎着一根黑棒子。柳依依的视线落在那根棒子上，有些紧张。你要干嘛？牛孝军的视线在柳依依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几遍，摸着下巴嘿嘿笑了2声。骚货，你卖吗？柳依依有些生气。不卖。牛孝军乐了。不卖，那就是白给。我要一次。柳依依以前也会半夜穿着妖娆去街上晃荡，只是没有来过城中村，没想到这里竟然这么乱，还碰上了臭流氓。啊，救命啊！他一张脸吓得煞白，拔腿冲进楼道，想要跑到3楼寻求秦寻的帮助。秦寻，救我！救命啊！忽然一个黑影窜到了他身前，站在楼梯上，张开手拦住了他的去路。骚货，你他妈的跑反了！别喊，再喊我就电死你！说着按动电击棒，一阵电光闪烁。柳依依大脑一片空白，愣了一下，吓得转身往楼道外跑去，一路哭却不敢喊，像条野狗一样跑出了城中村。3楼房间里，秦寻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地打着游戏。忽然他摘下耳机，竖起耳朵，有些疑惑，有人喊我。听了一会儿，却再也没听见什么动静，叹了一口气，小小年纪就有幻听了。他戴上耳机继续玩游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打老鹰笔。妖精，给爷死！楼下，牛孝军高兴地走回阴影处的石墩子，却听见夏宁有些不满的声音：你这动静也太大了，万一被我那员工听见了怎么办？牛孝军有些不乐意：你是总裁，他是员工，你管他呢？夏宁犹豫了一下：我管不住他。牛孝军又启动了电击棒，电光闪烁，滋滋作响，气势汹汹地说道：
你管不了，我替你管管。夏宁看着气势惊人的牛啸军，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就这么说定了，你准备一下，过2天来我公司当总裁，替我狠狠地教训这个反骨仔。牛啸军，啥？当总裁？他反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的为难。我。第2天，因为昨天摸鱼值涨得太快，1天就涨了3000多，现在只差5000就能抽奖，这让秦寻有些兴奋。一大早闹铃没响，他自己就先醒了。洗漱完毕，他破天荒地骑着电动车，大早上去送外卖，争取上班之前再摸一单的鱼，给抽奖的进度助力。等上班之后，再去找柳依依叙叙旧，争取1、2天搞定摸鱼值，抽大奖。接了一单3公里外的早点，秦寻花了40分钟，卡着点送到了，换来了顾客的一个差评。他很高兴，他的摸鱼恶习又得到了一位顾客的认可，获得了10点的摸鱼值。一看时间，已经是8点半了，正好是平时踩点去上班的时间。忽然，他又看到微信工作群里一堆未看的信息，点进去一看，收到，收到，收到，队列整齐。他翻上去一看，只见程婉发了一条公告：各位橡树的小伙伴，因为今天公司总经理将开始正式上班，今天临时增加一个晨会，请大家标准着装，准时出勤。他嫖妓终于被放出来了。秦寻有些不安，觉得他的出现会打乱自己愉快的摸鱼节奏。忽然他想到现在已经是8点半，觉得大事不妙。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公司的反方向，也就是比平常离公司远了3公里。这个时间出发，平常都是卡着点上班，那今天不得迟到，迟到不得扣30块钱。总经理第1天上班就迟到，给他一个下马威，是不是有些不太礼貌？会被当作刺头重点关注吧？我必须得给总经理一个好印象，让他知道我是一个讲文明、树新风、热爱工作、从不摸鱼的良好市民。超远路，秦寻想了一下，骑上电动车，电门一拧，发出一阵嗡嗡声。这一辆是电摩，3手的，但是动力十足。他直接往海城边缘的山路上跑去，准备避开市中心那些拥堵的电动车、红绿灯、横穿马路的老奶奶们，直接绕一个大圈杀到公司。秦寻直接开启超频模式驾驶，耳旁的风呼呼作响。5、6分钟后，电摩上了山路。山路蜿蜒崎岖，不过好在路面质量很好，而且没有别的车辆。秦寻的速度更快了。忽然，他听见身后一阵轰鸣声，从后视镜里一看，是一辆黑色的摩托车由远及近追了上来。应该是摩托车发烧友，有病的那种，没病的都是晚上去炸街的。滴滴滴滴滴滴，一阵密集又刺耳的声音响起，摩托车追到了秦寻身旁。秦寻转头看过去，只见摩托车上是一个头戴黑色头盔、体型微胖的人。那人转过头来，竖起一根中指，从包裹严实的头盔里传出一个声音，低沉有磁性，但是不变雌雄。电摩也配上山路。说完，摩托车一骑绝尘，把秦寻远远甩在了身后。秦寻这小暴脾气，能忍这个？电门拧到底，追了过去。现在这一段路都是直路，他被越甩越远，但是秦寻知道，接下来一段就是10几个弯了。他不信这摩托车敢和自己一样过弯不减速，直路只要拧油门就好，但是弯路可是要靠技术的。秦寻在超频模式下，电门到底，速度一点不减，在过第10个弯的时候，终于追上了那辆摩托车。摩托车上的牛啸军见秦寻追了上来，一脸的震惊，减了减速，转头看着秦寻，正想要夸2句他的车技，或者可以做个骑友，却听见秦寻大声嘲讽道：就这手艺还好意思学人压弯？说完，他一个漂亮的压弯，人几乎贴着地面，直接走了。牛啸军愣了一下，嘿，你妈的！油门一拧，压弯过弯，速度很快，但比秦寻要慢。之后又是一小段直路，牛啸军追上了秦寻，大声骂道：我操你大爷！秦寻哪里会惯着他，转头回骂：我约你娘！又是一个弯，他又把牛啸军甩在了身后。之后又是直路，牛啸军追上，又骂：你个狗娘养的！秦寻回骂：畜生不如的东西！如此反复，接下来的8、9个弯，他们互相骂了8、9句，2个人的族谱都没护住。10几分钟后，2人进了市区。秦寻和牛啸军并排龟速行驶，慢慢的跟在上班族的电动车洪流身后。2人依然乐此不疲地对喷着：畜生，狗东西，王八蛋，杂种，成了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吓得身旁的电动车都不敢靠近他们。忽然，秦寻远远地看见前面红绿灯路口站着几个交警，不知道是在查头盔还是查电动车牌照。不过海城禁摩，不管是油摩还是电摩。牛啸军远远看了一眼，转过头，揭开了头盔挡风镜，露出了眼睛鼻子，冷冷地看着秦寻：小子，你记住我这张脸，今天我还有正事要做，先放你一马。他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道：明天早上6点，我在山上等你。说完，他骑着摩托调转车头往左边的岔路开去，避开那些检查的交警。女的，假小子。秦寻摇了摇头，只觉得他很幼稚。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他冷笑一声，喃喃道：傻叉，
那边的路口也有交警等着你。说完，他直接把车开上了旁边的人行道，找了一个簇拥着一堆杂乱摆放的电动车的地方，把电摩塞了进去，隐藏在里面，装作一辆普普通通的电动车。随后，他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火力全开，驶向了公司。终于，秦寻踩点到了公司。他坐到工位上，解开了一颗衣扣，散发包裹着的热气。忽然，他转头看着夏宁，见他戴着口罩，眉宇间有一丝痛楚的神色。小夏，你怎么了？夏宁转头看向秦寻，没事，可能是得了流感，肚子有些痛。秦寻很暖心，多喝热水。夏宁、秦寻环视了一周，见每个同事今天穿的都贼精神，白衬衫、黑西裤，跟传销公司一样正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 T 恤，不免有些不满。这就跟上课迟到的人看到另外一个迟到的人，心里会很舒服一样。犯事有个伴儿才好。现在的他感觉很孤单，他的视线远远地落在总经理办公室，轻声问夏宁：“小夏，我们敬爱的总经理呢？”夏宁有些吃惊：“你不喊人家狗约的了？”秦寻连连摆手：“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我这个人向来文明，怎么会说脏话？”夏宁冷哼一声，转过头，懒得再看他。这个家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好手。现在总经理马上就要出现了，就不喊人家狗约的，喊人家敬爱的。9点45分，办公室里已经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不是开晨会吗？再不开，都到中午了。总经理人呢？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夏宁脸色不太好看，觉得肚子更痛了，赶紧喝了一口热水。他今天得了流感，又来了大姨妈，喝热水其实真的有用。却忽然发现身旁的秦寻一副悠哉游的样子，正拿着一张 A4 纸叠蛤蟆，心里有些不爽。你看起来很高兴。秦寻叠好了蛤蟆，放在桌面上按了按，他跳了几跳。他笑着说道：“总经理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快1个小时，看来跟我们是一路人，都是喜欢摸鱼的，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受。他是个好总裁啊。”夏宁他有些无奈，这个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摸鱼，好像一天不摸就会死似的，连判断公司总裁好不好的标准都是能不能让他摸到鱼。突然，他听见秦寻的声音有些大，微微变形。卧槽，这总裁真的跟我是一路人，一路过来的。夏宁转头看去，只见秦寻视线的一直盯着公司办公室入口处，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见了鬼。他顺着秦寻的视线看去，只见牛啸军在陈婉的迎接下慢慢走进了公司。看着牛啸军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样子，真有几分上位者的气势。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忽然听见秦寻急声说道：“小夏，给我一个口罩。”夏宁转过头看秦寻有些紧张，不禁有些疑惑：“怎么了？秦寻，我被你传染流感了？”夏宁：“没了，我就这一个口罩。”秦寻点点头，谢谢。夏宁一头雾水，不知道他的谢谢从何而来，正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变得过于文明讲礼貌时，一只大手抓来摘下了他的口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戴在了秦寻自己的脸上。夏宁，他伸手要抢回来，你干嘛？却被秦寻一把抓住了手腕，让他动弹不得。秦寻的声音软了许多，看了一眼被陈婉迎进总经理办公室的牛啸军，叹了口气，解释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来公司的路上和我们敬爱的总经理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过节。”夏宁一愣，觉得这缘分真的好荒唐。见他抢了自己的口罩，恨不得把口罩扯大，把整张脸都裹住的样子，他有些不信。你说的过节有多小？秦寻又叹了一口气，我骂了他。夏宁：骂得很难听。秦寻：就普普通通的国骂，比如草你妈。夏宁：秦寻，还有约你妹。夏宁。秦寻继续说道：还有草你奶奶。夏宁。这还没完。秦寻又说：还有草你太奶。夏宁久久无语，转过头一声叹息：你死定了。晨会在10点钟开始，秦寻混在人流里进到了会议室，站在了最角落没有监控的地方。他只觉得有些头大，还差4990点摸鱼值就能抽奖了呀，把今天给开除了。晨会的气氛很热烈，今天的掌声格外响亮。秦寻没有心思听，恍惚中听见了陈婉介绍总经理叫什么牛小菊，家里有什么大产业，什么海外留学，然后就是牛小菊上台跟大家问好，说了一堆子没有营养的官话，画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饼。掌声响了一阵又一阵。夏宁站在秦寻身旁，看见他魂不守舍的样子，有些好笑。果然是一物降一物，总经理一来，这家伙立刻就跟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老实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晨会终于结束，秦寻又混在人群里回到了工位上，把头躲在电脑屏幕后面，埋得低低的。整个办公室里响起了键盘的声音，噼里啪啦，格外响亮，似乎总经理画的大饼格外香甜。5分钟后，秦寻恢复了正常，打开电脑又开始装模作样的工作。夏宁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神情比平时认真了一些，心里有些小小的得意，觉得在收服这头倔驴的路上又有了长远的进步。他计划着在牛啸军这个冒牌总裁给的压力下，一步一步把秦寻变成一个真正的优秀员工。见秦寻认真工作了5分钟，虽然什么都没写，但至少表情认真。
夏宁悄悄离开工位，借着上厕所的时机，偷偷摸摸溜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关上门，只见牛啸军吊儿郎当地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的沙发上，正在唉声叹气，时不时脸上还闪过一抹怨毒，似乎在回忆什么痛苦的事情。夏宁想到了秦巡说的话，他早上问候过牛啸军的族谱上的所有女性，忍住了笑意。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开心。牛啸军气得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我今天本来计划的好好的，谁能想到路上遇到了一个大傻逼，我和他对喷了一路，最后还被交警扣了摩托车，结果迟到了，结果给你丢了人。夏宁赶紧纠正，现在你是总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策划师助理，别讲什么给我丢不丢人的。牛啸军整理了一下西服，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摆了摆手，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就是个摆设。说着，他从桌子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凌空刺了几下。我现在就想着明天早上6点换上我最好的摩托车去山上找那个大沙比，非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我就怕他不敢去。夏宁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起来，干嘛还等明天？他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楼下守的那个暂时的核心员工。牛啸军一愣，有些不可置信，这该死的缘分。3秒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我要开除他，一定要开除他。夏宁见牛啸军失了态，竖起食指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冷静。现在的情况是他离得开公司，但是公司暂时离不开他。牛啸军脸上阴晴不定，最后无力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渐渐的，他的眼睛里有了亮光，嘴角带着一抹危险的弧度。那我就留他在公司，慢慢玩死他。夏宁微微皱眉，敲了敲桌子，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就好，你别吓跑了他。等下我让程婉把秦巡喊到你的办公室，你稍微让一下步，2个人好好的和解，免得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牛啸军他叹了一口气，宁愿委屈我也不委屈他。我懂了，你不爱我了。夏宁出了总经理办公室，走回工位，却看见秦巡不在工位上，心里不由得一个咯噔。他被吓跑了。夏宁急步走过去，看见秦巡电脑上留了一份打开的文档，上面写了一句话：小夏，我爱情去了。赵总那边还有些后续深入合作的事情要谈，你今天跟程姐提一下，给我申请个独立办公室的事情。夏宁有些无奈，摇了摇头，我还是小看他了，总经理第一天上班，结果他比总经理还要潇洒，自己跑出去玩。他看着电脑桌面上的文字，脸色阴沉，不免多想，后续合作还是深入的那种，除了去找那个柳依依，还能去干嘛？这家伙早上才把公司的总经理骂得族谱不保，现在还有脸去申请独立办公室，这脸皮。夏宁坐了下来，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天光大亮，阳光晴朗。可是有些事情好像并不是只有晚上才能做。他拨通了秦巡的电话，无人接听。他发了微信过去，你在哪儿？无人回应。他的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夏宁发了一会儿呆，小夏。忽然听见有人喊他，他抬起头，只见前面业务部的同事转过头，笑着跟他说，你看一下邮箱，里面是一些公司的合作意向，都是我们筛选过的，你让秦巡选择能做的，我们再去跟甲方谈。夏宁笑了笑，忽然想到筛选2个字，觉得有些奇怪。还有公司的合作意向被你们淘汰掉了吗？那个同事回答，有一些是垃圾邮件，是那种无聊的人找到公司的邮箱胡乱发的，比如什么要让秦巡给他生孩子，要包养秦巡，让他整天整夜的喊他宝宝，还有什么要把自己营销成全球第一帅哥什么的，还有好几封是猎头公司的，向我们要秦巡的联系方式，估计是想要挖人。夏宁听见挖人有些不安，这些猎头公司真是无孔不入，秦巡这个讨厌鬼真的变成抢手货了呢。打开邮箱，他发现里面竟然有了8封业务部发来的邮件，都是一些想要和公司寻求合作的甲方。他有些高兴，8封那就是8家，这算得上是生意兴隆了。看来随着苹果营销事件的发酵，橡树公司在业内算是打响了名号，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抛来橄榄枝。他正准备点开，却看见程婉走了过来。程婉俯身压低声音说道，夏总，我之前的同事在一家猎头公司，他刚才给我转了1000块，想要秦巡的联系方式。夏宁转头一脸吃惊。程婉继续说道，我拒绝了，不过我听他的意思，已经有好几家营销公司开了很高很高的价钱，想要把秦巡挖走，猎头公司在争抢秦巡。夏宁一脸凝重，这个秦巡似乎比自己想的还要抢手。他看向秦巡空空的工位，有些担忧，这家伙不会不告而别吧？夏宁看着邮箱里那些邮件，8封，整整8封，如果能够全部拿下，那公司就能再次扩大影响力，到时候再凭借着公司打出的名气去挖几个厉害的行业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公司就能步入正轨，到时候也不是那么依赖秦巡，不会被他随意拿捏了。夏宁的思维有些混乱，只觉得脑袋里面一团浆糊。他起身去了总经理办公室。此时牛啸军正在打手游，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老往我这里跑，别人会以为我在潜规则你的。夏宁他叹了一口气，觉得牛啸军和秦巡
或者能臭味相投。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一脸认真地说道：“现在有个大问题。”牛孝军抬头看了一眼，见他脸色凝重，放下了手机，前倾着身子问道：“什么问题？”夏宁说道：“现在很多猎头公司在挖秦巡，以他们的手段，不用几天就能搞到秦巡的联系方式，甚至是住处，去上门拜访。我担心。”牛孝军笑着抢答：“你担心被撬墙角？”夏宁一怔，微微摇头：“认真些。”牛孝军绷起一张脸：“你要我做什么？”夏宁低头想了想，抬起头说道：“砸了秦巡的出租屋。”牛孝军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脸的震惊：“为什么啊？砸人家房子干嘛？直接打他不好吗？”夏宁一脸正色，继续解释说道：“我要让他无处可去，想办法设计他，让他跟我住一起，我守他3个月。这3个月，我给他钱，给他地位，给他尊重，但就是不让他离开公司。3个月后，他爱去哪儿去哪儿。”闻言，牛孝军沉默了，盯着夏宁看了半天，提醒道：“我应该跟你说过，这家伙是色中恶鬼，狼中霸王。你这跟他住一起3个月。”夏宁想了想，伸手从桌面上的笔筒里拿出一支钢笔，拔出笔帽，笔尖锋利。他认真说道：“我会小心的。”牛孝军看着他手里的钢笔，竖起一根大拇指：“你牛！”海城一处高档的餐厅，柳依依媚眼如丝，优雅地切割着牛排，勾人的小动作不断，而对面的秦巡却只顾着低头干饭。他叹了一口气，有一种抛媚眼给瞎子看的无奈。秦巡低头吃着饭，心里有些不高兴。刚才查看了一下面板，发现摸鱼值半天只增长了50，跟昨天一天就增长了3000，有天壤之别。他有些疑惑，是今天身旁的妹子数量不够吗？这系统不会这么色情吧？或者非要当着同事的面摸鱼才能长得快吗？秦巡拿出手机拨通了夏宁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夏宁的声音传来：“你在哪儿？”秦巡回答道：“吃饭，和甲方一起。”只听得对面有些嘈杂的声音，他问道：“小夏，你在哪儿？附近有人装修？”夏宁：“没有，路边有些吵。你下午还回公司吗？”秦巡没有回答，直接说道：“等下我给你一个定位，你下午借着外勤的名义出来，我们一起陪甲方。”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才响起轻轻一声：“好。”电话挂断。秦巡心情很好，却发现对面的柳依依一脸幽怨，撅起小嘴埋怨道：“秦先生，家花哪有野花香？”海城某处城中村，一栋破旧的楼房，3楼。秦巡的出租房内，牛孝军抱起床头柜狠狠一摔，摔了个粉碎，又冲过去踹了2脚，似乎要把对秦巡的满腔怒气发泄出去。夏宁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他身边一个年纪40多的妇女，也就是房东，一脸笑呵呵地看着。砸，使劲砸，要不要我帮忙？收了人家的钱，别说砸房子，砸他的脑壳都愿意。10分钟后，出租屋内一片狼藉。夏宁看着房东：“事成之后尾款付给你。”房东笑呵呵地说道：“美女你放心，我一定让她住进你安排的那个合租房。”夏宁和牛孝军走了，房东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不禁感慨：这世道追求帅哥的套路都这么深了吗？前几天还给你人家搞卫生，现在就来砸房子，还要骗人跟你合租。刚走出城中村，夏宁收到了秦巡的微信，是一个定位，皱起眉头，轻声念了出来：夜生 KTV。 牛孝军惊得张大了嘴巴，他带妹子去找妹子喝花酒的地方，你确定他不是个神经病？半个小时后，夜生 KTV， 夏宁报出了房间号，被服务生带到了69号包间。站在门口，他抬头看了一眼门牌号，忽然觉得这号码有些色情，听着里面莺莺燕燕的歌声，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站在门口，他犹豫了半天，心里有些忐忑，生怕推开门看到一幅风光旖旎的画面。调整好心情，他一把推开门，包间里灯光暧昧，一大群女生乱七八糟的合唱声音传来，他冷着脸看去，不由得一愣。只见房间有3张大沙发，最右边的沙发上有4个打扮妖艳暴露的公主，正在合唱一首当下流行的情歌。柳依依单独坐在中间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喝着闷酒。茶几上摆着几瓶红酒、啤酒、洋酒，还有一堆小零食。而秦巡，他竟然在角落的沙发上躺着，似乎是睡着了。夏宁看着在嘈杂环境中睡着的秦巡，有些奇怪，喃喃道：“这是累瘫了。”他面无表情地走进去，犹豫了一下，坐在柳依依身旁。他是怎么了？柳依依用牙签扎了一块西瓜，放入口中，叹了一口气：“我怀疑秦巡说他自己是个 gay 是真的。”夏宁一惊：“怎么说？”柳依依转头看了一眼熟睡的秦巡，又指了指旁边4个公主：“哪有人花1万块钱来这地方点4个公主，却躺在沙发上睡觉的？还真能睡着。”他压低声音：“你说他身体是不是有病？”闻言，夏宁也压低了声音：“我觉得他脑子病更严重一些。”二人相视一笑，宛如塑料姐妹花。柳依依听了夏宁的话，觉得说到心坎里去了，说起了一件趣事。她脑子确实不正常，刚才人家几个妹子进来看见秦巡，认出了他是那个泳池卖苹果的，
就激动的不行，一个个冲上来要搂着要抱，却被秦寻赶苍蝇一样推开。然后4个公主非要跳攒劲的舞蹈给他看，作为一个年轻大小伙子，秦寻竟然还阻止，非要让人家合唱大悲咒，这不是砸场子吗？夏宁他觉得秦寻有病，没想到病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柳依依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人家姑娘不会，他就教，结果他唱的一言难尽。等下你领教一下秦氏唱腔，绝对会刷新你的世界观。夏宁一听，转头看了沙发上的秦寻一眼，嘴角微微勾起，还能比狗叫难听不成？3个小时后，秦寻悠然转醒，伸着懒腰从沙发上坐起，耳朵里立刻充满了一群叽叽喳喳的歌声。他看过去，只见4个公主十分高兴，也是，她们一口酒没喝，一块豆腐没被吃，只是唱几个小时而已，这大几千块钱赚得轻松。忽然，在昏暗暧昧的灯光下，他看见了夏宁的侧脸，端庄、优雅、高冷，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玩手机，秦寻走了过去，还没开口说话，柳依依就端着高脚脚杯扑了过来，说话已经大着舌头：秦先生，你带人家来这里玩，怎么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睡觉？鼻子里闻到一股酒气，秦寻微微侧身躲开了柳依依的飞扑，手一伸夺过了酒杯，搅在一半，柳依依身子一歪，摔在了沙发上，人家好痛，他撒着娇。秦寻没管，把酒杯放在茶几上，坐到了夏宁身旁。你唱歌吗？夏宁转头看了秦寻一眼，微微挪动身子，离开秦寻远了一些。不会。他看了一眼趴在沙发上气得双手乱捶的柳依依。秦寻，你真的不喜欢女的？秦寻耸了耸肩道：也有喜欢的。夏宁看着秦寻，沉默了一会儿，缓缓问道：谁？秦寻，我妈。夏宁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但莫名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他转过头冷声道：幼稚。不一会儿，柳依依睡着了，夏宁刷着手机，秦寻也掏出手机打游戏。那4个点的公主仍旧在唱歌。过了一会儿，夏宁觉得有些怪异，转头看了秦寻一眼，见他神情自若，似乎很享受这种氛围。他有些奇怪，你花这么多钱就是听别人唱歌吗？秦寻头也没抬，反正也不是我的钱。夏宁过了一会儿，他想到砸了秦寻的出租屋，微微有些愧疚。他没话找话，率先提起一个话题，就算是道歉了。今天业务部发来的邮件，倒是有一个女士想要寻求合作，她是一个歌手，想要一场出圈营销。秦寻打着游戏，还是没抬头。女士，漂亮吗？夏宁想了想，还行。秦寻点点头，盯着手机屏幕操作着。连你都觉得还行，那就是很好看了。夏宁微微一怔，认真地看着秦寻的表情，看了一会儿，才终于确定他不是在讨好自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轻轻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他的资料显示是一个富二代，家里有些小钱。秦寻毫无所谓。富婆？夏宁，算是吧。秦寻一把游戏打完，抬起头看着夏宁，笑着叹了口气：错过，我唱歌不太好听，如果我会唱歌，就接下这单，在愉快的合作过程中，跟他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恋爱了。夏宁笑了一下，并不相信。他现在更相信秦寻会爱上一条狗，而不是一个女人，哪怕那个女人再好看。秦寻吩咐夏宁说道：推掉这单吧。夏宁拿出手机看了看那封邮件，有些不舍得，毕竟是一单生意。他劝说道：我们是做营销的，会不会唱歌不影响，你不会种苹果，不是一样把苹果卖得很好。秦寻转头看了夏宁一眼，拿起茶几上的一只话筒，决定给他一点小小的震撼。他对着话筒：姐姐，麻烦暂停下，我要送给我这个在 KTV 还不忘了工作的勤快小助理一首歌。音响声音立刻安静下来。4个公主小妹坐在沙发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视线都落在了夏宁身上，仿佛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夏宁看着他们的视线，正疑惑时，秦寻一嗓子把他惊着了：夏宁，偏偏逼竹叶有午夜鸡，臣似奔走之由。你每个结痂伤，吼娘成的陈年劣局。夏宁，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立刻明白了那些4个姑娘眼神里的含义。看来他们早就领教了秦寻的歌喉。紧接着，他就看见趴在沙发上睡着的柳依依，浑身一震，猛然惊醒，抬起头，一脸的茫然，看见是秦寻在一展歌喉，一张小脸皱成了苦瓜，双手慢慢捂住了耳朵，脸埋在了软软的沙发里。夏宁再看向那4个公主，不禁有些无奈。只见那4个妹子仿佛受惊的鹌鹑，缩成一团，4个人紧紧抱在了一起，仿佛遇到了什么恐怖的雨夜杀人恶魔。而秦寻越唱越嗨，不能自已，站了起来，声音更大了：要你几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吼夏宁只觉得脑子瓜子嗡嗡的响，他抬头看着不管别人死活，只管自己快活的秦寻，眉头越皱越紧。这五音不全，走调走到天边，他情愿去听村口的驴叫，也不愿意听秦寻唱歌，而他偏偏还一脸陶醉，真是又菜又爱玩。
突然，歌声停止了，房间里安静下来。夏宁松了一口气，仿佛落水的人爬上了河岸，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秦寻愣住了，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冰冷机械的声音：恭喜宿主达成了1万摸鱼值，获得抽奖机会1次。他有些惊讶，怎么回事？这才多久就满了1万？半天时间增长了差不多5000。秦寻低头看着夏宁，难道真的要当着同事的面，在女人多的地方摸鱼，摸鱼值才能增长得飞快？夏宁见秦寻的神情有些怪异，又看向自己，有些不自在，笑着说道：秦寻，你够谦虚的呀，竟然管这叫不太好听。太字，他加重了语气，却看见秦寻没有回答，愣愣地看着自己，有些呆滞。夏宁有些慌，心里打鼓，他怎么盯着我看？要么今晚我就不去合租房了，感觉好危险。秦寻发呆，是因为脑海里又响起了一道机械冰冷的声音：宿主是否抽奖？他心里默念抽。突然，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面板上面出现一个转盘，指针停下。恭喜宿主获得歌神能力，瞬间海量的唱歌知识技巧涌入秦寻的身体，他浑身一哆嗦。此时却看见夏宁脸色有些小紧张。对不起，我不该取笑你。秦寻微微一笑，手指一波动，话筒在他手中漂亮的旋转了一下。夏宁惊了一下，秦寻笑道：没关系，知耻而后勇吗？夏宁见他回了魂，松了一口气，却突然看见秦寻一个大跳，蹦到了茶几上，踩翻了果盘。秦寻君居高临下，环视一周，只见4个妹子抬头看着自己，眼冒桃花，似乎被自己帅到了。沙发上的柳依依坐了起来，仰头看着，一脸懵逼。而夏宁仰着头，嘴巴微微张开，竟然罕见的有些呆，很难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秦寻笑了笑，拿起话筒放到嘴边，他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刚才唱的不好，我现在再来一遍，送给我的小助理。只见4个妹子嘴里咦的一声，又抱作了一团。柳依依倒在了沙发上，一脸生无可恋，慢慢把头又埋进了沙发里。夏宁，他猛然起身，急声劝阻。那倒也不用。秦寻不管他们的死活，唱了起来。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一开嗓。全场震惊了，4个妹子一时间有些吃了，纷纷松开了紧抱着对方的手，抬头看着秦寻，眼里的桃花如同瀑布般飞流而出。这长相，这身材，这歌喉，这气场，不输一线偶像明星。他要是来 KTV 工作，不得成为头牌少爷。柳依依从沙发上爬了起来，仰着头呆呆地看着秦寻，这难道他刚才是在耍我们？见夏宁来了就认真唱歌？哎，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呀。真好听。听着听着，他感受到了歌声里的情感，想起了一些旧事，眼睛渐渐湿润了。忽然柳依依的视线又落在夏宁身上，不由得眼神微暗。她长得真好看。夏宁站着仰着头看着秦寻，渐渐地被他带到了歌曲的氛围，温柔治愈。可是为什么心里会有些隐隐作痛，似乎失去了什么，心里好空。忽然秦寻低头对着他笑了一下，夏宁也笑着了一下，笑容恬淡，带着一丝苦涩。他的眼神渐渐湿润了，心里似乎缺了一块，有些孤单。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樱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一曲唱完。秦寻站在茶几上，微微仰头，身姿挺拔，等待着掌声。等了一会儿，却发现四周安静的可怕，隐隐约约还有啜泣声。他低头一看，只见是4个妹子抱在一起，埋头低泣。秦寻有些惊叹，这歌神能力也太霸道了。他轻声问道：你们是怎么了？几个妹子带着哭腔说道：我就是忽然觉得好难过，想起了我的初恋，我想起了我的前男友，我想起了我前男友，他劈腿了，我想起了我前男友，他被车撞死了。秦寻有些愧疚，正想安慰，那妹子又说道：死得好。秦寻他转头看了一眼柳依依，见她也眼含热泪，看来也被勾起了许多往事，给了一个鼓励的眼神。柳依依擦拭了眼角的眼泪，轻轻点头回应。最后秦寻的视线落在夏宁脸上，见她只是双眼微红，没有眼泪，果然她是个冰山美人。秦寻笑着问道：你没有前男友？夏宁一怔，笑了笑：我没谈过恋爱。秦寻笑着说道：那你应该才要哭得最惨。夏宁他抬头看着秦寻，见他想要下茶几，礼貌性的伸出了手，想要扶他一把。这是什么歌？秦寻看了看他的手，以为他想要安慰，伸出手紧紧握了握。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感受着宽厚的手掌，掌心的温度传来。想到歌词里的让樱花偷偷吻你额头，夏宁的脸微红，有些烫，他的嗓子有些发紧，故作镇定，很有礼貌。谢谢你送我的歌。却见秦寻松开了手，把手掌在裤子上擦了擦。不客气。他从茶几上跳了下来，见夏宁盯着他的手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你的手有些汗。夏宁
啊，我又被他嫌弃了。已经抽奖，秦寻仿佛进入了贤者时间，有些兴致缺缺。他带着夏宁和柳依依，在4个妹子的再唱一首嘛的央求声中离开了 KTV。此时已经快到下午6点，又是愉快的下班时间。他要去送外卖摸鱼了。刚才系统又给了提示，摸鱼值0，离下一次抽奖还有5万摸鱼值。秦寻有些无奈，这系统他也是个资本家变的，之前1万点就能抽奖，现在估计是看自己天赋异禀，一下子就达到了抽取条件，竟然足足涨了5倍，现在要5万了，真黑心。秦寻把喝得微醺却在装醉耍酒疯，非要缠着他不放的柳依依送上了的士，让司机送到酒店，然后转头看着他身后似笑非笑的夏宁，吩咐道：你联系那个小富婆，她那一单我接了。夏宁有些疑惑，什么富婆？秦寻提醒道，你刚才说的那个想要出圈的富婆歌手，你赶紧联系她，我明天就要和她亲切友好的交流一下。夏宁，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秦寻回答道，此一时彼一时，你觉得我现在唱歌是什么水平？夏宁仔细想了想，我不太懂这个，但是我觉得你唱的比我高中时的声乐老师要好。他高中就读的是国际学校，声乐老师的水平非常能打，经常在海城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充当评委。他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你唱得很好。秦寻挺了挺胸膛，有些骄傲，我什么水平啊？ KTV 唱哭6个公主的水平。夏宁他握紧拳头，你说谁是公主？秦寻见夏宁貌似生了气，他3两步走到路边，跨上电动车，嗖的一声跑了。明天见。夏宁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一脸的诧异，这就走了？真走了？忽然他想到一件事，微微皱起了眉头。他现在骑着车走的，那刚才就应该是骑着车来的。他载着柳依依过来，却不肯载我回去。夏宁站在路边，看着秦寻消失在街角，脸色有些冷。他拿起手机打通了交通警察的电话，喂，我要举报，有人开电动车超速。停顿了一下，他声音高了1度，还载人？电话那头沉默了，似乎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荒唐的举报，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秦寻送了3个小时外卖，送了3单，涨了30点摸鱼值，心满意足的回家。回到城中村，上了3楼，走进楼道，就看见自己的房间开着门。秦寻有些奇怪，加快了脚步，遭贼了。走到门口一看，往里面一看，他吓了一跳，卧槽！只见木质房门中间烂了一个大洞，好像被什么野猪踹了一样，满地的瓷砖被人敲碎，床头柜在地上碎成了一堆木片，床都被人拆散架了，被子丢在地上，天花板上的灯泡都给砸烂了。他走进去一看，浴室里的马桶也让人给锤烂了，花洒也被扯断了。秦寻赶紧去电脑桌前看自己的电脑，发现电脑没有半点损伤，心里松了一口气。这台电脑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了，对方只是砸了房子，没有损坏他的财物，看来是跟房东有过节，下手很有分寸。秦寻立即打通了房东的电话，房东就住在楼上。3分钟后，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赶过来，冲进房间一看，顿时变了脸色，坐在地上拍打着地板，带着哭腔大喊，是哪个天杀的砸我房子？这让我怎么活啊？房东阿姨哭了整整5分钟，才渐渐平静下来。秦寻觉得女人这生物好神奇，竟然哭得这么夸张。房东阿姨平复了心情，站起身来看着秦寻，小伙子，我的房子被砸了，你是住不了了，但是你的1600块押金我是不退的。秦寻一听，眉头一挑，大声道，什么不退押金？他扬起拳头，砂锅般大的拳头，你见过没有？你别以为我不打女人。房东阿姨见秦寻气势汹汹，吓得一路退到了墙角，缩在里面瑟瑟发抖，双手慌乱的摆动。押金不退，但是我可以把我另外一间房子换给你啊，那房子还比这好，算是补偿了。你别急。秦寻一怔，想了想，他给橡树公司赚了100万，到现在还没说给自己奖金的事情，现在身上就剩下几百块，而且现在这么晚了，找房子也不方便，房子也不好找。他看着房东阿姨笑了一下，放下了拳头，挠了挠头，姐，你早说嘛，你看现在把这气氛搞得这么尴尬。房东阿姨看着秦寻，有些无语，我这不是想要演得逼真一点吗？差点还挨了一电炮，也不知道那个美女到底看上了你哪一点了。秦寻被房东阿姨带到了城中村不远处的一个小区，6栋6单元6楼601房。他走进去看了一下，竟然是2室1厅的房子，大概80-90平方，装修的也算可以，看样子是没有2000多来块钱拿不下来的。他有些奇怪，姐，你把这房子换给我？合租的。房东阿姨说道，另外一个人今天回老家了，明天你就能见到了。秦寻啊，房东阿姨解释道，我只收你800一个月。他指了一下右侧的一个房间，把2把钥匙交给他，那个小房间是你的。秦寻手里握着钥匙，觉得有些别捏，却也无可奈何。跟我合租的那个人，男的还是女的？却看见房东阿姨一溜烟跑了。秦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又转头看了自己房间对门的那间房，
皱起了眉头。是男是女？他走进去，关上门，看了一眼阳台，发现上面没有晾晒的衣物，没有找到判断男女的线索。可千万别是一个女的啊！烦。第二天，秦寻照旧踩点到了公司，一坐下，夏宁就凑了过来，跟他说道：“今天我们有2个主要的工作，一个是写一份小歌手出圈的策划案，去跟那个歌手洽谈合作的细节；另外一件就是上午有个会议。”秦寻转头看了夏宁一眼，有些无奈。这小妮子最近的工作态度有些好的夸张了，这不还有30秒才到9点吗？就急着工作了？他叹了一口气，有些烦闷。开会又要开什么狗屁倒灶的会？夏宁一怔，有些无奈。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开公司群。你不看公司消息的？秦寻面不改色，屏蔽了。夏宁，他指着群公告念了起来：各位项述的小伙伴，明天上午9点30分，全体人员参加优秀员工表彰大会，届时将会有3个好消息宣布，请大家标准着装，准时出勤。秦寻问道：优秀员工？谁啊？夏宁，他不想说话，但是无可奈何。你呀。秦寻双手抱着后脑勺，背靠在椅子上，翘起了2郎腿。那这个是个好会？夏宁，秦寻问道：谁给我颁奖？夏宁里理所当然，牛总啊。一听这话，秦寻想起了那个被自己气得半死的小胖子，脸色微变，转头看了夏宁一眼。你口罩呢？快，我流感又犯了。夏宁，9点1到。秦寻就看见公司办公室门口那个小胖子总经理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个袋子。他走路的姿势有些怪异，一瘸一拐的，似乎受了伤。只见他从公司左侧的走廊一直走向总经理办公室，即将要路过秦寻的那一排工位时，秦寻赶紧扭过头，趴在桌子上装睡觉。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才起身，扭头看着牛啸军一瘸一拐地走向走廊尽头，进了总经理办公室。秦寻嘴里无声地骂了一句：傻逼。他转过头，看着双眼带着丝丝笑意的夏宁，有些疑惑。他的眼神向来清冷，很少露出这种欢乐的情绪，还带着一丝看笑话的戏谑。他问道：你很高兴？夏宁赶紧摇了摇头。秦寻又问：小夏，你知道牛胖子走路为什么一瘸一拐吗？夏宁有些紧张，没等他回答，秦寻就自顾自说道：他肯定是骑摩托车技术不够，却非要装，给摔了一个狠的。夏宁，牛啸军走路一瘸一拐，是因为昨天在你的出租房砸房子，下脚有些狠了。一边踹一边骂秦寻王八蛋，仿佛两人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转头看了一眼总经理办公室，有些担心今天的优秀员工表彰大会，这2个人不会打起来吧？优秀员工表彰大会9点30分开始。夏宁在9点10分的时候去了趟卫生间，等回来时看见秦寻的工位又空了，他大感不妙，赶紧走过去，只见自己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小夏，赵总那边有事找我，10万火急，我先出个外勤。今天的表彰大会那些奖品你先替我领了。他看完把纸揉成一团，丢在进了垃圾桶。这个秦寻真是无法无天了。他走到总经理办公室，推开门，看见牛啸军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微微皱了皱眉。他坐到沙发一头，沉声说道：牛哥，你以后没什么事，不用每天都往公司跑，你又把秦寻吓跑了。牛啸军猛然直起身子，看着夏宁，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那怪我了。他冷哼一声：你要这么舍不得他，去追求他，跟他结婚啊？夏宁叹了一口气，有些头大。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上午10点，秦寻回到出租屋，又没看到那个神秘的室友，走进房间，躺在床上玩手机。20分钟后，他突然看到公司群里弹出一堆消息：程晚，恭喜优秀员工秦寻获得30万巨额奖金，月底将会随工资一同发放。恭喜秦寻晋升为初级主管，薪资随着等级调整。恭喜秦寻主管获批独立办公室。下面是同事们的道喜：牛总，恭喜恭喜！夏宁，恭喜恭喜！孙海，恭喜恭喜！队列整齐。秦寻看见30万奖金的字眼，拿起遥控器，把空调冷气开到最低，非常的奢侈。这牛总虽然素质低下，但是为人还不算小气。只不过当他知道自己是问候他全家的猛人时，不知道会不会扣下他的奖金。秦寻看着群里的信息，纠结着要不要回几句，感谢一些大家的祝贺。想了想，还是算了，过1个小时再回，我现在应该是在和柳依依忙着呢。忽然微信里弹出一条夏宁的信息：你人在哪儿？秦寻没有回话。过了1分钟，夏宁又发来信息：你别装死。秦寻一看，回了一条信息：跟柳依依洽谈合作的后续事情很快。夏宁回信：我刚才问过柳依依了，她已经回陇源了。秦寻又一条夏宁的信息发了过来：我现在出了公司，周围没有熟人，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别不接。随后铃声响起，秦寻接通了电话。夏宁的声音有些冷，连猪炮一样的指责：你怎么老喜欢逃跑？你知道今天的表彰大会你一个主角不在，开得有多尴尬吗？陈晚恨不得手撕了你。本来牛总给你拎了30万现金的，见你这个大忙人竟然缺席会议，
直接就让陈婉存回银行了。秦寻尴尬地笑了2声，有些无奈。不是我想跑，而是我那天实在是骂那牛胖子，骂得太狠了。他要认出了我，我肯定要被开除的。夏宁沉默了片刻，你总不能永远躲着他，干脆坐下来和解。秦寻忙摇头，我可不冒这个险，他这个人人品很差的，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嘴巴可臭了。夏宁，秦寻继续说道，我现在想的就是先躲他1个星期，把小富婆的策划案搞定，搞好，搞得轰动全国，让他知道我的价值，让他想开我都要掂量掂量，他开不开得起。电话那头的夏宁沉默了很久，用很小的声音，语气有些温柔，你为什么非要待在这家公司不可？一听这话，秦寻叹了口气，在外人看来，他肯定是可以随便跳槽的，而且肯定也是抢手货，可是他却不敢冒这个险。他开始实习后，一共进过3家公司，第1家公司的老总坐了牢，第2家公司的老总出了车祸，现在这个牛孝军在第1天上班的时候就被人骂了一路，又被交警缴掉了摩托车，第2天上班又一瘸一拐的，有些命不得不信。他担心离开了这家公司，再也没有这么命硬的老板了，到时候去哪儿摸鱼去？总不能靠着送外卖1小时10点的摸鱼值龟速上涨吧？听见秦寻长时间没有说话，夏宁换了话题，你现在在哪儿？秦寻，在出租屋。夏宁，我去找你。秦寻忙道，别，我之前的出租屋被一群生孩子没屁眼的大沙比砸了，房东给我换了房子，你不知道哪儿了？那边沉默了片刻，才响起夏宁的声音，你新房子的地址说给我，我去找你，下午一起去找你喜欢的那个甲方小富婆。秦寻知道他指的是那个想要出圈的小歌手。我的新房子是和一个大沙比合租的，你来这里不方便，你把小富婆的联系方式和下午约定的地点给我，我们在那里会合。夏宁的声音似乎更冷了，你见过合租的室友了？秦寻有些奇怪，没有啊，他是男是女我现在都还不知道。夏宁冷声道，那你骂人家是沙比？秦寻笑了笑，能和一个陌生人合租的人不是大沙比是什么？夏宁，电话挂断。秦寻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皱了皱眉，这个小助理越来越飘了，一点礼貌都不懂。很快，微信来了夏宁的信息，却只有1个地点。下午3点，红森林艺术摄影6号摄影棚会合，下午2点半。红森林艺术摄影6号摄影棚，摄影棚里装修豪华。秦寻正在和一个27、8岁的青年聊天，聊金钱，聊女人，聊未来，聊中东战争，不亦乐乎，仿佛一见如故。忽然，那个青年捂着肚子，脸色大变，脖子上挂着的相机摘下，放在一张凳子上。兄弟，我估计是吃醉蟹吃坏了肚子，有些疼，去一趟厕所。为了做好这个策划案，服务好顾客，秦寻端正了态度，2点就到了和小富婆约定的地点，整整提前了1个小时。见摄影棚里只有1个摄影师，就过去搭讪解闷，没想到他是一个话痨，2人就一直聊了半个小时。摄影师走后，秦寻看着凳子上的单反，想到了前世一位姓陈的摄影大师，不禁有些手痒。他小心地拿起摄影机，沉甸甸的，手感很好。忽然，他看见旁边的立式衣架上挂着一顶牛仔帽，走了过去，把帽子戴在头上，又拿出一只口罩戴在了脸上。这是他为了以后几天在公司避免牛孝军认出自己，去临时买的口罩。他准备一直得流感了。秦寻把相机挂在了脖子上，学着摄影师的样子端起摄影机，闭上了一只眼睛。他低声喃喃道，姑娘们，腿张开。说完，秦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摇了摇头。那位大师不会真的是这么猥琐的引导人家搔首弄姿的吧？秦寻低头把玩着摄影机，忽然听到一个女声远远的传来，马老师，我到了。他抬头一看，只见门外3米处，一个长相清丽，扎着单马尾，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少女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秦寻一怔，还这么老远就打招呼，这姑娘性子这么急的。我是宋映。宋映一进屋子，报明了身份。他解开身上的粉色防晒衣，丢向了摄影棚里唯一的男人，应该是那个业内有名的写真摄影师马老师。牛仔帽、黑色口罩、单反相机组合在一起，他还挺有艺术范。却见那个摄影师眼疾手快，接过防晒衣，顺手就给丢到了脚边的垃圾桶。宋映愣住了，他做事风风火火，在外人看起来就是有些飒，随手丢外套给男生，男生们会兴高采烈地接过，替自己挂在衣架上。这几年来向来如此，那些男生甚至以此为荣，甚至争抢衣服大打出手。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一个憨货。宋映指了指垃圾桶里的防晒衣，声音有些不满，老师，你这是？秦寻低头看了一眼，弯腰捡起，抖了抖，随手挂在了衣架上，尴尬地笑了笑，手滑手滑，我以为你不要了呢。宋映看了一眼垃圾桶里的纸屑，刮果皮，走到衣架旁，取下防晒衣丢进了垃圾桶。他看着秦寻口罩上的一双眼睛，现在不要了。空气中隐隐有火药味。秦寻默默地与他对视，过了一会儿，不打算和他一般见识，问道，小姑娘，你是来找？话没说完，他就看见这个少女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房间角落的更衣室。废话少说，
我赶时间。秦寻冷笑，和他对视这么久，一言不发，等到自己开口说话，直接转身就走。这不是给我甩脸子？不一会儿，秦寻就看见更衣室的门推开，宋印光着脚走了出来。只见他上身只穿着火红色抹胸，下身也只有一条火红色的安全裤，应该是一套，很漂亮，也很惹火。秦寻一惊，小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脱起衣服来了呢？宋印听见他说脱衣服几个字，紧张的脚趾抠地，低头看了自己一眼。他抬起头看着秦寻，微微皱起眉头。马老师，你说这话的语气，感觉我多暴露似的，我这明明一点都没露，好吗？他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带着一丝锐气，想要在气势上压倒面前的摄影师。这是他第一次拍写真，只准备简单拍一组，小试牛刀，连家里人都没敢告诉，更没带闺蜜过来，只好尽量强势，好让自己像一个老手。但是秦寻正想解释，他不是摄影师，他大可不必在自己面前拖成这一副危险的模样，却又被宋印强势打断。不是吧，大叔，这都什么时代了，穿衣自由，懂吗？况且我这副装扮在写真当中算是十分保守的吧？大叔，你也是个搞艺术的，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艺术水平不高。他停顿了一下，上下打量着秦寻，眼神戏谑中带着挑衅。大叔，你该不会害羞了吧？难不成你心脏有了什么邪念？秦寻听着他一口一个大叔的叫，心里就不爽，现在又听见他污蔑自己，说自己是个色狼，这还能忍？他打开摄像机的盖子，按下了电源键，启动了相机，面无表情地看着宋印。来，开始吧。二人开始互相表演。宋印一个第一次拍写真的人，为了表现得像个老手，在镜头前大胆地展示自己的身姿。秦寻一个从没玩过单反的人，也装成一个艺术大师，一会儿往左走，一会儿往右走，一会儿起身，一会儿蹲着，假装在找各种好的角度，嘴里还不停地指挥。来，先拍一组，你随意发挥。宋印摆动着不同的姿势，与平时的动作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今天穿的不多，是有点少。听着秦寻手里相机的不断的咔嚓声，他一个紧张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秦寻拍摄又指挥，简单插插手，别发呆啊！哎，插腰上不是往裤衩里插。宋印缩回摸上裤腰边缘的手，有些气恼。你讲话文明一些。他现在有些后悔了，应该找个女摄影师的。可是别人又说这个马老师，你是拍写真的一把好手，能够发现女性的美丽。爱咔嚓，咔嚓，咔嚓。秦寻又开始指挥，来，背对着我，把臀部撅起来，翘一点，然后转身露出一个诱惑的表情。宋印背对着他，扭过通红的脸，一脸的纠结。啊，好像装不下去了。秦寻见他不配合，冷哼一声，我看你也是个艺术生，现在看来你的艺术水平也不怎么高嘛。解放天性，学校没教过吗？宋印听见刚才自己嘲讽他的话，被他丢了回来，脸上闪过一丝凛然的神色。他眼神微冷，对上了秦寻的视线，四目相对，谁也不退，两人较上劲了。突然，宋印提臀，微微眯眼，嫣然一笑。老师是这种表情吗？空气中火药味更重。秦寻一顿乱按，点点头，不错不错。他从摄影机后探出头来，看着强装镇定的宋印，轻轻一笑，缓缓说道：好，现在你脱了抹胸、安全裤，只穿内衣内裤再拍一组。宋印，只穿内衣内裤再拍一组。宋印看着眼前的摄影师，浑身的汗毛一根根竖起，紧张的食指抠地。他静静地看着秦寻，倔强的一言不发，不肯服软。秦寻见状，笑了一下，放下了摄像机。就这才哪儿到哪儿？穿着内衣内裤也是一点不露啊！只见宋印抿了抿嘴，欲言又止。秦寻一脸戏谑地看着他，继续说道：等拍完只穿内衣的，我们再拍一套全身脱光，一只手横在胸前挡住2点，另外一只手再捂住另外一点的。他看见眼前的小姑娘明显变了脸色，有些惊慌，装模作样地安慰道：这样也是一点不露啊。宋印看着秦寻，紧张的双手握紧。他知道有这样的写真，甚至看过更加大尺度的，可是他不准备一步到位啊。他才18岁，这种事情总是要慢慢来。看着秦寻脸上得意的笑容，宋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的鼻子凶凶地说道：我要投诉你。秦寻一耸肩，随便。宋印一愣，又说道：扣你工资。秦寻无所谓，随便。看见他跟死猪一样不怕开水烫，宋印急得轻轻蹦跳着，开除你。秦寻叹了口气，都行。宋印他快急哭了，难怪这个摄影师要戴牛仔帽、黑口罩，原来不是什么艺术犯，而是变态犯。秦寻看着眼前稚气未脱的姑娘，用学校里教导主任的语气谆谆教导：小姑娘啊，你以后别在陌生人面前脱得这么干净，男人并不是只会对全身金光的女人起歹心的。宋印感觉奇怪，这个摄影师怎么忽然成了人生导师？他的工作不就是每天给各种女性拍写真吗？他要砸自己的饭碗？宋印皱眉，要你管？
突然，呜呜呜，楼下一阵急促的救护车声音响起。秦寻转头从窗户往下看，只见一副担架把一个青年抬进了救护车，正是刚才和他聊天的摄影师，应该是拉希拉虚脱了，难怪这么久还不回来。宋映见秦寻和自己对峙时，还分心去看窗外的热闹，觉得他有些小看自己，他更加不满了，大声道：“喂喂喂，你在看什么东西？”秦寻转过头看着快气死的少女，微微一笑：“我在看这个摄影棚的摄影师被拉到救护车上啊，他拉希拉上救护车了，稀奇吧？”宋映此话一出，房间里的空气似乎都停止了流动，安静的可怕。宋映皱起眉头，看着秦寻，一字一句地问道：“那你是谁？”秦寻摘下脖子上的挂绳，把摄像机重新放回了凳子上，风轻云淡地说道：“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一个过客而已。”宋映看着秦寻，刚才的画面一幕幕闪过脑海：搔首、弄姿、撅臀、魅惑、解放天性。宋映愣住了，愣了好久好久。过了一会儿，他恢复神智。宋映看着眼前戴着口罩的变态，一脸惊恐，双手抱在胸前，尖声大叫，声音很大，几乎能盖过救护车的声音：“非礼啊！”秦寻，他耳膜被震得生疼，双手捂住了耳朵，等他不叫了才放下手。秦寻看着宋映，一脸的无语：“明明是你自己脱的，我可没有逼你。”宋映怒道：“那你不先说你不是摄影师？”秦寻挑眉：“我至少有3次想说，可是都被你打断了。”宋映摇摇头，捂住耳朵：“我不听，我不管。”秦寻：“妈的，这小泼妇！”渐渐的，门口聚集了一堆人，往里面探头探脑，议论纷纷。忽然，人群中响起一个秦寻熟悉的声音：“让一下，请让一下。”他转过头，只见夏宁穿着职业装挤开了人群走了进来。夏宁走到摄影棚，看了看戴口罩帽子打扮怪异的秦寻，又看了看他身旁的穿着清凉的少女，他眼神狐疑，微微皱眉：“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寻还没说话，宋映抢先开了口，指着秦寻的鼻子大骂：“这位姐姐，这个流氓想给我拍果照！”此话一出，门口一阵哗然。秦寻，他转头看着宋映，感觉比窦娥还冤。夏宁一听吓了一跳，转身把门关上了，隔绝了那些吃瓜群众。他瞪了秦寻一眼，又看向宋映，正想问清缘由。虽然秦寻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至于这么坏。小姑娘，话没说完，却看见宋映跑到更衣室，过了一会儿，穿着整齐的跑了出来，掏出手机。他指着秦寻：“我要报警，抓他！”秦寻，夏宁有些紧张，赶紧走过去，一把按下他的手机：“有话好好说。”秦寻来了脾气，拦住了夏宁，从凳子上拿起摄像机，打开里面的相片，递给夏宁看：“小夏，你看看，这里面哪有果照？警察哪里会信他？”夏宁低头一看，只见界面是一张图片，上面是一双小脚，只有一双脚，没有拍到人。他下意识看了宋映的脚一眼。秦寻飞快地按着键，一张张图片闪过，都是一双双脚。他一边按着，一边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夏宁听完，松了一口气，都是误会。忽然，他发现宋映把脑袋凑了过来，盯着相机看了一会儿，脸色变得不好看。宋映抬起头，盯着秦寻：“你这个有恋足癖的变态，真是无聊。”秦寻冷哼一声，懒得理会他。宋映打开门，看着秦寻和夏宁，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都滚出去！我等下还有重要的事情，以后再找你们算账。”看见他气势汹汹，但是夏宁知道他其实冷静下来了。报警他也赢不了，只是徒增麻烦而已。秦寻和夏宁挤开了门口的吃瓜群众，走到了摄影棚外的长廊，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吃瓜群众见无瓜可吃，渐渐散去了。夏宁一看时间，已经是2点50，马上就是和小富婆约定的3点了。突然，秦寻和夏宁同时想到一个问题，猛然看向对方，一脸的怪异，异口同声道：“难道说？”夏宁掏出手机，拨通了小富婆的电话。秦寻看着他手机里的显示的姓名宋映女士，转头看了一眼6号摄影棚紧闭的大门，隔着大门，里面隐隐约约传出手机响铃声。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脏话，正巧和夏宁的问好声合在了一起。夏宁，喂，秦寻，草。摄影棚里，宋映听见手机里同时响起的喂和草的声音，觉得有些熟悉，转头看向了紧闭的房门，一张脸变得极为精彩。难道说电话里两头都沉默了一会儿？夏宁迟疑了一下，很礼貌地轻声问道：“宋映女士，我到了约定的摄影棚外，请问您什么时候到呢？”电话那头没有回应。嘟嘟嘟，夏宁转头看着秦寻，叹了口气，他挂断了。秦寻看着摄影棚紧闭的大门，冷哼一声：“这小姑娘就是这么没礼貌的。”突然，秦寻看见摄影棚的门被推开，宋映走了出来，看了这边一眼，毫不犹豫地鞠躬，大声喊道：“秦先生，对不起！”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似乎带着美声唱法，响彻整个摄影大楼。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和来拍照的顾客
几十号人纷纷看了过来，化身成一个个吃瓜群众，投向了好奇的目光，似乎想要看一场旷世奇缘。这得是被绿了，才能让一个女生这么诚恳又超大声的道歉吧？秦寻被吓了一跳，这娘们儿不会是学音乐的，她的嗓门也太黑人吧？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啊！说道歉就道歉，不带一秒犹豫的。夏宁看见所有人都看向这边，拉了一把秦寻的手，示意他往6号摄影棚走去。这里不是谈生意的地方，我们进去说。秦寻二人一直走到门口，宋映听见脚步声到了跟前，才直起身子，看着2米外的秦寻，一脸尴尬的嘿嘿傻笑。秦先生，夏女士，你们好，我是宋映。秦寻淡淡看了宋映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进了摄影棚，找了一张沙发坐下，脱掉了帽子，摘下了口罩，露出了整张脸。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有些无奈，然后面带微笑看着宋映。我们进去说。二人进来，夏宁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宋映看了冷着脸的秦寻一眼，鼓起勇气坐在了他身旁，只隔了半米。他伸出手笑道：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秦先生。秦寻看着他稚气未脱的脸，怒气全消，不是贪图美色，实在不愿意跟一个小孩子一般见识。他伸出手握了握，不打不相识。见状，夏宁松了一口气。宋映想到刚才尴尬的场面，有些局促，双手搭在膝盖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夏宁坐下，面带微笑地问道：宋女士，你资料上写着你是28岁。宋映有些尴尬，其实我才18，怕你们看我小不接我的生意，所以我才写成了28。他挠了挠头，我当初就是试一试，万万没想到你们公司真的接受了我的合作邀请。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有些想笑，当初是秦寻抱着泡富婆的想法，才从8份邀约中选择了这一份，万万没想到让人给骗了。秦寻注意到了夏宁的神色，有些不满，转头看着宋映打趣道：小朋友，你给我们投邀约书，你家长同意吗？宋映摇了摇头，我家人还不知道，不过他们同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从小就不听话。秦寻一怔，叹了口气，直接点破：我的意思是，有钱吗？宋映连连点头，我有，我刚过了18岁生日，收了很多红包。秦寻、夏宁更想笑了。秦寻想到了之前匆匆扫过一眼邮件，想起这个所谓的小富婆的预算一栏写着30，生日红包，你的预算是30块？宋映赶紧说道：不是30万，我收了50万的红包，还有一辆跑车，准备拿30万做预算。如果我成名了，跑车送给秦先生。秦寻一惊，果然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他18岁生日时只收获了300块钱，还有他妈的一个大逼兜，因为藏在枕头下的小黄书《潘金莲大战西门吹雪》被发现了。他说道：看来在小富婆这一点上，你倒是没有撒谎。宋映摇了摇头，我现在还不算小富婆，等我爸死了，分了家产之后才算。夏宁、秦寻，他有些无语。这小朋友说话如此真实，怕是从小没享受过七匹狼，被家人一路宠着长大，才养成了这种刁蛮任性的性格。这种性格，无论是混网红圈还是娱乐圈，怕是都要栽一个大跟斗。秦寻看着他略带青涩的脸庞，小朋友，你知道娱乐圈的水有多深吗？你现在3观还没有彻底形成，成名太早，对你的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宋映一听，眼睛亮了，从这话里他听出来了，他有信心让自己成名。他急声道：秦先生，人家都说成名要趁早，年纪越大，成名的概率就越低的。夏宁点点头，他知道这是一句实话。最狂热的粉丝群体是初中生、高中生，而他们追寻的偶像大多都是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人。成名确实要趁早。秦寻看了宋映一眼，有些无奈，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了，娱乐圈的水很深的，你还太小，把握不住。他加重了语气：潜规则你知道是什么吗？夏宁转头瞪了秦寻一眼，人家一个小姑娘佳佳，你给人家讲这个干什么？宋映却无所谓，潜规则睡觉呗。秦寻一怔道：你知道？只见宋映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我爸都不知道睡过多少女明星了，他们是一群贱人，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秦寻、夏宁，真诚是必杀技，可是这小姑娘未免也太真诚了，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的吗？秦寻缓了缓，问道：你妈都不管你爸的吗？宋映立刻回答，表情没有多少变化：我妈在我1岁时就死了。秦寻、夏宁，秦寻算是明白了这个问题儿童是怎么养成这种性格的了。家庭缺失、缺爱，这种人的心理通常会有些畸形，做事会很极端，会执着地追求一些事情，寻求心理安慰。而他追求的是成名。秦寻站了起来，摇了摇头：小朋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到28岁再来找我。夏宁看了秦寻一眼，跟着站了起来。宋映一看急了：哥哥。他改变了称呼：你别走，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其实我遗传了我妈的心脏病，不发作能活到死，但是如果发作，我明天可能就死了。他站起身来，看着秦寻的背影，眼睛里带着些许泪花：我现在虽然18岁，但也可能是个半截入土的人了。我临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吗？秦寻一惊，转过身看着他眼里噙着的泪花，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他犹豫了一下，一脸正色说道：小朋友，你好好养病。他转过身，手按在了门把手上，却听见身后宋印的声音高了几度，有些凄然：是你逼我的。秦寻一惊，他不会跳楼吧？赶紧转过头，秦寻就看见宋印双腿一弯扑了上来，半跪在地上，紧紧地抱着他的大腿，使劲地摇晃着。哥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哥哥，你就答应我好不好吗？夏宁。他看着宋印跟一只树袋熊一样挂在了秦寻的腿上，不禁睁大了眼睛。这撒娇这么硬核的吗？这还是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小辣椒？原来不是辣椒，是病娇。宋印抱着秦寻的大腿使劲摇晃着撒娇，这是他的必杀技，对付他爸爸、他舅舅、他爷爷都是手到擒来，无论多么冷硬的心肠都抵不住他这么一套的。突然他听见一声：我去你的！抱着的腿猛然发力，竟然把他掀翻了。他双手脱开，半跪在地上，身子往后倒去，后脑勺砸翻了一个什么东西，紧接着眼前一黑，鼻子里闻到一股酸臭味。秦寻看着被自己一腿抖翻，仰头倒地，头却好死不死钻进了垃圾桶的宋印，有些尴尬。啊！这2秒后，呜可呜，垃圾桶里传出一阵呜呜咽咽的低气声，因为头顶着垃圾桶的缘故，似乎加了混响一样，哭声显得更加凄厉了。夏宁脸色微变，赶紧走过去蹲下，摘下了宋印头顶上的垃圾桶，发现他的头被一件防晒罩着盖住了脸。他拿下防晒衣，轻轻拍打宋印头上、肩上的瓜果皮、纸屑，又掏出一张湿巾擦拭着他的脸。对不起，对不起，这附近有一个理发店，我带你去洗一个头吧。宋印抬头看了一眼面带愧疚的秦寻，双手捂着心口，摇了摇头。呜呜，算了，呜呜，算了，哇哇，你们走吧。秦寻坐在地上哭泣的少女叹了一口气，她从来都不会哄小孩，但是今天似乎不得不哄。她走过去，低头看着宋印，叹了口气。那个小朋友，你别哭了。宋印的哭声更大了。秦寻又说道：你这单我接了。只见宋印猛然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噗呲笑了一下，差点喷出一个鼻涕泡。三人离开了影楼。夏宁带着宋印去了一家装修豪华的理发店，花了300块洗了一个头，把秦寻给吓了一跳。300块洗个头？这在红浪漫都够洗个小头了。洗完头，秦寻把他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冷清的公园。三人坐一条青石板路旁的长凳上，头顶上是大柳树，身后是一汪湖水，湖风一吹，树荫下格外凉爽。秦寻在中间，夏宁在左，宋印在右。刚才夏宁和宋印花了5分钟就把合同给签了，30万的款已经转给了公司。他有些佩服这小姑娘的豪气，花30万比自己花30块都麻利，让他有一种骗小孩零花钱的错觉。秦寻转头看着宋印：小朋友。宋印打断：哥，我叫宋印，你可以叫我印印。秦寻无奈：宋印，你唱一首歌给我听听。宋印一点都不扭捏：我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唱给你听。秦寻：随便。话音刚落，宋印就唱了起来，声音婉转悠扬，如同风中轻轻摆动的柳枝。摘一朵小花送给一个大人，花开无果。一曲歌唱完，夏宁轻轻鼓掌，商业互吹，唱得很好。秦寻转头看了夏宁一眼，直到看得他有些脸红才放过他，这才转过头看向宋印：你准备靠这一首歌成为网红？宋印有些尴尬，平常男生对自己都很绅士，可秦寻似乎比父亲还要严厉，不愧是营销天才，有点脾气也是正常的。他解释道：我才学作曲不久。秦寻转头看向远处的小树林，淡淡说道：你唱功还行，够用。火不火的从来不看唱功，不然世界上最火的那些歌星应该是各大音乐学院里的老师了。宋印点头如啄米，这一句话说到他心坎上了。火不火其实很奇怪，谁也不敢说有必定爆火的秘籍。就算他这样的长得好看，性格又古灵精怪，唱功很好，还会作曲的小美女，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发唱歌视频，他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在教室唱歌，在公园唱歌，在菜市场唱歌，租了歌剧院唱歌，唱苦情歌，唱甜恋歌，还花了好几万块钱买流量，结果抖音上才自然增长了1万多个粉丝，以这个进度，怕是到死都涨不到10万。他现在的粉丝量还不如一个网上一个耕地捡牛粪的大爷。要不是家里在洁身自好这一块管得太严格，他甚至想要擦边了。或许这就是流量密码。宋印看了秦寻一眼，有些幽怨。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第一次在影楼擦边就发生这种事情，倒霉。秦寻微微闭眼，感受着身旁的湖风，脑海一堆前世关于一首歌爆火涨粉100万的营销案例涌出。他翻翻找找，挑挑拣拣，找一个好用的。宋印见秦寻闭上了眼睛，刚想开口喊他，却看见夏宁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他闭上了嘴巴。1分钟后，秦寻睁开了眼睛，转头看着宋印：你擅长什么类型的歌曲？我给你写一首。宋印一惊：你会写歌？
秦寻刚学不久。宋映，那这水平不是和他一样，甚至不如他。他有些担忧，写歌很麻烦的，又要作曲，又要作词，后期还要编曲，不然。秦寻打断，我的问题是，你擅长什么类型的歌？宋映看见秦寻一脸严肃，迟疑了一下，我擅长什么，你就会写什么。秦寻，是的。宋映，作曲还有作词。秦寻，是的。宋映默默地看着秦寻，又看了夏宁一眼，见他一脸的清冷，不准备帮自己说话，脸上渐渐露出为难的神色。只有门外汉才会觉得作曲作词很简单。确实也不算难，因为每天上传到原创音乐网的歌曲超过2万首，一年超过700万首。但是一个素人想要靠一首歌出圈，实在太难，算得上是100万里挑一。毕竟一个月网上能爆火1、2首歌就算很多了。宋映看着秦寻认真说道：“哥，要么我还是唱一首网上爆红的歌曲，他们自带流量，这样你营销起来效果也好。我们保险一点，钱他有，可如果这一次营销不成功过，再和秦寻合作一次的机会，他不一定争取得到。今天要不是不小心被他踹进了垃圾桶，他肯定不答应帮助自己。”秦寻听了，若有所思，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保险一点，得1比1还原那个营销场景。宋映听不懂，看向夏宁，夏宁也是一头雾水，他也听不懂还原什么场景。秦寻叫夏宁把他随身带的笔记本给他，他拿起笔在纸上开始写。10分钟后，词曲写完，他撕下这张纸，就像撕一张读书时作弊的小抄，随手递给了宋映。宋映双手接过，低头看着，心里默唱了起来。渐渐的，他表情变得有些紧张，抬起头看向秦寻，眼中都是感动的神色。哥，你把这首歌送给我了？秦寻二郎腿一翘，送，那得加钱。宋映，他小心地把纸折好，放进随身的包里。哥，接下来我要怎么做？是直接在我的账号发歌吗？秦寻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你不要擅自行动，一切听我指挥。你这2天把歌学好，你自己再找一个音乐公司给这首歌编个曲，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和小夏。宋映跟着站了起来。好的，哥。秦寻点点头，大步往公园外走，回头看了一眼还傻坐在长凳上的夏宁，喊了一句：“小夏，走了。营销案还有一些道具，我们得赶时间，争取今天下午搞定。”夏宁回过神，站了起来，快步跟了过去。他刚才发了会儿呆，想着他的潜力似乎无穷无尽，不禁有些惊叹，越发的担心他被人挖走。此时秦寻已经走出去30多米了，夏宁加快脚步跟过去，忽然听见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宋映追了上来。姐，你能不能把我哥的微信推给我？听见我哥2个字，夏宁莫名的有些吃味，微笑着回答道。他脾气古怪，微信从不乱加人。宋映看了一眼远去的秦寻的背影，不死心。那他的电话号码？夏宁脸色有些不自然。他的私人号码是保密的，如果有事，你可以直接联系我，我是他的助理，你随时可以找我，哪怕是晚上，我24小时为你服务。宋映不依不饶。可是我半夜睡不着觉，也只想跟他聊天啊。夏宁一愣，这个小姑娘胆子大的可怕。为什么？宋映看着秦寻的背影，悠悠说道。她懂音乐，也懂我。夏宁一口气堵在胸口，被这小姑娘单刀直入的脾气搞得没了脾气。他看着宋映，一字一句缓缓说道：“他写的歌，你收好，人就别惦记了。”见宋映皱起了眉头，他接着说道：“他喜欢男的。”宋映睁大了眼睛，愣在了原地，看着夏宁渐渐远去的背影，他终于回过神，走到一个湖边的大柳树下，伸手抓住了一个随风飘荡的柳枝，用力往下一撸。他看着绷得笔直的柳枝，笑了起来。这不就值了吗？在即将走出公园的时候，夏宁终于追了上来，气息有些乱，但是也没说什么，默默地跟在秦寻身边。他问道：“你已经有了策划案吗？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秦寻转头看了夏宁一眼，神态自若：“现在去拍婚纱照。”夏宁往前走，习惯性点了点头。哦。突然他反应过来，站在原地，一脸震惊地看着秦寻。拍婚纱照？秦寻点点头，语气很随意。是啊。夏宁愣了一下。就要结婚了？秦寻挑眉。别乱说，我才多大，哪里能英年早婚？夏宁疑惑道。那是谁要拍婚纱照？他已经脑补了一些狗血故事，比如秦寻要去看他的前女友拍婚纱照，真是一个自律的人。秦寻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夏宁，缓缓说道：“我和你。”夏宁，他看着秦寻一脸正色，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觉得他更可恶了，赤果果地占自己的便宜。忽然他浅浅地笑了一下，拉起了秦寻的手，走了4、5步，把他牵到了湖边。秦寻背对着湖水，低头看着夏宁，一脸的紧张。难道他误会了？他生怕夏宁等下会踮起脚尖，闭上双眼吻了上来。正当他想要解释时，夏宁松开牵着他的手，双手张开，拍了拍秦寻的肩膀，笑道：“秦寻，你会游泳吗？”秦寻点点头，何止是会，我的手艺那是……突然
他瞳孔微缩，看见夏宁双手向着他的胸口猛地一拍。卧槽！秦寻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倒，栽到了湖水里，溅起好大一捧水花，水波荡漾。秦寻钻出水面，大叫：“小夏，你要干什么？”夏宁站在岸边，双手抱在胸前，居高临下，冷冷看着秦寻：“让你嘴贱！”秦寻爬上了岸，冲到夏宁身旁，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夏宁神色有些惊慌，却什么也没说。我真是日了狗了。秦寻看着他，忍了好几次，才压下把他推到湖水里的冲动，松开时候骂了一声：“我不是跟你说了去准备道具吗？那个送印的营销策划案的场地设计在婚礼现场，我们需要一些道具，其中就包括婚纱照。”夏宁他气势弱了很多：“你不早说！”秦寻叫屈：“我刚才没说去准备道具吗？”夏宁想了想，记起了他刚才大喊了一句营销案还要一些道具，我们得赶时间，争取今天下午搞定。他看着湿漉漉的秦寻，有些尴尬：“为什么非得是我？”秦寻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连连摆手：“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只是你恰巧在我身边，这个新娘盛碗也可以，扫地的阿姨也可以，甚至是牛孝军那个胖子也行，还非得是你。”夏宁看着秦寻的怨气都能养活10个厉鬼了，他一句嘴都不敢还，只能默默的承受。秦寻走到旁边一张石凳上坐着，夏宁跟了过去，小声说道：“其实我们可以请模特拍的。”秦寻脱了上衣，露出了结实的胸膛，使劲的拧着衣服。夏宁小脸微红，移开了目光。只听得秦寻冷哼一声：“我这不是想着给公司省钱吗？用我们自己的人，总比去外面请模特要好。拍摄婚纱照要给他们钱，假扮新人参加结婚仪式又要给他们钱。”他加重了语气：“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公司是我家，维护靠大家，要时刻记得给公司省钱。”夏宁一听有些惊讶，低头看着秦寻，明显不信。秦寻继续说道：“这样公司才有闲钱给我们发奖金。”夏宁啊，这才是他。他抬起头看向波光粼粼的湖面，想着拍婚纱照假扮新人，觉得好荒唐。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不过转念一想，到目前为止，桂行救女和水天苹果2个策划案几乎都是秦寻一人搞定的，橡树公司的痕迹很淡，几乎没有。这是一个隐患。如果非要在送印歌曲出圈的策划案里增加公司的影响力，那新人模特用公司里的人扮演，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那整个公司最适合的人，肯定就是总裁，也就是自己了。夏宁内心纠结了很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下定了决心。夏宁低头看着秦寻，脸色微红：“那我们现在去拍吧。”秦寻抬起头，明知故问：“拍什么？”夏宁的脸有些红：“婚纱照。”秦寻又问：“谁和谁？”夏宁的脸有些烫：“我和你。”秦寻摇了摇头：“大姐，你看看我这一身都湿透了，我都湿身了好吗？”“我湿身了。”夏宁有些不好意思：“我赔你衣服。”只见秦寻摆了摆手：“不拍，贵贱不拍。”夏宁气结，静静地看着秦寻，想起宋印抱着他的腿撒娇的情景，男人似乎都很吃这一套，可是他做不来。于是他就站在秦寻身旁，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他。秦寻和他对视着，湖风一吹，他打了个喷嚏。夏宁说道：“我会给你熬姜汤。”秦寻顿时没了和他对抗的心思，站起身走向公园外：“走，先买衣服，再拍婚纱。”夏宁跟在他身后，小声应了一句，宛如一个小媳妇。红森林影楼，秦寻要了最便宜的套餐，也花了3000块，夏宁付的。前台服务员面带职业微笑：“先生，那你想要预约在哪一天拍婚纱照呢？”秦寻道：“就在今天。”前台服务员一怔，看了一眼秦寻身后低着头有些局促的夏宁，被他的颜值再一次惊艳到，怪不得人家这么猴急，这么好看的新娘，晚一天带回家都是亏的。前台服务员笑道：“那我给你们约个摄影师，等下就可以拍，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秦寻摆摆手：“不用不用。”夏宁的脸宛如天边的晚霞。影楼3楼，秦寻和夏宁换好了衣服，化好了妆，跟着摄影师走向摄影棚。秦寻转头看了一眼身穿雪白婚纱的夏宁，端庄优雅，美艳动人。他笑道：“谁娶了你，真是3生有幸。”夏宁绷着脸装作没听到，他双拳微微握紧，掌心都是汗，心里一直给自己洗脑：这是扮演，是扮演，是假的。1号摄影棚里，摄影师来，2位新人抱在一起。夏宁扭捏了半天，最终和秦寻轻轻地抱在了一起，2人中间留了很大的空隙。摄影师报警点，你们中间都隔了一座山了，都是一家人了，干嘛还这么生分？2人对视一眼，都有些不情愿，但是在摄影师的催促下，稍微贴近了一些，抱在了一起。2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体温。忽然，秦寻皱起眉头：“小夏，你怎么跟个热得快一样，越来越烫了？”夏宁一听，羞红了脸，瞪着秦寻。此时，咔嚓咔嚓，一阵快门声响起，摄影师的声音喊了起来：“哎，对了，这娇嗔的模样真好看，
这气势，一看以后结了婚就是当家做主的。帅哥，小心以后你成妻管严哦。夏宁、秦寻，摄影师的嘴都这么花的吗？平常一定没少挨打吧？摄影师又喊：“哎！”两人亲一个。秦寻和夏宁对视一眼，犹如触电一般，猛然推开对方，异口同声道：“不亲。”摄影师吓了一大跳：“你们这是闹矛盾了？夫妻吗？床头吵架床尾和。”夏宁脸越发的红了。秦寻转过头看着摄影师解释道：“他有口臭。”夏宁一听，柳眉倒竖，上前一步，伸手揪住了秦寻的耳朵，狠狠地提起：“我让你嘴臭！”秦寻，哎呦，疼疼疼！咔嚓，咔嚓，又是一阵快门声响起。真是好看。最近流行的家暴风婚纱照，我准备把你们的照片挂在楼下展示厅，吸引客人。拍摄了整整3个小时。秦寻累得半死，几次差点在椅子上睡着。夏宁换了几套衣服，换了几个发型，每次换造型还要化半天妆容，比秦寻累得多，却听不见他抱怨一句。只不过他的脸上始终一片清冷，只是在摄影师要求的时候才勉强挤出一抹笑容，也很好看。每次秦寻和夏宁二人在长廊上走向另一个摄影棚的时候，都会吸引一堆路人的目光。我的天，金童玉女啊，男的帅，女的也好看，不会是哪里的明星吧？上网查一查。5个小时后，天已经黑了。摄影楼大门口的喷泉亮起了灯光，衬映的水柱很漂亮。秦寻和夏宁跟随摄影师来到了这里，站在喷泉水池旁边拍摄最后一组照片。秦寻有些有气无力了，累得快虚脱了。他小声跟身旁夏宁说道：“早知道拍婚纱这么累，就请模特拍了。”夏宁嗫嚅着，欲言又止，最终什么都没说。摄影师举起相机，新郎用左手，新娘用右手，2个人用手在头顶上比一个心。2人一言照做，比了一个心。身后喷泉哗哗地流着，飞溅出一点点水珠，落在2人头顶，很是清凉。夏宁偷偷看了一眼，夜色、喷泉、流光，一对新人比心，确实很有浪漫氛围，不由有些憧憬。他的新郎应该会是一个温柔绅士的男人。摄影师笑道：“2位新人，在这美丽的喷泉下，许下你们的新婚愿望吧。”秦寻随口说道：“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摄影师，这笔是真不怕死啊？夏宁，他冷着脸转过身，走到秦寻身前，双手往他胸口一推：“我右槽！”秦寻大喊着落入水中，溅起一阵水花，在灯光下像飞洒的珍珠。咔嚓，咔嚓，好，非常好，画面唯美，家暴风贯彻到底。2人沉默地回到影楼，换了衣服，又一路沉默地走到路边。秦寻拿出手机，正准备扫一辆共享单车，却看见夏宁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相遇上乘。”夏宁冷着脸拉开车门，钻进后座。不知道为什么，听见秦寻许下的愿望，他心里就起了一股无名火。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垃圾！正要关门，忽然探出一只手把住了车门。只见秦寻钻了进来，看着夏宁笑道：“巧了不是，咱俩顺路。你也住相遇上乘吗？几单元几栋啊？”夏宁看着秦寻，心里头一颤。糟糕！夏宁转头看着秦寻，看见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觉得局促。他想了一下，淡淡说道：“相遇上城门口有一家很好吃的烧腊，我准备打包回去当晚饭。”秦寻下班会兼职跑外卖，虽然摸鱼居多，但是对各地有名的馆子还是了解的。他提醒道：“那家不干净。”夏宁一怔，硬着头皮说道：“我爱吃。”秦寻，这个小夏平时看起来挺干净的，没想到是这么一个不拘小节的吃货。忽然，夏宁看着秦寻笑了一下：“我请你吃。”秦寻，谢谢。他笑了起来，其实也没那么不干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夏宁也笑了。车内似乎充满了愉快的空气。相遇上城大门左侧的一家烧腊店，夏宁点了半只烧鹅，半只白切鸡，1斤叉烧，付了249块钱。老板，麻烦切仔细一些。秦寻坐在店里看见，瞪大了眼睛。这小妮子1个月3500，就敢这么飘？付了钱，老板再切块，打包大概需要10几分钟。夏宁走到对面的椅子坐下，3秒钟后，凳子还没坐热，他面无表情的起身，有些生硬，机械的说道：“算了，我忽然不想吃了，你一个人吃吧，我要回家了。”说完，不等秦寻做出反应，他起身就往店外走去，生怕秦寻跟过来。他要抢在秦寻回家之前，先躲到房间里。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听见秦寻大喊了一声：“我原谅你了。”夏宁一怔，回头，一脸疑惑地看见秦寻坐在椅子上，一脸笑容。他继续说道：“推我下水的事情，我原谅你了。”夏宁盯着秦寻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原谅？我要你原谅什么？那是你活该。秦寻提着一大袋烧腊，又去门口便利店买了5罐冰啤酒，美滋滋的回到了出租屋。一进门，走进客厅，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天花板上安了一个监控，
而且是360度无死角的那种。他微微皱眉，看了一眼自己房间对面是有紧闭的房门，今天那个神秘的室友应该在房间里。他低头看了一眼啤酒烧腊，有些犹豫，要不要和他分享一下，增进一下室友情谊。秦寻慢慢走到他门口，看见门底下有灯光露出，伸手想要敲门，又放下了。算了，是个男的还好，万一是个女的，人家穿着睡衣出来，自己还说要请人家喝酒，这不是图谋不轨吗？万一被告个性骚扰判刑了咋办？就算是个男的，万一人家正在干活呢？卧室里，夏宁坐在桌前，看着电脑里的监控画面，见秦寻提着东西走到自己门口，竟然要敲门，一颗心悬了起来。他准备装死。今天刚和他拍了婚纱照，他心情有些复杂，不想让他知道他和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先躲几天再说。见秦寻犹豫了一下，放下了手，转身回到了对面他自己的房间。夏宁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忽然他又皱眉，糟糕，我还没洗澡。秦寻回到了自己房间，吃着烧腊，喝着酒，好不美哉。调出摸鱼面板一看，他惊了，摸鱼值1000，备注达到5万摸鱼值时可以抽奖。他今天不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了一整天吗？只是上午摸了一小会儿鱼，但是那种摸鱼只能涨个几十点摸鱼值啊。下午跟宋映斗智斗勇，晚上跟夏宁斗智斗勇，这都算是工作吧？怎么能算摸鱼呢？难道说宋映身上有什么奇妙的特质，可以极大的增加自己的摸鱼效率？是因为她是个富婆吗？吃饱喝足，秦寻习惯性拿了一条干净的裤衩，打着饱嗝，慢悠悠地走到浴室洗了个澡，换下的衣服全部丢进洗衣机。5分钟后，浴室门打开，他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路过客厅，忽然抬头看见摄像头，他脸色微变。一般在出租屋装监控的应该都是女的吧？他转身冲进浴室，拿了一条毛巾在下身一围，勉勉强强遮住了。他双手捂着胸，低着头冲进了卧室，关上门。秦寻靠在门板上，扯掉微湿的毛巾，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裤衩，上面印着可爱的卡通图画。好险，我的猛男形象差一点崩塌。夏宁卧室里，他双手撑住有些发烫的脸，盯着电脑监控，微微皱着眉头。秦寻不拿毛巾围着还好，一围着感觉里面跟真空一样，好色情。他叹了一口气，在网上大大方方的上传泳池视频，喊人家宝宝，在家里倒是扭扭捏捏起来，还去捂着自己的胸。他摇了摇头，起身走到衣橱，在10来套花花绿绿的各式睡衣中挑选了一套黑色的睡衣，款式很保守，修女喜欢的那种。夏宁看着卧室门，叹了一口气，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洗澡？第二天，秦寻睡得饱饱的起床去洗漱，发现洗手盆有些湿润，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洗手盆上面摆着室友的牙膏牙刷，牙刷是一款绿色的自动牙刷，绿色依然不变男女。他笑了一下，这个笔起得够早的呀。刷完牙一看时间8点40分，秦寻吓了一跳，卧槽，是我起晚了，要迟到了。一路火花带闪电，秦寻终于踩点到了公司。走进公司一看，夏宁果然已经坐在工位上，他越来越像一个优秀员工了，真是近朱者赤。他坐了过去，打开电脑，一脸郑重地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夏宁看见他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有些奇怪，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更加的疑惑了。上面只是普通的显示着时间，8点59分3秒钟后，时间跳到9点。秦寻立即转过头吩咐夏宁，小夏，你跟程姐申请一下，今天上午开一个紧急会议，公司所有人员都要参加。夏宁看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间9点，叹了一口气，这个家伙，他可以装模作样的加班，但是绝对不会在上班时间到之前提前参与工作，哪怕是1秒钟。他看着秦寻，公司所有人员吗？可是今天牛总没来，上午他不一定能赶到，要么调到下午。秦寻一听，摘下口罩丢到垃圾桶，二郎腿翘了起来，不用他参加，一个好的公司总裁就该跟死了一样，从不出现在公司。夏宁看着秦寻，太阳穴突突的跳，哎，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咒死。他问道，会议的内容是？秦寻看着夏宁，想到他昨天的小暴脾气，把椅子挪远了一下，才说道，邀请同事们参加我们的婚礼。夏宁，他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寻，见他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他左右张望，飞快地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中性笔，摘掉笔帽，笔尖对准了秦寻。夏宁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脸却渐渐地红了。秦寻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着，一字一句非常缓慢地说道，谋杀。夏宁知道他狗嘴里准备吐出亲夫2个字，赶紧丢了笔，伸手捂住了秦寻的嘴巴，你闭嘴。声音很大，整个公司的30多号人都看了过来，一脸的惊讶。夏宁感受到四周的视线，他慢慢放下了手，转过头，不再看着秦寻，声音很冷也很小，道，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上午10点，一场名为婚礼演唱歌手出圈策划案的会议召开，整个公司除了总经理，所有人都参加。
30多号人坐成了5排，夏宁坐在最后面的角落，监控照不到的地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最前面讲台上，秦寻满面春风：“各位橡树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底下整整齐齐的“好”。秦寻拿起激光笔，在投影屏幕上“婚礼”2个字上面画了个圈圈。大家应该都知道，公司接了一个小富婆歌手出圈的业务，这是我的策划案。场景是婚礼，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假的婚礼现场，需要全体公司同仁的配合。明面上的总经理牛小军不在，公司会议气氛轻松。再加上秦寻是公司的大红人，已经是储备经理，按这个速度，不用半年在公司就是一人之下的9000岁。很多人都愿意捧秦寻的臭脚，下面纷纷响起喝彩声。好，绝对配合。秦主管说往东，我绝对不往西。此时有一个爷们的声音很大，脱颖而出：“要不要在我们财务部挑选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扮演新娘啊？”紧接着又响起一阵阵女孩子娇羞的声音：“多羞人啊！哎呀，王哥，你干啥？我们大多都结婚了，再结一次也行。”听着这些议论，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阵哄笑声。夏宁低着头不敢抬头，拿着笔在笔记本上胡乱地画着线条，像一团乱麻。各位姐姐，真是遗憾，为了给公司节约成本，我们没有雇佣模特，直接用公司的人加班新人。我是新郎，但是我名花有主了。秦寻笑了2声，按了一下翻页笔， PPT 翻到了下一页，投影屏幕上显示出了一张照片。这是昨天秦寻让夏宁花了300块钱加急的，今天早上就邮来了电子底片。整个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了。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张结婚照，夜色下，新郎西装领带，新娘一身白纱，2位新人站在一个流光溢彩的喷泉前面，伸出手在头顶比了一个新的形状。男的帅，女的靓，正是秦寻和夏宁。渐渐的，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30多号人怔怔地看着讲台上的秦寻，各有心思。好家伙，这才几天，你小子下手够快的呀，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整个公司最好看的女人就这么英年早婚了，难怪这家伙能力这么强，还不想着跳槽，原来是有所图谋，求财也求色。过了一会儿，30多号人又纷纷扭过头看向角落里的夏宁，只见夏宁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可是平常雪白如玉的耳朵已经红透了。公司里那些姑娘神色复杂，特别是那些没结婚的，心里就更是吃味。男人可能不懂，可是女人怎么能不懂？结婚照，哪怕是假装情侣，男生在女人心里没有一定分量的话，那也是不可能答应假扮的。这个夏宁平常看起来高冷，原来下手快准狠。秦寻看了低着头的夏宁一眼，那一双耳朵犹如山里的映山红，很是好看。他不由得心头微颤，想起了一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陈婉看了夏宁一会儿，脸上露出了姨母笑。公司里大多数人肯定以为是秦寻在撩妹，只有他知道，这明明是总裁大人在拿捏小鲜肉啊！给秦寻升职加薪，建独立办公室，现在又假装夫妻，真是好手段。陈婉转过头看向秦寻，脸上的笑容更盛了，赞美道：“这结婚照真好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比我下周末结婚的大外甥的好看不止100倍。”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突然，秦寻愣了一下，眼睛亮了起来。他看着陈婉，忙问道：“婉姐，你跟你的大外甥关系好不好？”陈婉这话问的，大外甥能不好吗？他回答道：“非常好。”秦寻脸上堆笑，看着陈婉说道：“婉姐，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既然你大外甥要结婚，就有了现成的场地，那我们根本就不用浪费钱去订酒店、办宴席、找婚庆、请群演，我们直接报钱去吃席，可以吗？这样可以给公司省下一大笔钱。”此话一出，众人恍然大悟，看着秦寻纷纷点头，觉得这小子实在太精明了。一单业务的净利润越高，奖金就会越多，省下的就是赚到的。正当陈婉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既可以省钱，也可以给大外甥带去一大波红包，想要点头答应时，突然角落里传来夏宁的声音，声音不小，有些急：“那我们的婚纱照不就白拍了？”陈婉一惊，转头看过去，只见夏宁抬起了头，脸上的表情有些生气。30多个同事纷纷看过去，秦寻也远远地看着夏宁，一头雾水。夏宁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忽然觉得自己刚才有些失态，抿了抿嘴唇，故作镇定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这婚纱照是花了3800块钱拍的，如果不用，那……”他看着秦寻，那这报销是不是报不了了？秦寻一听变了脸色，看向了陈婉。陈婉是人事兼行政主管，他有一定的权利决定能不能报销。只见陈婉笑了一下：“报？怎么报不了？可以报。”陈婉的声音很响亮：“总裁拍的婚纱照不给报销，我还要不要混了？”秦寻松了一口气。角落里，夏宁怔了一会儿，心情复杂，有些遗憾，也松了一口气。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在秦寻的策划案里加上自己的痕迹。
也为自己不用当众和他走红毯而感到放松，内心纠结到最后，隐隐还有一抹淡淡的失落，仿佛丢了什么东西。当程晚当场联系了他的大外甥，讲明情况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了。秦寻站在讲台上，笑着对同事们说道：“你们下周末就敞开肚子吃，敞开肚子喝，红包公司出。”底下响起一阵欢呼声。加班费公司也得出3倍。底下又响起一阵欢呼声，一个个兴高采烈，觉得这家公司真是来着了。周末不用出红包，白吃一顿席面，还能拿3倍工资。角落里，夏宁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一眨不眨地看着秦寻，腹诽道：“什么都你说了算，要么这个公司的总经理的位置也给你好了。”会议结束，秦寻走向工位，遇到的同事纷纷给他让路，让他真有了一种9000岁的感觉。他回到工位，过了一会儿，夏宁拿着笔记本，冷着一张脸走回来。笔记本刚随手放到桌面，却看见秦寻伸手拿了过去，翻开看了起来。这是我在公司主持的第1个大型会议，看看我的小助理记录了什么。夏宁嘴角勾了勾，鼻子里冷哼一声。秦寻翻开笔记本一看，笑容僵住了。只见纸上用黑色的笔画了一团乱麻，下面空白处龙飞凤舞的写着秦寻大杀笔。他起头看向夏宁，夏宁与他对视，半点都不害怕。秦寻叹了一口气：“会议记录，你要学会润色，大可不必如此真实。”说着，他拿起笔在空白页写：“小夏，对不起。”夏宁看着他落笔，不由得一怔，看向秦寻，一脸的疑惑。但是他什么也没问，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秦寻，等着他主动解释。秦寻看着夏宁的目光有些无语，他真怀疑夏宁是不是个8岁才知道讲话的哑巴。他看着夏宁，一脸正色：“你邮箱里的婚纱照删了吧？”夏宁忍不住问道：“为什么？”秦寻说道：“今天开会的时候，我看见那些财务室的姑娘们的表情，忽然反应过来，拍婚纱照在男人看来就是累死牛的体力活，但是对于一个女人，她可能是神圣的。我不该让这种事情变得草率。”夏宁看着秦寻，眼神闪躲，2片红霞飞上了脸颊。秦寻继续说道：“删了吧，要是被你以后的老公看见，他不是要刀了我，就是要家暴你。”夏宁他犹豫了一下，打开邮箱，删除了邮件，视线却悄悄看了一眼回收箱。秦寻长长舒出一口气，忽然他看见夏宁从他手上接过了笔记本和笔。夏宁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一脸认真，在秦寻大煞笔中的大字上画了个成。紧接着他又在大字上面一笔一画认真写了一个小字。那句骂人的话，战斗力顿时减弱了不少。谢谢啊。秦寻看着那句话笑了一下，念了出来。秦寻杀笔。话音刚落，他的笑容就僵住了，抬头看向夏宁，只见他的脸色也有些怪异。光是在纸上看着还不觉得，听见秦寻念了出来，顿时味道就不对了。小杀笔，小杀笔，这哪里是骂人的话，这多像打情骂俏，哪里还有一点杀伤力？夏宁合上笔记本，强装镇定，冷着一张脸，双手搭在键盘上。工作了。看见秦寻还看着自己，他有些紧张，拿出一副耳机戴上了，一副不愿被打扰，要原地出家的模样。秦寻再直男也知道夏宁是害羞了，不想给他难堪，准备做一个优雅的绅士。5分钟后，他没了绅士的耐心，转头看着夏宁，还在敲着键盘，一副要累死在工位上的气势，有些担忧。昨天不知道怎么的，小小的摸了一会儿鱼，就涨了1000点摸鱼值，今天怎么能不带着小助理出外勤？秦寻看着夏宁认真工作的表情，准备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对付这种情况，他有绝招，那是就是八卦。他妈得罪人之后，想要和解，通常就会跟那个阿姨假装不经意间说起八卦，比如谁家的老公嫖娼被抓了，谁在公司里和老总有一腿，谁家的大胖小子其实不是她老公的。这种招数百试不爽，女人爱听八卦，这是天性。秦寻伸手轻轻推了一下夏宁的胳膊，见他毫无反应，依然在认真的打字，他伸手摘下了他的一只耳机。只见夏宁转过脸来，皱起了眉头。秦寻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小夏，我跟你说一件事。”夏宁见他这副慎重的模样，觉得是什么惊大事情，微微弯腰凑近了一点。秦寻伸出右手，学着村口信息中转战的大妈的样子挡在嘴边，小声说道：“我跟你说，现在跟我合作的室友，其实……”夏宁一颗心悬了起来，难道被发现了？却听见秦寻继续说道：“他是一个变态，他竟然在客厅装了一个监控，可能是想要偷窥我。”夏宁，他看着秦寻，瞪大了眼睛。这监控确实是为了监视秦寻而装的，但为什么要用偷窥这么龌龊的词语？秦寻看见他的表情，以为他来了兴致。我昨天半夜2点钟听见对面门开了，他竟然半夜3更起来。他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诉说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洗澡。夏宁，昨天晚上他拍摄婚纱累出了一身汗，回到房间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洗澡，只好一直等，等到一个他觉得秦寻睡着的时间，偷偷摸摸出去洗澡。没想到他竟然没睡。
夏宁皮笑肉不笑，呵呵呵呵。秦寻问：“你说他是不是变态？”夏宁：“你很无聊。”秦寻尴尬地挠了挠头：“有点。”见夏宁又要戴上耳机，他忙道：“我们现在去外勤吧，联系那个宋印小富婆，我要对她进行紧急特训。时间紧，任务重，花样多。”他绷着一张脸，努力做出一副认真的表情。得抓紧。夏宁看着秦寻认真的表情，却还是觉得他只是想出去玩。可是这毕竟是秦寻的策划案，所有的细节都要他去把握，也只有他能把握。既然是唱歌走红，那演唱的质量一定很重要。在 KTV 时，他已经领教过秦寻的唱功，他相信他有能力指导宋印。夏宁看着秦寻，叹了一口气：“我就最后再相信你一次。”他拿出手机和宋印约定了时间地点。半个小时后，在秦寻落水的环湖公园门口，秦寻带着夏宁走过去，就看见公园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超短裙、露脐装的时尚少女，正是宋印。在距离5米时，秦寻就看见宋印看见了自己，飞奔过来，裙摆乱飘，也不怕春光乍现。他嘴里还喊着：“哥哥！”秦寻如临大敌，躲到了夏宁身后。看见宋印冲过来的气势，秦寻生怕他一个大跳骑到自己脖子上，赶紧躲到了夏宁身后，从他肩膀上探出脑袋。只见宋印冲了过来，站在夏宁身前，愣了一下，转身就想要绕开夏宁。夏宁张开了手，如同护崽的老母鸡，冷声道：“停！”宋印只得作罢。他的视线越过夏宁的肩膀，看着表情竟然有些害怕的秦寻，微微皱起了眉头，问道：“哥哥，难道我今天不好看吗？”秦寻笑了笑，正要客气2句，就听见夏宁率先开了口：“一般。”宋印，秦寻，他知道一般这一个词语的杀伤力，看着呆若木鸡的宋印，他甚至能够脑补他的内心活动。什么一般？怎么就一般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谁都不一般。夏宁面不改色，微微抬起头，看着远处的湖水，一副深藏功与名的高人模样。这一天，秦寻带着夏宁和宋印逛街、吃饭、喝奶茶，还有吃臭豆腐。臭豆腐宋印吃得开心，夏宁一口不吃。夏宁跟在秦寻和宋印的身后，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哥哥，喝奶茶，好喝的嘞。哥哥，章鱼小丸子，好吃的嘞。哥哥，生煎包，我喂你。别，算了，我自己吃。宋印回头看着夏宁：“姐姐，你也吃。你自己吃，我不喂你。”夏宁，幼稚。这一天，宋印脸上一直带着笑容，仿佛好久没这么开心。夏宁的脸却始终像一座冰山。下午6点1到，宋印还想要去游乐场玩。秦寻摆了摆手：“我还有大事要办。”说完，带着夏宁走了。夏宁知道他说的大事是去跑外卖，假装自己很勤快，其实也是在摸鱼。忽然，秦寻吩咐道：“小夏，今天花的钱记得报销。”夏宁，他的脸色更不好看了。这就是你说的特训？秦寻叹了一口气，故作高深：“他是个问题儿童，第一天是做心理按摩，拉近关系，方便后面我凶他时，他能承受得住，懂了吗？”夏宁不懂，转身就走。他要赶在秦寻回家之前提前把澡洗了，免得又被人喊作变态。这一天，秦寻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室友，但是回到家时却看见了浴室一滩水，越发觉得他神秘。洗澡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室友的形象在秦寻心目中越发变态起来。忽然，秦寻看了一眼阳台，只见上面只有自己的衣物，没有室友的衣服，不由得一愣，吐槽：“我的天，洗澡不换衣服，这么脏！”夏宁卧室里，他看着监控，在耳机里听见他的吐槽声，脸色有些不好看，喃喃道：“你连臭豆腐都吃，还好意思嫌我脏？”他的衣服早就送去了洗衣店，有些衣服洗衣机洗不了，得干洗。躺在床上，秦寻调出面板一看，兴奋的一拳捶在床板上：“摸鱼值1万，这就1万了，一天涨了9万，那不用1个星期就能到5万抽奖吧？”第二天，秦寻和夏宁在公司碰面，打了卡，直接去外勤和宋印会合，又是在环湖公园。秦寻二话不说，带着他们又逛了一天街。宋印叽叽喳喳吵得很，一点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冷酷飒爽，跟一只麻雀一样。夏宁一言不发，宛如一个好看的哑巴。在逛街休息时，秦寻让宋印唱了一下歌，随口指点了他几句：“你这一句的尾音不该发颤，不要过多的真声假声切换，影响歌曲的情感表达。”宋印按照秦寻的指点重新唱了一遍，眼睛亮了起来：“哥哥，你真的懂我。”他双手抱住了秦寻的胳膊。秦寻，夏宁走了过来，高冷且无情，淡淡看了宋印一眼。宋印嗫嚅着松开了手，有些怕怕，这姐姐气场好强，放神话故事里一定是妖后级别的。晚上，秦寻又没看到室友，心里有些不安，这家伙不会死在了房间里吧？回到房间一查摸鱼值2万1千，他心满意足，不枉费自己辛辛苦苦玩了一天，又涨了1万1。
看来宋印身上确实有些独到之处，如果他是我的小助理，天天跟在我身边就好了。第3天，除了吃饭、逛街、看电影外，最后秦寻在公园里教宋印表演的台风。你歌唱的是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就是台风。他示范着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抖腿。夏宁、宋印看着有些不好意思，扭过了头，不敢再看。哥哥，你好骚啊！第4天，宋印在公园给秦寻和夏宁表演了一番。夏宁频频点头，不错。秦寻看见也点头，够用，再不火那就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了。宋印听见，一路小跑过来，站在秦寻面前，扬起小脸，伸手把后脑勺上的单马尾抓到他的眼前。他笑着问道：等过几天，我准备去剪一个头，短发，最多3厘米长的那种。秦寻一惊：你看破红尘了？宋印，他仰头看着秦寻，眼睛很亮，宛如天上的星星。这样我就更像一个男人了啊。秦寻一怔，听不明白。他看向夏宁，却见夏宁默默地转过了身，背对着他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6点1到，秦寻带着夏宁撤了。宋印孤独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视线最终落在夏宁身上。他叹了一口气：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有女人味呢？路上，2人默默地走着，到了路口，照例要分开的时候，秦寻忽然听见夏宁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很容易听不听见。这一单结束之后，你离宋印远点。秦寻转过头，看见夏宁目视前方，没有看着自己，问道：为什么？夏宁轻声道：他在勾引你。他还是没有看秦寻，面无表情，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秦寻看着远去的出租车，若有所思，良久，才吐出一句：有病。过了一会儿，补充道：都有病。下了出租车，夏宁走在路上，不知道吃什么晚餐，忽然看见一个卖臭豆腐的摊子，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老板，来一份。老板，大份、小份。夏宁闻着这股味道，不免想歪，大份、小份。他迟疑了一下，小份。愉快的外勤生活结束了，明天就是程晚大外甥的婚礼。秦寻躺在床上，打开面板一看，有些高兴。摸鱼值45000，还差5000就能摸奖了。我至少还得跟宋印小朋友玩1天，把奖抽了再说。突然，公司群里程晚发了一份电子请柬过来，随即发布了一则公告：请橡树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早睡，明天精力满满，拿出打仗的气势去参加婚礼，一切听从秦寻指挥，马上。收到，收到，收到，队列整齐。秦寻也回复了一个收到，忽然注意到夏宁没有回复，他有些奇怪，这个小妮子不是一直都有很好的职业素养，收到回的比谁都勤快吗？夏宁怎么了？秦寻想了一会儿，就没再管他，总不能因为人家一个收到没回复，就贱兮兮的发微信去问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你出事了吗？这不成舔狗了吗？半个小时后，他忽然感到肚子痛，想要释放一下，走出房门去卫生间，却看到卫生间的门紧闭着，里面亮着灯，有人。秦寻一惊，内心感叹，这个神出鬼没的室友终于出现了。他回到房间，等了10分钟，感觉火山要爆发，又走了出去，却看见卫生间房门依然紧闭。他皱了皱眉头，靠近一点，仔细聆听，没有洗澡的水声，那就是同道中人在蹲大号。秦寻很无奈，催人家拉屎拉快一点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他做不来，只好又回到房间。过了5分钟，他已经忍出了一身汗。俗话说，憋尿能行千里，憋屎寸步难行。秦寻额头上带着汗水，走出房间，就看卫生间的门还是紧紧的闭着。他有些急了，大声问候：你好。卫生间里，夏宁蹲在马桶上，手里拿着一个洗发水瓶，看着上面的配料表解闷。可能是晚上吃的臭豆腐不干净，他刚才急匆匆溜进了厕所，连手机都忘带了，只好看洗发水、沐浴露的配料表解闷。这一蹲好久。此时突然听见秦寻的声音，吓了一跳，随即脸红起来。哪有人在姑娘家上解手时守在卫生间门口问好的？这算有礼貌还是没礼貌？门外，秦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兄弟，你能不能快一些啊？夏宁默默的不说话，想到2人在卫生间门口相见的情景，那场面能尴尬的让他满地找缝钻。门外，秦寻的声音有些急了：兄弟，你要是便秘，换我先来，我快，给我3分钟。夏宁的脸更红了，不敢说话。门外，秦寻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慌：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晕倒在卫生间里了？都不说话，停顿了一下，我踹门去拯救你来啊！夏宁一听，吓得手中的洗发水滑落，双手叠放在腿上，遮住了雪白的风光。他捏着嗓子，低沉地说了一句：哟，人。门外，秦寻听见这明显捏着嗓子的低沉声音，微微皱起了眉头，一脸的狐疑。这是男扮女还是女扮男？看着紧闭的卫生间房门，秦寻攥紧了拳头，这个变态是要跟我计分高下，也决生死。他冷哼一声，
回卧室，拿起钥匙冲出了门外，去找街边的公共厕所了。他决定了，发了工资，打这个老变态一顿，然后重新租过房子，霸占卫生间，这是什么素质啊？释放完毕，秦寻回到家，看了一眼室友紧闭的房门，默默地竖起一根中指。夏宁卧室里，看着监控画面里，秦寻竖起了中指。他犹豫了一下，对着电脑屏幕轻轻回敬了一个。第二天一早，秦寻起床吃了早餐，又去送了一单外卖，增长了10点摸鱼值。此时摸鱼值45001时离5万点不远了，下一次抽奖近在眼前。上午11点半，秦寻按着陈婉给的定位到了海城市一个3星级的酒店，在3楼的一个名叫如愿的宴会厅门口，他遇到了一对新人和作为家属陪同迎客的陈婉。陈婉迎上前来，跟他的大外甥和外甥媳妇介绍，这是我们公司未来的副总裁秦寻，秦先生。新郎只是嘿嘿地看着秦寻笑，显得有些局促，看样子不太适应这种场面。新娘子灵活一些，看见秦寻一怔，总觉在哪儿见过。她热情问好：秦先生，年纪轻轻就做到副总裁，真是年少有为，年少有为。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里面请，里面请。陈婉笑着带秦寻进入宴会厅，安排在了主桌附近的一张桌子上，就在夏宁的身边。秦主管，按照你的吩咐，我在不同的餐桌上都安插了我们公司的员工，确保能从各个角度拍摄视频。秦寻满意地点点头。陈婉办事向来靠谱。陈婉笑着离去。秦寻环视一周，打量了一下宴会厅，只见这个宴会厅不大不小，摆了30多张桌子，最前面是一个舞台，四周摆满了好看的塑料花，从舞台上延伸出了一个长廊，上面铺了红毯，左右两边也摆满了塑料花，是新人走红毯用的。此时宴会厅里的人差不多到齐，300多人聊天打屁，闹哄哄的。忽然秦寻转头看向夏宁，看着她竟然化了淡淡的妆，更显得她的脸精致美丽。他笑道：你还化妆？这不是砸场子抢人家新娘的风头来了吗？只见夏宁淡淡看了他一眼，转过头去。秦寻见他冷淡，有些奇怪：我今天又惹你了？夏宁转过头：你哪天不惹我？秦寻不屑地冷哼一声：我今天才第一次见你，还没开始惹呢。夏宁想到昨天晚上被秦寻堵在卫生间的窘迫，脸微微发烫，转过头看向空无一人的舞台，懒得理他。我不跟你说话。秦寻听见他小学生一般的气话，看着他挺直了腰身的高冷模样，不禁有些好奇，这种高冷御姐在新婚之夜叫还是不叫啊？秦寻也没再理夏宁，左右张望打发时间。忽然听见身后那一桌的聊天声悉悉索索的，像极了村口情报站的氛围。他回头瞟了一眼，只见那一桌都是女的，不知道是新娘的同学、闺女、同事，还是新郎的前女友。他们一个个面带笑容，压低声音议论着，却兴奋的压抑不住。秦寻听得一清二楚，这排场也不大呀，在海城这个小地方还算不错吧？一般吧，连鲜花都不用，用酒店用了几百次的塑料花。新人不都是什么都要新的吗？节俭是美德。周丽丽的老公有点胖胖的，好像嘴巴有点笨，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听说她老公很本分的，听周丽丽说她老公请了一个海城40万粉丝的网唱歌撑场面呢。啊，那花不少钱吧？周丽丽就是好面子。娟姐，都是同事，来都来了，工作中有什么过节，人家婚礼上不要带个人情绪。切，我包了600块呢，还不让说话了。秦寻听了只觉得脏了耳朵。人性如此，恨人有，笑人无。亲人、朋友、同事，希望你过得好，但不要比他过得好。秦寻苦笑，喃喃道，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夏宁转过头，你说什么？秦寻挺直了身板，目视前方，非常高冷。我不跟你说话。夏宁，幼稚。秦寻拿起一根筷子，放在了他和夏宁之间的桌子上。38线，不要越界。夏宁，他看着那根筷子，知道有些学校的书桌是2人坐，同桌之间互相不对付时，就会在中间用小刀刻下一条线，名为38线。他看着那根筷子，忍了很久，还是忍不住抬起头看着秦寻。沙比。说完，他有些惊讶，他现在说脏话越来越顺溜了，这个习惯不好，得改。却看见秦寻笑着问道：大的还是小的？夏宁一怔，立刻明白了，脸颊和酒杯里的红酒一样红。大沙比还是小沙比？他转过头不再看秦寻，很无奈。看来说脏话这个习惯不能改，还要精进手艺，继续发扬，不然要在秦寻身上吃大亏。突然灯光暗了下来，婚礼司仪走上舞台。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男人船，女人是帆，家庭是港湾，婚礼进行。服务员也开始上菜，司仪主持着婚礼，是千篇一律的流程。新人入场，新郎在花亭等待新娘的到来，牵着她的手一同前往主舞台。新郎迎接新娘，新娘被父亲牵着手走向新郎，新郎接过，把手捧花交给他。证婚人致辞，一对新人眼中只有彼此，
交换戒指。敬茶，改口。舞台上，新人感动得你死我活，而台下，一群宾客只顾着干饭，时不时抬起头，跟随主持人的引导，大叫几声，增加一点氛围。秦寻嘴里含着一根鸡腿，用力鼓掌。好。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有些无奈，他放下筷子，看着舞台上灯光下的新人，不由得想到了前几天他和秦寻拍的婚纱，认真的鼓起了掌，小声说道：好。舞台上角落，司仪饱含感情。在最后呢，新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把手里的手捧花抛出去。在司仪3番5次的吆喝下，20多个未婚女性终于扭扭捏捏聚集到了舞台下方。随着一阵乱哄哄的尖叫声，手捧花被新娘背对着抛出，落入人群。秦寻看过去，只见手捧花在人群上方被几十只手拍打争抢，最后划过一道高高的抛物线，砸在了秦寻和夏宁面前的桌子上，正好把那根当3八线的筷子给砸掉了。夏宁一怔，他知道手捧花象征着幸福、幸运和守护，接到手捧花的人将会被认为会是下一位步入婚姻殿堂的人。他看着秦寻，有些不知所措。秦寻也傻眼了，就听见司仪高兴地说：有请接到手捧花的人上台。话没说完，秦寻一把抓起手捧花，丢向了舞台下聚集的女生们。我结婚了。一阵笑声响起，司仪、夏宁看着秦寻，目瞪口呆。终于到了表演节目的环节，司仪估计是个野路子出身，先是来了一段 beatbox， 不刺破刺不刺刺不破刺刺不刺刺不刺破刺刺不，好好的一个婚礼现场瞬间有了夜店的感觉。听着台下的叫好声，司仪更带劲了，又唱了一首情歌，那水平也就能听，毕竟是业余的。司仪在舞台上表演时，新娘换了敬酒服，一桌桌开始敬酒。敬完秦寻和夏宁这一桌，又去了身后那一桌，那一桌八卦聊得飞起的聚集地。新娘笑意盈盈：姐妹们，饭菜还合胃口吧？众人应好：好吃，好吃。她敬了酒，气氛更愉快了。此时，舞台上司仪耍够了，拿起话筒，恢复了主持人的角色。刚才我献丑了，接下来是我们演艺公司的一个美少女，刚高考完的一个18岁的小姑娘。音乐高材生上台给大家表演，底下的人都顾着吃饭玩手机，稀稀拉拉的响起几声叫好声。秦寻拿起手机，在公司微信群发了一条信息：全体准备开拍，立刻。收到，收到，收到。忽然，秦寻听见身后有一个略显刻薄的女人大着舌头说话，声音带着戏谑的笑意：丽丽，你不是说有一个40万粉丝的网红要上台吗？我还想着拍个视频蹭点流量呢，怎么请了一个暑假工啊？秦寻转过头去，看见新郎脸色尴尬，新娘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那个中年妇女还在喋喋不休。宴会厅选了这家酒楼最小的如愿厅，网红歌手换成了临时工歌手，连花都是塑料的。他呵呵笑了一声：我连纸巾都准备好了，准备在你的婚礼上感动的大哭一场，结果你却给我整笑了。此话一出，那一桌子安静下来了，一群女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忽然，一只手拉了那个喋喋不休的女人一把：娟姐，你喝醉了。新娘脸上堆起笑容，仰头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转身走向舞台后面。新郎快步跟了过去。丽丽，新娘声音有些发颤：我累了，想休息一下。秦寻吃完瓜，不由得一声叹息：爱女人间的恩怨情仇啊，惹不起，惹不起。那新郎也是老实，换做我，一个大逼兜就让他闭嘴了。回过身，秦寻看见夏宁认真地举着手机对准了舞台，一点没有被刚才杀人不见血的场面吸引。他环视一周，见几乎每张桌子上都有同事，都举起了手机对准了舞台。秦寻跟夏宁说道：你这个角度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你拍仔细些。夏宁轻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秦寻刚才说了我不跟你说话，那就不说话了。舞台上，一个长发披肩，穿着白 T 恤、灰黑色格子外套，一身紧身淡蓝色牛仔裤的少女走了上来。这是秦寻给她挑选的衣服，很普通的打扮。舞台下，不少男士眼睛一亮，好漂亮的姑娘。更远处的那些人虽然看不清宋映的容颜，但是也看得出这身材十分攒劲。宋映站在舞台上，看着底下吃饭、喝酒、聊天，还有满地乱跑的小孩子，深呼吸一口气。他看了看各处举起对着自己拍摄的手机，知道那是秦寻的安排。最终，他的视线找到了秦寻，轻轻点了点头，眼中充满了自信的神色。哥哥，你等着瞧吧，我要亮瞎他们的狗眼。音乐升起，宋映唱了起来。这人间袅袅炊烟和风花雪月，浪漫痴情人多半贪恋爱恨情仇，都好看一开嗓。宴会厅的宾客们不由得耳朵一亮，觉得有些好听，不少人也掏出了手机开始拍摄。秦寻看着舞台上宋映的表演，看见他随着歌曲随意自然的抖腿，踩在了音乐节点上，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小朋友看着不靠谱，唱歌这一块还是下了苦力的，应该练了不少。宋映唱着，看着舞台下又有人拍摄自己，有些高兴。
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怕这去日苦多往事，讨一杯相思喝。倘若这回还像曾经执着心执念你一个，那我可能是多情了。一曲唱完，宋映站在舞台上鞠躬致谢，耳中只听到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还有偶尔几声叫好。他直起身子看向了宴会大厅，喝酒的大爷仍然在喝酒，聊天的大妈依然在聊天，乱跑的孩子还是在乱跑，玩手机的女人还是在玩手机。除了靠近舞台那几张桌子，有不少男士还在盯着自己看，可那明明是色狼的眼神。一曲唱完，似乎毫无水花，还不如刚才司仪狗叫一样的 beatbox 引起的气氛热烈。宋映远远地看了秦寻一眼，抿了抿嘴，转身走下了舞台，身影有些落寞。这能火吗？夏宁放下手机，看了一眼宴会厅的乱糟糟的景象，转头看着秦寻问道，他有些担忧，这首歌似乎不太契合婚礼氛围，气氛不太热烈啊。秦寻不急，回答道，明天就知道了。说着他站起身。夏宁问，你就回家了？秦寻摇了摇头，我去后台看一下小朋友，他好像很不开心。夏宁点了点头，是啊，花了30万喊人家小姑娘来婚礼上打了一个零工，只不过让30多个非专业人士拿手机拍摄了一下而已。要不是秦寻名声在外，宋映肯定报警抓他，说碰到诈骗犯了。舞台后台，宋映坐在角落的一张小凳子上，低着头，一脸的失落，看着刚才舞台下的场景，还没有自己校园晚会上的气氛热烈。学校里唱歌还有不少人送花呢，他实在想不通这哪里能火。忽然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秦寻。他看着秦寻，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下，哥哥，我不怪你。秦寻一怔，笑了，小孩子就是心急。他走了过去，坐在宋映旁边的小凳子上，正想要安慰几句，忽然听见一阵低低的呜咽声，转头一看，只4、5米外的另一处角落，新娘扑在新郎怀里，声音哽咽，都怪我，要不是我爷爷突然生了病，你拿了10几万出来，我们也不至于结个婚这么寒碜。新郎安慰，没事，都是一家人。一句话说完，再没有别的话，看起来不善言辞。新娘更难过了，什么塑料花，宴会厅太小，还有什么40万粉丝的网红歌手，赵娟平常哪里在乎这些，今天非要提一句，说什么准备好了纸巾要哭，结果看了笑话。她声音呜咽，我不过就是卡了一下她的报销单吗？明明是账对不上，是她的问题。新郎轻轻拍着新娘的肩膀，什么都没说。新娘继续说，越发委屈，我被赵娟阴阳怪气几句倒是没事，连累你一个大男人也被他们看清了。新郎，没事，我没事。新娘一听就更难过了，要不你骂我2句吧。新郎嘿嘿笑，不骂，不舍得。秦寻看着有些感动，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够看见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真是幸事。此时司仪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接下来有请我们新娘的侄女上台表演一首儿歌《幸福的生活像朵花》。秦寻转头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进后台，准备从楼梯跑上舞台。想到不久之前他自己的爷爷也住了一回院，他顿时上了头，赶紧起身，2、3步追上小女孩，拉住了她的麻花辫，一把夺下了她手里的话筒，我先来。小女孩一脸懵逼，感觉遭受到了霸凌，想哭。宋映坐在角落一脸懵逼，新郎和新娘也是2脸懵逼，砸场子。秦寻不急不缓走上舞台，司仪见上来一个高大威猛的大帅哥，吓了一跳，心想不是个小女孩吗？请问你是？秦寻看了司仪一眼，把即将要脱口而出的我是你爹咽了下去，拿起话筒，看着舞台下吃饭喝酒玩手机的宾客，他用低沉磁性又不像司仪一样油腻做作的声音说道，我是新郎花10万块钱雇的歌手。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有摔落碗筷的声音响起。10万块，这可不便宜，吹牛的吧？这一句话犹如平地一声雷，瞬间吸引了整个宴会厅的目光。见舞台上站着一个身姿挺拔气质干净的帅哥，一时间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些小姑娘顿时眼冒桃花，悄悄掏出手机拍摄，管他真的假的，能够正大光明偷拍帅哥的机会岂能浪费？司仪按他们的流程是没有这一个人物出现的，难道说是来砸场子的？他满脸堆笑，准备用一句谢谢这位先生给我们说的笑话来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时，秦寻接下来的话让司仪觉得更加尴尬了。我是整个海城最厉害的歌手，看在新郎新娘的面子上打了个折，只收10万块，今天为大家献唱一曲。宴会厅里一片安静，大家大眼瞪小眼，一时间被秦寻这不要脸的自信气势给镇住了。不知道这是一个喜剧节目，还真是一个歌唱节目。整晚同事们，夏宁他微微皱眉，难道这就是秦寻哄宋映开心的办法？上台耍活宝，这牺牲够大的呀！和男人。后台，新娘仰头看着新郎，有这回事吗？新郎一脸紧张，没有。新娘跟着紧张起来，完蛋了，又要让赵娟看笑话了。舞台上，秦寻手持话筒，微微低头，
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如同溪水一样缓缓流淌而出。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聚光灯照在了秦寻身上，歌声深情婉转，让整个宴会厅染上了一种像雨像雾又像风的氛围。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这一段唱完，宴会厅好多夫妻都呆住了。在秦寻的歌声里，他们听出了男人的当淡和女人的信赖，女人的可贵和男人的责任福祸相当，悲喜同享。歌声撩拨着在场所有夫妻的心弦，让他们陷入了悠悠沉思，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渐渐的，不少人眼睛里泛起了泪花。舞台下的夫妻们痴痴地看着舞台上的秦寻，胸口不断地蕴积着情绪，堵得难受。正当他们极力忍泪时，避免失态时，最后一根稻草轻轻落下。秦寻唱道：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突然，宴会厅角落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哭泣声，哭声很快就止住，随即在另外一处又响起了哭声。渐渐的，有7、8个张桌子上有了哭声。有一张桌子，一个5、6岁的小男孩坐在妈妈腿上，抬起头问道：妈妈，你怎么哭了？他妈妈一边哭一边笑：没事，妈妈没事，妈妈没事。另外一张桌子，一个中年男子想到家里15、16岁的女儿，想到她出嫁时的情景，一颗心揪了起来，瞬间红了眼角。这歌草陈婉身旁，一个中年男子搂住了她腰，声音有些发涩：婉儿，我昨天不该因为你炒菜放多了盐凶你的，你又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他的声音哽咽，陈婉眼含热泪：我也不该因为你藏了300块钱私房钱就罚你跪搓衣板的。二人相视一笑，跟着秦寻轻轻哼唱了起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后台。新郎新娘紧紧相拥，哭得稀里哗啦。新郎安慰：不哭也就苦这一阵子，会过去的。新娘娇嗔道：我这是高兴的，别人都嫌你嘴笨，可是他们不知道嘴笨的人心肠好。宋映听见秦寻唱歌时，就从后台跑到了大厅，听见他一开嗓，不由得头皮发麻。他之前被秦寻教导过唱歌，但是秦寻从来没有亲自演示，这是他第一次听，立刻被秦寻的唱功征服。这是现场清唱，竟然有这种感染力，要不是亲眼所见，他一定会认为是在放音频。宋映赶紧掏出手机，对着秦寻拍了起来：哥哥，我没火，你要火了。夏宁环视了一周，看见各处都有女人的哭泣声，有些独自哭泣，有些相拥而泣，还有一些已经动情的接吻了。他有些动容，转过头静静地看着舞台上的秦寻。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从小到大他都对男人不心动，为此还被家人逼着去做了检测，确定是个性取向正常的女人，又被逼着看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一切正常，只是没有遇到让你心动的人而已。夏宁单手撑着脸颊，看着舞台上的秦寻，有些发呆。到底要什么样的缘分才能一路和一个陌生人变成一家人？一曲唱完，秦寻舒了一口气，瞟了一眼新娘同事团那一桌，他伸手指了指舞台后方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新人婚纱照，轻声说道：新郎不善言辞，有几句话想借我的口跟新娘说。他之所以在这家酒店众多宴会厅中选择如愿厅，是因为他对新娘的祝愿。宴会厅里大家凝神倾听，刚才被他一首歌折服，相信了他确实有10万出场费的实力，对于他要说的话格外认真。秦寻声音慢慢深情款款道：如愿，愿你3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你一路上有良人相伴，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听着秦寻的话，众人心里仿佛有一道道暖流淌过。千篇一律的婚宴参加了太多，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感动满满，惊喜满满。陈婉一脸姨母笑，擦了擦脸上的眼泪，看着秦寻，想着以后要给他在公司能行方便的都行方便，不能行方便的想办法也要行方便，这可太给他的大外甥长脸了。夏宁看着舞台上一本正经的秦寻，若有所思。他明明可以正经，为什么平常那么贱？今天是因为宋英？要真是这样，那就更贱了。秦寻一段关于愿你的话讲完，宴会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而那个新娘的同事叫赵娟的脸已经黑得跟锅盔一样。同桌的有人讽刺：我都快感动死了，哭了红了眼。娟姐，你准备的纸巾怎么不拿出来用啊？你不是要哭吗？赵娟起身：我还有事，先走了。忽然从舞台后方，新郎牵着新娘的手走了上来，站在秦寻身前。二人双眼含泪，同时向秦寻鞠躬，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谢谢。大厅里爆发了更加热烈的掌声。为了避免一个又一个过来敬酒的人，秦寻唱完歌后直接悄悄离场，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一切按计划进行，技术部的人加个班，
所有同事把录好的视频发给技术部，技术部按我之前会议的要求剪切视频，除了夏宁的那个，其他人的都做模糊化处理，不让观众看清宋英的脸。每个视频只剪辑一小段，不放完整歌曲，剪辑好交给我审核。群里很快回了消息，技术部刘红收到，2个小时后之内一定能搞定。秦寻骑上了电动车回到了家里，打开电脑玩游戏，一玩就玩了1个多小时。突然电脑桌面右下角弹出一条信息提示，点开一看，是技术部刘红发来的信息：秦主管，视频已经剪切好，您审核一下。秦寻打开邮箱，匆匆看了一遍，点了点头。这35个视频只要看不清脸，没有完整的歌曲就行，其他的都不重要。秦寻给刘红回了信息，非常好，把个人的视频发回给原主。紧接着他公司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橡树的小伙伴，把视频上传到自己的抖音，新建小号也行，同时投1000块钱的豆加，买5万流量，公司报销很快。陈婉回复收到，并且以他管理员的权限艾特了所有人。不一会儿，收到收到收到。秦寻看了一眼，夏宁是除陈婉之外第一个回复收到的。他冷笑一声，哼，资本家的狗腿子。忽然他想到了摸鱼值，打开面板一看，摸鱼值45030，只涨了可怜的20点。哎，我刚才应该带着夏宁和宋映一起去玩一会儿的，加班时间摸鱼也算摸鱼吧。他拿起手机给夏宁发了一条信息：小夏，帮我约一下宋映，我们一起去奶茶店谈谈心，开导这个不开心的小朋友。秦寻的对面，夏宁的卧室。他借着手机里的监控界面确认秦寻进了卧室，在不久前提心吊胆的回到了卧室。忽然他看见了秦寻的信息，皱起了眉头。回信：大叔，人家是小朋友，不约，很快。秦寻回了信息：你可比我大，奶奶。夏宁一怔，脸色渐冷。他走到卧室角落，拖出一个红色的密码箱，从里面掏出了电击棒、防狼喷雾、甩棍、尖嘴钳子，一件件摆到了地上。他转头看着紧闭的卧室房门：秦寻，你迟早死我手里。海城一栋别墅里，宋英泡在屋顶泳池里唉声叹气，千万不能让我同学知道我花了30万打了个水漂，这样要被他们笑死。他双手捂脸，丢人啊！要是有同学刷到了我在婚礼上唱歌的视频，我该怎么解释啊？300块一天，打了个暑假工。10几分钟后，35个不同角度的同一个少女在婚礼舞台上唱歌的视频上传到抖音。从这一刻开始，在金钱买流量的加持下，不少人刷到了，引发了很多点赞、收藏、评论，于是爆发了更大的一波自然流量。这一系列视频似乎吃透了抖音的算法，跟瘟疫一样，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扩散，渐渐的形成一股将要席卷全网的风暴。而始作俑者秦寻依然在玩电脑游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妖精哪里跑？第二天闹钟还没响，秦寻就习惯性醒了。人呀就是贱，工作日睡不够，休息日睡不着。他起床洗漱，发现那个神秘又变态的室友早就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见怪不怪，变态吗？热爱工作，周日到公司里上班也是能理解的。刷牙时他玩手机，发现公司群有公告，是昨天晚上10点发的。各位橡树的小伙伴，非常抱歉，公司上层临时决定明天再加班1天，请标准着装，准时出勤。然后是牛孝军在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下面同事们回复：收到收到，谢谢牛总，感恩。秦寻阴着脸点开了红包，金额44.44。他一挑眉，嘿，吉利。群里还有一大串消息，很长，他懒得再看。一群马屁精，没见过钱，这么激动，踩着点到了。为了防止那个狗约的牛孝军出现在公司，秦寻照例戴着口罩。他走进公司大门，扫了一眼，发现同事们都已经到了，真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好牛马。在他踏入走廊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动作整齐划一，就跟排练过的一样。所有人都带着笑意，视线落在了他的脸上。秦寻一愣，停下了脚步，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他笑着打招呼：大家早上好。立刻一大片此起彼伏的回应声：早上好，秦主管，早上好，早上好，秦主管。几乎每一个人都热情回应，声音还贼大。秦寻吓了一跳，默默往后退了一步，退到了门口，方便随时跑路。他看着一个个满脸笑意、斗志昂扬、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同事，有一种误入传销窝的感觉。秦寻双手把门框，看向夏宁，用眼神询问，却见他只是淡淡看了自己一眼，就撇开了头。此时陈婉从办公室门口走了出来，面带笑容，带头鼓掌，让我们掌声欢迎秦主管成功策划了小歌手出圈的活动，又为公司立下赫赫战功。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足足响了1分钟，经久不息。看着这一张带着真诚笑容的脸，秦寻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重新走进办公室。他跟一个老干部一样，伸手压了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拿腔拿调地说道：哎呀，都是同事嘛，不用搞得这么生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掌声越发的热烈了，十几秒后才渐渐平息。陈婉面带笑容，大家给秦主管汇报一下战况，我先来。他清了清嗓子。昨天下午大概3点半发的宋映在婚礼上唱歌的视频，我已经有了60万播放量，获得了4万点赞。掌声响起，财务主管声音很大，有些骄傲。我有80万播放量，获得了6万点赞。掌声又响起，技术部主管声音更大，更骄傲。我有100万播放量，获得了7万点赞。掌声又响起来，我有20万播放量，1万点赞。我有15万播放量，1.2万点赞。我有33万播放量，2万点赞。报数声此起彼伏，办公室里气氛愉快。等大家七嘴八舌的报完，陈婉笑着做了个总结。除去夏宁拍摄的视频，秦主管有别的用途，其他同事的我都统计了，一共33个视频，共832万播放量，78万点赞。秦寻轻轻点了点头，不到1天的时间，这个数据已经算得上非常好的了，这是很多100万网红都很难达到的数据。陈婉看着秦寻神色镇定，不禁有些佩服。如果这是他策划出来的案子，嘴巴肯定咧到耳后根了。这多亏了我们秦主管的亲情付出，婚礼前缜密策划，婚礼中有力指挥，极大的提升了同事们的执行力。停顿了一下，他看着秦寻，笑着问道：那我们的秦主管有多少点赞啊？加上去，或许我们直接能破100万呢。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愉快的笑声，都看向秦寻，一脸期待的等着他的回答。陈婉在恭维人，他们也乐意添把火。秦寻的策划案如此成功，公司肯定少不了他们一笔奖金，给他鼓鼓掌怎么了？而夏宁一脸的无语，这个陈婉拍马屁也未免太虚伪了吧。秦寻天天在外面跟宋映玩耍，跟什么缜密策划用力领导半点不沾边，却说的他差点累死在岗位上一样。秦寻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尴尬的挠了挠头。我没发，当时婚宴上的一锅带皮羊肉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没顾得上拍。夏宁，当时他光顾着拍摄，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家伙连在这种节骨眼上都要摸鱼。陈婉，他的笑容僵了1秒，随即又笑了起来。是我唐突了，秦主管说的对，你只要负责大局，其他的小事交给我们这些人就好了。他带头鼓掌，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办公室里掌声响了起来，热烈异常。听着掌声，夏宁看向面不改色的秦寻，一声叹息：陈婉可真会圆，怪不得秦寻当初怀疑你想要潜规则他，你也太过分溺爱他了吧，连他的臭脚都要碰。热烈的上班欢迎仪式终于结束，秦寻坐到了工位上，想着怎么带着夏宁去约宋映，把仅剩的4970点摸鱼值搞定。忽然听见夏宁问道：秦寻，同事们给了你这么热烈的掌声，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愧疚？秦寻转头看了一眼夏宁，发现他脸上似笑非笑。他转过头，没打算理他，看了一眼电脑桌面上的时间，已经9点10分。他猛然一惊，一巴掌趴在大腿上：我热烈的马！夏宁！秦寻转过头看着夏宁，一脸的痛苦：我忘记打卡了，要扣30块钱。夏宁！秦寻坐在凳子上发呆，他发现自从地位在公司上涨之后，他可以正大光明的发呆，旁人甚至不会来打扰，只要不要太过分，把腿架在桌子上就行。这也算摸鱼，可是摸鱼值涨得好慢。过了一会儿，夏宁的声音把他惊醒：趁热打铁，我给你发了3封邮件，分别是3家公司的合作邀请，你看一下，都是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不急。秦寻转过头看着夏宁，宋映的案子还差最后一个环节，等把宋映的案子做完了再说。他叹了一口气，看了一眼四周没人看过来，才压低声音传授他工作秘诀：在工作中，你有10分力，但是只能出3分，最多出5分，但是要装出一副出了12分力的样子，不然狗约的总裁看到了，会不停的给你加任务，还不涨工资。这些资本家看我们闲着，比他亏钱还痛苦。夏宁又是狗约的总裁，这家伙的歪理怎么就那么多？想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也有几分道理。秦寻继续说道：你看，明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今天还让我们加班，这不是有病吗？夏宁静静地看着秦寻，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他知道秦寻肯定没把公司群里发的公告看完，今天加班是准备下午开始团建，主要是给秦寻庆功。他已经让陈婉在海城一家5星级酒店订下了大包间，连订餐加酒水，足足花了快2万。秦寻现在竟然还被蒙在鼓里，夏宁也懒得跟他讲了，准备时间一到，直接把他拉去酒店，也算是给他一个惊喜。忽然，夏宁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宋映。喂，手机那头，宋映的声音有失落，听起来很疲惫。哥哥在你身边吗？我昨天晚上失眠了，有几句话想要跟哥哥讲。夏宁听见宋映的语气，有些意外。失眠？他似乎很受伤。正当夏宁犹豫时，秦寻从他手中接过手机。喂，只听得手机那头沉默了一下，才传出宋映低落的声音：哥哥，我真不怪你。秦寻一愣，怪我？夏宁一脸狐疑看着秦寻，他怀疑秦寻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偷背着他跑出了出租屋，
单独去找了宋印。他竖起耳朵听，想要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手机里，宋印继续说道，声音很小：“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不能火，是我魅力不够，不是你能力不行。”夏宁听不见，有些着急，却见秦寻皱起了眉头，说道：“什么你魅力不够，我能力不行的？我昨天的表现还不够好？魅力、能力、表现？”夏宁瞪大了眼睛，盯着秦寻，大脑一片混乱。秦寻，畜生，人家才18岁啊，还是喂，刚成年啊！秦寻有些不满，这个宋印小朋友也太贪心了。不到1天的时间，他在婚礼上唱歌的视频有800多万的播放量，77万多的点赞量，并且还在迅速的传播着。他竟然还不满足。手机里宋印的声音又响起，叹了一口气：“哥哥，你不要生气嘛，等我年底收一波压岁钱，有了钱还找你给我营销。”秦寻忙摆了摆手，说道：“别，既然昨天那种效果都满足不了你，那你去找别人，别找我。我呀，能力是不行。”说完，秦寻挂断了电话，却看你见夏宁一脸震惊地盯着自己，那眼神中带着一丝杀气。他有些奇怪，问道：“怎么了？怪我对宋印小朋友不够温柔？不够温柔？”听见这话，夏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脑补出秦寻昨天粗暴对待宋印的画面。他肯定跟老牛一样卖力，结果今天却被宋印打电话嘲讽能力不行，真是活该。秦寻见夏宁没有说话，把手机递了过去，却见他往后一躲。夏宁冷着脸指了指桌子：“你放在桌子上。”秦寻一脸懵逼，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你怎么了？”夏宁没有回答，连看都没看他，从桌上拿起一瓶酒精往手机上喷了喷。“秦寻，你这是做什么？”夏宁低头喷着酒精，没有抬头，声音很冷：“消毒。”他翻了面，继续喷着酒精。“我嫌你脏。”秦寻，他呆住了。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女人吗？海城某处别墅里，宋印挂了电话，叹了口气。他听出了秦寻语气中的不满，就觉得有些委屈，长长叹了一口气。明明是去安慰他，却被他当成了嘲讽，真的是无语。舔狗果然不得好死。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是爸爸，接听之后按下扩音键，把手机丢到了床尾。他一头栽倒在枕头上，手机里宋印爸的声音响起：“喂，印印。”宋印躺在床上，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我在，还没死。”宋印爸似乎习惯了他的说话方式，并没有理会，直接问道：“你拍抖音了？”宋印听见抖音2个字，想到昨天在婚礼现场自己抛媚眼给瞎子看的场景，尴尬地抠起了脚趾：“我经常拍啊。”宋印爸，昨天抖音上有个小女孩在人家婚礼上唱歌的视频，是不是你？宋印：是。宋印爸，虽然看不清脸，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认不出你？宋印，他双手捂住了脸，更加尴尬了。如果被爸爸发现花了30万就拍了这么一个玩意，自己要被钉在家族的耻辱柱上的。却听见爸爸叹了口气，又说道：“你怎么就搞出了这么大动静？抖音上都是你，你都要快霸榜了！你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了？”宋印松开了捂着脸的手，一脸懵逼。过了一会儿，宋印爸又说：“如果有人要签你，你别签，非要进娱乐圈，我给你开工作室。”说完，估计是听见宋印久久不回应，挂了电话。宋印躺在床上懵逼了一会儿，又坐了起来，又懵逼了一会儿。回过神来，他扑向了手机，打开了抖音。从昨天婚礼上回到家之后，他一直有些失落，不敢打开抖音看，怕刷到自己，更怕刷不到自己。不过从现场的气氛，他判断出了自己是不可能火的，所以一直没刷。刚才听爸爸的意思，再想到秦寻说的我昨天表现的那么好，你还不满意？他似乎懂了。宋印飞快地刷着抖音，划过一个又一个，没想到在第10个的时候就刷见了自己。手机里是一个在婚礼现场跳舞的少女，看不清面容，但是能看出身材苗条，动作潇洒。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怕这去日苦多往事，讨一杯相思鹤。倘若这回还像曾经执着心执念你一个，那我可能是多情了。不是完整的歌曲，切选了一小段10几秒的视频，但是点赞量已经到了10万。宋印兴奋地抖脚脚，急忙点开评论区，评论区里已经有了1万多的评论。告诉我他是谁？海城人，年龄18，未婚，职业暑假工，姓名菜根花，身高176，体重46千克。兄弟们，暂时就拿到这些资料。他抖的哪里是脚啊，抖的老夫的少女心啊！我相信他的脚一定不臭，这腿我能玩1年。心动的声音，老天爷赏饭吃啊！难道海城又要有一个大网红诞生了？这估计是他出场费最便宜的一次。我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刷到了10几遍了，放过我吧！嘤，在最后看一遍。宋印看着那些赞美的话语，竟然有些难为情，脸红了起来，钻进被窝里躲起来继续刷。划过几个视频，又刷了自己，看一会儿，点赞、关注、收藏，再划过几个视频，他又刷到了自己，再看一会儿，再次一键3连。嘿嘿，刷着刷着，
他有些奇怪，我的脸呢？怎么都看不清脸？故意的。秦寻哥哥真会吊人胃口，狠狠地拿捏了网友的心思。与此同时，陈婉大外甥家里，昨天的新娘刷了自己的婚礼，有些惊讶，转头推醒了熟睡的丈夫。老公，你看，我们的婚火了。陈婉大外甥醒来，看了一会儿，憨厚地笑了起来。新娘有些得意，40万粉丝的网红能有这种效果，这要气死赵娟了。她搂住了老公的脖子，昨天真是个好日子，遇到了你姑姑公司的副总裁，那么好的人，长得帅，会唱歌，还那么会说话。今天又刷到自己的婚礼，真好。陈婉大外甥啊，你新娘噗呲一笑，看把你急的，我怎么配得上人家？9点35分，秦寻枯坐了半个小时了。他发现夏宁从宋印打过电话之后，变得更加高冷了，连一句话都没跟自己说，跟来了大姨妈似的。正当他忍受不了时，夏宁的手机响起，他低头一看，是宋印，响了响，接听之后故意按下扩音键。姐姐，我找哥哥。夏宁面无表情，直接把手机推到了秦寻面前，什么话也没说。秦寻看了一眼冷若冰霜的夏宁，低头看着手机，见是扩音状态也没在意，正好让同事们听听我的工作态度。他说到宋印，是我。宋印的声音很轻快，听起来很高兴，跟之前那个电话一点都不一样。哥哥，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昨天你的表现很好，你的能力超级强。昨天晚上我好像红了，我今天发现我可能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无知少女了。她有些兴奋，声音很大，通过扩音键传到了周围。秦寻低着头，立刻想明白了，这小姑娘前后反差这么大，肯定是昨天晚上没敢刷抖音。她低着头，没发现四周的同事们纷纷转过头看了过来，一脸的震惊。表现好，能力强，一个晚上红了，不是少女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难道说秦寻拿了人家的一血？夏宁听着聊天内容这么劲爆，察觉到四周同事的目光，想要提醒秦寻关掉扩音，却看见秦寻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竟然脸部红心不跳，非常自信地说道：这才哪儿到哪儿，我的能力远不止于此，今天就让你再看看我的本事。夏宁的脸却红了，觉得脏了耳朵。其他同事听见，赶紧把头转过去，看天看地看花看草，公司里没有药也要看，总之不能看秦寻，这家伙太他妈操蛋了，在办公室里公然诱骗美少女，吹嘘自己的能力，他不尴尬，我们都替他尴尬。手机里宋印有些兴奋，哥哥，你还有手段没出？秦寻点了点头，那是，昨天你不是给人一种半露不露，若隐若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吗？夏宁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半露不露，若隐若现，玩得还挺花。他冷着脸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却看见秦寻抬头看了过来。只见秦寻笑意盈盈，你除了有我这个好哥哥，还有夏宁这个好姐姐呢，他身上还有宝贝，他这里可是有完整的。夏宁听得脸蛋通红，浑身发烫，常年冷淡的眼睛里迸发出了岩浆般炽热的光芒。这个畜生竟然还想玩3P，拉自己下水，完整的？我当然是完整的，闭嘴！夏宁冷声打断，伸手一把紧紧薅住了秦寻的头发。办公室里立刻安静了，落针可闻。同事们纷纷摇头叹息，秦寻这个渣男，人家前几天才和你拍了婚纱照，你吃干抹净就算了，转头去找了一个小姑娘，这还不算，还要拉人家去玩多人运动，这不是找打吗？不，这不是找死吗？夏宁冷冷地盯着秦寻，你知不知道海城第7届少儿跆拳道比赛是我拿的冠军，你要再敢乱说话，撕烂你的嘴。秦寻看着夏宁冷着脸，发现他的双眼有些红，不由得一脸的懵逼。他微微仰了仰脖子，看了一眼头顶上夏宁的手，不是我不信你啊，只不过你一个少儿跆拳道冠军，一个练腿的，拿手去薅人家的头发，不会有辱师门吗？夏宁听见他在开玩笑，知道这是他对自己的忍让。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他知道秦寻在小事上没个正形，但是在大事情上似乎都很有分寸。比如现在换做别人薅住他的头发，他怕是一脚就踹过去了，可能是念及这几天的情谊，才用开玩笑的方式让他松手。夏宁深呼吸一口气，松开了手，冷冷地看着秦寻。秦寻也冷冷地看着夏宁。此时手机里宋印的声音响了起来，哥哥姐姐，你们不要再打了啦，要一个完整的能看清我脸的视频而已，怎么就闹成这样，都用上跆拳道了。闻言夏宁一愣，脑袋飞转，难道是自己误会了？能力强指的是秦寻的营销能力强，红了是指冥界一个晚上，那昨天确实是只有一个晚上。夏宁想通关节，一张脸红透了，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脸尴尬地看着秦寻，想要道歉，却怎么都说不出口。看见夏宁通红的脸上的尴尬神色，秦寻一瞬间想通了，不由得大惊，伸手指着夏宁，颤声道：卧槽，你下流！夏宁他的脸更红了，无话可说。现在这种情况
他也只能认骂不还口，认打不还手了。忽然，秦巡指了指电脑，冷声吩咐道：“夏宁，你把完整的视频发给甲方，也就是宋印女士。”夏宁默默地坐下，很听话地把视频发给了宋印。手机里，宋印说道：“哥哥，我收到了，接下来怎么做？”秦巡按了一下扩音键，关闭了扩音，拿起手机放在耳朵旁，他一本正经地缓缓说道：“宋印，因为昨天那33个视频全部投了1000块的豆家，一共花了3万3，买了165万以上的流量，所以你在婚礼上唱歌的视频发酵速度比我想的还要快。”他加重了语气：“现在要的就是趁热打铁，趁着全网都在找你的时候，你最好要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不要磨没了网友的耐心。”宋印的声音有些紧张：“哥哥，所以现在我要做什么？”秦巡笑了笑说道：“最晚到今天晚上，在网友们抓心挠肝的时候，你要把完整的视频发到你的抖音，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投豆价，不要浪费钱。把网上散落在我们公司同事上抖音号上的那些粉丝、流量、点赞、评论，全部吸引到你自己账号上。”宋印有些发愣：“就这么简单吗？”秦巡笑了笑：“你照做就好。”宋印超大声回答：“我绝对听话，绝对乖。”挂了电话，秦巡想到宋印说的就这么简单吗？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一个没有挨过社会毒打的姑娘，不知道天高地厚。简单吗？他觉得简单，是没看到每一个网红崛起的背后有多少素人的累累白骨。在前世，秦巡可是看了不少为了出圈无所不用其极的博主，唱歌的、跳舞的、吃屎的、吞蛆的、稻田里打滚的、骑着母猪跑山的。在前世，抖音平台一天上传的视频有1500万条，是的，是1500万，一个星期就有1个亿那么多。可是能有几条视频杀出重围？虽然豆家投钱是可以买流量的，但那只是辅助，1000块可以买5万以上的流量，也就是投放给5万个以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刷抖音的时候可能会刷到一些点赞量极低却很无聊的视频，人家花了钱的。不过并不是花了钱买了流量就能火，还需要视频内容过硬，能够吸引网友看完点赞、评论、关注、收藏。如果数据够好，就会触发平台的推荐机制，获得自然流量，推向更多的网友，渐渐的滚起雪球。所以很多传媒公司打造网红最头疼的问题是，给一个艺人拍摄了7、8条视频，到底该投哪一条的抖价？如果全投，成本太高了，选择一个投，万一投错了，钱就白花了，实在是进退两难。不过对于秦巡却没有这个困扰，他脑海有很多现成的营销案例，知道什么东西大概率能火。海城某别墅，宋印的卧室，宋印把夏宁传过来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刷了好几遍抖音，刷到了好几个婚礼唱歌少女的视频，他心痒难耐，算了，就现在发。宋印等不了了，拿起手机隐藏了自己之前的视频，然后上传了婚礼唱歌的完整视频。一狠心又投入1万的豆家，买了50万的流量。10秒钟后，宋印刷新自己的抖音界面，发现没有点赞评论，他苦笑了一下：“我太急了。”过了1分钟，他又刷新一次，还是毫无变化。5分钟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宋印有些难过，把手机放在床上，用被子盖了起来。1万块钱呢？难道打水漂了？他不知道的是，投了豆家之后不会立即推流，而是会进入1个半小时左右的审核期。平台怕有人去推广什么攒劲的内容。过了一会儿，宋印又掀开被子，拿出手机刷新，失望，一次又一次，失望，还是失望。他有些郁闷，别人拍我都能火，我自己发完整版的就不行吗？他把手机放在一边，倒头躺在床上开始睡觉。睡不着，硬睡。半个小时后，宋印烦闷地拿出手机看，吓了一大跳，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就2万播放量，1000多个赞，200多评论了，这么突然？宋印赶紧点进评论区，哇，终于有完整版了。头像是本人吗？好像我失散多年的媳妇，终于看到真人了。说实话，我早就猜到了是个美少女。哇，怎么办？我要恋爱了。娶她需要注意什么？拒绝美色，从你她做起。我做不到。刚才私信了她本人，人真的很好，说话有礼貌，还挺关心我，问我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宋印翻看着评论，高兴的抖脚脚，在床上滚来滚去，手滑点赞了一个人的评论。过了一会儿，那个网友惊喜的在下面评论：天啦，我被翻牌子了，我被翻牌子了。宋印一刷就是1个小时，看着源源不断飞涨的播放量、点赞和评论，笑着笑着就流泪了。按这个粉丝增长量，不得1天就涨到几10万粉丝。他抬起头，有些怅然，我这算出圈了吗？他笑了笑，哥哥真厉害。宋印想了想，把昨天在婚礼舞台上演唱的给你们上传到了自己的抖音。此时全国各大营销公司都炸了锅，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视频一看就不是婚礼宾客随意拍摄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先用片段视频不放完整版，再模糊化处理演唱者的脸，
吊足了网友的胃口。在大家都按捺不住时，又放出完整视频，果然是一个美少女，满足了网友们的期待。按这个吸粉速度，怕是1天就能吸粉100多万，2、3天就能吸粉3、400万。这到底是哪个公司策划的？谁是策划师？给我查！查！查！随着宋映上传了秦寻演唱给你们的视频，不少分析他视频的营销公司工作人员立刻明白了，又是他！妈的，又是那个卖苹果的。谁？那个跪行救女的策划师？对，就是他，又他妈是他！营销业内人员无不震惊。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成为全国人民几乎人手必备的娱乐活动，谁能掌握短视频的流量，谁就能在业界呼风唤雨，成为业界王者。半个月不到，策划了3起策划案，3起都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他到底是什么人？抖音的干儿子吗？不，他是抖音的亲爹吧？流量不要钱似的给他。有人一声叹息，我准备把他的照片打印出来，挂在墙上，当祖师爷一样供着。有营销公司总裁大声吼道：你们这群策划组的废物，几十个人加起来不如人家的一根毛，找猎头公司发江湖追杀令。海城橡树公司，秦寻熬到了10点半，见同事们有些散漫，都在装模作样的在工作，有些奇怪，都在悄悄聊天啊。这还加个嘚儿的班，摸鱼去。夏宁看着秦寻坐不住了，屁股已经离开了椅子，想要张嘴提醒他，等下有他的庆功宴，一时间却张不开嘴。刚才的误会，薅头发的场面，已经是他人生中最尴尬的场面了。他默默地消化了很久，却越来越尴尬，有些不敢面对秦寻。眼见着秦寻起身要溜，夏宁一急，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角。秦寻转头看着脸色微红的夏宁，压低声音，有些严肃：你别坏我好事。甩开夏宁的手，正要走，就听见一阵手机铃声响起。夏宁忙道：秦寻，你的电话。秦寻转过头，看见夏宁微微低头，一只手托着手机递给他。不嫌我脏了？他微讽道。见夏宁头更低了，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是宋映。秦寻接听，故意按下扩音键，让夏宁听一听自己到底有多纯洁。手机里宋映的声音响起，如连珠炮一样：哥哥，我现在就有10万粉丝了，而且还在飞速的增长。你现在在哪儿？好开心，我有一件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全新的，还没开封哦。秦寻，改日吧。夏宁猛然抬头，睁大了眼睛看着秦寻。秦寻淡淡看了夏宁一眼，解释道：等你的粉丝数超过300万再来找我吧。说完挂断了电话。夏宁他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个意思。见秦寻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要走，夏宁赶紧说道：秦寻，你等下，我们马上就要去酒店了。秦寻猛然转身盯着夏宁，愣了一会儿，他悄悄往后退了一步：一点小误会而已，你不用牺牲自己来道歉。夏宁他急红了脸，迅速站了起来，伸手指了一下四周看过来的同事们：中午12点，我们全体同事要去酒店给你开庆功宴，你不要乱说。秦寻，呵，真是操蛋的一天，又不能摸鱼了。11点，不少开车上班的同事争抢着让秦寻坐自己的车，心甘情愿当他的专职司机。秦寻最后坐了技术部的刘红，夏宁坐上了陈婉的车。在副驾驶上，夏宁沉默地靠在桌椅上，侧着脸看着窗外倒飞的绿化树，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忽然他听见陈婉有些担忧的声音：夏总，我跟您说一件事。夏宁转过头看着陈婉，陈婉一边开车一边苦笑着说道：夏总，我在猎头公司的朋友刚才偷偷跟我说，他们不少猎头公司都接到了同一个单子，给了很高的佣金，任务就是挖走秦寻。他想给我2万块，让我配合着挖秦寻。夏宁沉默了片刻，并不意外。下个月你加3000块工资。陈婉笑了笑，有些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脸色有些怪异，说道：为此他们业界还发布了什么江湖追杀令。夏宁他轻轻一笑：幼稚。陈婉笑了笑，迟疑了一下，又说道：甚至还发布了江湖奸杀令。夏宁惊呼：啊！陈婉解释道：意思就是无论是用钱还是用女人还是用计谋，都一定要想办法把秦寻挖走。听完，夏宁鼻子里重重哼出了一口气，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说完，他拿出手机给牛孝军发了一条信息：除了昨天晚上跟你说的那些给秦寻的好处，再加一条橡树公司10%的干股，5星级酒店，一间带有 KTV 的餐厅包间里。牛孝军坐在沙发上，看着夏宁发来的信息，他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蹦了起来，粗短的腿在地上狂跺。给他干股，给他干股，我都没有干股，给他干股，10%的干股，那是多少钱啊？我给他大爷！到了酒店，大家簇拥着秦寻往订好的包间里走，让他走在最前面。在服务员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包间门口，推开门，秦寻看去，只见这是一个带有 KTV 的包间，中间是一张超级大的餐桌，而主位上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短发、
微胖的女人，正是那天和他对喷了一路的牛孝军。见牛孝军看了过来，秦寻假装他没有认出自己，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牛总，中午好。”牛孝军没有回应。陈婉见牛孝军有些呆，没有回话，气氛有些怪异。他赶紧热情招呼大家，让大家入座。围坐在餐厅的同事们，不少人时不时看向角落里的秦寻，递给他一个一个善意的微笑。秦寻只好不停地微笑回应，脸都快笑僵了。忽然，他看见身边的主位上，牛孝军面无表情，似乎不怎么高兴，仿佛不像是在参加庆功宴，而是在参加葬礼。忽然，陈婉站了起来，笑容如春风：“各位橡树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是庆功宴，咱们不需要这么严肃，但是我也来一个开场白吧。大家知道，我们公司开业不到20天，已经策划出了3起漂亮的营销，一个是贵型旧女，让我们公司一炮而红，打出了名气；再一个就是现在还在网上热搜上挂着的水天的苹果，这除了扩大了公司的影响力，吸引了很多企业投来橄榄枝，而且还直接拿下了100万的营业额，也是100万的利润。”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同事们有些动容，不禁纷纷回头看向了秦寻。100万就拍摄了几个抖音，几乎是零成本，确实算得上是100万的利润。如果是他们，大概会直接从公司跑路，私下卖账号，直接吃下这100万，哪里还会给公司分润？秦寻这孩子有才是有才，就是有些愚忠啊。秦寻看着同事们的目光，明白他们的想法，却也不在意。他已经进了3家公司，前2家公司的老总都出事了，就这个小胖子扛住了。如果他跑路了，去哪里找这么一家可以疯狂摸鱼、疯狂上分的公司？陈婉面带笑容，大声说道。而就在今天，我们公司又在网上掀起了风暴，婚礼唱歌少女正在抖音霸榜，而这3个案子的关键先生就是我们的优秀员工。他微笑着指向秦寻，提高了声调：“秦寻！”陈婉带头鼓掌，餐厅里掌声雷动，发自真心的。牛孝军听着这掌声，转头看着秦寻，有些难受，想到他那天在山上那么侮辱自己，想要开除他，却被夏宁阻止。夏宁为了照顾秦寻的情绪，还让自己少在公司出现，但是今天自己还要给他庆功，这真的是奇耻大辱啊！掌声响了半分钟，渐渐停息。陈婉继续说道：“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秦寻分享一下心得。”秦寻假装扭扭捏捏站了起来，他环视一周，看见同事们都一脸的羡慕。夏宁坐在对面低等级的员工那一块，他面带微笑，清清浅浅，最后他的视线轻飘飘落在了身旁牛孝军脸上，笑了一下：“牛总，中午好。”只见牛孝军愣了一下，左右张望了一下，板着的脸上渐渐挤出了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笑容。他看着秦寻，笑着点了个点头：“中午好。”秦寻见状松了一口气，果然，只要员工自身价值足够，能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那员工偶尔也能功高震主。我笑了，你也得跟着笑，至少得维持明面上的和谐。那我在这个公司应该能待得住了，以后大胆摸鱼。而牛孝军此时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这个天杀的！刚才我才无视他的问好，给他甩了脸子，现在就被他当众打回来了。秦寻转过头看向餐桌旁的同事，大声说道：“我知道，可能会有人认为我笨。赵德海老总明明是要买我个人的抖音账号，为什么我要通过公司签合作合同，而不是直接从公司跑路，直接拿掉100万？这样我不是发财了吗？”此话一出，满场哗然，同事们瞪大了眼睛，不禁对秦寻肃然起敬。卧槽，这小伙子好勇啊！这是能直接说出口的吗？有些人开口出声：“没有，没有，没有，我可没这么想过。”牛孝军猛地抬头瞪着秦寻，心想：对啊，以这王八蛋的人品，应该要卷款跑路啊！难道他牛孝军转头看向了角落里的夏宁，微微皱眉。只见夏宁站在角落，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有猫腻。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作为主持人的陈婉一时间有些懵逼，不知道怎么缓解这尴尬的气氛。真诚果然是必杀技，又狠又准。正当他不知所措时，秦寻又开了口，说得冠冕堂皇：“我为什么不走？因为我说过，干一行爱一行，公司是我家，维护靠大家。我很感激橡树这个平台，让我成长。”听了秦寻的话，陈婉跟打了鸡血一样，疯狂鼓掌。说得好！同事们被秦寻的话给震到了。这除了陈婉也没人信吧？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好意思吗？虽然这么想，但是无可奈何，他们也只能嘴角叫着好，纷纷鼓起了掌。夏宁伸出手，轻轻鼓着掌，心里越发的疑惑了。这还是他吗？这人真的有病，还是有更远大的图谋？秦寻听着热烈的掌声，微微鞠躬，看着地板，心里也是无奈。不是他不想卷款私逃，而是比起100万，一个能够摸鱼的环境更加重要。他实习一共进过3家公司，老板们不是坐了牢，就是出了车祸，像牛胖子这么命硬的老板不多了。掌声停止，陈婉笑着大声说道：“下面有请牛总宣布几个喜讯。”一听这话，
刘孝军有些不情愿，悄悄搓了搓手，站了起来，转头看着秦寻。秦寻也看着牛孝军，四目相对，气氛微妙。牛孝军沉默了片刻，伸手重重在秦寻肩膀上鼓舞似的拍了一下，脸上似笑非笑。秦寻，谢谢你那天照顾我的家人。秦寻一瞬间他就明白了，那天是二人对骂的那天，骂了他一路，操你妈，约你妹，干你奶奶。但是你管这叫照顾家人？感受着肩膀上火辣辣的疼，秦寻笑了笑，伸手拍了拍牛孝军的肩膀。我也谢谢你照顾我的家人。夏宁坐在角落，他听得懂他们的暗语，渐渐皱起了眉头。这场面看似和谐，实则火药味十足。这两个活宝难道真的要当着整个公司的面打架？同事们一听这话，不由得一惊，看向秦寻的目光变得怪异。难怪他在公司这么得宠，原来除了能力之外，还跟总经理有私下情谊。两人的关系都已经好到互相照顾家人了，是亲切还是……牛孝军看着秦寻，盯了好一会儿，才松开了手。他皮笑肉不笑，显得很有威严的样子。我这个人说话直接开门见山吧。他看着餐厅里的同事，第一，给秦寻升职初级经理职位，工资随职位调整，下个月生效。此话一出，满场哗然。这才不知不到一个月，从一个实习生直接8连跳成经理了。第二，除了上次说的30万奖金，再给5万块奖励婚礼跳舞少女的策划，月底一起随工资发放。满场同事又是羡慕的不行，这一个月拿的奖金比在座好多人2年的工资都要高，人比人，气死人啊！说到这里，刘孝军看了一眼坐在角落，脸上挂着淡淡笑容意的夏宁，皱了皱眉。他转头看着秦寻，心里非常不情愿，咽了咽口水，又清了清嗓子。我给你。说到这里，他重重叹了一口气。众人见状，觉得有些奇怪，这是什么样的奖励，竟然让总裁露出这么为难的表情。秦寻也是一脸懵逼，盯着牛孝军圆乎乎的脸。牛孝军又咳嗽了2声，再次艰难开口：我给你。顿时秦寻头皮发麻，往后退了一步，带倒了身后的椅子。他急声道：我不干，我才不干，我才不要干你。整个餐厅一片安静，所有同事似乎都停在了呼吸，不敢大喘气。这潜规则都摆到明面上了吗？这是我们能听的？谁说长得好看不能当饭吃的？秦寻不是吃得挺饱的吗？又是升职，又是加薪，又是奖金，真是羡慕死人了。夏宁目瞪口呆，什么鬼？只见牛孝军愣住了，看了一眼同事们，见他们遇到自己的视线，纷纷低下了头，不敢看他。他一张圆脸胀得跟个红苹果一样。突然，我操你妈的！牛孝军冲向秦寻，双手掐上了秦寻的脖子。谁他妈要你干了？老子跟你拼了！秦寻挣脱牛孝军的手，一个龙抓手往他脑袋上扣去，薅住了他的头发。小胖子，给爷死！夏宁站起身，一脸愕然。他学我？小胖子，锁我喉！秦寻抓住牛孝军的头发，冷笑道：海城第7届少儿跆拳道比赛，你知道谁是冠军吗？夏宁，他果然在学我。只见牛孝军被秦寻抓住了头发，双手乱拍乱打，挣脱不开。他突然大叫一声，右手成爪状往秦寻的裆部挥去。夏宁惊呼一声：小心你的东西！秦寻往后一跳，躲过了阴险的一击，冲着夏宁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小夏，干得漂亮！牛孝军愣住了，他转头看着夏宁，想到2人从小玩到大，今天却有一种强烈的背叛感。看见牛孝军有些幽怨的眼神，夏宁忙捂住了嘴，脸红了。牛孝军转头看着秦寻：小白脸，老子今天非得干死你！秦寻大叫一声：我就不给干！牛孝军又气又急，冲了上去。餐桌旁坐着的同事们这时才反应过来，齐刷刷地冲了上去，分开了2人。男同事们抱着秦寻，女同事们抱着牛孝军，把他们往2边拖去，直到一方靠着左墙，一方靠着右墙。同事们一脸震惊，活了半辈子，第一次见这种阵仗。这不是庆功宴吗？怎么优秀员工把老总打了？秦寻这小子怎么敢的呀？也是，这老总太不动眼色，人家秦寻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脸皮有些薄，有些事情私底下说就好，怎么能摆在台面上？什么干不干的？秦寻和牛孝军2人被同事们抱住了手脚，无法冲向对方，只好隔空对骂，又互相照顾起对方的家人。我操你妈！我约你妹！我操你大爷！我约你奶奶！牛孝军急了，气势汹汹：我连你家的狗都不放过！秦寻一怔：你请便。牛孝军愣了一下，觉得吃了大亏，骂道：你特么的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秦寻冷笑：傻逼！牛孝军气得语无伦次，这世道跟我素质一样低的人不多了，没想到你的嘴巴比我的还要臭。秦寻一愣，不知道这算是夸他还是骂他。只见牛孝军气不过，大声说道：老子给你升职，给你加薪，给你奖金，还要给你，他咬牙切齿，还要给你干股，
公司10%的干股，你竟然还骂我！这一次他不结巴了。此话一出，包间里立刻安静下来，同事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连程婉都吓得张大了嘴巴，悄悄看了夏宁一眼。干股不出资却能拿分红，一般中小公司为了留住人才，会给核心员工一定的干股，但是哪有一下就给10%的？秦巡入职还不到1个月啊，他还没毕业啊，10%的干股，那秦巡岂不就成了公司的第2大股东？在公司算是1人之下，万人之下。秦巡看着牛啸军也是一愣，干股10%？他抖了抖肩膀，让同事们松开了他。你不是要我睡你啊？牛啸军气得跺脚，骂道：我睡你大爷！你睡夏宁去吧，他想跟你睡，我不跟你睡，我跟狗睡都不跟你睡。秦巡，同事们一惊，感觉好尴尬，这公司的牛总怎么说话如此彪悍？他们纷纷转头看向夏宁，只见这一个平常高冷美女，优雅端庄地坐在椅子上，脸上和平常一样没有多少表情，只是有些红得过分。陈婉叹了口气，心想，不愧是夏总的闺蜜，懂她的心思，就这嘴上没个把门的，这种事情是能说出来的吗？夏宁强装镇定，迎着众人的目光，不退也不避，一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模样。忽然他看见秦巡看来，目光微微闪烁，垂下了眼眸。他低着头，嗫嚅着，无声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秦巡看懂了他的唇语，转过头看向牛啸军，眼神有些冷。牛总，人家一个姑娘的清白，不好随便污蔑的。夏宁没想睡我。牛啸军不屑地冷哼一声：此地无银300两，有些事情自己看不清，别人看得可清楚了。秦巡面无表情，继续说道：是我想睡夏宁。此话一出，同事们一脸震惊，心里奔腾起1万匹草泥马。卧槽，送花的，唱歌的，写情书的，强吻的，世界上多少浪漫的告白方式他们都见过，可是当众说我想睡你，这是人话吗？夏宁猛然抬头，睁大了眼睛，静静地盯着秦巡。他想了想，从平常的点点滴滴判断出秦巡在撒谎，他根本不想睡我，那他是为了把牛啸军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顶到他的头上。夏宁的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这家伙倒是难得的绅士呢。牛啸军一眼就识破了秦巡的小心思，转头看了一眼夏宁，见他的眼中竟然真的有一丝喜意，他挣脱了同事的束缚，朝门外走去。没意思，不好玩，你们自己玩，我走了。同事们面面相觑，看着牛啸军走向包间门的背影，不知道说些什么好。陈婉看了牛啸军一眼，又看向夏宁，见夏宁起身跟了上去，才急匆匆跟过去。牛总，牛总，你等一下。众人的视线最终落在秦巡脸上，觉得好荒诞，明明是庆功宴成了全5星，不由得替秦巡惋惜。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升职、加薪、奖金，还有最重要的干股，怕是都要没了哦。秦巡看着牛啸军拉开了包厢门，忙问：牛总，那你还给我干股吗？同事吗？这傻小子还有脸问得出这种话？牛啸军猛然回头，看着脸上略带羞涩笑容的秦巡，不由得惊讶地挑起了眉头。他冷笑2声，什么也没说，走了出去。陈婉和夏宁追了出去，陈婉在一旁不停地说着好话，可是牛啸军根本不理，埋头往酒店外走去。直到出了酒店门口，牛啸军才转过头，眼睛微红，似乎有些委屈。他指了指自己的头发：小宁，我发际线本来就高，他还薅我头发，这还有王法吗？你是让我来当总裁的，还是来挨打的？夏宁伸手整理了一下牛啸军的发型，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些愧疚。他低声道：再过3个月，3个月后，秦巡，你要杀要剐随便。牛啸军冷哼一声，根本不信。又听见夏宁说道：但是目前10%的干股还是要给他的。牛啸军一怔，伸手指着夏宁：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他往外走，我要跟你爸说，你要把一个跟我一样无耻的人带进夏家当道插门女婿。夏宁，他知道牛啸军气疯了，骂起人来竟然用上了伤敌1000自损1万的路数。酒店包厢里一片安静，气氛有些尴尬。30多个同事无论男女都默默地低着头玩手机，时不时的他们抬起头看向一脸没事人一样的秦巡，不禁长叹一口气。忽然门开了，众人赶紧抬头看去，只见陈婉和夏宁走了进来。牛总没有被劝回来，陈婉看着大家笑着说道：牛总怕他在场，我们玩得不尽兴，就自己先回家了。同事们呵呵呵呵，这话也就骗骗小孩子，这明明是被秦巡打跑的好吧。陈婉继续说道：牛总说庆功宴继续。众人一愣，纷纷看向了秦巡。陈婉提高了声音，笑着大声说道：牛总还说10%的干股还是给到秦巡，而且为了证明这不是一个画的大饼，牛总决定这个周5就跟秦巡签合同。陈婉说完，同事们目瞪口呆，看着秦巡的眼神变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所谓的才华打败资本家吗？
都骑着牛总头上拉屎了，秦巡还能得到10%的干股，成为公司的第2号人物，这哪是经理啊，这是副总啊！忽然有人鼓掌，随即大家反应过来，纷纷鼓起了掌，掌声响在包间里，经久不息。秦巡懵了片刻，随后就有些佩服牛啸军，这个小胖子果然是一个资本家，为了钱真的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尊严还有肉体。我都这么打他了，他不开除我，还要留着我这棵摇钱树，这个胖子能成大事，难怪命硬。想到这里，秦巡忽然有些后怕，心想刚才冲动了，现在像小胖子这么命硬，能扛住我方的人不多了。第一次见挨我一顿骂，第2次见一瘸一拐，第3次见又挨了我一顿打。他点点头，决定了，以后一定要像对待保护动物一样，好好呵护牛啸军，不能再让他受伤了。他出了事，去哪家不会倒闭的公司摸鱼？菜上了，酒上了，庆功宴的气氛极为热烈。同事们都不傻，见秦巡暴揍了总裁一顿，还能拿到10%干股，哪里还不知道他的分量？不禁猜测起这2人私底下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且县官不如县管，牛总不常在公司出现，秦巡可是每天都会去公司打卡上班的。今天不讨好，等着以后穿小鞋。同事们一个一个过来敬酒。秦巡喜欢小酌，但不喜欢酗酒，本来想推脱，可是同事们一个个都特别豪爽。秦总，您随意，我干了。秦总，以后就要仰仗您了，我干了。秦总，以后有事你随便吩咐。他们不要命似的说干就干，有的还连干2杯，有的还连干3杯。秦巡只好一口一口喝着，渐渐的也喝下去了好几杯白酒。半个小时后他就醉了。包间里有 KTV， 陈婉负责引导气氛，率先唱起了一首歌，然后招呼着大家唱歌。同事们喝得都有些晕乎乎，一个一个兴高采烈，都想上去一展歌喉。夏宁安静地坐在桌旁，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时不时看秦巡一眼。见他醉醺醺的，双眼迷离，大着舌头给人捧场。好，王哥唱的好，好，李姐唱的好，好，刘哥唱的好，跟一台坏掉的复读机一样，真有意思。突然有人大声叫道：秦总来一个！大家架秧子起哄，纷纷喊了起来：秦总来一个，秦总来一个，秦总来一个。盛情难却，秦巡只好摇摇晃晃起身。陈婉赶紧拿着话筒冲了过去，扶住了有些站立不稳的秦巡。秦巡接过话筒，大声喊了一句：唱山歌喽！陈婉好，同事们跟着叫好，喝彩鼓掌。夏宁坐在下面，右手撑着下巴，期待着他的演唱。秦巡的唱功他见识过，至今那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他时常会想起，可惜不会唱。他也没好意思再问，怕秦巡多想。秦巡咳嗽了2声，直接清唱：老司机带带我，我要上昆明啊！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省城。夏宁他真的醉了。一曲唱完，包间里安静了下来。陈婉满面堆笑，违心的鼓掌叫好，好。随后同事们跟着叫好，喝彩鼓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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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正当秦巡准备放下话筒，深藏功与名时，忽然听见有一个不怕死的喊了一句：再来一个！包间里安静了一瞬，向着那个嘴贱的人投去幽怨的眼神。满足你！秦巡口齿不清地喊了一句，一点都不扭捏，拿起话筒又唱了起来：送你一条花短裤，还是我婆娘穿过的。陈婉，夏宁，同事吗？那个喊了再来一个的男同事伸手轻轻给了自己一耳光，这不是找虐呢？秦巡唱完这首歌，众人违心地喊了几声稀稀拉拉的好，再也没有人嘴贱喊再来一首。秦巡放下话筒，走到旁边一张无人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酒的后劲上来，他的头越来越晕了。忽然他看见夏宁端着满满一杯红酒走了过来，坐在了他身边。秦巡摆了摆手：我真的喝不下了，连你也不放过我。却看听见夏宁说了一句：对不起。夏宁把满满一大杯红酒一口气喝完。秦巡一怔，知道他是为上午误会他是个畜生，薅他的头发而道歉。他笑了笑，大着舌头：小夏，你能跟我道歉，我很高兴。不过你考虑不周的行事方式，我不喜欢。见夏宁一脸疑惑，他解释道：我再教你一个职场规矩，这瓶红酒是1800块一瓶的，公司出的钱，又不是你出的钱。你一个人喝了这么一大杯，差不多400多块钱了，别人会怎么看你？夏宁看了看空酒杯，这怎么不是我花的钱了？秦巡看着夏宁说道：小夏，要我原谅你也可以，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夏宁，你说。秦巡醉醺醺的眯起眼睛，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的人，见他们没有注意这边，他把嘴巴凑到夏宁耳边：跟我回家。夏宁立刻睁大了双眼，愣愣地看着秦巡，一张脸冷得可怕。秦巡忙捂住了头发：别薅我头发，我出租屋有个变态，你跟我一起去抓他。夏宁，秦巡喘了一口粗气：我怕
万一她是个女的，我拍她的门，怕她告我性骚扰，带上一个女的好些。说完，他再也扛不住困意，转身趴在沙发上睡了起来。夏宁看着秦寻，久久无语。他有些无奈，他的神出鬼没，最终还是把秦寻逼急了吗？要借着酒劲来抓我了，这可怎么办？庆功宴结束，大家都喝了酒，有车的叫了代驾，没车的打的走了。而趴在沙发上的秦寻，所有人都很识趣的留给了夏宁。此时秦寻半醉不醒，夏宁只喝了一点酒，还很清醒，扶起秦寻，驾着他慢慢的走到了酒店门口。一出门，一阵凉风吹来，夏宁抬头一看，绿化树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啦的响，天边是一片片灰蒙蒙的云，落雨了，雨水打湿了地面，溅起一阵尘土的气味。刘海被风吹乱，夏宁驾着似醒非醒的秦寻，嘴角渐渐露出笑意，喃喃道：下雨了，好美啊。性子冷淡的人似乎都喜欢雨天。此时夏宁忽然感觉到耳旁一阵热气，转头一看，是秦寻睁开了眼。只见他无意识笑了一下，转头看向天边，含糊不清地唱了一句歌，然后又垂下了脑袋，靠在了夏宁肩膀上。夏宁看着秦寻的侧脸，风吹着他的脸，却越吹越烫。他听清了秦寻唱的歌，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出租车上，夏宁和秦寻坐在后座，他把秦寻扶靠在窗边角落，自己坐在一旁。突然车子一个拐弯，砰！秦寻的头在门柱上磕了一下，轻轻痛叫了一声，却还是没有睁开眼睛。随后他的身子往左边一倒，躺在了座椅上，头正好枕在了夏宁的大腿上。夏宁一怔，想要伸手把他扶起，却看见秦寻像一只小猫一样，在他大腿上无意识地拱了拱头，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一躺不起。夏宁见状，犹豫了一下，放下了要去扶起他的手。秦寻的鼻息悠长，喷洒在他的大腿上，隔着薄薄的布料，温热的气息清晰地传到了他大腿上，让他有些紧张，不由得绷紧了大腿。过了一会儿，夏宁跟司机说道：师傅，麻烦开一下空调。司机见是这么好看的美女，打开了空调，打趣道：美女，今天这个天气你还觉得热啊？夏宁面不改色：我怕热。忽然他感觉秦寻的头拱了一下，紧接着小腹上感受到一阵湿热的气息，不由得红了脸。夏宁低头一看，原来是秦寻的脸转了个向，脸正对着他的肚子。感受着肚子上不断积累的热气，夏宁紧紧抿着嘴，伸手把秦寻的头转了回去。为了转移注意力，夏宁拿出手机刷抖音。为了不打扰司机和秦寻，他把声音调得很小，刷着刷着。忽然他听见一阵轻轻的吸鼻子的声音，低头一看，是秦寻冷的在抽鼻子。夏宁抬头，有些不好意思：师傅，麻烦再关下空调。司机从车里的中央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关了空调，笑道：这小伙子有你这样温柔细腻的女朋友，真是他的福气。夏宁一怔，轻声说道：我不是。司机笑了两声：小姑娘脸嫩。夏宁摇了摇头，想了想，还是没有解释什么。他向来是一个不喜欢多话的人，一个陌生人的误会而已，不重要。夏宁低头继续刷着抖音。忽然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夏宁一怔，发现发布这个视频的抖音博主的头像竟然是宋轶。视频标题是：想不到吧，那场婚礼上还有高手。视频已经有了12.3万的点赞，1万多的评论，发布不到4个小时竟然有了这么高的流量。夏宁有些惊讶，点进评论区：请问怎么能请他在我婚礼上唱这首歌？多少钱？我贷款请。我以后每次结婚都要放这首歌，就冲这首歌，我要结婚5次。我2婚的时候可以请你唱歌吗？我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为什么我结婚那天我们全家人笑出了后槽牙？我兄弟在我婚宴喝多了，当着我老婆的面喊我去洗脚，哭超大声。我结婚的时候他不来唱歌，我就不结了。夏宁看着网友们的评论，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网友竟然这么有意思。他不是一个能轻易被段子逗笑的人，可是看着这些评论却觉得很有意思。忽然他悄悄叹息，有些担忧。宋轶一下子又把秦寻推到了众人面前，怕是要引得更多公司垂涎。除了营销公司，或者还会有音乐公司、模特公司、演艺公司。他低头看了一眼熟睡的秦寻，觉得自己给他10%的干股似乎也不算多了。夏宁继续刷评论，忽然看到一些很八卦的言论：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夺夫之恨不共戴天。心碎了一地，小姐姐名花有主了呀！般配般配，我是挖墙脚大王，看见这个对手，臣退了。这一退就是一辈子，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你们一路走去变成一家人。忽然夏宁觉得网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是一群很无聊的人。司机听见这首歌有些感慨：小姑娘，你刚才放的这首歌，我这种中年人听着真有感觉，我都想今天早点下班，给我家的母老虎买点鸡爪啃，它就爱啃鸡爪。我也祝你们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啊！当今社会
你这样温柔的女人不好找了。夏宁抬起头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忽然，他感到小腹又有一股湿热的气息，低头一看，果然是秦寻的脸又转了方向。他想到宋印评论区里那些磕 CP 的评论，有些不悦。他双手抱着秦寻的头，扶起他的身子，把他推到了座位角落，靠着。秦寻就这样软瘫瘫地靠在了车上。突然，车子转弯，砰！秦寻的头轻轻磕了一下，却还在熟睡。又转弯，砰！秦寻的头又撞了一下。司机赶紧提醒：“小姑娘，前面弯路多，你扶稳你男朋友。”夏宁转头一看，见秦寻的身子又要往自己身上倒，冷着脸伸出无情铁手，直接把秦寻的头按在了车窗玻璃上。他面无表情，点点头：“好的，师傅。”这下稳了。司机，爱果然，这个世道温柔又贴心的女孩子太少了，一个一个都跟自家的母老虎一样。到了小区，夏宁喊醒了秦寻，半扶半架，花了足足20多分钟才把他扶回了出租屋，把秦寻扶到床上。他看着床上熟睡的脸，见他神情平和，就跟普通的睡着了一样。想到人们常说的酒品如人品，醉酒后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那秦寻的性格其实还算不错，比他醒着时可爱。夏宁去卫生间拿秦寻的毛巾，沾了热水，给他洗了一把脸。正要离开时，忽然秦寻的手机响了起来。秦寻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没有备注。夏宁微微皱眉，有一种女人的直觉，这一定是个猎头。他挂断了电话，手机又响了起来，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号码。夏宁又给挂断，坐在床沿看了一眼熟睡的秦寻。他悄悄地拿起秦寻的手，用他的大拇指解锁了手机，果然就看见跳出了短信提示。点进去一看，秦先生您好，这里是飞豹猎头公司，现在有多家营销公司开出了极为丰厚的条件，最高的开到月薪5万，外加巨额分红，诚邀您的加入。您方便接一下电话吗？紧接着又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夏宁冷着脸挂断了电话，删掉了短信。他看了秦寻一眼，悄悄地删掉了来电记录，然后把他的手机通讯白名单设置了一下，设置成了除了现有通讯录上的电话，其余的陌生电话全部打不进电话，发不进信息。夏宁做完这一切，放下秦寻的手机，做贼似的悄悄往外走。突然，他感觉到左手被一只大手握住了，握得很紧，力气很大。酒后乱性，这4个字在夏宁脑海里警报作响。他一脸小心的转身，就看见躺在床上的秦寻微微睁开了眼睛，含糊不清的说道：“小夏。”夏宁有些紧张，却听见秦寻松开了手，笨拙的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你快跑，我室友是个变态，悄悄的，不要被发现，我们改天再打死他。”夏宁他松了一口气，又有些庆幸刚才做坏事没有被秦寻发现，同时也有些尴尬。想到在包间时秦寻还邀请自己一起去堵他的变态室友，现在又让自己悄悄的走，应该是他判断出他现在的战斗状态不行，想择日再战。秦寻人还怪好的呢。夏宁走出了秦寻的房间，带上了房门。他叹了一口气，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堪了。现在这种情况，自己现身也不是，不现身也不是，一时间不知道如何面对他。悄悄地回到房间，夏宁坐在窗前发了一会儿呆，看着窗外的雨越发的大了。已经是黄昏时分，天色渐渐暗了。黑夜里，夏宁躺在床上睡觉，忽然被一阵咚咚声惊醒。黑暗中，他迷迷糊糊坐起身来，听着似乎是客厅里传来的咚咚声，有些紧张。什么声音？秦寻开始撒酒疯了。夏宁屈起双腿，把被子紧紧抱在怀里，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客厅里咚咚声还在继续，隐隐约约还有人的讲话声传来。夏宁裹着被子，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监控界面，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客厅里亮着灯，秦寻蹲在出租屋门后面，竟然在地上捡钱，而那些钱还在不断的从门缝下一张又一张的塞进来。只见秦寻毫不客气，一张一张捡起来塞进裤袋里。通过监控，客厅里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夏宁的耳朵里。门外有几个男人的声音在喊：“秦先生，你开门啊，门缝太小，塞不了太多，我们可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哦。”忽然又有女人的声音响起，声音黏得能拉丝，听那声音就能判断出这女人穿的不多。“秦先生，你从猫眼里面看一眼，我也是诚意满满哦，你开门呀。”紧接着又有一个少女的声音唱起了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哥哥，开门呀，我是你的粉丝，从你卖苹果我就粉上你了，哥哥你开门呀。”秦寻摇了摇头，有些无奈，终于理解明星们为什么这么讨厌私生饭了，这哪有大晚上来人家门外唱歌的，这门开了，我这裤腰带还保得住。不一会儿，门缝底下又有一张一张的红票子塞进来。“秦先生，你开门啊，不就是钱吗？我们带了很多。”秦寻一张一张的往口袋里塞，但就是不开口说话。门外的人急了：“秦先生，
你别光拿钱不说话呀，100块钱说一句话好吗？秦寻无动于衷，默默地拿起不说话。忽然他听见身后有一阵脚步声，转头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夏宁穿着一身睡裙，冷着一张脸，似乎很不高兴。秦寻醉酒未醒，脑袋还有些迷糊。他起身见夏宁穿着一身清凉的睡衣，非常的火辣，一颗心揪了起来，语气悲怆，颤声道：小夏，你没走掉，你被我的变态室友给糟蹋了。夏宁，他愣住了，他看着秦寻一脸的懊悔、悲伤、痛苦，莫名的心情有些好。秦寻见夏宁沉默，双眼充血，握紧拳头，大步走向夏宁的卧室。小夏，你打110，再打120，我去废了这个畜生，都怪我就是坐牢也要断了他的子孙根。他走过夏宁身边，忽然听见一声轻轻的话：我没事。秦寻转过身，看见夏宁脸上竟然带着一丝略带局促的笑意，渐渐冷静了下来，视线落在了他的手上，吓了一跳。他这才发现夏宁左手拿着电击棒，右手拿着甩棍，一副要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的样子。秦寻见势不妙，悄悄往后退了一步。小夏，你这是要……只见夏宁浅浅笑了一下，然后收敛了所有表情，变得十分清冷，转身走到门后，开了门。门一开，门外的4、5个男人、女人、少女惊喜地叫了起来：门开了，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冷的女子，左手电棍，右手甩棍。他们一时间都安静了。过了片刻，有人鼓起勇气：您好，我们找秦先生。夏宁冷声道：你们哭错坟了，这里没有这个人。那人迟疑了一下：那你能把我塞进去的钱还给我吗？夏宁按了一下电棍，吱吱作响，火光四溅。滚！非要我报警？门外的男人一哄而散。大晚上敲女人的房门，说不好要判刑的。夏宁冷冷地看了一眼还留在门外的一个姑娘，她穿得很透，小香风的外套拉了下来，露出了滑嫩的双肩。她冷声道：衣服穿好，你也滚。那姑娘有些懵逼：哦，好的。见人跑干净了，夏宁关上了门，反锁，转过身就看见秦寻一脸愕然。小夏。夏宁看着秦寻，脸渐渐红了，低下了头，用蚊子大小的声音说道：你听我解释。秦寻愣愣地看着夏宁，一脸懵逼。过了一会儿，夏宁才鼓起勇气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把电击棒、甩棍放在茶几上，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茶饮料递给秦寻，小声道：你喝。秦寻很自然地接过饮料，拧开往嘴里送。你倒是解释啊，你为什么在这里？手里还有这么多危险物品。夏宁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脸有些发烫。其实我就是你的室友。噗！秦寻咳嗽不止，一阵饮料从秦寻嘴里喷成一阵水雾，落在了夏宁脸上。夏宁愣了愣，抹了一把脸上的茶水，默默地走到茶几旁，拿起甩棍，冷声道：背对着秦寻，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凶一些。没什么好解释的了，我先住进来的，你后面才来的，你还天天骂我变态，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才转过身，夏宁就看见嗖一道人影跑过，钻进了秦寻的卧室，关上了门。他松了一口气，似乎逃过一劫，貌似当蛮不讲理的女人也不错。不用解释。忽然他感觉嘴角有些甜，下意识舔了舔，立刻反应过来，这是从秦寻嘴里喷出来的，我这不会拉肚子吧？秦寻躺在床上想了1个小时都没想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才会一路走来变成一个房子里的合租室友？孽缘，是夏宁先住进来的，然后才是我，搞得我多变态似的，追着人家，缠着人家，上班再待一起不够，下班了还要一起。他叹了一口气，这房子住不得了。第二天，秦寻被闹钟吵醒，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去洗漱，发现了洗手池是湿的，知道了夏宁已经去上班了。他松了一口气，一边洗脸一边大声骂道：还好意思说我变态，你一个天天洗澡不换衣服的脏女人！突然他感觉到了杀气，转头一看，只见夏宁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冷冷地看着自己。只见夏宁提起了手里的袋子，冷声说道：我每天都会把衣服送到洗衣店。秦寻，他笑容尴尬：小夏，你今天去公司不是很早啊？夏宁面无表情：今天搭便车。秦寻笑道：那我祝你一路顺风。夏宁，你载我？秦寻：啊。夏宁有些无奈，不是他想蹭车，而是昨天晚上真的拉了几次肚子，现在肚子还很不舒服，在床上多赖了一会儿，只好搭个便车。这一天两人才点到了公司，坐在工位上，两人沉默着，谁也没有理谁，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些虚。9点1到，夏宁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又是宋印，他把手机递给秦寻，秦寻接过，宋印的声音响起：哥哥，我在你们写字楼电梯口，是你下来见我，还是我上来见你？秦寻无奈：我马上下去。挂了电话，秦寻小声吩咐夏宁：你千万别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宋印，他太闹腾了，烦。夏宁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很高冷。秦寻看了他一眼，心里默默吐槽：你不闹腾，但是也烦。写字楼电梯门一开，秦寻就看到一个身穿吊带裙的美少女站在电梯门口，吸引了很多打工仔的目光。哥哥，终于等到你。宋映笑颜如花，冲进了电梯，把准备走出去的秦寻又给拉了回去。他飞快地按下负一层，到了地下停车场。宋映欢天喜地地指着一辆全新的黑色跑车，塞给秦寻一把车钥匙。哥哥，这是我当初答应你的，如果把我捧红了，把我的生日礼物跑车送给你，落地才66万，你不要嫌弃。秦寻看着这辆崭新的跑车，连连摆手。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骗小孩子的东西。宋映一挺胸，前面蔚为壮观，埋怨道：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说话要说话。秦寻摆摆手，正要拒绝，却看见宋映绷起一张脸，头一歪，做事要往跑车上撞。你不收下，我就砸了他。秦寻，哪有人拿脑袋砸车的？这不是智障吗？宋映见秦寻无动于衷，一狠心，脚下发力，开始冲向跑车。还真是个智障。秦寻一急忙伸手抓向他的后肩，好死不死抓住了一根吊带。宋映只觉得身子一滞，后背进了好多风，有些凉，转过头看见了目瞪口呆的秦寻，怔怔地抓着他的肩带，四目相对，好特么尴尬。此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秦寻，你非要把人家小朋友的裙子扒了才满意吗？秦寻回过神，松开了手，啪一声脆响，哎呦！宋映痛叫了一声，蹲下身子，左手绕在背后抚摸着发红的背，他的眼中似乎有了泪花。秦寻看了一眼身后鬼一样出现的夏宁，却见他撇开了头，不准备管。哎，又要哄小孩了。秦寻走过去蹲下，从他手里接过车钥匙，车给我，一曲响思给你。宋映抬起头，有些兴奋，从此他就有代表作了。他张开双手要给秦寻一个大大的拥抱，却看见夏宁快步上前揪住秦寻的衣领，把他往后拖走了。秦寻坐在地上，仰起头看着夏宁的下巴。好家伙，你力气这么大，我算是信了，你真拿过海城第7届少儿跆拳道比赛的冠军。宋映，他蹲在地上，一脸幽怨地看着夏宁。姐姐，我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要离开海城了，只有放假才回家，你不要每次都坏我。好，是。夏宁淡淡看了宋映一眼，什么都没说。他轻轻踢了一脚坐在地上的秦寻。公司收到了很多新的邮件要处理，有太多的公司想要寻求你的合作，今天你老实一些，不要乱跑了。秦寻一听，眼睛亮了起来，从地上爬起。工作越忙越要放松，正是摸鱼好时节，怎么能错过？宋映马上要去上学，这不要在他身上榨干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狠狠地薅一波摸鱼值。夏宁无奈，只能跟着。万一他在路上被猎头公司劫了，可就不妙了。昨天晚上他大概是没醒酒，才会对5万1个月的底薪不动心。秦寻和宋映去办了车子过户手续，他开着车载着2个美女在山上跑了几圈，又去了游乐场玩过山车，再去逛了小吃街。一下午很快过去，宋映很开心，夏宁看不出喜怒。6点1到，秦寻一看摸鱼值49980，只差20点就能抽奖了。他有些遗憾，就差一点啊，晚上要去跑2单外卖，争取攒够摸鱼值了。宋映似乎不会累。哥哥，我们去城北夜市啊？秦寻摇了摇头，不，我下班了。宋映这一次他不依，撒娇道：去吗？去吗？去吗？夏宁没眼看了，想着宋映下午说的不要坏我好事，他按捺住了替秦寻解围的心，转身离去了。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冷声说道：夜不归宿，你就等死吧。秦寻。宋映脸有些红。秦寻看着夏宁的背影，又看着还在疯狂撒娇的宋映，头大，特别大。晚上10点，秦寻刚慢悠悠地往海城的富人别墅区送了一单，出了小区又像小蜜蜂一样勤快，慢悠悠地向着下一家商家去取餐。忽然他看到一家水果店门口蹲着一个美女，捂着肚子，似乎很疼的样子。她身边放着一个果篮，那背影有些像夏宁。他停下电动车，驻足观察，发现路过的很多男行人纷纷投去关怀的视线，有些胆子大的还上去搭讪，可是那美女只是轻轻摇头，爱搭不理，有些冷淡。忽然莫名的，那个美女抬起了头，看向了他，四目相对，都认出了彼此。夏宁有些惊讶，他竟然能甩开了宋映，又开始了摸鱼式跑外卖，还真是不为美色所动呢。他扶着膝盖站了起来，冲秦寻招了招手：你过来。声音很小，秦寻却听得清楚。他停好电动车，走了过去，看见夏宁脸色有些红，嘴唇却有些发白，额头上有一层细汗。他问道：小夏，你到底怎么了？他发现夏宁今天一天都似乎很不舒服，问过好几遍，可是他就是不肯说，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夏宁想到昨天舔了一下秦寻嘴里吐出的茶，有些难为情。秦寻，你能送我去海心妇幼保健院吗？我现在肚子有些疼。秦寻一听，瞳孔微缩，愣了好久。
海心妇幼保健院是海城很有名的一家私人医院，收费很贵，服务很好，保胎、养胎很有一手，难怪不愿意说。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姑娘，怀了孩子，可能还要流产，换做任何人都不愿意说的。可是他妈的，为什么我跟他合租啊？这不会让人误会？这房子真的住不得了。秦寻看着夏宁，缓了好一会儿，直接拒绝。你现在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坐电动车，打车比较好。夏宁不明白，早上还坐着呢，坚持道：打车，我怕来不及，路上太堵了。秦寻心头一颤，看了一眼夏宁的肚子，压抑住心头那一丝冒头的烦闷，一股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肚子里的可是一条生命。他抬起头，看着夏宁的眼睛，郑重的点点头。好的，你相信我，一定能让你快速、平稳、平安的到达。夏宁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很好看。他弯腰提起地上的果篮，秦寻见状，赶紧伸手接过。夏宁有些诧异，这小子难得有绅士风度。秦寻看了一眼，是一篮子葡萄，瞥了一眼价格签，他惊道：这点葡萄196。夏宁明白他为何震惊，但故意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他并不爱炫富，这确实是一篮子葡萄。你知道的，怀孕的人喜欢吃点酸酸甜甜的。秦寻沉默了片刻，点点头，不再说话。关于一个女孩子怀孕的话题，他不知道如何接话，总不能问是男是女，保得住保不住，孩子的爸爸是谁吧？而且他也不想问，烦人。秦寻把葡萄放到了保温箱，骑上了电动车，稳稳地把住把手。小夏，上车，你小心些。夏宁有些诧异，看了秦寻一眼，他今天温柔的过分。奇怪，他轻轻上了电动车。秦寻开启超频模式，慢慢启动车子，骑上了马路，速度不快不慢，但是稳定的出奇，稳如泰山，稳如磐石，稳如老狗。为了避开车流，他选了一条车少又平稳的路，路那一边可以遥遥看见大海，海风吹来很凉爽。忽然他听见身后夏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好大的风啊！秦寻一惊，通过这些日子的相处，他判定夏宁虽然内心柔软，但其实是一个性子很淡很冷的人，情绪没有太高的起伏。没想到他偶尔也会这么中二。他提醒道：注意安全。只听得身后夏宁有些歉意的声音响起：对不起啊，我只是最近压力有些大，刚才看见海上的一轮明月，忽然觉得好美，就想喊两句。秦寻点点头，认真的看着路前方。我懂我懂。他想到夏宁手指上没有婚戒，立即就明白了，这个孩子来路不明，爱那些因为年轻犯的错，就像秋天的落叶早已经随风而过。身后夏宁看着秦寻宽厚的背影，无奈的笑了笑：你懂你不懂，我的压力有一大半来自于你，天天听你在我耳边骂我狗约的，诅咒我的公司要倒闭，跟公司明面上的总经理打架，还在邮箱里塞满邮件的时候和一个小姑娘去外面浪，还要时刻担心你被猎头公司挖墙脚，换作是谁压力也会大的不行。15分钟后，秦寻把夏宁送到了医院门口，把葡萄从外卖箱里拿了出来，礼貌性的问了一下：需要我陪你吗？夏宁礼貌性的拒绝：谢谢，不用了。他看了一眼他的外卖箱，笑了起来：不耽误你，摸鱼了。笑容太美。一瞬间秦寻有些恍神，多好看的姑娘，可惜了，成少妇了。不知为何他心里有些堵。小夏，你放心，我嘴严。秦寻深深看了夏宁一眼，把葡萄递给了他，骑上电动车，头也不回的走了。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嘴严？什么嘴严？不是嘴臭。他看见秦寻一下都没回头，冷哼一声：哼，这个男人不如狗。他的肚子又痛了起来，嘴臭的人喷出来的茶水就这么毒的吗？夏宁慢慢走进医院，到住院部，在一间装潢的跟5星级酒店一样的单人病房内，一个风韵犹存的妇女躺在床上，吃着夏宁刚送来的葡萄。夏宁站在窗边，看向窗外的夜色：妈，你就这么馋这一口葡萄吗？催得这么急。夏妈转头看着女儿清瘦的背影，露出一抹微笑：我就是想见见你。听吴阿姨说你搬出去住了，你肠胃不好，外面的东西吃得了。夏宁想到秦寻的茶水，肚子似乎有隐隐作痛。不是特别脏的，我都受得了。夏妈有些无奈：你一个女孩子去开什么公司啊？你爸忙，你也开始忙，你外婆又要照顾静静，谁来陪我说话？夏宁转过头，对着妈妈歉意的一笑：等我公司稳定下来，我抽空好好陪着你。说完，他立即转过头看向窗外。月光下，远远的他看见一束亮光，在海边的公路上一闪一闪，那是秦寻送他来的路，也许那束灯光也是他的。忽然妈妈的声音响起：宁宁，你在看什么呢？夏宁看着海边公路上那束灯光消失，忽然笑了：我在看莎比。房间里陷入了沉默，沉默还是沉默。宁宁，你怎么学会说脏话了？妈妈的声音响起，有些着急。夏宁回过头，走到窗边，拿起一粒葡萄剥皮，想起了秦寻那张讨厌的脸，
道：“近墨者黑。”夏妈有些无奈，她看着夏宁，鼻子里重重出了一口气：“宁宁，今年你必须带一个男人回家，哪有这么大还单身的？网上说的母胎单身就是你这种人。早知道初中、高中我就烧掉你收到的那些情书了。”夏宁轻轻一笑，并不介意：“男人没有，狗要不要？”夏妈没想到会从他嘴里听到这种话，不由得一愣。紧接着，她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地叫唤起来：“要流产了，要流产了！你弟弟要没了，必须要冲洗，不然指定保不住。”夏宁把剥掉皮的葡萄塞入夏妈嘴里：“好了，知道了。”真是烦死了。花了1个半小时，秦寻送完2单外卖，他靠在一根电线杆上喝啤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要喝点。他叹了一口气，看着电线杆上的招租电话，存下了号码。明天跟夏宁借点钱，租过房子。叮，一道冰冷机械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成功获得5万点摸鱼值，获得一次抽奖机会，请问是否抽奖？请问是否抽奖？”秦寻一愣，举起啤酒瓶喝了一口啤酒，笑了起来，轻声说道：“抽他大爷的！”叮，恭喜宿主获得大爷级的美食能力。秦寻浑身一颤，仿佛有一股力量像龙卷风一样涌入了身体。等颤抖停止，他没有感受到身体有什么变化，一脸的懵逼。什么鬼？大爷的美食能力？不应该是厨艺吗？还有，到底是哪个大爷啊？是国宴行政总厨的大爷，还是村口抠脚的大爷，或者是中华小当家神厨小福贵里面的大爷啊？他有些懊悔刚才自己嘴贱，调出面板一看，只见摸鱼值0，离下一次抽奖还有10万点摸鱼值。秦寻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这系统够黑心的啊，这都涨到了10万点了。经过这些天的观察，他判断出摸鱼的行为越夸张，越放肆，越无法无天，摸鱼值就涨得越快。那10万点，这不得骑在牛啸军头上摸鱼才能赚够这么多。秦寻叹了一口气，下意识举起酒瓶喝了一口酒，立刻啤酒的味道在他嘴里炸开，非常清楚，平常他察觉不到的味道，此刻被清楚地尝出来。他一口吐了出来，这啤酒配比不对，工艺不行啊，真特么难喝。突然他愣住了，舔了舔嘴巴，眼睛渐渐亮了起来。他大爷的，大爷级的美食能力，难道指的是只要是食物，不管是工业食品还是厨师料理，我都能说出个1、2、3、4来？秦寻当即把啤酒瓶丢进了垃圾桶，走进路旁的一家小炒店。店里生意火爆，人很多，几乎找不到座位，空气中充满了饭菜的香味。秦寻鼻子轻轻一吸，愣了一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地沟油的香气，真不错。见老板娘一张脸冷了下来，透露出些许惊慌。秦寻赶紧走了出去，打了举报电话。喂，市场监督管理吗？我发现又找到了一家餐厅。秦寻走了进去，老板娘热情招呼，见他长得帅气，安排他在柜台前不远的座位，好偷看帅哥。秦寻点了3个菜，菜很快上桌，他吃了一口小炒肉，满意的点点头，小声说道：“辣椒没煸透，还他妈根本没洗，失败。大蒜没呛香，还是用的发芽的大蒜，失败。肉用的冰冻肉，切的厚薄不一致，肥肉瘦肉比例不对，失败。”老板娘看着秦寻小声的点评，脸色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又一盆麻辣水煮鱼上桌，秦寻闻了一下，看着水煮鱼上面漂浮的那一层红油，又露出一副闻到了花香的陶醉表情，又小声嘀咕：“真不错，这红油是老员工了。”拿起筷子夹起一块鱼肉，真不错，真不错，是死鱼，不是活鱼现杀的。这家店不发财都没天理了。他放下筷子，把水煮鱼推倒一旁，懒得吃。传菜生把第3道香菜牛肉端上桌，秦寻看了一眼，满意地点点头，喃喃道：“不错，还不错。这家店还算有点良心，不是用的最低档的纯鸭肉的蒙古肉，而是中档的鸭肉加猪肉混合成的。”他拿起筷子准备尝一口，忽然发现一个人影走到了自己面前，抬头一看，只见是老板娘。老板娘低头看着秦寻，脸上露出有些尴尬的笑容，把一张红票子放到了桌子上。“帅哥，现在这年头开店不容易，你高抬贵手。”秦寻解释道。“老板娘，你误会了，我不是来讹钱的。”老板娘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了200，拍在了桌子上。“你去别家店打假吧。”秦寻，现在吃顿饭就这么难吗？他叹了口气，拿起300块钱，默默地走出了饭店。晚上11点半，秦寻回到出租屋，推开门就看见夏宁穿着一身黑色的睡袍，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黑色阴冷且性感，夏宁驾驭得住。她坐得很端正，一丝不苟，连后背都没有靠在沙发上。门一开，只见夏宁转过头，点头示意，问好。秦寻也点点头，视线悄悄看了一眼她的肚子，沉默地进了房间，关上门就要往自己卧室走去。忽然，他听见夏宁喊住了他：“秦寻，你这么晚回来，就没有什么想说的？”秦寻一愣，转头看着夏宁，一脸懵逼，心想：
我跟你说个得儿，你又不是我妈。夏宁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她刚才从医院回到出租屋洗了澡，想到等下秦寻要回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就有些紧张。可是等了好久，始终不见他回家，又担心他半路被猎头拉走了，再也不回来。现在好不容易等到秦寻，却见他一言不发就往卧室走。夏宁感觉这气氛好尴尬，让人难受。他就想要先开口打招呼，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可是气氛好像更尴尬了。秦寻静静地看了夏宁一会儿，见他脸色有些尴尬，右手轻轻按在小腹上，有些无奈。不能跟孕妇一般见识，他慢慢走了过去，坐在了沙发的另一头，犹豫了一下，面露难色。我确实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夏宁有些紧张，生怕他说出一些出格的话，赶紧转头看着电视屏幕，轻声说道：你说。电视里播放的是动物世界，此时画面里一头雄狮骑上了一头母狮，他的脸红了，有一种看 AV 被人抓包的羞耻感。但是他什么也没做，认真的看着雄狮骑母狮，一副我心里干净，看什么都干净的做派。却听见秦寻的声音响起：夏宁，你家挺有钱的吧？夏宁赶紧转过头，担心他发现了自己是公司总裁，有些紧张。他面不改色：就还行，普通家庭。秦寻看着夏宁扭捏犹豫的样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你借我2000块钱，月底发了工资我还给你。夏宁松了一口气，他二话不说，拿起手机给秦寻转了2000块钱。你又借钱做什么啊？秦寻收了款：租房，我明天搬出去。夏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寻，声音又冷又缓：钱还我？什么？秦寻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夏宁给自己转账的时候，可是没有1秒钟犹豫的，怎么现在突然就翻了脸？和女人？夏宁冷着脸盯着秦寻：我觉得你在骗我的钱。秦寻无语：你为什么这么想？夏宁转过头看着电视，解释道：我记得你昨天从门缝底下拿了别人一些钱。秦寻回答道：才900块，租房子一般要押2付1，这点钱根本不够。夏宁面不改色，又说：我记得赵德海老总给你送了一块手表，还有人参、鹿茸等补品，这些东西都很好变现，你会缺钱？说完他立刻就后悔了，这不是提醒他怎么搞钱吗？却听见秦寻说：手表、补品我都寄回家里去了。夏宁转过头静静地看着秦寻。秦寻解释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没少给家里惹事，一直都对家里有些亏欠。夏宁，这有什么不信的？有些人肯定就是从小坏到大，比如你。只听得秦寻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加上我妈最近逼我找女朋友，逼得又紧，我就把东西全寄回去了，贿赂我妈，让她放过我。夏宁轻轻苦笑了一下，能够理解秦寻的心情。家长们好像都一个德行，读书时严防死守，不让恋爱，等孩子毕业了又巴不得他们一步登天。夏宁听秦寻解释完，也大概能猜到他身上没有多少钱了，心情好了一些，问道：你为什么要搬出去？秦寻看着夏宁，竖起一根手指，一脸认真的说道：第一，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不适合合租在一起，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要对我以后的女朋友负责。他低头看了一眼夏宁的肚子：你也要对自己负责。夏宁看着秦寻认真的表情，少见的认真，心里有些憋屈。她一个女孩子都豁出去了，你一个男的搁这里矫情什么？夏宁静静地看着秦寻，没有说话。秦寻伸出第2根手指，继续一脸认真地说道：第二，看昨天晚上有人堵门的情况，我住在这里的信息可能暴露了，现在我也算小有名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要转移住处。听见这个理由，夏宁心情好了一些，这里确实有些不适合居住了。秦寻看了一眼身穿睡裙，透一股冷艳又慵懒气质的夏宁，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小夏，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以后不要和别人合租了，特别是男的。要不是我是个正人君子，换做别的男人，看见你这样的女人穿着一身睡裙，不得比草原上的雄狮还要狂暴。夏宁脸微红，转头看了一眼电视，画面里那头雄狮又骑上了母狮子，不知疲倦也不知死活。他脸有些烫，撇开头不敢看电视了，更不敢看秦寻，轻声道：我有准备的。秦寻听不懂，也不想问。对于怀了孕的女人，边界感一定要拿捏好，不能过度了解和关心，点到即止就好。突然，咚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响起，门外有人喊话：秦先生，秦先生，我是飞豹猎头公司的小张，请问您在家吗？我昨天来过的，昨天被您的女朋友唬了，把我们骗回去了。夏宁微怔，冷笑：真是说曹操曹操到。秦寻站起身，悄悄地跑过去，蹲在门后。果然，不一会儿，一张又一张的红票子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这速度比昨天快多了。不一会儿，他就收了300。夏宁见状，有些担心秦寻从门缝底下收购了去外面租房的钱，赶紧走到卧室，取了一件武器。出了卧室，他快步走到秦寻身后，见他又要伸手去捡钱，一脚踩住了。秦寻一愣，抬起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夏宁冷着一张脸，
手里拿着一张充满科技感的复合弓，这是他只在电视里才看过的玩意。他惊呼：“这是什么东西？”夏宁用眼神示意秦寻让开，秦寻起身躲到了一边，站在客厅角落，远远地看着夏宁这个身材高挑、穿着黑色睡裙、拿着一架复合弓的冷艳女子。打开门，夏宁搭箭拉弓，对准了门外的3个男人：“我再跟你们说一遍，你们哭错坟了，滚！”3个男人看着箭头，只觉得眉心发紧，吓得菊花一紧，一句话不敢说，转身跑了。这是什么女人啊？昨天是电击棒、甩棍，今天竟然来了一张弓，难道明天就要扛着加特林出场？秦先生的口味这么重的吗？ cosplay 到了这种程度？夏宁放下弓箭，关上门，转头看着目瞪口呆的秦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说过，我有准备的。”停顿了一下，他的脸上的笑容更盛了：“如果跟我合租的男人图谋不轨，我会让他后悔的。”秦寻干笑了2声：“哼，现在跟夏宁合租的男人不就是他自己？”秦寻问道：“你到底还准备了什么？”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把弓箭放在了茶几上，走进了卧室。秦寻走到茶几旁，伸手抚摸了复合弓，明显的感觉到是金属材料，不是玩具用的塑料。再拿起箭，发现箭头开了刃，寒光闪闪，真能射死人的。不一会儿，秦寻就看见夏宁拖着一个大大的红色行李箱走了出来，放倒在地上。只见夏宁很文静的笑了一下，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他打开了箱子，从里面一件一件把东西拿出来，摆到了茶几上。这是防狼喷雾，这是电击棒，这是伸缩甩棍，这是纸虎拳套，这是水果刀。说着，他从行李箱里拿起一支黑色的钢笔一样的物件，一按，下面弹出一根长约10厘米的钢针。这是防狼神器，非常锋利。秦寻看着一脸恬淡笑容的夏宁，背脊发凉。他摇摇头，长叹：“杀人的针，分尸的刀，装尸体的行李箱，你都准备好了？专业，专业。”果然，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行李箱里装的不是人民币，就是人命。夏宁被揶揄得满脸通红：“我只不过是以防万一，不过好在你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秦寻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夏宁，悠然叹息：“不要太相信男人，我现在还是个君子，只是因为你穿得不够露。”夏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睡裙，松了一口气，千挑万选出来的，遮得确实很严实。他抬起头，看着秦寻的背影，有些紧张，似乎有危险。过了一会儿，秦寻转过身，眼中有些同情，说道：“你这是何必呢？准备了一堆凶器，等着别人来侵犯你，再奋起反抗。你从源头杜绝，不要和人合租，不好吗？”夏宁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如何问答。总不能告诉他是自己砸了他的房子，设了一个圈套，让他住进来的吧？看见秦寻目光坚定，夏宁的眼神闪躲，看向了别处，声音很小：“一个人住，有些孤单。我只是想要有个人陪。”秦寻一怔，低头看了一眼夏宁的小腹，一声叹息。难怪夏宁平常有些奇奇怪怪的，估计是怀了孕，又被男朋友甩，得了什么心理创伤。一方面想要有人陪，另外一方面又怕被男人伤害，真是可怜。过了一会儿，秦寻看见夏宁抬起头看着自己，伸出了右手：“钱还我。”秦寻，他当了这么久的知心哥哥、心理辅导师，绕了这么一大圈又回来了。秦寻有些不满：“我看你买这些凶器都花了不少钱，不像一个缺钱的主，你就不能借给我几天吗？等我发了工资一定还给你，还给你利息。”却见夏宁迟疑了一下，想了想，伸手摸了摸肚子：“我这几天肚子不舒服，我要看病。”自从舔了一口秦寻吐出的茶水，他的肚子一直不怎么舒服，让他十分苦恼。现在正好当要钱的借口。秦寻他很无奈，把钱赚了回去。要是夏宁肚子里的宝宝有个3长2短，到时候怪罪到他不还这2000块钱上，那他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夏宁收到转账，有些诧异，他怎么这么爽快了？看见秦寻脸色并不怎么开心，闷闷地坐在沙发上，研究着茶几上的复合弓。夏宁有些不好意思，去冰箱拿了2瓶茶饮料，一瓶递给了秦寻。他拧开一瓶就要喝，却听见秦寻大声喝止：“你别喝！”夏宁低头看着秦寻，有些疑惑。秦寻低下头，继续摆弄弓箭：“冰的，小心你的肚子。”夏宁轻轻笑了笑，这家伙好像变了，变得会关心人了，真不错。第二天，秦寻踩点走进公司，遇到的同事们纷纷笑着跟他问好：“秦总早，秦总早，秦总早。”秦寻不停地点头，微笑着回应：“早上好。”到了工位上，秦寻刚坐下，就听见一声清清冷冷，带着些许揶揄的：“秦总早。”秦寻转过头，就看见了夏宁绝美的脸，正带着丝丝笑意。他笑了笑：“夏宁早。”打完招呼，他转过头，低头思考要怎么向着10万摸鱼直进发。夏宁看着秦寻的侧脸，渐渐皱起了眉头。他刚才是叫我夏宁，不是小夏，是因为昨天那些防狼喷雾、水果刀、复合弓吓到他了吗？变得这么客气了吗？
秦寻低着头，正想着要怎么花式摸鱼时，忽然看见一瓶鲜奶，一个三明治放到了他的桌子上。他抬起头看向夏宁，夏宁面带微笑：“我看你经常不吃早餐，给你带的。”秦寻看着夏宁的笑容，忽然觉得好陌生，不像平常那个高冷的人，竟然有些温柔。“谢谢你。”他小声说了一句，拆了三明治包装纸，咬了一口，立刻察觉出不对。他从垃圾桶里捡起垃圾桶包装袋，看着上面的日期贴纸，果然有更换的痕迹。“小夏，你以后不要吃这家的三明治了，这家便利店老板心黑，这是昨天就该报废的三明治，过期了。”说完大口吃了起来。夏宁见状有些尴尬，想要拿回三明治，却看见秦寻大开口大口的吃着。“你让我不要吃，你自己还吃得这么香。”只见秦寻头也没抬：“你能跟我比吗？你现在身子弱。”夏宁轻轻笑了笑，他似乎真的会关心人了，莫非他不会吧？忽然陈婉走了过来，看了一眼秦寻在吃早餐，只当没看到，把一份合同放在他桌子上。“秦总，这是您10%的干股合同，您过目一下，如果没问题，过几天牛总会跟您签。”秦寻一怔：“这么急的吗？谢谢婉姐，我等下就看。”陈婉正要走，夏宁忽然站了起来：“程姐，那个我有个事要跟你讲。”陈婉转头看见高冷女总裁脸上竟然有一丝不好意思，心中疑惑，偷偷瞥了秦寻一眼。“夏，你有什么事？”夏宁低头看了一眼在吃三明治的秦寻，说道：“最近有些忙，业务有些多，秦总在这里工作，周围很多人看着他，他的脸皮薄，容易害羞，影响思维活跃度，极大的影响了工作效率。”此话一出，秦寻猛然抬头：“我脸皮薄？你这种话都说得出口？你脸皮这么厚的吗？”周围响起一阵轻微的椅子移动的声音，以秦寻为中心，方圆5米之内，所有的人都扭头看了过来，一脸震惊，二脸震惊，三脸震惊。这小姑娘说的是人话？秦寻这些天哪里在这个工位上坐着超过了30分钟？不都是打了卡就跑去外勤了吗？谁看他工作了？我们去哪里看啊？看个锤子！陈婉注意到了周围的人的神情，有些好笑，但不敢表现出来。跟秦寻相处了一阵子，夏总也学会开玩笑了呢。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问道：“那你是想要？”夏宁看着陈婉，认真说道：“程姐，秦总的办公室要周末才会有施工队来修建，这几天秦总能不能先暂时用一下总经理办公室？毕竟过几天海城要刮台风，已经不适合跑外勤了。”此话一出，陈婉笑容凝固了。业务部主管、执行部主管、财务部主管、协调部主管，众人脸上都是一整个大无语。不能跑外勤，在工位上待几天会死，反正又没人敢说他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连秦寻的小助理都敢打总经理办公室的主意了，胆儿肥。陈婉悄悄看了一眼秦寻，见他也是一脸错愕，知道这是夏宁送给秦寻的惊喜，不由得有些佩服。这小子拿捏妹子真是有一手，竟然能让夏总做到这种地步。陈婉装模作样的说道：“我去跟牛总申请一下。”5分钟后，陈婉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到秦寻面前：“牛总，他答应了。”秦寻，他一脸不可置信：“牛胖子这么大度，那我以后少打他几顿。”忽然他注意到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向自己，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崇拜，还有卧槽。秦寻转头看着一眼脸上带着淡淡笑意的夏宁，叹了一口气：“造孽啊！难道啊，喜当爹了？”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变得沉默了，直接让这一番操作给整无语了。果然，长得帅的人如果能力超级强，所有的人都会为他让路。嗨嗨，这里的能力指的是工作能力。夏宁这小姑娘怎么敢跟牛总抢男人哦？半个小时后，陈婉看着抱着一个大纸箱往总经理办公室里走去的夏宁，一声叹息：爱女英雄难过猛男关。这就在公司准备起2个人的私密空间了，太过分了，可别闹出什么声响。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不小，很干净，很整齐。正对着门的是一张办公桌，上面有一台价值不菲的电脑，左边有一面书柜，右边摆着几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平常聊天喝茶。秦寻坐到了总经理的椅子上，打开没有密码的电脑，然后把双腿架在桌子上，掏出了手机，启动了游戏。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秦寻习惯性的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扣，缩下了双腿，赶紧抬头，看见是夏宁抱着一个纸箱走了进来。他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别人进来了呢。夏宁把纸箱放在办公桌上，低头看着秦寻，见他又拿起了手机打游戏，微微皱了皱眉。他冷声道：“你把你的位置让给我，我要用电脑，反正你也不用。”秦寻一听觉得有道理，他一边操作着手机，一边起身走到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你怎么也进来了？”夏宁坐下，把纸箱里的文件拿出来摆放整齐，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担心你一个人躲在这里看片，而且还是看那种片，所以过来看着你，免得你把公司环境给污染了。”
秦寻正在激烈的游戏中，听见这话，猛然抬头。游戏中，他的角色被人用长枪短炮围殴致死。他一脸惊讶，这是他第一次听见夏宁开玩笑，而且一开口就是黄段子。他向来高冷、正经、无趣，可是看他的表情认真，似乎又不像在开玩笑。秦寻叫屈，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你还不相信我的人品？夏宁抬起头看着秦寻，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我越发的确定你的人品不可靠。秦寻竖了一个中指，懒得再理他。他低头继续玩游戏，重新掌握了局势，开始疯狂凯瑞队友。一盘游戏结束，秦寻抬起头看着正在认真工作的夏宁，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小夏，你今天有些奇怪。夏宁抬头看着秦寻，秦寻脸色有些怪异，继续说道：你今天对我怪好的。只见夏宁愣了一下，似乎把这话当成了土味情话，有些难为情。除了借钱，其他的都好说。他低下了头，声音小了一些，但是语气一轻了：人都是相互的，你关心别人，别人就会关心你。紧接着他就听见秦寻的声音有些低沉：你以后不用对我这么好。抬起头，他看见秦寻脸色认真，夏宁心里莫名的有些不舒服，静静的看着秦寻。秦寻淡淡笑了一下：我会过敏的。夏宁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吐出一个字：欠。秦寻笑了，夏宁也跟着笑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上午11点半，秦寻忽然起身走了出去。夏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什么也没说，继续查看着邮件，找出能够合作的公司。忽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了电话，一个陌生男子很热情地说道：您好，请问您是秦寻先生的住下小姐吗？我是利剑猎头公司的公关经理小王。夏宁冷声说道：对不起，你打错了。挂了电话。3秒钟后，电话铃声又响起，夏宁立刻挂断了，有些烦躁，肚子又不舒服起来。他伸手抚摸着肚子，觉得自己刚才说的实在太礼貌了，应该学秦寻，在对方说请问您是夏小姐吗的时候，直接飙一句脏话。他看了一眼关着的房门，清了清嗓子，学着秦寻的样子说道：我是你妈。气势汹汹。此刻门开了，秦寻提着一袋子盒饭站在门口，正好听见了那一句我是你妈，看见了他抚摸肚子的手，心里一声叹息：你是他妈就是他妈呗，也不用那么骄傲啊。夏宁有些尴尬，低下头，一脸认真敲着键盘，假装认真工作。秦寻把2荤1素3个菜2盒白米饭拿到了茶几上，招呼夏宁过来吃饭。小夏，你以后吃饭就去胖大嫂小炒买。我才发现写字楼周围那么多店，就他家的饭菜真正算干净，就是有些难吃。夏宁走过来，坐在沙发上，打开一盒饭，想起了那天请秦寻吃烧腊时，他说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觉得很有意思。他笑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秦寻抬眼，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只要不怕死，你随意。夏宁有些惊讶：还会吃死人？秦寻低头干饭：大的不死，小的会死。夏宁听不懂，怎么这2天秦寻变得奇奇怪怪的，在沙发上睡了一个午觉。秦寻一觉醒来，继续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夏宁坐在总经理的座位上，满心感慨，想不到第一次坐上总经理的椅子是以一个小助理的身份。他笑了笑。夏宁埋头工作，看着邮箱里被塞得满满的邮件，足足有20多封，都是业务部发过来甲方合作意向。他一封一封打开，认真审查，生怕再被宋印这样的小屁孩给骗了。看了一封又一封，他嘴角的弧度越来越高，都是一些靠谱的公司，而且有几家是很有实力的大公司。再点开一封，是一家连锁奶茶店，想要进行品牌升级。夏宁的脸色突然就变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悄悄看了秦寻一眼，见他躺在沙发上专心地打着游戏，在电脑微信上给爸爸发了一条信息：爸，我说过不要你的帮助，要自己把公司经营好，你怎么还给我的公司投邮件？很快夏宁的爸爸有了回复：你所谓的自己经营就是玩谍战剧，装成一个小助理，天天跟在一个网红身后摇旗呐喊。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有些尴尬。他知道牛孝军真的去找他爸爸告状了。我的公司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了，夏宁爸，单子是集团子公司自己发过去的，我根本不管这些小事，也是昨晚才知道的。夏宁回复：真的，夏宁爸，你不要这么骄傲，你们的策划案不一定能满足这家奶茶店的品牌升级的要求，这奶茶店半死不活的，3年亏了我2个亿，我年底都准备撤资了。看着父亲的回复，夏宁清冷眼眸中渐渐燃起了斗志，抬头看了一眼趴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秦寻，夏宁叹了一口气，眼中的斗志瞬间犹如风中摇晃的火苗。夏宁看着电脑上爸爸的回话，眼底闪过一丝埋怨。他家有些钱，但是也没皇位要继承，不过他奶奶却一直对抱大孙子有执念。爸爸也是愚孝，很听奶奶的话。本来妈妈生了自己之后，她的身体就不适合生育，很难怀孕，结果在7年前生下了妹妹。现在父母2人竟然瞒着夏宁姐妹，
偷偷去做了2年的人工受精，终于在最近成功了，中了一个男孩。对此，夏宁心里是有些怨气的。难道男人做得了的事情，她做不到？想到妈妈整天躺在医院保胎，夏宁心中的怨气更盛，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回复：你等着吧，你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你做不到的，我也做得到。过了片刻，下巴回复是一个表情包。夏宁小时候的视频被私人定制成了一款表情包，在他们家族内部使用。此时电脑微信上是一个动图，一个5、6岁的小夏宁仰着头，奶凶凶凶。我不信，我不信！夏宁看了秦寻一眼，为了以防万一，退出了电脑微信。见他还在打着游戏，此时斗志满满的夏宁忍不了了，他敲了敲桌子：秦寻，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邀请，是连锁奶茶品牌嘟嘟茶饮，他们想要做品牌升级改造。秦寻听见嘟嘟茶饮有些印象，店铺数量貌似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少，总能偶尔在大街小巷看见它的身影。价位不高不低，奶茶味道和它的价格一样，不难喝，也没有多惊艳。他打着游戏，头也没抬。品牌的升级改造，那应该去找品牌战略咨询公司。我们现在侧重的是市场营销。他抬了一下眼皮：小夏，你礼貌性的拒绝他们的合作邀请。夏宁语气坚定：我不要。秦寻听见夏宁的声音大了一些，有些奇怪，不过并不改变心意。咱们能力不够，不耽误他们品牌升级了。却看见夏宁站了起来，冷着一张脸，慢慢的走了过来，抢走了他的手机。他拿起手机，低头操作。秦寻有些惊讶：你也会玩手游？夏宁一边操作一边说道：不会，但是我知道哪个是敌人的泉水。秦寻听见一阵游戏击打的声音，秦寻听出了是自己的游戏角色在前往敌人泉水的途中被人围殴致死。他威风道：就这，你也没走到敌人的泉水啊？你连送泉都不会。夏宁关了秦寻的手机，揣在了自己的裤袋，低头眼巴巴地盯着秦寻。秦寻，这一单我真的要做。秦寻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夏宁，二人对视很久。夏宁眼神忽然变得有些暗淡，抿了抿嘴唇，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央求：拜托。他是第一次见夏宁这么服软。一瞬间，秦寻脑补了一部狗血剧情：曾经有个无知的姐姐和一家连锁奶茶店的总裁的儿子成了一对情侣，后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再然后在怀了孕，想要嫁入豪门时，却因为她性子冷淡不讨喜，被家公家婆嫌弃，丢出了家门。从此那个女人的心更冷了，甚至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症，喜欢收集一些危险的凶器。后来啊，她入职了一家公司，看到了孩子他爸的奶茶品牌升级的合作邀请，激动得快热泪盈眶，想要好好表现，做出一番成绩，狠狠地打他们家的脸。夏宁看着秦寻发了很久的呆，等了一会儿才说道：你想好了吗？秦寻坐起身想了想，问道：这一单对你很重要？他在对你2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夏宁看着秦寻，默默地点了点头。秦寻犹豫了一下，试探着问道：你想要报仇？夏宁一惊，心里斟酌着自己的这一些怨气应该不到仇恨的地步，却听见秦寻又问：是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吗？夏宁一惊，瞳孔微缩，有些惊叹于秦寻的思维能力。秦寻才送了他去一次妇幼保健院，就能推测出他的母亲高龄产子，让他对父亲有了一些怨气。夏宁看着秦寻，就像看着一个怪物，沉默了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是的。秦寻又问：你想要出一口恶气？夏宁默默地点点头。秦寻又问：动静越大越好？夏宁见秦寻似乎来了兴致，有些高兴，忙点头：越大越好。秦寻再问，声音很大：越狠越好。夏宁有些兴奋，用力点头：越狠越好。秦寻看着夏宁，叹了一口气，默默转身，双手附在身后。给他营销策划赚钱，算什么复仇？人不狠，站不稳，我给你搞一波大的。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海边的白云，沉声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品牌策划案，可以让嘟嘟茶饮在前期烈火烹油，看起来欣欣向荣，最后突然间轰然倒塌，最后嘟嘟茶饮倒闭，幕后的老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天被债主堵门泼油漆，连家里的狗都被人抓走煮了吃。秦寻说完，长长舒出一口气，觉得自己真是有三国时期第一毒士的风采。听见身后夏宁久久无语，他转过头，却看见夏宁瞪大了眼睛，嘴唇微微发颤，一脸的震惊。秦寻知道夏宁是被自己的魄力吓到了，他走过去看着夏宁，轻声说道：夏宁，你不要害怕，你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其实性子还是有些软，不然怎么会……他看了一眼他的肚子，怎么会受这种委屈？秦寻轻轻拍了拍夏宁的肩膀，安慰道：别怕，我们一起弄他们，他们迟早要跪到你面前，在地上磕头求饶。夏宁回过神来，一张小脸煞白，看向窗外的天空，生怕一个雷劈下来。他缓了好久，看着秦寻说道：你没病吧？秦寻一愣，夏宁继续说道：我跟他的仇恨也没那么大，
甚至不算仇恨。我只是要把嘟嘟茶饮进行品牌升级，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力，让它赚更多的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能力。秦寻默默地看着夏宁，良久，冷笑了一声：“妇人之仁。”只见夏宁抿着嘴，静静地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秦寻实在没办法，叹了一口气，说道：“给他们报价，全方案1000万，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夏宁，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什么？看着一脸震惊的夏宁，秦寻冷声解释道：“现在我有公司10%的干股，当然是要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1000万少1分都不行。”夏宁抬起双手，按着太阳穴揉了揉，有些头疼。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知道1000万是什么概念吗？夏宁看着秦寻，叹了口气。一张100元大钞燃烧，如果要3秒钟的话，1000万可以烧8-9个小时，够你从上班烧到下班了。秦寻听见夏宁还在为那个负心汉讲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数学挺好，但是哪个智障会去烧钱呢？忽然他的脸色变冷，微微有些冷，缓缓说道：“我不是一个圣母的人，但是偶尔也挺热血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用了一个热血。他现在心里面就是有气，不想让嘟嘟餐饮好过。看见夏宁一脸疑惑，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他继续说道：“1000万的单子，按公司的绩效规定，我们部门会有3%的奖金，也就是30万，部门主管拿40%，也就是我要拿走12万，剩下的其他18万，我有权利按劳分给策划部的专员。不过我们部门目前只有你一个员工。”夏宁心头一颤，看着秦寻有些出神，原来他竟然有在考虑我，想要给我谋取福利。又听见秦寻继续说道：“18万足够一个女人养胎、安胎、生产、坐月子，把小孩子拉扯到4、5岁了。”秦寻看着夏宁的脸渐渐红了，有些奇怪，只当他是被自己给感动了。他认真的缓声说道：“有些男人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但是我是个真正的男人。你以后生小孩养小孩的钱，我会给你弄回来。”夏宁看着秦寻，脸红了，开始发烫，浑身紧绷，紧紧的抿起了嘴唇。他不知道为什么秦寻突然变得这么的大胆。他说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还要给我弄养小孩的钱，这算告白吗？直接跳过结婚，奔着小孩去了，和网上那句你死后想葬在我家祖坟吗是一个意思吧？这未免热血过了头。秦寻看着愣住了的夏宁，问道：“你听懂了吗？”夏宁回过神，看着秦寻，红着脸轻轻点了点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那就好。秦寻点了点头。那我们一起努力。夏宁只觉得脸烫的可怕，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一起努力生孩子吗？这种告白好无耻。一时间他不知所措，不敢再看秦寻，赶紧转身。他快步走到了办公桌后面，坐在了椅子上，把脸躲在了电脑屏幕后面。他悄悄地深呼吸，想尽快让脸上的温度降下来，免得被秦寻看出了什么端倪。内心纠结了半天，他习惯性的想要拒绝，却觉得有些残忍。从小到大，简单粗暴干脆地拒绝了别人几百次的夏宁，第一次犹豫了。夏宁发了一会儿呆，要么我婉转点。他一颗心却七上八下，悄悄把头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结果却看见秦寻趴在了沙发上打着游戏，还抽空挠了挠腰上的痒痒，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夏宁的脸色瞬间恢复了清冷，冷冷地看着跟狗一样趴着的秦寻，完全没有了刚才的一丝窘迫。呵，秦寻，这就是你告白的态度？连1分钟都等不了，就忙着又开了一把游戏，渣男。半个小时后，夏宁看了看手机微信里和爸爸的聊天记录，看着满屏的轻视意味，心中渐渐起了一丝火气。他走出办公桌，看着躺在沙发上的秦寻，语气坚决：“秦寻，这一单真的对我很重要。”停顿了一下，语气柔和了很多：“我可以借2000块钱给你，拜托了。”夏宁很少求人，上一次也是因为秦寻不服管教，求牛孝军这个暴脾气的发小过来你制服他，结果却被他打了一顿。秦寻双手操作着，打完一波团之后，才抬眼看向夏宁，看见坚决的表情，有些失望。秦寻原本以为夏宁长着脸颊棱角分明的禁欲脸，整天一副要看破红尘的高冷，这形象怎么也应该是个心狠手辣的心机女，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恋爱脑的蠢货，给人怀了孩子，被抛弃，竟然还天真想要去讨好对方，真是贱啊！沉默了一会儿，秦寻冷声道：“说好了一起努力，给你赚孩子的奶粉钱的，你下不了手，我下得了。”夏宁见秦寻在你流氓式告白上纠缠不休，他有些生气了，正想要狠狠地拒绝他，却听见秦寻还是坚持1000万报价给他，他同意我就做，不同意那就另请高明。夏宁冷冷地盯着秦寻，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笑容淡漠：“其实我一直有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秦寻心头一磕，似乎在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丝特别的意味。他抬起头，就见夏宁转过身走了。夏宁坐回办公桌后面，沉默了一会儿，不再纠缠秦寻，按秦寻的意思在手机上给爸爸发了一条微信，准备碰一碰运气。
夏总，全方案1000万，我们公司接，很快。夏爸发了一个表情包过来，还是夏宁小时候的动图。动图上是小夏宁目瞪口呆，一脸惊掉下巴的表情。不愧是我夏书杰的女儿，心够狠。夏宁脸微红，看了看又趴在沙发上玩游戏的秦寻。我们公司的首席策划大师很有信心，他不会随意要价，我相信他，他很厉害的。过了一会儿，夏爸回复：有人跟我说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我之前不怎么相信，现在信了。但是恋爱中的女人是会对自己的恋人有滤镜的，你相信他，但是我不信。夏宁看着这3句话，冷笑了一下。他一眼就看穿了父亲的心思，这是想要套他的话，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恋爱了。他们全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7岁的妹妹，对他恋爱的事情都格外上心，仿佛他不是24岁，而是42岁的母胎单身一样。夏宁飞快地瞟了秦寻一眼，回复：我没恋爱，很快。夏爸回复：那秦寻是谁？他是沙比，大的那种。夏宁回得飞快。过了好一会儿，夏爸回复：你完蛋了，你真的坠入爱河了。夏宁看着爸爸回复的话，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有些不服气。他明明在几分钟前狠狠地拒绝了秦寻。爸，这单1000万的生意，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公司做？大不了我们给你做亏本了，我赔给你。夏宁等了一会儿，始终不见回复。等他耐心快要消失，想要走出办公室，躲到写字楼楼道直接打电话时，微信跳出一条信息：1000万？他是谁？他算老几？他配吗？让我看到他的本事，不然夏家的大门他永远进不去。这些回复很不客气，似乎对自己的女儿即将要依靠别的男人充满了怨气。女儿的爸爸和女儿的男朋友好像天生就不对付。夏宁飞快回复，屏幕都快按碎了。再说一次，我没恋爱，等了很久。那边始终没有回复。夏宁坐在椅子上生闷气，觉得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牛孝军有病，爸爸也有病，秦寻也开始病了。不，他一直有病，只是病情加重了。他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玩游戏的秦寻，这个罪魁祸首气不打一处来，冷声道：秦寻。秦寻头也没抬，玩着游戏。哎，夏宁见状更气了，我心情不好。秦寻，哦，夏宁，你过来。秦寻还是没抬头。干啥？夏宁站起身来，面无表情。给我扇一巴掌。秦寻转头，一脸惊讶。啊，怀孕的女人跟怀孕的母狗一样，都这么凶残的吗？他看了夏宁一眼，摇了摇头，转过头继续玩手机。夏宁看着秦寻这副死样子，闭上了眼睛，深呼吸一口气，在睁开眼睛时恢复了高冷的模样。秦寻，对方说，你想要这1000万，得让他知道你是谁，你算老几？你配吗？重复完爸爸的话，他又夹带了一句私货，你射什么东西？说完，他心中暗爽，喷他 Q。 手机里传出一声五杀音效。秦寻翻身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抬头看着夏宁，冷笑了一声，激将法啊。夏宁心里有些紧张，生怕他不上当，却看见秦寻笑了一下，我这小暴脾气就好这口。正他心里有些窃喜时，又听见秦寻说道，有他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夏宁，他怎么老想着让我爸爸给他下跪？秦寻站起身，低着头，皱着眉，在办公室里踱步。忽然他抬起了头，我就让这狗东西看看我是谁，我算老几？夏宁，你有想法了？秦寻点点头，我们是营销公司，光顾着给别人营销了，忘了给自己营销，我们得找一个人给我们公司代言。他双手握在一起，慢慢分开，越拉距离越大。我要把我们这个随时都要倒闭的小破公司营销成一副行业巨头的样子，让以后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公司不拿出几百万都不好意思给我们投意向书。夏宁听见随时要倒闭几个字，微微皱眉。目前公司的营业状况明明欣欣向荣，除非秦寻被人挖走。秦总，他喊了一声，你准备怎么做？听见秦总2字，秦寻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了，第2大股东。他赶紧抬手拍了拍嘴，什么随时要倒闭？我不死，公司倒不了。夏宁松了一口气，想着如果公司营业状况很好，年会时要不要给他奖励一套小房子，把他深度绑定公司，再也挣脱不开。夏宁转身去倒了一杯茶，走到秦寻面前，双手递上。秦总，你有什么想法？秦寻喝了一口茶，我准备把目前公司的王牌，也就是我，打造成行业内的超级明星。他淡淡一笑，我要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到底是谁。夏宁见秦寻自信满满的神色，想了想，问道，你要拍摄宣传片？秦寻点点头，我要拍摄一个让我们名声大振的宣传片。夏宁浅浅笑了一下，心里有些担忧。宣传片这东西是很难出圈的，比如世界上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宣传片，可是除了他们的死忠粉，谁会去看呢？无非就是正面夸、侧面夸，变着法子夸他们，最后给一句类似山不见来见我，我就去见山，这种故作高深的文案显得挺有文艺范。明星的死忠粉可能会看得开心，甚至兴奋，当时对于路人来讲
宣传片真的是很无聊的东西，不如树叶上的毛毛虫好看。不过转念一想，秦寻到目前没有失过手，每次都能给人带来惊喜。夏宁问道：“你现在想好宣传的文案了吗？”他有些期待，毕竟有时候一句宣传片里一句简短的文案反而能够出圈，而秦寻似乎很擅长这个。秦寻笑了一下：“你想听？”夏宁看着秦寻，轻轻点头。秦寻喝了一口茶，润了一下嗓子，好不扭捏地喊起了麦：“我姓秦，四龙吟，高山流水轻抚琴。我姓秦，一笑一颦，与你天涯若比邻。我姓秦，威风凛凛，单挑我能干一群。我姓秦，天道酬勤，不谈恋爱先脱贫。”唱完，他举起茶杯，又要喝一口茶水润嗓子，却被一只白皙的手按住了杯口。抬起头，只见夏宁一脸震惊：“秦寻，你谁认真的吗？就这样宣传吗？”秦寻看着夏宁的表情，觉得好笑，摇摇头：“当然不是。”正当夏宁的表情略微放松时，他又说道：“还有你呢。”夏宁：“什么还有我？”秦寻微微一笑：“到时候拍摄宣传片，公司的每个人都要参与，怎么少得了你？”夏宁看着秦寻的笑容，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听见秦寻开了枪：“我姓夏，洗衣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我姓夏，我不怕，四海五湖我最大。”突然，秦寻的嘴被夏宁捂住了，力气很大，几乎把他掀翻。秦寻吓了一跳，瞪圆了眼睛，只见夏宁伸出的又白又细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的脸上竟然带着一丝慌张。我喊不来。秦寻笑了，他信了，真好骗，难怪被人搞大肚子还被抛弃，很傻很天真。夏宁放下了捂着秦寻嘴的手，脸色有些不好看。他坐立难安，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想象着公司30多号员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合唱一样，整整齐齐站在镜头前，一个一个喊着姓氏脉我姓秦，奇义恩情。我姓夏，洗衣压下。我姓程，吃义恩诚。他就感觉这家公司要完蛋。夏宁重重叹了一口气，重新坐回办公椅上。算了，这脸不要了。秦寻每次看起来很扯淡的营销，比如贵行救女、韩宝宝靠卖肉顺带着卖苹果，最后证明都是成功的。夏宁在电脑桌面新建了一份文档，把刚才秦寻喊的麦写了下来。看着这些文字，他越看越难为情，忍着恶心，把手放在桌子上，手指轻轻敲打节奏，悄悄地张着嘴，无声地练了起来。我姓夏，洗衣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啊，好尴尬啊！忽然，他余光看见秦寻走了过来，不由得坐直了一些身体，脸上恢复了清冷的神色。只见秦寻站在了他身后，一个略带笑意的声响起：“不错，你记忆力很好，听了一遍都能默写出来。公司宣传片，你站 C 位。夏宁，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职位低，站后面的角落就好。”秦寻看着夏宁尴尬的样子，笑了笑：“你再练习一会儿，等下你再联系红树林影楼，我记得他们也接短视频拍摄的业务。”夏宁抬起头看着秦寻，想了想，点了点头。企业宣传片一般是找广告公司或者影视公司做，不过秦寻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短片的完整构想，所以只是要去影楼抓懂拍摄的工具人而已。便宜、听话、好用。秦寻又坐回沙发打游戏，夏宁盯着电脑屏幕，一脸认真的练习，张开嘴无声默念：“我姓夏，洗衣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10分钟后，夏宁关掉了文档，又默读了一遍，觉得已经足够熟练。他看了一眼秦寻，见他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刷着手机，心里竟然感到一丝丝安慰。秦寻竟然没有跑到公司外面浪，真不错。夏宁的脸上不自觉浮现一丝笑容，随即笑容僵硬了。我对他的要求就这么低了吗？秦寻刷着手机看一些社会新闻，正看到一则猫咪被嘎了蛋之后报复主人的故事。突然，微信弹出信息提示声，点开一看，是夏宁赚了2000块钱过来。他想了想，点了退还，继续刷着手机。突然，夏宁的声音响了起来，有些冷：“你怎么不收？”秦寻抬头，明显看到他脸上有一丝隐忍的怒气。他随意笑了一下，低下头，继续看被嘎了蛋的猫到底能有多生气。这2000块钱，你还是留着生孩子吧。夏宁说完，不等夏宁有什么反应，秦寻又低下头，继续看被嘎了蛋的猫生气了能咋样？他是个有脾气的，昨晚刚借到的钱被要了回去，再送回来。对不起，我不要了。夏宁沉默着，听见秦寻又提到了生孩子，再想到他之前说的我们一起努力赚奶粉钱，他的脸微红，紧紧抿起嘴唇，渐渐皱起眉头。这个秦寻怎么学会了死缠烂打？是我刚才拒绝的太委婉了吗？过了一会儿，夏宁看着低头玩手机的秦寻，决定跟他说清楚，冷声说道：“秦寻，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看见秦寻抬起了头，他面无表情，按在办公桌上的手指却微微用力。二人沉默的对视，夏宁又给了秦寻一个台阶：“
这里是公司，不是谈论生孩子这种事情的地方。秦寻看着夏宁笑了笑，点点头，我懂，你放心，我嘴严。说完又低头玩手机。他理解夏宁的心情，未婚怀孕还被抛弃，肯定觉得羞耻，不想让公司的同事知道，而且一直隐瞒到通过了实习期，还能有3个多月的带薪产假，岂不是美滋滋？突然秦寻抬起头盯着夏宁，啊，这我现在是公司副总，那他不是相当于在骗我的钱？夏宁一直偷偷地观察秦寻的状态，生怕他被拒绝之后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突然看他抬头看向自己，吓了一跳，忙撇开头看向电脑屏幕，心里一声叹息，他还不死心吗？够执着的呀。秦寻心里冷哼一声，瞧，心虚了吧？终于熬到了6点，秦寻起身开门就要走，却听见身后夏宁喊了一句，等我一下，我们一起。秦寻转过身看了一眼他的肚子，有些为难，我骑的是电动车。夏宁低着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道，没事，现在是下班高峰，骑电动车还快些。不见回应，抬起头，他的脸冷了下来，门口哪还有人？夏宁摇头叹息，被拒绝之后就没有了一点绅士风度吗？为了掩饰自己的家庭情况，夏宁一直没有开车上班，走出写字楼打了车回去，一路堵，终于回到了小区。走进小区，在单元楼门口，夏宁看见4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围着秦寻拉拉扯扯。秦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吗？我们老板找你有合作，开的酬劳很高很高哦。夏宁看见秦寻胸口的衬衣扣子都被扯掉了一颗，露出了胸膛，上面竟然还有几道抓痕，他脸色冷了下来。这就是陈王口中猎头公司的江湖奸杀令吗？秦寻被围在4个叽叽喳喳的女人中间，感觉到身体四周时不时压过来的柔软，感觉有些施展不开拳脚，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又冷又淡的声音响起，哪里来的野鸡？听见有人骂人，4个女子有些生气，纷纷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冷艳的不像话的女人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气质如同冬天的寒风，让他们感到一阵凌厉，顿时不敢说话了，似乎有一种野鸡见到凤凰的血脉压制。夏宁走到他们面前，伸出手牵住了秦寻的手，把他从女人的包围圈里拉了出来。他很自然地挽住了秦寻的胳膊，冷漠地看着4个一脸不忿的女人，轻声道，长得丑就不要学人家来我家门口抢男人。秦寻，什么你家门口的男人？4个女人看着冷艳高贵的夏宁，想要张嘴说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她们不丑，反而有些美，如果不站在这个高冷美女身边的话。夏宁冷声道，滚！4个女人灰溜溜散开，走出几步，一个女人觉得好没面子，忽然回头装出一副凶悍的样子，问道，你叫什么？夏宁面无表情地盯着那个女人，直到盯得她心里发虚，想要开溜时，才忽然说道，我姓夏，洗衣压夏，反手能让江湖炸。他脸色冷漠，说得一本正经，更带着一种御姐的腔调，与内容对比有一种强烈的反差。那个女人，秦寻。其他3个女人猛然回头看向了夏宁，露出了震惊的表情。难道这是个疯子？难怪王经理说秦先生家里有个喜欢 cosplay 的女朋友，看起来一副御姐范，但是战斗力凶悍。现在看来不但高冷凶悍，而且还中二。夏宁迎着他们的诧异的目光，脸色平静。4个女人自讨没趣，灰溜溜的跑了。惹不起。见他们逃了，夏宁松开了挽住秦寻胳膊的手。秦寻转头看着夏宁，脸色有些怪异，小夏，你刚才是？夏宁目视前方，绷着脸，尽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解释道，我刚才只是忽然想到，如果我都不能在4个人面前说出今天下午练习的台词，那明天拍摄时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我又怎么说得出？秦寻，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不错，优秀员工，态度极其端正。夏宁抿了抿嘴，只当他是在夸奖自己。忽然秦寻感受到胳膊上残留着夏宁刚才挽着自己的一丝温暖，心情有些复杂。他拍了拍胳膊，看着夏宁，一脸认真地告诫道，你以后不要碰我。夏宁听见这种应该是黄花大姑娘说出来的话，他觉得秦寻是不是把他的台词抢了。他冷声道，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小气鬼。秦寻听着小气鬼3个字有些无奈，觉得是自己把他转给自己的2000块钱直接退还回去，伤了他脆弱敏感的自尊，却不知夏宁则是在想，不就是拒绝了你的告白吗？有必要跟我在这里拿枪拿掉？这一次我拒绝的算很有礼貌了。2人对视着，突然夏宁猛地抬起脚，一高跟鞋踩在秦寻的脚背，力度不大，秦寻仰天长啸，发出了猪叫。夏宁没管秦寻，走进单元楼，上了电梯，没等秦寻进来，直接按了6楼。回到出租屋，他坐在了客厅，打开电视。不一会儿，秦寻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夏宁见状有些不好意思，我下脚不重啊。只见秦寻白了他一眼，你踩到我小脚趾了。夏宁，对不起啊。却看到秦寻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走进了卧室。不一会儿，
里面响起了一阵动静，似乎收拾行李的声音。夏宁赶紧起身，走到秦寻卧室门口，果然看见秦寻挑选衣服塞进背包。他皱眉问道：“秦寻，你这是干嘛？”只见秦寻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继续收拾着东西。他又问：“是因为今天下午你说的生孩子的事情吗？”秦寻拉上拉链，背上包，冷哼一声：“孩子，你爱生不生，关我什么事？”夏宁的脑海里自动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我的表白，你爱答应不答应，也不伺候了。他看着秦寻，脸色冷了下来。这是多么小气的一个男人！对于别人的表白，他对秦寻已经做了此生最大的让步，可是他却依然不满意，还在耍小性子，跟个娘们儿一样。夏宁冷声道：“你现在没有钱租房子了。”秦寻冷哼一声：“我去做鸭也能赚一点钱。”他背起包往外走，却看见夏宁挡在了门口，没有要让开的意思。他叹了口气，解释道：“小夏，我今天不是在单元楼门口被那4个女人拦住的，我是在出租屋门口被一路架着下去的。这里已经暴露，那些不要脸的猎头公司开始用上了4个女人一起的美人组合技，越来越对我的胃口了。再这么下去，我迟早要重击夏宁。”秦寻继续说道：“我出去躲2天。”他挤开了夏宁，往外面走去，却听见夏宁的声音有些急：“你走了，那我呢？”秦寻回头看见夏宁脸上竟然有一丝难过：“我走了，你也就安全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夏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忽然好空。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也离开了，回到了他的别墅。忽然，他想到了一种可能：这里的别墅区没有户主的同意，外人根本进不来。要不然……第二天，秦寻踩着点来到公司，直接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见夏宁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敲键盘。他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小夏。”夏宁没有回答，仍旧在敲着键盘，似乎还在他的气。秦寻很无奈，直接走过去，拿起办公桌上的夏宁喝过的牛奶和咬了2口的三明治，仔细看了看，闻了闻。这家便利店的东西干净卫生，你以后就到这家买，不会肚子痛。只见夏宁停止了敲键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工作。他突然说道：“我昨天晚上练习了很久，已经能够和你一样面不改色的喊完我姓夏了。等下的拍摄，如果你需要人做出表率，请一定要点我上台。”他一脸严肃，想要在宣传片中大放异彩，让爸爸瞧一瞧他的本事。秦寻一愣，笑了：“好，满足你，我一定满足你。”9点1到，秦寻让夏宁喊陈婉召集大家开会。讲台上，秦寻说的慷慨激昂：“所以，为了把橡树公司打造成业内的明星公司，我们需要拍一个宣传片，10点钟就会有拍摄团队过来，而演员就要在我们同事当中选，好不好？”底下30多个同事们纷纷喊好。谁小时候没有幻想过自己当一个演员？但是又有几人有上台经验？现在竟然有了玩一把的机会，他们非常兴奋，大声地推荐自己，生怕落了选。秦总，选我，选我！秦总，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秦总，我脸皮厚，什么都能演。秦总，我幼儿园舞台剧表演过一块石头，老师都夸我演技精湛。此时，秦寻看了一眼站在最角落的夏宁，见夏宁冲着他轻轻点了点头，他笑道：“昨天我和夏宁对了一下初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宁演示一下表演内容。”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夏宁面无表情，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气场十足地走上了讲台，让同事们纷纷惊叹：长得好，气场强，这不就是天生的女1号？她这几步走得比牛总都有气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女总裁呢。夏宁到前面站定，微微鞠躬，直起身子看了秦寻一眼，见他点点头，他一点都不扭捏，直接喊了起来：“我姓夏，习压夏，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我姓夏，我不怕，四海五湖我最大。”喊完，他又微微鞠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轻声说道：“谢谢。”秦寻绷着脸忍笑，忍得很痛苦。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同事们的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一个个目瞪口呆。夏宁不要面子的吗？这种东西都能喊得出口，虽然他长得好看，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秦总调教小助理的本事这么高的吗？能把一个高冷御姐变成中2少女？渐渐的，同事们有些后怕，为自己刚才踊跃举手报名的行为感到羞耻。陈婉咽了咽口水，有些为难：“秦总，我们要表演这个，我不姓夏呀。”他松了一口气，反复强调：“我姓程，我姓程。”秦寻看了陈婉一眼，笑了笑，张口就来：“婉姐，你可以这么喊，我姓程，为你沉沦，迷失自己丢了魂；我姓程，黯然伤神，甘愿为你锁心门；我姓程，略有耳闻，岁月不改我单纯。”秦寻站在讲台，面带笑容地喊着，众人惊叹：这秦寻的思维这么快的吗？说来就来。陈婉羞得不行，双手捂住了脸，想要找一条地缝藏身。秦总，不行啊，
这太社死了！我也是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别人的女儿啊，我还要脸？这话一呼百应，同事们纷纷附和。是啊，是啊，秦总，您三思啊！公司的宣传片，您要慎重啊！秦总，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幼儿园演石头时笑场了，不是个很好的演员。秦总，我今天拉肚子。秦总，我来大姨妈了。秦寻看着同事们群情激愤，大有如果逼着他们喊姓试卖，就要收拾起东西离职的模样。他笑了笑，看来大家对这个方案不满意。我也不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那我就启动第二套方案。听到这话，夏宁一惊，猛地转头看向秦寻。我这是被他耍了吗？想到自己昨天晚上那么认真的练习，刚才又当着同事们的面玩尬的，他的心底渐渐起了一丝火气。夏宁看了一眼底下松了一大口气的同事们，有些人看向他的眼神还有些戏谑，让他有些迟来的羞涩。他再也忍不住，转头盯着秦寻，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语气尽量温柔。秦总，所以我昨天的努力就白费了吗？秦寻摇了摇头，不是，正因为我不想浪费你的努力，所以才让你上台表演，你表演得很好。看见夏宁的笑容僵住了，为了避免等下回到办公室，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把自己暴揍一顿。他一本正经的胡诌道，就是因为昨天看见你那么认真努力，我就想，连公司一个小小的员工，还没有转正的实习期的小姑娘，工作态度都那么端正，我一个公司二把手怎么能辜负别人的期望？他走到夏宁身边，学着老领导的样子，鼓励地拍了拍夏宁的肩膀。所以我昨天晚上连夜为你重新写了一个短剧本，你当女一号。夏宁看着秦寻认真的表情，有些怀疑。真的？秦寻认真点头，赌咒发誓，如果我骗你，那橡树公司就会倒闭破产，老板还要被抓。夏宁，他不但骗我，还咒我。夏宁面无表情地走了下去，又站到了角落。秦寻拿出手机，把昨天晚上在网吧写的剧本发到了群里。同事们打开文件，字数不多，很快就看完。剧本里用简短的文字描写了一幅幅场景：美女职场新人的踌躇满志，深夜的加班，甲方的潜规则，家人的对儿子梦想的否定，舔狗的爱情，甲方的侮辱，成功后的春风得意。同事们纷纷松了一大口气，又开始喜滋滋的议论：这个好，这个好，哎，这才是正经的剧本吗？看来我的才华又有施展的余地。这个女一号，确实只有夏宁能演，她的颜值够大。突然，刘红举起手，大声喊：秦总，我觉得里面的那个老色皮，我来演就特别合适。众人一阵大笑。那我演那个舔狗，我演甲方，我特别想当甲方。我演那个追求梦想的儿子，那我演那个爸爸。角色越来越少，画风开始变态。我演路人甲，我演雨水，我演那个被丢掉的文件夹。正当大家满脸笑容讨论的热火朝天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秦总，如果是这种普通剧本，几个常见的场景拼凑，而且几乎没有台词，我觉得这种哑剧式的公司宣传片没有办法在业内溅起一丝丝水花。众人纷纷转头看向了角落里的夏宁，只见夏宁一脸正色地看向讲台上的秦寻。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找个小明星为公司代言。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甚至觉得这个剧本还不如刚才的姓氏卖，喊卖至少能够抓住别人的眼球。他说完，沉默地看着秦寻。刚才秦寻让他上台丢了人，他也要把秦寻架在火上烤。同事们急得只想跺脚，要不是顾忌他性子高冷，又是秦寻身旁的小助理，非得上去严肃地批评他几句。他自己喊了姓氏卖，就非得让别人也跟着喊，这就是自己淋过雨，就想要把别人的伞撕烂。还有，这小姑娘怎么仗着秦总的宽容，就敢当众反对老总，一点职场规矩都没有。夏宁沉默的眼神坚定地看着秦寻。秦寻看着夏宁，忽然轻轻笑了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谁说这是哑剧？夏宁心头一惊，看着秦寻这副神情，竟然有一些期待。每次秦寻要露一手的时候，他总会流露出这种神色，淡定平和，脸上带着轻笑，但是出手就是惊雷。同事们纷纷转过头看着前面的秦寻，到时候我会配音的。秦寻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坚定、自信、沉稳的声音说道：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所有人都愣住了，陈婉一脸惊讶，刘红一脸错愕，不少人被这一段话重重捶在心骨上，燃起了久违的热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恨不得当场耕3亩地。夏宁看着秦寻，眼神微闪。秦寻整理了一下衬衣领子，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会议室里，秦寻放下了整理衣领的手。夏宁静静地看着秦寻，心里早就没有了刚才被耍的怨气，眼中秦寻的形象又变得深不可测起来。他似乎总是这样，上一秒还在嘻嘻哈哈，下一秒一出手就能直接把手探入人的胸膛，狠狠地捏住别人的心脏。
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他心中默念。我叫夏宁，我为自己代言。想到这个宣传片要给父亲看，一时间夏宁有些想要哭。这些话不就是他想对爸爸说的话？众人沉默着，沉默着，沉默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婉一脸惊叹地看着秦寻，双手用力地鼓起了掌声，心里十分骄傲。秦寻，我招的，老娘招的，老娘最开始花2000块钱招的。紧接着，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众人看向秦寻的眼神又变了，无视他的年龄，无视他的职位，只是被他的才华深深地震撼着。橡树公司成立不到1个月，除了核心部门的主管是通过猎头公司挖过来的，其他的人原先都是其他公司的隐形人，得不到重视的那种。可以说，在公司大部分人心中，橡树公司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加上牛总不靠谱，更让他们觉得公司随时要倒闭。可是自从秦寻崭露头角，创意跟母猪下崽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吸引过来越来越多的业务，还有奖金，他们渐渐有了信心。秦寻似乎要以一己之力疯狂凯瑞同事，带着他们飞速上分，在行业内打出偌大的江山了。这就是抱大腿的滋味吗？爽！有人遏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大声喊：秦总，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神！秦总，橡树不能没有你，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秦总，我要跟你生猴子。刘红，注意你的性别。我不管，我就要生。秦总，我有一个妹妹，今年20岁。秦总，我妈刚离婚，我有福气做您的儿子吗？秦总，我能把您的头像纹在我胸口吗？我要请神。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夏宁站在角落，脸上只有浅淡的笑意，视线穿过同事们的身影，一直落在秦寻脸上。忽然他回过神，悄悄掏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连串的信息。抬头看去，见陈婉没有发现，他疯狂地弹表情过去。会议室前面的队伍里，陈婉忽然感觉手机一阵震动，有些奇怪，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夏宁，见夏宁使了个眼色，他悄悄掏出手机，一看信息，脸色微变。陈婉收起手机，脸上露出笑容。秦总，您这个宣传片的广告创意实在是太好了，我必须去跟牛总汇报一下，申请更多的拍摄资金。说完，他不等秦寻回答，快步走了出去。过了3分钟，他走了进来，看着还是闹哄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会议室，笑着大声说道：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啊！他一边大喊，一边走到了秦寻的身前，汇报道：牛总很满意秦总的广告创意，批了50万的广告拍摄资金。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他们都是营销行业的，对广告行业也了解一点。一个广告首先需要进行策划，包括创意构思、人物塑造、故事的编剧，大概需要2万左右。这些事情秦寻已经做完了，之后就是拍摄、租赁场地、购买器材、道具，还有支付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等人工费用。这一环节大概要1030万不等。而牛总一开口直接批下了50万，就算按照最高水准制作，也还能剩下20万左右。难道要拿整整20万宣发，或者是当做奖金？同事们无不震惊。秦寻前几天还薅着牛总的头发，大喊着给爷死呢，转眼3分钟就给秦寻的项目批了50万。牛总对秦总也过分溺爱了吧？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则广告虽然是公司宣传片，但是点睛之笔是最后那一句：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最大的受益人肯定会是公司的2把手秦寻。同事们一脸羡慕地看着秦寻，不少人又悄悄回头看向高冷的夏宁，心里不由得叹息，想不到在小小的一家公司，竟然发生了金钱和美色的力量碰撞。最后到底是牛总的金钱的力量，还是夏宁的美艳能够获得秦寻的芳心呢？爱，这是畸形的爱啊！秦寻看着同事们羡慕震惊的眼神，却有一点不爽。50万拿出去拍摄广告，那不就相当于公司的利润少了50万，里面可是有10%是我的呢。夏宁看着秦寻愣住了，有些好笑，觉得他是被巨大的惊喜冲昏了头脑。见他还发着呆，夏宁走了上去，嘴巴贴近秦寻的耳朵，小声说道：秦总，注意您的身份，现在在开会呢，您不要发呆。秦寻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同事们，微微低头，跟夏宁说了一句悄悄话：这50万里面有5万是我的，不舍得花。夏宁一怔，抬起头看了秦寻一眼，忽然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轻声说道：我舍得。秦寻，你舍得？不是你的钱，你当然舍得。他还没想通夏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看见夏宁转过身，面对着底下的同事们，面不改色地说道：秦总刚才说他只负责公司最核心的工作，其他琐碎的事情一律交给我这个小助理。秦寻，同事们纷纷鼓掌叫好，给夏宁一个面子，实际是给秦寻面子。好，没问题，一切听从秦总的安排。夏宁挺胸抬头，修长的身姿忽然浑身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第一，更换拍摄团队，业务部去终止和红树林影楼的合作，同时去联系海城最好的广告公司，聘用他们公司最好的拍摄团队。业务部主管大声说道：收到，下注。夏宁点点头，面无表情，继续说道：
第二，联系海城各大博主，准备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宣传。如果效果好，申请加大投入资金进行全国宣传。除了各大博主，甚至可以把广告投放到其他视频网站。陈婉作为人事兼行政主管，对于一些不好界定的杂活，只能揽下来大声回答。收到，夏总。夏宁淡淡的看了陈婉一眼。秦巡，收到，夏总。话一出口，陈婉立即变了脸色，赶紧改口道：收到，夏主。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有些同事被这一幕逗乐了，刚想笑，却看见夏宁一脸严肃的表情，被他强大的气场惊得绷起了一张脸，不管随意发笑。秦巡看着夏宁的侧脸，微微皱眉：你丫的，气场这么强，把人家陈婉都吓得语无伦次了。你要篡位啊？你还要加大投入？这可是我的钱。夏宁没有注意到秦巡的眼神，看着底下收敛了笑容的同事们，继续说道：第三，开发部停止拓展市场，业务部注意和现有洽谈的合作公司维护好关系，但是不要议价。此话一出，同事们齐刷刷瞪大了眼睛，夏宁这个小助理竟然敢当着公司副总的面说停止拓展业务，不跟客户进行议价这种话。一个公司不做业务是要等死吗？秦巡，呵，我以为我是个9000岁，没想到夏宁想要做太后啊。夏宁不顾众人的神色，一脸平静地解释道：等公司宣传片发行，再一次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之后，再去议价，在现有基础上价格至少提升30%。公司投入的50万，我们要10倍、20倍的赚回来。同事们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小姑娘原来在这里留了一手，够狠。秦巡看着夏宁的侧脸，觉得有些陌生，又觉得有些熟悉，似乎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高冷、优雅、干练。他的视线又落在她的肚子上，叹了一口气，就是在有些方面很傻，很天真。忽然，秦巡看见夏宁掏出手机，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往群里发了3个2000块的红包。底下的同事们只能看见夏宁在低头操作，不知道在做什么，感受到裤袋里的手机震动，大概猜到他往群里发了信息，有些疑惑。面对面说不好吗？开会时间又不能随便掏手机。突然，他们看见秦巡急匆匆掏出了手机，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抢红包！众人纷纷掏出手机，连续点开3个红包，发现都是大额的，几乎每个红包都能抢到快200块，3个红包几乎拿了600。他们抢完，一脸震惊地看着夏宁，不明白这一个月薪3500块的小助理，这是要干什么？却看见夏宁脸上没有什么变化，轻轻笑了一下，他微微鞠躬：接下来的拍摄，请大家配合我的工作，谢谢了。同事们神色复杂，过了一会儿才纷纷大喊：好，绝对配合，保证完成任务。散会。回到总经理办公室，秦巡等夏宁进来，关上了门，反锁上。夏宁有些紧张：你这是？秦巡的目光落在夏宁身上，上下扫视着。夏宁后退一步，却看见秦巡冷笑了一下：夏总。夏宁一惊，默默地看着秦巡，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有些心虚地撇开头。正当他有些生气，陈婉说漏嘴，不知道怎么跟秦巡解释时，听见秦巡的声音冷淡：小夏，你以后不要这么出风头了。牛孝军这个老虎不在，我就是公司里的大王，你今天骑在我头上，花我的钱，还发红包，是什么意思？你功高震主了，你知道吗？夏宁转头看向秦巡，沉默了一下，解释道：我想拿下嘟嘟奶茶1000万的单子，不想浪费你的创意，想要让效果最大化。秦巡摇了摇头，走到了办公桌后面，坐在了椅子上，右手轻轻在桌面上敲了敲，仿佛在宣示主权。小夏，倒茶。夏宁松了一口气，忙去给秦巡泡了一壶茶，倒了一杯，双手递了过去。秦巡喝了一口茶：你刚才发红包的钱记得找公司报销。夏宁：哦，乖巧又听话。他见秦巡喝了一杯茶，拿起茶杯走到茶几旁蓄水，却忽然听见秦巡沉声告诫：你工资不多，一口气发6000，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你哪有钱？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虚：你家该不会很有钱吧？夏宁听见他又提到生孩子，脸色微冷：怎么会有这种人？每天跟人告白一次，还老是用生孩子做隐喻。他不知道生孩子之前的行为是很羞耻的吗？他是看自己脾气好，所以才天天公然耍流氓。夏宁默默地倒了一杯开水，转身端给了秦巡：我家就是一般家庭。秦巡接过，很自然地喝了一口。嗷呜！收了夏宁的红包，同事们跟打了鸡血一样，按照夏宁的安排投入到了广告拍摄的工作当中。很快联系好了广告公司，下午广告公司的人就赶了过来，跟秦巡对了一下剧本，根据橡树公司是个营销公司的性质，稍微改变了一下剧本的场景。在秦巡和广告公司的人打磨完剧本后，夏宁适时上前：您好，请问最快多久能拍好？广告公司的人：3天。夏宁语气不容置疑，提了要求：2天。广告公司的人，他知道宰相门房、贵人亲婢，还有老总的秘书，虽然看似地位不高，但都是不能得罪的人物。更何况这个女秘书好看成这样，
绝对能符合那一句调侃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但是2天的时间要完成一个高质量的广告拍摄，实在是有些困难。他有些为难，看向了秦寻。秦寻看了夏宁一眼，点点头。就2天，广告公司的人实锤了，绝对有一腿，竟然这么惯着他，这是要烽火戏诸侯啊！6点1到，秦寻打开摸鱼系统面板一看，顿时皱了皱眉头。摸鱼值180，离下一次抽奖还有10万点摸鱼值，这几天有些堕落了，竟然在好好工作，没有摸到什么鱼，烦。夏宁坐在电脑后面，探出头来，看见秦寻皱眉，迟疑了一下，语气有些关切：“你怎么了？”秦寻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夏宁看着秦寻，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昨天睡在哪里？”他现在越发的担心秦寻被人挖走了，更何况他现在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秦寻转头咧嘴一笑：“床上。”夏宁，他把探出的头缩回到电脑屏幕后面，懒得再理秦寻。过了一会儿，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心，又探出了头，看着正在开门的秦寻：“那个，现在晚上还有女人去敲你的房门吗？”秦寻一怔，回头看了夏宁一眼，什么也没说，开门走了出去。夏宁看着门关上，脸色微冷，喃喃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晚上，秦寻觉得不能再堕落下去，走出宾馆，骑上电动车又去跑外卖了。1个小时10点，摸鱼值也是肉。秦寻在接单平台看了半天，找了一个合适的单子，是送到海心妇幼保健院的。因为地点较远，又有些偏僻，几乎没有顺路单，赚不到什么钱，没有骑手愿意抢这种单子。但是秦寻喜欢。忽然，他想到之前宋夏宁去过这家医院安胎，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真是个傻女人。第2天，在夏宁的组织安排下，橡树公司的人全力配合广告公司拍摄。因为追求质量，而秦寻和夏宁还有橡树公司其他同事都没有表演经验，一个画面需要重复拍摄很多次。1天下来，所有人都累瘫了。不过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自己的演技堪比影帝，马上都要拿奖了。下班后，大家从片场散开，各自回家。当夏宁想要找秦寻时，却发现他已经骑上了电动车，一溜烟走了。夏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有些失望。毕竟是室友一场，连问都不问一声要不要搭便车吗？此时程婉走上来，小声问：“夏总，搭便车吗？”夏宁：“不搭。”程婉有些尴尬。夏宁沉默片刻，解释道：“车子容易堵，我喜欢电动车。”晚上，秦寻在宾馆待了一会儿，闲着无聊，又骑上电动车去送外卖散散心。或许是摸鱼值涨得太慢的原因，他最近有些烦闷，想要找人说说话，哪怕是跟顾客大吵一架都行。刚走出宾馆，他就收到了夏宁发来的微信：“你现在到底住在哪儿？”他没有回复。对于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大晚上发过来的信息，他作为一个有基本道德的男人，一定会躲得远远的。没走几步，夏宁的微信语音电话弹了过来。秦寻想也没想，直接挂断。立即，夏宁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小气成这样，不是男人。”秦寻看着这句话，看不懂，只觉得好冤枉。只有真正的绅士才能在半夜拒绝美女的电话好吗？在送单平台上又找到了一个无人抢的单子，还是海心妇幼保健院的，是一杯热奶茶。他一看备注，笑了：“怎么又是昨天那个阿姨？她这么喜欢点外卖，她老公儿子知道吗？”他很高兴，因为那个杨阿姨很大方，会在完成配送后额外打赏66块钱，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好阿姨。第3天，又拍摄了1天，广告公司的人都累瘫了，收了人家大几十万，对于成片的质量不敢有一点马虎，免得有一种骗钱的嫌疑。秦总，今晚我们通宵加班做后期，最晚明天上午就能给到您成片。您有什么意见直接提，我们可以再进行修改。秦寻的点点头，好的。与广告公司的人分别，夏宁看着他们上了车，视线一直落在他们手里的摄影机上，眼中带着希冀。她是宣传片中的女1号，戏份比秦寻还要高。秦寻看着她脸上竟然露出一抹幸福的表情，问道：“你在想什么？”夏宁想着这几天的辛苦，面带微笑，想到可以在父亲面前人前显圣，他难得的说了一大段话：“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像是等待我自己的孩子降生，而且我特别确定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宝宝。”秦寻他听着有些怪异，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我祝你们母子平安。只见夏宁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致谢，微笑问道：“你不期待吗？”秦寻摇了摇头，走到路边，骑上了电动车，转过了头，静静地看着夏宁，似乎有什么话想要说。夏宁默默地看着他，心里竟然有一丝期待，继而纠结起来。如果他等下喊我上去搭便车，我上不上去？被他发现我住在别墅区不好吧？却看见秦寻鼻子里重重呼出了一口气：“我不期待。”夏宁，他有些失落，与秦寻针尖对麦芒，冷声道：“这个孩子，你可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也算是他的爸爸。”声音不小。秦寻听见他这么说，脸色有些惊慌：“夏宁，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就不要乱比喻好不好？你可真是个大聪明。”说完，
他拧动电门，疾驰而去。夏宁，他看着秦寻的背影，眼神渐冷。狗改不了吃屎，你又骂我。夏宁有些生气，就许你拿生孩子来隐喻告白，就不允许我拿孩子来比喻工作成功？好大的官威啊！过了一会儿，陈婉悄悄走了过来，低头看了一眼夏宁搭在这肚子上的手，压低声音：夏总，搭便车吗？夏宁转头看去，只见陈婉的脸色有些怪异。夏总，我今天骑的电动车。夏宁有些奇怪，陈婉怎么成结巴了？不搭。陈婉，他松了一口气。不搭也好，电动车不安全，陈婉转头看向秦寻消失的方向，摇了摇头。渣男。夏宁只觉得陈婉今天有些缩，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家了。陈婉站在街边叹了口气。忽然他发现身旁渐渐汇聚了一些人影，转头一看，发现是财务部的几个女同事，还是贼爱聊八卦的那几个。陈婉一脸严肃地告诫道：明天广告视频就出来了，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你们不许瞎传八卦。说完，他又看见有7、8个男同事渐渐围了过来，他脸色尴尬。你们怎么也没走？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回答：老总没走，我们哪里好意思先走？说着伸手一指：莫，剩下的在哪儿呢？陈婉看见一面墙边还7歪8扭的靠着一群人，只觉得头大，同时又松了一口气。夏总，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乱传你一句坏话。晚上秦寻又去送外卖，拿着抢单平台刷了半天，终于刷到了海心妇幼保健院阿姨的那一单。他去到水果店商家，看着一篮子看起来很高档的紫色水果，叹了一口气，196一篮子，夏宁也爱吃。沉默了片刻，他才赚几个钱，也配。秦寻骑得飞快，没有摸鱼，到达目的地，敲门，进了病房门。杨阿姨，我来了。杨阿姨坐在上，微笑着点点头。小秦，果然又是你。秦寻笑了笑，刚把果篮放在餐桌上，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出一看，是夏宁，竟然还在谈微信视频。大晚上的，一个女人怎么好意思给男人谈视频？秦寻有些烦，看向床上的孕妇，脸上忽然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杨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帮我拒绝一下一个无耻的女人。秦寻看着病床上风韵犹存的女人，他听过这个成熟女人的嗓音，温柔稳重，有一种经过岁月洗礼的风情，感觉只要她一开口，就能让很多女人自惭形秽。杨阿姨面带微笑地看着秦寻，没有说话。秦寻看着杨阿姨脸上的笑容，挂掉了夏宁的视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怀了身孕的女人。看见杨阿姨的眉毛微微上挑了一下，她知道对方上钩了，继续说道：但是她却在纠缠我，想要我给她的孩子当爸爸。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要，我不想喜当爹。她眼巴巴地看着杨阿姨，您能帮我在微信里说一句她睡了吗？杨阿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意思，又想到自己年轻时好像也不怎么样，她轻轻笑了一下，朝着坐在窗边的保姆招了招手：张姐，你帮一下这个小伙子。只见一个50来岁，肤色黝黑，长得跟牛一样壮实的保姆，扭扭捏捏从床边走到了秦寻面前。秦寻低头看着这个敦厚壮士，感觉能一拳打死自己的女中豪杰，硬着头皮把手机递了过去。名叫张姐的保姆拿起手机，有些紧张，吞咽口水润了润嗓子，按下语音键，嗓音粗粝的如同西北的风沙。你也虽交了。秦寻他有些后悔，想要拿回手机，却看见张姐说了一句话之后，竟然渐入佳境，激发了表演欲，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自由发挥着：你以后不要再找他了，俄们的感情很好。秦寻一把夺回了手机，赶紧撤回了语音，急匆匆往病房外走去。很快，微信里跳出夏宁的回复：幼稚。秦寻，完蛋，还是被他听完了。当天深夜，秦寻就收到了广告公司发来的广告成片，他看了一眼，满意地点点头，效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第二天，秦寻来到办公室，把广告视频发给了夏宁：你传给宋映，让他帮忙传到他的抖音，他现在也是个400万粉丝的大网红了，如果传播范围够广，就不用找别的博主宣传了，可以省不少钱。夏宁听见宋映2个字，淡淡说道：他现在可是400万粉丝的大网红，要价可不会低。他打开视频播放起来，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视频播放完，夏宁想到躺在医院里的母亲、父亲给的压力，还有3次创业失败的经历，不由得鼻子发酸。他立即在微信上联系了宋映，说明了缘由。没想到宋映竟然1分钱不要，还傻乎乎问：我播放哥哥拍摄的视频，需要给哥哥多少钱？夏宁想了想，回复：你免费。宋映很快回了信息：哦耶，我在哥哥心目中果然不一般。夏宁和18岁的年纪真好骗。他似乎玩意识不到一个拥有400万粉丝并且还在稳步上涨的博主转发一个视频究竟能收多少钱。视频传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宋映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过来：感动，爱了，爱了。我是宋映，我也为秦寻代言。紧接着又发了一个疯狂磕头的表情。
姐姐，请代我向哥哥磕头。他竟然把这种好东西给我，他对我的好我都懂。夏宁，原来18岁的女生是没有脑子的。我记得当年我有啊。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陈婉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趴在沙发上的秦寻，拿着一些安胎的花茶放在夏宁桌子上。小夏，都是一些对你身体好的茶。夏宁看了秦寻一眼，生怕陈婉莫名其妙的献殷勤会引起秦寻怀疑，他装作很高兴，谢谢程姐。秦寻转头看了一眼陈婉，发现他深深地看了自己一眼，那眼神就像看着一个渣男。他觉得是自己看错了，没声响，继续趴在沙发上打游戏。听见办公室里不停地循环着自己的声音，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犹如魔音绕耳。他有些烦，一个操作失误让敌人捅了菊花惨死，忙转头想要瞪夏宁一眼，却看见夏宁盯着电脑屏幕，右手轻轻捂着嘴巴，眼眶有些发红。秦寻沉默了，不去打扰。他理解夏宁的情感，在前世时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也是惊为天人。当年各种魔性洗脑的广告很多，今年过节不收敛，不收敛啊，不收敛，收礼只收脑白金。奥利奥，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只有奥利奥。我要欧泡，我要欧泡，哦，嘿，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挺美，做女人挺美，慧人排肾宝，他好我也好，洗洗更健康。但是这些广告都是听了一遍又一遍才记住，而且觉得很蠢，甚至很尬，还有些让人脸红。直到我为自己代言横空出世，逼格高，格局大。当时秦寻喝了这碗心灵鸡汤，顿时升起一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妻妾成群的豪气。夏宁现在身怀6甲，正是脆弱敏感的时候，看到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广告，肯定会多有触动。忽然，秦寻听见了夏宁的声音，有些激动。秦寻，按计划行事，我们现在就把剩下的20万资金全部用来宣传，请各大博主转发我们公司的宣传片。他原本想看看送映抖音上的播放效果，再决定是否投钱。现在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上头，恨不得立刻梭哈。秦寻打着游戏，头也没抬。不用，别浪费钱，转发我们的宣传片，我没收他们的钱就不错了，还想要从我身上薅羊毛。夏宁，他看着秦寻，一声叹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宋映这种傻丫头。秦寻没有理会，他很有信心。虽然夏宁看这个广告都快看哭了，但是他还是不懂它的威力。想当年，在前世，凭借这个广告，让聚美优品的创始人直接闯入大众视野，让他一跃成为不甘向命运屈服、白手起家的青年偶像。助推公司急速发展，不到3年，在美国上市，最高的时候身价达到70多个亿。说这是一个价值几十亿的广告也不为过。这样核弹级的广告抛进现在短视频横行的时代，以现在的传播便捷程度，用不了几天是一定能够引起轰动的。夏宁把视频发到公司微信群，发布了一则公告：各位橡树的小伙伴，按秦总要求，请大家把公司的宣传视频上传到自己的抖音，并且投1000元豆加，可以立即找财务报销。3天内点赞数最多的人奖励3000元奖金。他转头看了一眼还在打游戏的秦寻，沉吟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点赞未超过300的，做俯卧撑100个。最后一句的点赞数很低，似乎是一句没有必要存在的玩笑话，用于调节气氛用的。但是夏宁知道，这个公司就是有人做不到。很快，下面回复队列整齐：收到，收到，收到。整个公司除了秦寻这个懒鬼，其余35人每人投1000豆加，一共花费3万5，能够购买140万的流量。夏宁听见办公室外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自己也不闲着，点开了宋映的抖音，找到他发布的公司宣传片，直接投了1万豆加，又买了40万流量。远在京城的宋映收到抖音提示，看到是一个 ID 为 XL 的网友给自己投了1万豆加，立刻就猜到了是夏宁。他不甘落后，直接投了2万，买了80万流量。他冷哼一声：老女人还想跟我斗？下午3点，魔都一栋气势雄伟的写字楼，20层楼的一个大办公室里，一个头发些许灰白、气质儒雅的清瘦中年人看着茶几对面的牛啸军，有些无奈：小菊，你从海城飞到魔都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夏宁身边有个叫秦寻的人，你之前不是打电话跟我说过了吗？小菊是牛啸军的小名。牛啸军痛心疾首：叔叔，那个秦寻真的不是个东西，你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让夏宁遭了毒手。牛啸军告了状态，等了好几天，看见秦寻还在公司活蹦乱跳，就气得不行，直接飞到魔都当面再告一次。夏书杰见牛啸军怨气这么大，有些奇怪：你跟他有仇？牛啸军指了指自己头上不长的头发，气得直哆嗦：夏叔叔，他当众薅我头发。夏书杰看了一眼他高高的发际线，忍了忍笑意，轻轻点头：薅你的头发是挺过分的。牛啸军听了连连点头，打开抖音双手递给夏书杰：夏叔叔，您搜索秦寻，看看第一个出来的视频就是他泡在泳池里喊人家宝宝的，这多恶心，超级油腻，没有骗上几10个女孩子上床，绝对出不来这种效果。
夏书杰当初在电话里听见牛孝军告状时，就已经上网搜索过秦寻，发现这个家伙长得帅，唱歌也好，确实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大男孩。夏宁如果开了窍，愿意恋爱，能跟秦寻谈一段也不算太亏，只要不越过最后一条红线，都可以忍耐。看到牛孝军气愤的样子，夏书杰接过手机，假装没看过，再一次输入了秦寻2个字，立即跳出来一个视频。夏书杰心头一惊，视频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时尚工装裙的美女，她面带微笑，手里捧着几份文件，大方自信地走在大办公室，身旁的穿着男同事、女同事们纷纷侧目看向她。那人竟然是夏宁。紧接着，秦寻低沉磁性的旁白响起：“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味。”画面切换，半夜，办公室里只剩下夏宁一人，独自在电脑前工作，捂着嘴打哈欠。秦寻的旁白声又稳又缓：“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画面随着旁白不停地切换，夏书杰的脸色变得郑重起来，认真地看着那些与秦寻旁白对应的画面。夏宁要被甲方摸小手，他躲开，直接走人。家长把孩子的画板推倒，颜料盘掀翻，指着他的鼻子大骂。甲方把做好的方案丢掉，资料散落满屏，而那挨掉的人正是秦寻。紧接着，秦寻摇身一变，穿西装打领带，站在记者不停闪烁的镁光灯下，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秦寻的旁白平静且自信：“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此时的画面里，秦寻一拳挥出，砸碎了一面镜子。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秦寻踩着碎裂的玻璃，缓步走向镜头，一边用绷带缠挥拳的手，面容自信，语气坚定：“我是秦寻，我为自己代言。”夏书杰点了一下屏幕，按下暂停，呆呆地盯着屏幕上的秦寻。过了一会儿，他轻轻舒出一口气。他沉浮商场多年，近年来越来越难感受的热血的味道了，刚才竟然有一丝少年时期的悸动。夏书杰抬起头，轻笑道：“这小子比我年轻时还要狂妄。”牛孝军干笑了2声，觉得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夏书杰看了一眼，发现名为小鹰公仔的博主，他这个视频的点赞量竟然有了10万，评论有了2万多。哪怕是他不经常刷抖音，也知道这个评论点赞比非常高，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点进评论区，他发现网友们都燃炸了。我妈刚才问我为什么跪着听广告，燃起来了。我现在恨不得一脚踹开我家的种猪。我来，秦寻大哥，你醒醒好吧，歇2天吧。你热搜上的比中东战争都勤啊。我为自己代言。妈的，我现在就去跟老板拼了，3000块1个月。刚才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一直想辞职创业，却没有勇气。谢谢你，让我决定踏出这一步。等我创业成功，我请你代言。又是很好的作文水字数名言，太他妈霸气了。有人说今年要天降紫微星，难道紫微星不是娱乐圈里的，而是营销圈？从营销圈杀出的明星。刚才领导骂我不懂酒桌规矩，我去他妈的人情世故，我就吃饭敬 NM9。我踏马直接跳上桌子360度，托马斯回旋扫完一圈菜，然后扑向领导，把领导咬翻。同事也别踏马想跑，全啃了。我踏马吃。夏书杰觉得有趣，笑了笑，看到了一条评论。我觉得这个广告打破人们在职场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女人也有爱岗敬业、能力强、有事业心的，不是每个漂亮的女人都会接受潜规则。就像那句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燃，超燃！我感觉我要当女总裁了。夏书杰沉吟片刻，心想，这大概就是夏宁的内心独白吧。他总想要跟我证明什么，可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都已经搞垮了3家公司，赔了快2000万了。他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看向一脸惊愕的牛孝军。小菊，夏宁能跟你一样听话就好了。你多乖，从来不想着创业。牛孝军被夸，有些尴尬，摸了摸头。忽然，他又听见夏叔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惊喜。我怎么越看秦寻这小子越顺眼了呢？我喜欢狂妄的小子。牛孝军脸色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他是来告状的，可不是来给秦寻脸上贴金的呀。他知道公司在搞什么宣传片，可是今天上午不是才收到成片吗？怎么下午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了？是拿着手枪顶着网友的脑门点赞了吗？此时，夏书杰手中牛孝军的手机疯狂地跳出信息提示，看了一眼是橡树公司群。他看着牛孝军问道：“小菊，你介意我看一下橡树公司群的消息吗？”牛孝军摇了摇头：“不介意。”夏书杰起身走到了对面，坐到了牛孝军身边坐下，把手机摆在茶几上操作，方便2人都能看见。他没有偷窥别人隐私的癖好，只是想看看夏宁的小公司。此时，只见橡树公司群里同事们一个个在汇报着战绩。报，点赞数6666，报，点赞数1万，报，点赞数1.2万，报，点赞数2万。你追我赶，气氛异常热烈。夏书杰看着，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容。
心中有些安慰。夏宁开窍谈恋爱之后，财运变得好多了。这一次创业估计能行，要么嘟嘟茶饮的品牌升级方案，这1000万的策划案给他试一试。突然，一条消息弹出，整个群立刻安静了，谁也不敢再汇报数据。夏书杰看着那条消息，一向温和的脸上面露寒霜，一脸杀气。秦寻，冤枉啊！夏宁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时间往前推，这一天上午，夏宁把视频传给宋印之后，不停地刷新着他的抖音，可是却不见点赞量、评论数有什么变化。他知道投了豆家之后，视频会进入半小时左右的审核期，可是宋印有了400万粉丝，不需要推广也应该有很多流量吧。夏宁心里有些忐忑，时不时站起来在办公室踱步，拿起手机再刷新一次，有些失望。他又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在外面逛了一圈，见同事们在手机上呼朋唤友，给自己的抖音点赞，不禁有些安慰。不过令他奇怪的是，他们看向自己的视线怎么躲躲闪闪，还透露着一些同情、失望、不屑的神色。难道他们以为我会成为抖音点赞数不超过300的那个倒霉蛋？又回到总经理办公室，夏宁放下手机，想着忍着过1个小时之后再看，这样数据增长看着会明显一点。时间很难熬，但他熬住了，说不看真的就一眼没看。1个小时后，他的手机响起了起来，是宋印。夏宁接听，宋印的声音有些兴奋：“姐姐，我找哥哥。”夏宁看着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秦寻，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按下了扩音键。“秦寻，宋印找你。”秦寻头也没抬：“你就说我不在。”夏宁，他低头看着手机，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宋印幽怨的声音，超大声：“我听见了，你嫌弃我？”秦寻猛然抬头，他赶紧收起手机，坐起身来，一边走过去，一边说道：“怎么会呢？我们的400万粉丝大博主小印公仔，是多少网友日思夜想深深爱着的人啊！我刚才只是有些害羞。”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只听得手机里传来宋印银铃般的笑声：“我知道你在骗我，不过我不介意，我不像夏宁姐姐呢。妈，小气，只会欺负哥哥。夏宁，我听见了。宋印，没关系，我故意的。夏宁，宋印，你连哥哥的任何联系方式都不愿意给我，想要守着吃独食，可是现在他的代言广告在网上大爆发，已经成了目前抖音第1红人，你怕是守不住了。”夏宁看了一眼脸色有些尴尬的秦寻：“是他不让我联系方式给你的，他嫌你吵。”秦寻，夏宁的情商就这么低的吗？这是能光明正大说出来的吗？手机那头沉默了10几秒，传出一阵冷笑：“呵，我不信。”然后电话挂断了。夏宁抬起头，看着瞪大了眼睛盯着自己的秦寻，抿了抿嘴唇，有些不好意思，淡淡的说道：“你走开。”秦寻扭头就走。有病！夏宁想到宋印刚才说的代言广告大爆发，心中一动，赶紧拿起手机准备打开抖音，就看到微信里宋印赚了5万块钱过来：“谢谢哥哥1小时给我涨粉5万，预估最少能涨50多万，感恩。我现在没什么钱了，请不要嫌弃。”他一怔，看了一眼躺回沙发不知情的秦寻，点了收款。夏宁面不改色，想着等月底发工资再一起给他。夏宁点进宋印的抖音，发现橡树公司的宣传片已经有了2万点赞，3000多的评论，他有些惊叹，这才过了1个小时啊！突然，他听见秦寻的手机响了起来：“喂，赵总，好久不见啊！”夏宁心头一惊，有些警惕，抬头看向秦寻，只见他一脸笑容和手机里的人对话：“赵总，找我去直播卖苹果，您还要挖我去你公司啊？专门为我成立一个部门，1年给100万，还给分红，还配美女。赵总，我不是那种好色的。什么3个？你这话说的啊？滋阴壮阳的补品管够？赵总，你这让我很为难啊！”秦寻愣住了，赵德海行事太过简单粗暴，就是堆钱，100万不够就再来一波分红，1个女人不够就再来2个，而且诚意满满，还准备了滋阴壮阳的好东西。正当他愣神时，忽然看见夏宁走了过来，拿走了他的手机。“赵总，不好意思，秦寻现在已经是橡树公司的大股东，要和公司同生共死了。”不等赵德海回答，他直接挂断了。“秦寻，你干嘛？”夏宁面不改色：“小心上当受骗。”秦寻大声道：“我相信赵总的人品。”夏宁听见人品2个字，想到私吞了秦寻的5万块，有些心虚，默默转身坐回了办公桌后面。秦寻想着那些诱人的条件，悄悄给赵德海发微信：“赵总，您的八字能给我一下不？”过了一会儿，赵德海回复了一个出生年月日时间，甚至附上了哪家医院。“秦先生，这是咋了？你信命？”秦寻复制了日期，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个算命的网站，花了10块钱问大师：“大师，他命硬不？”过了一会儿，网站上大师回复：“不遇灾厄，可活100年。”秦寻一愣，这不是一句废话。骗子，退钱！大师回复：“呵呵，不退，傻逼。”此时赵德海连续发了好几条微信过来：“咋啦？小秦，你要我八字干啥？这是咋了？”秦寻叹了口，回复：“赵总，你我缘分不够，
八字不合，我不能去害你。赵德海，上午过去，到了下午，夏宁看着又在打游戏的秦寻，发现他瞥了自己一眼，心里有些虚，低下了头。他安慰自己，只是晚一些时候给他，不算偷钱。公司的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在宋映的抖音号上以一种恐怖的传播着，同事们的抖音号上也渐渐有了起色。夏宁很高兴，脸上却没什么变化。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才能看到呢？夏宁既期待又紧张，起身走到书架前，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书籍，有些解压。他的手从一排书左边滑到右边，又从右边滑到左边，指甲在书籍上发出一阵嘟嘟声。秦寻躺在沙发上玩游戏，听见这一阵嘟嘟的噪音，有些烦。小夏，你要闲着没事，去把村里的大粪挑了。夏宁一怔，转过身，看见秦寻低头认真的打着游戏。他今天连演广告的播放数据都没看过，气得肚子又不舒服起来。秦寻听见他没有还嘴，有些奇怪，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夏宁脸色微冷，轻轻用手抚摸着肚子，他不禁有些担心。你的肚子又不舒服了？只见夏宁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想到那天满脸的茶水，忽然冷声道：我肚子痛，还不是因为你。秦寻手机落在沙发上，游戏角色被人围殴致死。秦寻愣住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面前这个一脸高冷，但是满嘴无理取闹的女人，掐指一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俩才认识不到1个月，时间上来不及。况且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能一柱擎天，威武又霸气，这是童子才有的力量。而且我只是那天在庆功宴上喝醉了酒，失去了半天的意识，不可能才隔了2天就怀孕了吧？秦寻睁大了眼睛道：怪我。夏宁盯着秦寻，默默的不说话。秦寻声音有些冷淡：我对你很失望。夏宁一怔，心脏猛地一缩，想到自己刚才那一句都是因为你，确实有些无理取闹了。在他把茶水喷到他脸上之前，他的肚子就开始不舒服。宋映可以无理取闹，因为他是脑残，但我不是。夏宁看着秦寻，眼眸微垂：对不起。秦寻，他没想到夏宁认错这么快。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口锅我背不起。夏宁声音不大。哦。说完，他右手轻轻捂着肚子，往办公室门口走去，准备去上个厕所。秦寻见他捂着肚子，问道：你去干嘛？夏宁回头，一脸惊讶，带着些许窘迫：我出去一趟。秦寻很热心：我送你。夏宁瞪圆了眼睛，脸蛋微红：不用了。他快步走到门口，感觉秦寻好变态，怎么能说出送一个女人去上厕所这种话的？正当他的手拧开了门把手，又听见身后秦寻的声音，很温和：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夏宁僵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头也没回，快速拧开门把手，走出去，摔门出去了。通往卫生间的走廊上，夏宁脚步很快，脸色阴沉。变态！秦寻越来越变态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本来在高兴地讨论自己抖音的播放量，看见夏宁急脚步匆匆，脸色不悦，一颗八卦的心顿时就活络了起来。他们纷纷看向总经理办公室，有人低声叹息：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本事越大的人，越是不会把美女捧在手心的。都是命！见夏宁摔门出去，秦寻怔了一会儿，有些不乐意。狗咬吕洞宾。想到最近几天摸鱼只长得跟龟爬似的，他心情就更是不爽。老子为了给你出气，连大鱼都没摸到，你还给我甩脸子，我能惯着你？秦寻起身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快步走向陈婉办公室。在走廊上，他看见同事们都抬头看向自己，当他看过去准备打招呼时，却看见他们纷纷低下了头。奇怪，这群人也开始被夏宁传染精神病了。走进陈婉办公室，秦寻开门见山：婉姐，你再给我招一个助理。陈婉正在低头看自己的抖音数据，听见这话有些高兴，觉得是秦寻怕累到了怀孕的夏宁。抬起头看见秦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忽然觉得不妙，他脸上露出笑容，问道：秦总，你为什么要再招一个助理啊？秦寻愤愤不平：夏宁，他最近的脾气有些臭，天天给我甩脸子，都要骑到我头上了。陈婉，明明是你骑了人家。秦寻见陈婉不说话，又说道：把他调岗也行，不要跟我待在一起。停顿了一下，他沉声道：或者直接给他开除，给他按最高的赔偿金额赔偿，再从我月底35万的奖金里划出3万给他。陈婉被秦寻这一番话震到了：开除夏总，这不是倒反天罡？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啊！人事办公室里沉默了一会儿，陈婉看着秦寻，不想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罪了整个公司真正的大佬，压低声音说道：秦总，女人怀孕了是会情绪不稳定的，您多忍耐。秦寻，他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回过头，一脸紧张地看着陈婉：婉姐，连你都看出来了？陈婉，他听出了一股轻视的意味，有些不服气，说道：整个公司除了扫地阿姨，其他人都知道了。秦寻，说好了要替夏宁保密的，没想到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了。此时他又听见陈婉神秘兮兮地说道：秦总，等夏宁把你们的孩子生下来，
你这辈子就算圆满了。秦寻，我们的孩子。仿佛有一声惊雷在他脑海炸响，然后又是几万轮火箭炮齐射的声音，再是10万匹草泥马奔腾的声音。他的脑瓜子嗡嗡的，他想到了刚才同事们的表情，回避的眼神，立刻明白了。操！他们这群崽种是把我当成夏宁孩子的爹了，我喜当爹了。陈婉又拿起手机伸到秦寻面前，秦总，你看，这是同事们公司宣传视频的播放量，一个比一个高，都叫上镜了。秦寻扫了一眼，只看到一大串数字刷屏，爆！点赞数6666，爆！点赞数1万，爆！点赞数1.2万，爆！点赞数2万。又听见陈婉有些羡慕地说道：“秦总，您现在啊，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不，你们还有一个孩子是3丰收，真是羡煞我们啊！”秦寻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虽然他从小乐于助人，喜欢扶老奶奶过马路，但是夏宁的这个忙，他不能帮。他赶紧掏出手机，在微信群发了一条信息：对于谣言，就要及时有力的制止，不然以后不是时也是屎了。夏宁本来蹲在马桶上，看着群里同事们汇报数据，一个比一个喜人，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忽然，秦寻的信息破坏了对联：秦寻，冤枉啊！夏宁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夏宁。夏宁看着秦寻发的信息，仔仔细细看了3遍，才确定不是自己眼花了。他脸上的表情渐渐收敛，平静的可怕。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一看是爸爸。夏宁接通了电话，声音平静：“喂。”手机里爸爸的声音有些急促，没了往日的从容。“宁宁，你怀孕了？”夏宁脸色如常：“没有。”只听到手机里爸爸舒了一口气。那群里的消息是……夏宁立即就猜到了是牛孝军又去告状了，而且那么及时，估计就在爸爸身边坐着。他冷声回答：“他在造谣。”夏书杰，弄死他！夏宁轻轻点头：“好的。”挂了电话，他发现收到了秦寻发来的微信：“小夏，我之前答应过你，替你隐瞒你怀孕的事情，可是今天发现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了，而且他们全都认为你肚子的孩子是我的。我说过，这个锅我不能背。”夏宁眼神微冷，难怪秦寻最近对自己的态度奇奇怪怪的。他绞尽脑汁思考，事情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不对的。夏宁从卫生间走出来，一丝不苟在洗手池洗了手，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额头散乱的发丝，才慢慢的走了出去。只见同事们探头探脑往这边看，他冷冷的扫过去，吓得一片人纷纷低下了头。夏宁抬头挺胸，一步一步走到总经理办公室。一进门，躺在沙发上的秦寻吓了一跳：“哎，夏宁，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夏宁脚步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默默地坐到办公桌后面。此时窗外海风又起，天阴了下来，一副要下雨的样子，正如他的心情。秦寻见他不怎么高兴，叹了一口气，安慰道：“没事的，没事的，天底下未婚先孕的妈妈多了去了，我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的。”夏宁，他深吸一口气，什么也没说。秦寻看着沉默的夏宁，问道：“你没事吧？”夏宁摇了摇头。秦寻又问：“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夏宁沉默了片刻，露出一个浅淡的笑容：“不会。”秦寻看着夏宁脸上的笑容，松了一口气，走到他办公桌前，拿起陈婉送的花茶，给夏宁泡了一杯。还是婉姐会心疼人，拿了不少安泰的好茶给你。夏宁，他端起茶杯，小酌慢饮。公司里，大家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最后都偷偷看向总经理办公室，竖起了耳朵。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众人不由得有些佩服。这么安静，是秦总调教小助理的本事太高，还是夏宁真的怀了野种，心里有愧，所以才不敢大吵大闹？总经理办公室，秦寻见夏宁始终不愿意多说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躺到沙发上继续玩游戏。夏宁喝完一杯茶，把桌子上剩下的花茶丢进了垃圾桶。他往手机里发了一张医院的诊断单，诊断结果是慢性胃肠炎。紧接着又发了一句话：“我没怀孕，人事办公室。”陈婉一愣，忽然笑了起来，笑得趴在桌子上，笑出了眼泪。这叫什么事啊？我说把人家秦总给吓成这样。忽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糟糕，我早上还给夏总送了几包安胎茶，这是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办公室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又不约而同地看向总经理办公室紧闭的大门。我去，无聊，我瓜子都准备好了，我早就叫你们不要乱传八卦吧，就数你传的最凶好吧。总经理办公室，夏宁看了秦寻一眼，发现他还躺着玩游戏，完全没有注意到群里的消息。是了，他屏蔽了公司的消息，公司有任何决策都是自己这个贴身小助理跟他汇报的，他从来不看的。夏宁双手捂着脸，越来越尴尬，脸越来越烫，脑子都快成一团浆糊了。他松开手，看了一眼还在打游戏的秦寻，他气得微微颤，飞快地解锁手机，打开外卖平台，输入电击棒，随手下了单。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到30秒。
他要给秦寻一点颜色瞧瞧。15分后，夏宁接到了外卖员的电话，走出办公室，接到了外卖送来的一个精美的袋子，赶紧走回了办公室。他反锁上门，秦寻听见咔嚓一声房门紧锁的声音，抬头看见夏宁站在门后，他的双手背在身后，似乎藏了什么东西，嘴角带着一抹危险的弧度。秦寻心里一咯噔，夏宁，你怎么了？夏宁面带微笑，没什么，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看着夏宁脸上的微笑，秦寻觉得浑身不自在，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穿上了鞋子，准备随时跑路。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啊？只见夏宁站在门后，双手背在身后做着动作，听得一阵塑料袋子打开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蓝色的塑料袋落在地上。突然，夏宁右手从身后掏出来一根电击棒，面带微笑，慢慢走向秦寻，一字一句说道：秦寻，我今天要弄死你。秦寻愣住了，看了看夏宁手上似曾相识的电击棒，又看着夏宁脸上的危险笑容，再看一眼反锁的门，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眼看夏宁距离自己只有半米，他压着声音，生怕办公室外的同事们听见，厉声道：夏宁，你冷静，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一个孕妇怎么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只见夏宁嘴角的笑容消失了，这叫巾帼不让须眉，谁说只有男的才能打人？他举着电击棒按下按钮，冲着秦寻的腰眼对去。秦寻一个转身躲开，这是畸形的爱啊！夏宁扑了个空，用力过猛，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就听见身后一阵开锁的声音，砰，门一开一关，一阵急促的叫声远去。夏宁赶紧起身，紧握着电击棒，踩着高跟鞋追了出去。别跑！办公室的地板上，那个被夏宁丢弃的塑料袋上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调教电击棒比震动更爽。写字楼外，树叶哗啦啦响，天空中飘起了一层细雨。秦寻围着写字楼兜了一圈，甩掉了夏宁，又走回了写字楼，准备收拾东西，风雨无阻的外勤。就是这么敬业。想到刚才那可怕的一幕，秦寻只觉得夏宁疯了，真的疯了，比岛国的电影剧情都要劲爆。这真的是畸形的爱啊！秦寻走进写字楼，还没走几步，忽然感觉腰眼上被什么东西顶住了。夏宁冷漠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我们俩想一块去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秦寻扭过头看着夏宁，视线下移，看到了他手里的电击棒。他叹了一口气：要杀要剐都行，但是你别这么侮辱我行吗？此时大厅内里的保安看到竟然有个女人持棍伤人，畏畏缩缩地走上来，心里很虚，但是嘴上很硬。那个，你在干什么？请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在这里伤人。忽然，保安看到夏宁手里的小巧电击棒，又看见夏宁长得美艳异常，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要完情调回家里去，这里是上班的地方，不要在这里伤风败俗。夏宁听得一头雾水，这明明是凶案现场，这个保安怎么判断出是调情的？秦寻看见夏宁脸上懵逼的表情，想到一种可能，觉得好笑，指了指他顶在自己腰眼上的电击棒：你这是要干什么？夏宁眯起双眼，冷声道：我要给你这个嘴上没个把门的人一点颜色瞧瞧。秦寻笑道：黄色。夏宁听不懂。啊！只见秦寻伸手按了一下电击棒按钮，发出一阵轻微的滋滋声，他的身子随之轻轻颤抖了一下。美元上买的吧？你以后可要看仔细了，这根是夫妻之间用的情趣调教电击棒。夏宁一怔，低头看着造型小巧，不带一丝杀气，反而有些可爱的电击棒，他白皙的脸在一秒钟红成了苹果。夏宁有些恍惚，想到自己拿着这种东西从楼上追到楼下，不知道被多少人看到了，只觉得天旋地转。耳旁又响起保安不耐烦的声音：美女，你收起来吧，哪有这么秀恩爱的？没眼看啊，没眼看，伤风败俗啊，伤风败俗。突然，夏宁回过神，把手里的电击棒丢到了门外，滚落到了雨水里。他转过头看着一脸笑意的秦寻：你还笑？说着忽然伸手抓向秦寻的头发：我的发！秦寻往后一个潇洒的小撤步：我早就猜到了，你这个跆拳道冠军要薅我头发，不讲武德。他转身就跑，夏宁立刻就追。秦寻跑进了雨水里，听着身后的脚步声，急声喊道：你小心流产！夏宁跟进了雨水里，羞红了脸，任凭雨水都浇不凉。我留你妈！他跑，他追。秦寻回头一看，见夏宁身上被雨水打湿了，衣服贴紧了身段，跑步姿势有些怪异，一看是高跟鞋底断了。他叹了一口气，停下了脚步，仰着头让雨水冲刷自己的脸。造孽啊！很快，夏宁追了上来，伸手一把薅住了秦寻湿漉漉的头发。秦寻脸皮颤了颤，盯着夏宁：过分了哦！雨水落在二人身上，淅淅沥沥。夏宁盯着秦寻的眼睛，胸膛不住起伏，不知道是气的还累的。他手上一用力，秦寻痛叫了一声：你话没说完，他就听见夏宁冷声道：谁让你到处造谣，说我怀孕了的？秦寻愣住了：啊，夏宁，我没怀孕。秦寻的视线从夏宁脸上缓缓下移，落在了他小腹上。
只见雨水打湿了衣服，紧紧地贴着她的肌肤，能清晰地看得到她的腰肢纤细，小腹平坦。夏宁冷声解释道：“我肚子不舒服，是因为慢性胃肠炎。”秦寻，他愣了一会儿，风从脸上吹过，语声渐渐清晰。忽然，他轻笑了起来：“你没怀孕啊？”夏宁薅住了他的头发，不松手。秦寻又笑：“那可太好了。”夏宁，他看见秦寻有些过于高兴的样子，有些紧张，忙转头看向路边的一棵雨中飘摇的小树，松开了秦寻的头发，却听见秦寻笑道：“我还以为你要来骗我公司的生育津贴呢。”夏宁，他转过头，默默地看着在抹脸上雨水的秦寻。忽然，他也笑了，笑容很浅，也是好看。屋檐下，秦寻和夏宁躲着避雨，写着字楼就在马路对面，公司就在写字楼里，不过100米，但是两个人谁都没有提议回去。或许是浑身淋湿了，怕同事看了糗态；或许是风雨太大，100米也难走；或许是别的什么。雨声淅淅沥沥，两个人就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雨，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感觉浑身轻松。过了一会儿，夏宁悄悄拿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信息：“陈婉，去找写字楼物业，把刚才我追杀秦寻的视频删掉，所有角度，只要我出现的，出钱全部删掉，很快。”陈婉回复：“夏总，为什么啊？”夏宁脸一红：“别问。”忽然，他听见秦寻突然笑了2声，夏宁自然地收起手机，脸色冷淡，转头看向秦寻：“你笑什么？”只见秦寻摇了摇头：“你怎么认不出那玩意的？”夏宁想着自己当时拿着那个东西，还觉得挺威风，脸又开始发烫，抿了抿嘴唇，冷哼一声：“我怎么会认识这种东西？”说着加重了语气，反问道：“应该是我问你，你怎么挥眼就认出那种东西？”他盯着秦寻，微微眯眼，一脸狐疑。只见秦寻傲娇地挺了挺胸膛：“鄙人阅片无数。”夏宁和他好骄傲哦。两人无话，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但是并不尴尬。过了一会儿，秦寻背靠在墙上，转头看向夏宁，发现他静静地看着屋檐外的大雨，挺拔又柔美的身姿，眼眸中没了往日的清冷，反而有些柔软。雨水让他的衣服紧贴身体，勾勒出他婀娜的身材。夏宁头也没转，仍旧看着屋檐外的雨水，声音冷淡：“你看够了吗？快了。”秦寻狠狠地再看了一眼，才转过脸看向屋檐外的大雨：“小夏，你跟嘟嘟茶饮的创始人到底有什么过节啊？”想到当初在办公室，他脑补了一个高冷恋爱脑美女被浪荡富二代抛弃的桥段，就觉得有些好笑。夏宁脸色有些尴尬，半真半假：“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创业，一口气开过几家咖啡店，机缘巧合之下，被嘟嘟茶饮的董事长嘲讽，说我眼光不行，3个月必定倒闭。”秦寻问道：“结果呢？”夏宁的语气有些得意：“我撑到了6个月。”秦寻，这有什么可骄傲的？他又问：“小夏，那当时我问你们的过节是因为生孩子吗？你怎么回答说是的？”夏宁迟疑了一下，转过头看着秦寻，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你知道创办公司为什么经常用孵化这个词语形容吗？”他脸不红，心不跳。孵化一个词语代表着耐心、温柔、细腻、爱心、呵护、陪伴、守护。等你有了公司，你也会把公司当成孩子的。他转过头，不再看秦寻，看着外面的大雨。嘟嘟茶饮诅咒我的孩子夭折，而且咖啡店还真的倒闭了，这不就是结仇了？秦寻转头看着他的侧脸，叹了口气。女人的思维总是很奇怪，喜欢乱七八糟的比喻。我现在不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了？不过我可没觉得橡树是我的孩子。夏宁转过头看着秦寻，有些期待。那是什么？秦寻笑了一下。野种。夏宁，屋檐外风起雨落，两人静静地看着。夏宁想起那天秦寻唱过的一句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他的脸上不自觉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忽然，夏宁眼角余光看见秦寻偷偷靠近了自己一点，气息稍微急促了一些，却听见秦寻说道：“那个小夏，借2000块钱，救急！我昨天住的宾馆又暴露了，随着宣传广告的传播，我怕以后会越来越难租到合适的房子了。”夏宁面无表情道：“不借。”却看见秦寻嘴里无声地骂了一句脏话，掏出了手机，打开了相机，对准了他们：“不借就不借，来，小夏笑一个。”夏宁转过头看着自拍镜头里自己凌乱的头发：“要干嘛？”秦寻道：“有用，你笑一个。”夏宁轻轻动了动嘴唇，没有笑，也很好看。秦寻不管，按下了快门，然后用微信发给了皇太后，并说了一条语音：“妈，刚刚一场雨把我和一个美女困在了屋檐，我觉得我心动了，现在急需2000块钱的恋爱启动资金，马上就到月底了，骗来过手，马上就还。”他心里没什么负担。夏宁，他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种话？他还是人吗？很快，微信有了回复，是语音。秦寻点开，夏宁听得清楚，一个妇人的声音：“我以为你喜欢甜美型的萌妹子，没想到啊，你喜欢年纪比你还大的御姐。
夏宁抿了抿嘴唇，又听见秦寻笑着回复：“女大三抱金砖。”夏宁，不一会儿，秦寻就收到了2000块钱的转账，还有一条语音。照片上那个女人看起来怪冷的，你小心被骗，当成舔狗耍。夏宁，他知道秦寻的嘴欠遗传谁的了。秦寻回了一句：“你放心吧。”他准备点击收款，忽然，一只还带着湿润雨水的手伸了过来，抢走了他的手机。夏宁点开转账图标，点击退还，并且发送了一条语音：“阿姨，您儿子在骗您，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一个路人。”秦寻。只见夏宁转过头看着他，轻轻的笑了，一双眼睛眯了起来。秦寻嘴唇都颤抖了：“小夏，难道你要我露宿街头？”夏宁不答，走进了雨水里。有住的地方不回，那就活该死在外面。他这几天晚上一直都有看手机里的监控，发现秦寻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出租屋。魔都夏书杰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前面站着一个毕恭毕敬的中年男子，是他集团的策划部的主管周强。夏书杰问道：“周强，你觉得橡树公司的我为自己代言这个广告怎么样？”周强微微欠身：“夏董，我曾经在国内知名广告公司任职多年，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广告有很多硬伤。”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夏书杰，见他点了点头，才继续说道：“这个广告篇幅太长，足足有1分多钟，一般观众是没有耐心看完的。再者，我根本抓不到他的重点，不知道他在给什么做广告，是宣传公司还是宣传自己？橡树公司是做什么的，他又是做什么的？广告里根本没有体现。”夏书杰端起茶杯轻啜一口，放下茶杯，看着周强，他知道肯定还有后话。只见周强继续说道：“不过，这个在专业人士看起来满是硬伤的广告，却火速出圈，引起数百万人的共鸣，而且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一句我是秦寻，我为自己代言，一定会把他打造成青年偶像。”他停顿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以我看来，光秦寻他的个人魅力价值，只要运营得当，就能值1个亿。”夏书杰笑了笑，缓声说道：“怎么说？”只见周强神色有些激动：“我认为秦寻不但是一个人才，更是一个天才、奇才、鬼才、怪才。”他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夏书杰：“夏董，您看，这是8月份现在最火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播放量前10的视频。”夏书杰看了一眼，周强讲解道：“跟秦寻有关的一共有4个，分别是跪行救女、泳池卖苹果、婚礼唱歌小硬公仔、婚礼现唱给你们。按现在我叫秦寻，我为你自己代言的传播速度，要不了几天也要挤进前10了。您看看排名前10的其他几个，都是一些爆炸性的社会新闻，或者明星塌房出轨，这种天然抓人眼球的。在秦寻的精心策划下，他的影响力已经能跟很多明星在同一水平了。”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那神情恨不得当场收秦寻做干儿子。“夏董，我强烈建议把这个人挖来，以后他肯定就不是现在的价格了。如果说商场如战场，那用一句老话来说，这秦寻抵得上5个师。”夏书杰点了点头，神情平静，挥了挥手，让周强退出了办公室。他叹了口气，喃喃道：“1000万拿给你去谈恋爱，我还是有些不爽。”当晚8点半，夏野坐在客厅，看着空荡荡的别墅，忽然觉得有些孤单。过了一会儿，他有些拿出手机点了一份水煮鱼。与此同时，秦寻接了一个单，把一份价值218元的水煮鱼送到海城有名的富人别墅区。接到了餐，闻到水煮鱼那股气味，就知道是一个新手练手的作品。他皱了皱眉，真是人傻钱多，这种垃圾怎么好意思卖那么贵？肠胃不好的人吃完，怕是要拉上3天。夏宁坐在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时不时打开外卖平台看骑手的路径动态图，发现这个骑手贱得很，明明是走直线，却十分缓慢，似乎非要踩着点送达。他摇了摇头，这一单我就不额外打赏了。窗外月色朦胧，夏宁穿着一件面料柔滑的睡裙，坐在客厅发呆。忽然一声轻微的水声把他惊醒，转头一看，原来是客厅正对面的靠墙处，一个3厘米长的鱼缸，里面一条长约30厘米、血红色的红龙鱼正在悠然游弋。这是他爸爸送给他的风水鱼，作为橡树公司的开业礼物，据说是花了小20万，说是能聚财。夏宁想着最近公司形势一片大好，站起身来，走到鱼缸前，静静地看着它游来游去，似乎这小东西有点用。他想到爸爸说过，如果饲养得当，一条红龙鱼的寿命能活小20年。他轻轻笑了笑，希望橡树公司也能长存吧。突然手机响起，夏宁拿起手机一看，是爸爸打来了视频。每个星期爸爸都会打至少2个视频，每一次他都会接听，但是话说的不多。夏宁接通了视频，手机画面里爸爸的笑容和煦，如果是夏书杰手底下的员工看见，一定会吓一跳。想不到一向不怒自威的董事长竟然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夏书杰的嗓音也温和：“宁宁，你吃晚饭了没？”他点点头：“等下就吃。”手机里夏书杰微微皱眉，有些责怪：“怎么又吃得这么晚？
你别光顾着工作，要准时吃饭。你的肠胃本来就不怎么好。夏宁轻轻点头，知道了。忽然，夏书杰似乎从镜头里看到了红龙鱼。宁宁，你喜欢这条红龙鱼吗？夏宁，喜欢。夏书杰的声音带着笑意。这条鱼可是我托了人从国外买回来的，风水大师说摆在家里能藏风聚水，可以招财。忽然，夏书杰的声音略大了一点点。这条鱼看起来不太精神，是不是鱼缸的水温不对了？夏宁的脸稍微凑近鱼缸，见红龙鱼游来游去，看不出什么异常。我觉得还好。夏书杰笑了。你会养鱼吗？夏宁，他沉默了。其实他从来没管过这条鱼，都是保姆在照顾。不过今天保姆请假去照顾发烧的女儿，所以他才没在家吃上饭。夏书杰笑道：你把鱼缸里的水温往下调1度，过一会儿我再看看，可别被你养坏了。夏宁走到鱼缸侧边，找到了水温调节的按钮，把温度调整好了。他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忽然，夏书杰叹了口气：行了行了，真的是好不容易给你打个电话，又给我摆一张臭脸。过几天嘟嘟茶饮会派人去跟你们公司的人谈品牌升级的事情。他加重了语气：这1000万你可得花在刀刃上，不要搞不三不四的东西。似乎意有所指，夏宁对着手机轻轻歪头笑了起来：爸爸最好了。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想明天就开始谈这单业务。只见夏书杰皱了皱眉：你是甲方还是我是甲方？钱给了你，时间总要我来定吧。夏宁轻轻笑了笑：爸，你把这1000万给了橡树，不就相当于给了我，不还是在我们家？夏书杰一愣，有些诧异，盯着镜头里的女儿，有些狐疑：你这种歪理邪说跟谁学的？我直接给你，你可不用交税。夏宁默默的不说话。夏书杰有些无奈，柔声解释道：1000万的生意，嘟嘟茶饮总要把该走的流程都走完，哪有这么快？你不要急。夏宁静静地看着夏书杰，不说话，眨了眨睫毛。这就算是撒娇了。只听得夏书杰叹息一声：真是拿你没办法。最快后天。夏宁笑了：爸爸最好了。父女俩拉了一会子家常。今天的夏宁比往常热情了很多，说了很多话。忽然他听见了门铃声响起，猜到是外卖到了。挂了视频，夏宁看着鱼缸里的红龙鱼，双手合十拜了拜：小红辛苦了。他心想，这不是封建迷信，这是心理慰藉，是祈福。愿橡树与你同在。夏宁转身走到客厅门口，看了一眼大门旁的显示屏上，有一个外卖小哥站在院门外。只见这个外卖小哥戴着头盔，脸上戴着防风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夏宁走出客厅，穿过小院子，打开院门，看着包裹的严实的外卖小哥，伸出手微笑道：谢谢你。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明显愣了一下。夏宁面无表情，有些不满。他知道自己很好看，也能察觉到每天偷偷看向自己的目光，不过他不在意，都习惯了。但是你也不能一动一动地盯着看吧，这就不太礼貌了。夏宁伸着手，语气稍重：你好，请把我的外卖给我。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还是无动于衷，一双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最后视线往他身后的屋子里看去。夏宁怀疑他是在确认屋里有没有别人，有些紧张，赶紧往后退，抓住小院的铁门就要关上。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抵住了门。夏宁一惊：你还年轻，不要冲动。他双手把上了门，使着劲。这个小区的保安很多，只要我喊一声，不用1分钟他们就能赶过来。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猛地一推院门，夏宁身子连续后退了好几步才停下。只见那个高大的外卖小哥走进院子，高高举起外卖，往地上狠狠地一砸：吃吃吃吃你个锤子，得了慢性胃肠炎，你点这种垃圾吃。夏宁听见这熟悉的声音，一愣：秦寻。只见外卖小哥把防风面罩拉到了下巴上，露出了脸，带着一脸戏谑的笑意。夏宁松了一口气，然后有些生气，指着地上的外卖，微冷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我还没吃饭。却看见秦寻抬脚踢了那盒外卖一下，外卖盒滚得好远，撞到了院墙。夏宁双拳握紧，盯着秦寻，却听见秦寻有些不满的声音响起：一般家庭，这么大一栋别墅，你管这叫一般家庭？夏宁，他看着秦寻脸上有些生气的表情，默默的不敢说话，有些担心被他发现什么端倪。秦寻继续说道：我在外面流浪，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什么恐龙美女袭击，天天都在换宾馆睡觉。你……夏宁心虚，看着他下巴上的防风口罩，有些懊恼。他强行转移话题，冷笑：你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比那些明星都要夸张。只见秦寻眉头一挑，不服气，表情有些傲娇：现在我在网络上可火了，那些明星能跟我比吗？他们不过是长得帅，或者演戏好，或者唱歌好，而我不一样，我不但长得帅，唱歌好，还会拍广告。夏宁，他想反驳，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沉默。却看见秦寻慢慢靠近他，围着他转起了圈，一边埋怨道：小夏啊小夏，你住着大别墅，但是却连2000块钱都不舍得借给我，还让我给你送外卖。
夏宁静静地站着，像一个上课偷吃糖果被抓去罚站的小学生，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那个，你别误会，这栋别墅不是我的。”秦寻一愣，看着夏宁，发现她的打扮和平常上班时不一样，和在他们的出租屋时也不一样。此时她长发披肩，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裙，柔软的面条微微贴身，凸显出了婀娜的身材。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件 V 领的睡裙，虽然不是深 V， 但是秦寻长得高，看得远也看得深。空气中充满了沐浴露的香味，让人想入非非。夏宁注意到了他越界的目光，脸微红，正要发作，却看见秦寻叹了一口气，默默转身走到小院角落，捡起那一盒外卖走了回来，很礼貌的双手递给自己。他的声音冷淡：“夏小姐，您好，这是您的外卖，请给个5星好评。”听见小姐2个字，夏宁一瞬间就想明白了，秦寻肯定脑补出一个狗血剧情，以为他在当小三，是一只被饲养的金丝雀。秦寻的思维很活跃，但是也很爱胡乱脑补剧情，之前就有脑补出她怀孕被抛弃的前科。夏宁盯着秦寻的眼睛，冷声说道：“这是我爸的别墅。”只见秦寻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大跳，双手把外卖高高举起，狠狠往地上一砸，跟扣篮似的。阿大，吃你妈卖屁！夏宁，他从没想到秦寻的运动天赋这么好，竟然能跳这么高。秦寻从空中稳稳落地，皱着眉头盯着夏宁：“是你爸的和是你的有什么区别吗？”夏宁，他不知道说些什么，默默弯腰捡起地上的外卖袋子，走到小院角落的垃圾桶丢了进去。他背对着秦寻，轻声道：“乱丢垃圾，你什么素质啊？”说完，夏宁默默地从秦寻身边走过，看也没看秦寻，只当他是空气，直接往屋子里走。身后，秦寻有些不满的声音响起：“小夏，你都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夏宁脚步停顿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走进了屋子，也没关上门。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下意识翘起了2郎腿。10秒钟后，秦寻走进客厅，一看就看到了对面鱼缸里的红龙鱼，惊呼道：“金龙鱼？”夏宁纠正道：“应该是红龙鱼。”秦寻走上前，弯腰看着红龙鱼，见他身姿优雅灵动，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双手合十拜了拜：“红龙鱼，请保佑我上班摸鱼顺顺利利。”夏宁，秦寻看了一会儿鱼，问道：“贵吗？”“不贵。”夏宁迟疑了一下，觉得他可能不会信，又补充道：“不到20。”秦寻有些惊讶：“才21只？”夏宁：1斤。秦寻有些失落：“21斤，那确实不贵，你买到假货了吧？”夏宁，他看着秦寻的背影，轻轻点头：“是啊，我不懂鱼，被人骗了，不过好在便宜，不算太亏。”秦寻顿时没了兴致，觉得刚才的许愿肯定没用，无声地啐了红龙鱼一口。他转身环视一周，打量了一下客厅的装潢，不禁摇头惊叹。坐到了夏宁身边，他转头看着夏宁高冷的侧脸：“小夏，你是怎么想的？家里都这么有钱了，你上什么班？”夏宁目视前方，没有看秦寻，想了想，说道：“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曾经开过几家咖啡店，最后亏出去几百万，我爸生气了，就不许我继续创业。可是我又闲不住，就随便找了一家公司打发时间。”秦寻点点头，表示理解。对于他们这种富二代来讲，不亏钱就算是给家里赚钱了。在前世，有很多家庭殷实的人，没有不良嗜好，就喜欢去找一家清闲的公司干活，美其名曰充实。忽然，夏宁察觉到一束目光，知道秦寻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他低头看了一眼睡裙开口处，里面有一道沟，而一双修长的腿也因为翘起了2郎腿，露出了大半，在灯光下散发着一种绸缎的柔光。夏宁悄悄吸一口气，转过头，冷冷地看着秦寻：“好看吗？”秦寻回过神，露出一个不要意思的微笑，赶紧撇开了头：“那个，小夏，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夏宁顿时有些紧张，视线落在了茶几果盘上的水果刀上，就听见秦寻说道：“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夏宁松了一口气，站起身，穿过客厅往里面走去，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你把我的外卖砸了，还有脸问我借钱？”秦寻有些恼火，一个公司老总3番5次向小助理借钱，还借不到，这还有王法吗？他看着夏宁高挑的背影：“我向你借钱，是看得起你？”只见夏宁回头，一脸惊讶，略带嘲讽：“啊！”秦寻继续大声说道：“如果我非要借钱，陈婉、赵德海、宋应，还有公司里那么多人，向谁借不到这么点钱？”忽然他愣了一下：“对哦。”他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这猪脑子，之前怎么没想到？”说着，他掏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微信：“婉姐在吗？”却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夏宁站在了他面前，迅速弯腰，立刻抓住了他的手机。夏宁冷声道：“把我的水煮鱼赔给我，我借给你2000块。”秦寻有些恍神，点点头：“哦。”夏宁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忽然感觉胸口有些透风，心头一颤，呼吸乱了起来。他松开秦寻的手机，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面无表情地直起身子：“厨房里有鱼，调料都有，你去给我做。”
夏宁声音平静。秦寻呆呆地点点头，听得一阵脚步声远去，他才慢慢回过神，背靠在沙发上，长长舒了一口气，喃喃道：又大又圆，还白，2楼衣帽间。夏宁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红。他紧紧抿起了嘴唇，他知道秦寻看见了，也知道秦寻知道他知道被看见了，但是2人心照不宣，免得场面更加尴尬。夏宁下意识的双手抱住了胸，结果却挤出了一个夸张的弧度，几乎要撑出来。他触电似的放下了手，一颗心脏砰砰直跳，太吓人了。缓了好一会儿，夏宁才从衣柜里挑挑拣拣，从一大堆睡衣里排出那些露背的、露胸的、露腿的、薄纱的、镂空的，挑了一件最保守的睡衣。她只是性子淡，不是个古板保守的人。作为一个女人，任何漂亮的衣服她都愿意尝试，不论款式。平常这里没有男人，她怎么舒服怎么穿，可是今天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夏宁叹了一口气，开始慢慢脱衣服，准备换睡衣。忽然秦寻的声音从楼下传来，隔着门听不太清。小夏，鱼在哪？夏宁大声说道。厨房里的鱼缸。他从小就喜欢吃鱼，而且喜欢新鲜现杀的。他爸给他买了这栋别墅后，就在大厨房隔了一间房，摆了几个鱼缸，常年养着一些鱼虾，方便保姆做活鱼。推开厨房最里面的门就能看到，门外又有模糊的声音传来。什么？夏宁衣服已经脱了一半，不好打开门，只好扯着嗓子大喊。鱼缸里，门外，晓得了。楼下客厅里，秦寻站在客厅里的鱼缸前，看着浑身血红、身姿优美的红龙鱼，叹了口气。谁让你贱呢？才20块1斤，你活到头了。刚才他在楼下兜了一圈，找到了厨房，不由得被大厨房给震了一下。接着在冰箱里翻找了半天，发现了很多很好的食材，可是就是没有鱼，才跟楼上的夏宁喊了话。秦寻看着鱼缸的悠哉悠哉的红龙鱼，原来这个小可怜养在这里。他围着鱼缸研究了好一会儿，才把鱼缸的盖子揭开，一个无情铁手抓住了滑溜的鱼身，潇洒地走进了厨房。夏宁换好了一身纯黑色睡衣，在镜子前左看右看，转圈看，又弯腰看，确定不会走光，他才走下了楼，听见厨房里有动静。走进厨房一看，只见秦寻身上围着围裙，已经处理好了鱼肉，码在了案台上的一个盘子里，不由得一惊。这么快？他虽然没做过饭，但是也知道一条鱼要剖肚、刮鳞、切片、腌制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一般只有在大超市天天杀鱼杀到心冷的师傅才有这种手艺。夏宁悄悄走进去，站在了秦寻身后看他做饭，渐渐张大了嘴巴。只见秦寻麻利的加油，煎鱼骨，倒入开水，煮出了一锅奶白的鱼汤。5分钟后，他把鱼汤盛到一个盆里备用。焯豆芽、木耳，再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花椒、麻椒、豆瓣酱，小火炒出香味，再把鱼汤倒了进入，调味，下鱼片，盛出之后撒入葱花、蒜末，泼上一勺热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闻到了诱人的香味，夏宁轻轻鼓掌，厉害厉害！秦寻转过身就看见了夏宁脸上不可思议的表情。夏宁问道：你怎么这么会做菜？秦寻昂首挺胸，端着盆子往外走。我记得我之前说过，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务活嘛，多少会干一点。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夏宁把水煮鱼端到餐厅，放在餐桌上。夏宁坐了下来，看着热气腾腾的水煮鱼，脸上露出了笑容，却忽然看见秦寻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了？夏宁有些紧张，生怕他从特别的角度又看到了自己走光。只见秦寻的视线缓缓落在了他的手上。夏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抬起头有些疑惑，到底怎么了？只见秦寻眉毛一挑，碗筷呢？夏宁他没有拿碗筷的习惯，有些不好意思，站起身来去厨房拿了2副碗筷回来，一副放在了秦寻面前。夏宁坐下，见秦寻已经开动，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口中，鱼肉香弹爽滑，口味浓郁。他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仔细咀嚼完一块，把鱼骨吐在骨碟上之后，才看着秦寻赞道：好吃呢。说完，他觉得这种评价不够，又稍微加大了声音：真的好好吃呢。他又夹了一块，仔细吃完，忍不住摇头赞叹：怎么会这么好吃？你的厨艺从哪里学的？秦寻笑了笑，没有夏宁的优雅仔细，嘴里含着鱼肉说道：上班摸鱼时，我不是看了很多做菜的视频吗？看得多了，自然就会了。夏宁他忽然觉得这鱼肉好像也没这么香了，然后又夹起一块放进了嘴里，眯起了眼睛。吃完这一块，他有些遗憾地叹息了一声，可惜了，没有米饭。只见秦寻立即放下筷子：小夏，你等我一下。夏宁看着秦寻起身，转身穿过客厅，走出了大门，立刻想到了什么，脸色微变，赶紧大声喊道：秦寻，大可不必。只见秦寻停下了脚步，转过身笑道：那份外卖鱼肉虽然做得很垃圾，应该是学徒的练手作品，不过米饭还是很好的。夏宁连连摆手：不用，
不用。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米饭，他是下不去嘴的。秦寻走了回去，低着头默默地吃着。忽然听见夏宁说道：“秦寻，嘟嘟茶饮那1000万的单子，我们拿下来了。”他抬起头，看见夏宁的脸上没什么变化。嘟嘟茶饮董事长诅咒你的店倒闭，你也让他倒闭得了，何必接这个单子？只见夏宁低下了头，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不是因为他诅咒我的店倒闭而生气，而是因为他轻视我的能力而生气。”他仍然低着头，加重了语气：“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秦寻摇了摇头，有些不太明白女人这有些圣母的脑回路。别人轻视你，弄死他就好了呀，还需要跟他证明个什么？夏宁似乎看出了什么，看着秦寻，脸色有些为难，有些扭捏地说道：“其实我有私心。”说说看，你有什么私心？秦寻身子前倾，稍微靠近夏宁，问道。夏宁看了秦寻一眼，轻轻笑了一下，转头看向窗外的夜色，缓缓说道：“我之前不是开过几家咖啡店吗？半年后倒闭了，让我认识到创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踩的每一个坑都要大把的钱。”他转过头看着秦寻，所以我想用嘟嘟茶饮的钱去踩各种坑，长自己的经验，方便我下一次创业。见秦寻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他迟疑了一下，轻声说道：“你说这样算不算摸鱼？”只见秦寻眉毛一挑，脸上露出了醍醐灌顶的神情，竖起大拇指：“有想法，有想法，真有可能哦，我看好你。”夏宁轻轻笑了起来。秦寻低头想了想，转头看了一眼窗外，夜风吹的树叶哗哗作响。马上就到8月底，早已入秋。海城白天虽然还很热，但是太阳下山之后，风一吹就会有些阴凉。他有些为难，现在早就入秋了，再过1个月都要到中秋了，现在对一个奶茶品牌进行战略升级已经太晚了。见夏宁抬起了头，静静地看了秦寻一会儿，缓声说道：“不晚，我反而觉得正是时候。”秦寻一愣，他第一次见到夏宁脸上露出这么郑重的表情。夏宁看着秦寻，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一家连锁餐饮要进行品牌升级，一般都是要在一个城市先开始试点，然后推广到第2个城市、第3个、第4个。在这个过程中，会根据遇到的困难、冒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方向，重新制定计划。”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马上就要进入奶茶行业的淡季，但是并不是全国都像海城4季分明，有些地方4季如春，也有些地方会一直热到10月底，甚至11月。嘟嘟茶饮在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总有些地方适合作为试点进行品牌改造。秦寻从没听过夏宁一口气说这么多话，知道他对这个案子特别的重视。他想了想，认真的看着夏宁，提醒道：“虽然你想用别人的钱踩坑，但是我们不能故意去踩，我一旦接手就一定会负责。”他正了正衣领，毕竟我现在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夏宁笑了一下，飞快地点点头，有些高兴。虽然他嘴上胡诌要踩坑，也担心秦寻故意去糟蹋他爸爸的钱。看见秦寻脸色郑重，心里松了一口气。只听得秦寻继续说道：“我们公司目前侧重的是产品营销，根本没有对一个连锁餐饮品牌进行战略级的品牌升级改造的经验。”他的尾音拖得很长，显得有些为难。夏宁看着秦寻的表情，生怕他说自己不行，一个心悬了起来，却听见他说道：“我们部门得招人，扩大规模，我们2个人搞不定。”夏宁松了一口气：“那招呗。”秦寻眯起眼睛看着夏宁，微微皱眉：“小夏，注意你的语气和态度，你说得轻巧，又不用你出工资。”他轻轻敲了敲桌子，告诫道：“你作为橡树的一员，要时刻想着为公司开源节流，知道吗？”夏宁，这家伙的心态转变得这么快吗？他似乎能够理解打工仔对老板的情感了，那可真是讨厌啊！此时，秦寻的手机响起一声提示音，他低头一看，是陈婉回的信息：“秦总，有什么事？”秦寻抬起头看着夏宁，问道：“你到底借不借给我钱？”夏宁想到黑了宋印给他的5万块钱，害得他到处流浪，有些不好意思。他看着面前的水煮鱼，沉吟了一会儿，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你做菜还行，如果你能给我当厨子，我可以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租给你。”他抬眼，脸色平淡：“这个小区的安保很好，不会有人骚扰，我给你算便宜些，1个月只收2000。”却看见秦寻毫不犹豫，向着他比了一个中指。夏宁，他不再纠缠，默默地拿起手机，转了2000块钱过去。“谢谢了。”秦寻看到了转账，不由得一愣，有些意外，赶紧点了收款。夏宁，正好婉姐给我回信息了，我不说点什么，有一种半夜骚扰已婚女性的嫌疑，你给我编辑一条招聘要求，我发给她。夏宁眼睛微亮，刚才说要招人，现在立刻就行动了，这家伙的行动力变得这么强了。夏宁有些期待，这家伙吊儿郎当的时候都能做出那么多惊艳的策划案，现在这么认真，那岂不会更加厉害？他低头想了想，手指飞快地打着字，编辑了一段招聘要求发给了秦寻。秦寻收到，点开一看：01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02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03
具有较强的工作推进能力和优秀的执行力。04。他草草看完，抬起头，面带微笑地看着夏宁，写得很好。夏宁浅浅一笑，却看见秦寻收起了手机，并没有转发给陈婉。难道他要再进行一定的修改？和领导们似乎都喜欢这样，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稍微修改几处无关紧要的地方，然后当成自己的成果递交上去。这个秦寻，老总的派头越来越足了。秦寻夹了一块鱼肉吃了，站起身来跟夏宁告别，转身离开了。明天见，明天见。夏宁默默地看着他走出客厅，一句挽留都没有。他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忽然手机响起，夏宁低头一看，又是爸爸打来的视频。他接通了，夏书杰脸上笑呵呵的：宁宁，给我看看红龙鱼怎么样了。根据我多年养鱼的经验，刚才调整了温度，过了这么一会儿，肯定已经活蹦乱跳了。夏宁轻轻笑了笑，拿起手机点了一下翻转摄像头，对准了鱼缸。他愣住了，手机里夏书杰的声音有些大，完全没有平时的儒雅淡然。我鱼呢？我鱼呢？夏宁快步走上前，把脸凑到鱼缸玻璃前面，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只见里面只剩下一缸水，鱼缸底部散落着几片红色的鱼鳞。夏宁猛然转头看着餐桌上的那盆水煮鱼，张大了嘴巴。他慢慢走过去，摄像头对准了汤盆，声音平静：爸，鱼没丢，在这呢。只听得手机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声苦笑：宁宁，你不是说很喜欢这条鱼吗？怎么把它吃了？夏宁有些无奈地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丝笑容：我喜欢，好吃。手机里夏书杰的笑声响了起来：20万的鱼说吃就吃了，你这个败家女，真是拿你没办法。笑着笑着，他忽然感觉不对劲，有些警惕。这鱼是谁做的？夏宁点外卖叫了个厨子，他面不改色，手艺挺好的。夜渐深，夏宁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回过神之后拿起手机刷抖音，发件公司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已经有很多博主转发，而且还有各种大博主进行专业分析评述。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刷了一会子评论。夏宁又刷下一个，竟然是一条本地视频，而且是刚刚发布不久的，标题是网络红人秦寻被一辆重型坦克疯狂攻击。他一愣，坦克？什么坦克？秦寻摊上什么大事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视频，只见夜色下，一个宾馆的楼道口，一个男子光着上半身，背着包，急匆匆地跑了出来，一步三回头，十分惊慌的样子。紧接着，一个胖乎乎的妇女球一样的追了上去，声嘶力竭的大喊：你别跑啊，我真的只是想和你做朋友。看到这里，夏宁明白了坦克的意思，觉得真是无聊，摇摇头。真的是，夏宁点开了评论，发现视频主在评论区解释了来龙去脉。好家伙，我在烧烤摊吃喝啤酒呢，就听见对面小宾馆2楼有人大喊：你干嘛呢？我洗澡呢，你出去。卧槽！紧接着就响起一个女人浑厚的大笑声。我可算找到你了，没想到竟然是大网红秦寻，被一辆坦克狂追一条街，连电动车都差点丢了。底下有网友跟评论：不是吧，秦寻长得挺帅啊，怎么口味这么重？这是约炮被照骗了吧？我看那人不是秦寻，他都这么火了，会住这种小宾馆？他有这么穷吗？哎呦喂，果奔呢！夏宁翻看着评论，嘴角竟然露出了笑意，活该。突然，夏宁的手机响起，是秦寻的电话。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接听了电话，冷淡说道：喂，有事？只听得手机里秦寻喘着气：小夏，江湖救急，江湖救急！刚才我洗澡的时候，有一只恐龙破门而入，吓得我连洗澡水都没擦，穿上衣服就逃跑了。夏宁无声地笑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道：恐龙？那你该去找科学家。只听得手机那头秦寻愣了一下，有些气急败坏：小夏，领导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严肃点，不要嬉皮笑脸的。夏宁笑了笑，鼻子轻轻一声：只听得秦寻继续说道：2000块钱就2000块钱，你在家里随便给我安排一间房子，我不挑，赶紧把我放进去吧。海城的夜晚实在是太可怕了。夏宁一怔，他之前还想着把秦寻骗进来，好看着他不被人挖走，现在他主动提出要住进来，又有些担忧。他伸手捏着被子往上提了提，遮住了肩膀，淡淡问道：你现在在哪儿？手机那头的秦寻明显松了一口气，急声道：你家小区门口，这个狗约的保安不让我进去。夏宁点点头，这个小区一般都是刷脸进的，对于没有身份识别的人需要进行登记，并且要跟户主确认之后才会放行。他轻声说道：你先登记，登记好之后，他们跟我确认之后就会放你进来了。只听得秦寻的声音有些气，这个狗约的保安看我只穿了一条裤衩，又见我长得帅，觉得我是一只鸭，不给我登记。紧接着就听见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这位先生，注意素质，请不要说脏话。夏宁捂嘴笑：你等一下。说完挂断了电话，跟物业打去了电话，告知他们把门口一个叫秦寻的半果男子放进来。放下手机，夏宁有些紧张，掀开被子，
赶紧又去换了一套保守的睡衣。他下了楼，坐在客厅，有些忐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5分钟之后，他一摸额头，发现竟然有了一层薄汗。突然，手机响起一声信息提示声，夏宁心头一颤，赶紧拿起手机，打开一看，有些失望，是程婉发了消息过来。夏总，我有个事想了很久，想的一直都睡不着，还是决定跟你汇报一下。他有些奇怪，程婉经常向自己打小报告，每一次都格外积极，怎么从这一句话看来，他好像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夏宁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字回复：你说很快。程婉回复：秦总，他要再招小助理。夏宁笑了一下，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发了过去，又补充了一句：你全力配合。过了几十秒，程婉才回复：夏总，收到。夏宁轻轻笑了一下，觉得程婉可能想多了，以为自己当小助理当上了瘾，生怕别人跟他抢活。忽然他想起晚上吃饭时自己编辑好的招聘要求发给秦寻后，秦寻直接收起了手机，没有发给程婉。夏宁看着窗外的夜色，微微皱眉。难道他赶紧给程婉发了一条信息：程婉，把秦寻发给你的招聘要求复制给我，很快。程婉回复了过来：01形象好，气质佳，身材棒；02性格活泼，能歌善舞，钢管舞最好；03脸皮厚，最好不要脸；04听话，绝对服从的那种。婉姐，这是我想要招聘的小助理的要求，帮忙用专业术语润一下色，发到招聘网上。谢谢。看完，夏宁一张脸冷了下来。你这是招小助理还是招 KTV 公主呢？此时听见门铃声响起，他走到客厅门旁，看着监视器上，只见秦寻赤裹着上身，一手扶着铁院门，一手扶着腰，低头喘着粗气。夏宁转头看了一眼只剩下一缸水的鱼缸，眼眸冷了下来。小红，我不会让你白死的。打开门，他默默地向秦寻走去。夜色下，别墅院门外，秦寻撑着大门喘了半天气，始终不见夏宁出来开门，掏出手机打了电话过去，却被秒挂断。他一怔，脱掉背包放在地上，手脚并用爬上铁门。当他爬到最上面，一条腿跨过铁门一侧，双手把着铁门，准备把另一条腿也收进来时，听见了夏宁的冷淡的声音：你这是在干嘛？秦寻转头一看，只见夏宁冷着脸站在小院子里，抬头看着他，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说，我担心你煤气中毒晕倒了，你信吗？夏宁，那我谢谢你。秦寻摇摇晃晃地坐在铁门顶端，笑道：不用谢。夏宁，他微讽道：你身手这么矫健，还会怕胖女孩的袭击？只见秦寻脸上露出一丝后怕的神情。那个吨位我真打不过。夏宁冷哼一声，走过去打开了门锁。开完门，他转身就走。秦寻翻过院门跳进院子，拉开门把背包拿了进来，看着早就进去的夏宁，有些不满。我好歹是出房租的，一来就给我甩脸子。他摇了摇头，感慨道：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啊。走进客厅，秦寻看见夏宁全身上下穿戴整齐，睡衣、睡裤连袜子都穿上了，似乎因为之前的走光留下了心理阴影。他坐到沙发上，想到从宾馆楼梯逃下来时，身后那女中豪杰发出的地动山摇的咚咚声，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竟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突然，秦寻听见夏宁微冷的声音：逃了这么久，你渴了吗？他转头看去，只见夏宁看也没看他，盯着前面没有打开的电视，脸上冷若寒霜。他有些生气，解释道：晚上我不是故意看你的，而且我什么都没看见。他违心地说自己没看见，希望能给看似高冷实则容易害羞的夏宁一点心理安慰，却看到夏宁身子似乎僵住了，缓缓闭上了眼睛，脸渐渐的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睁开眼睛，仍旧看着前面的电视，声音更冷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转过头看着秦寻，一脸严肃地重复一遍：我问你，你渴了吗？我给你倒水。秦寻不爱喝水，随口答道：我不爱喝水，有奶吗？我喝口奶，冰的最好。话一出口，他就看见夏宁的脸红得像鲜艳的草莓，一戳就破的那种。他意识到不对，赶紧改口道：水，我喝水就可以了。说完，秦寻感觉这句话貌似更无误，但看夏宁脸上的红晕消散了不少，知道他某方面的知识配不上他的年纪。只见夏宁从茶几上拿了一个杯子，站起身，走到鱼缸前，打开盖子，轻轻舀了半杯水，放在了秦寻面前的茶几上。秦寻目瞪口呆：小夏，你大半夜的把我骗过来，是想要做什么？却看见夏宁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冲他招了招手：你跟我来。秦寻，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见夏宁往厨房里走，而不是上楼进卧室，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又疑惑起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夏宁没有回答，秦寻只好跟上，进了厨房，看见夏宁站在最里面一扇门前，只见他轻轻一推，一阵水声传来。夏宁默默地看着秦寻，秦寻看了他一眼，走过去，探头往里面一看，立刻明白了什么，顿时他尴尬得像岛国电影里假装熟睡的姐姐。啊，只见这是一间小房子，摆着4个水产鱼缸，
养着几十条各种品类的鱼，还有甲鱼、虾蟹、贝类等水产品。秦寻看见夏宁的脸冷漠的像岛国电影里的电车乘客，有些尴尬的挠头。你说的鱼缸是这里的鱼缸？夏宁淡淡看了他一眼，却没有提鱼的事情，反而问道。程姐刚才给我发了一些助理招聘的要求给我，说把握不住秦总的心思，让我这个小助理参谋参谋。他盯着秦寻的眼睛，我看了半天，觉得你就是想要招一个 KTV 公主，或者说你想要用公司的钱包养一个二奶。秦寻一愣，这个程婉真的是一天到晚揣测领导的意思，这有意思吗？他想要招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助理，只不过是因为最近摸鱼值涨得太慢，想到之前和宋映在一起时那摸鱼值飞涨，猜测是宋映活泼好动的性格适合在外面玩，加速了摸鱼值的飞涨，就想要招一个替代品放在身边。秦寻叹了口气，看着夏宁认真解释道，小夏，跟我相处这么久，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这个人的工作效率和心情直接挂钩的，摸鱼越多我心情越好，心情越好效率越高，效率越高工作就完成的越多。他提高了声调，所以摸鱼越多工作越多。夏宁看着秦寻想了想，他似乎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招一小助理，其实不是要他辅助你工作，而只是照顾你的心情。秦寻点点头，是的。夏宁沉默了片刻，问道，我在你身边你心情不好？秦寻想了想，摇了摇头，也不是，就一般。见夏宁微微眯眼，他赶紧反问道，你会跳钢管舞给我解压吗？夏宁一怔，摇摇头，不会。秦寻又问，你会跟我开黑打游戏给我解压吗？夏宁，不会。秦寻再问，你会讲笑话给我解压吗？夏宁愣了一下，这个我会。秦寻反倒一愣，他一向高冷，连听笑话都听不明白，别说讲笑话了。只见夏宁似笑非笑，客厅鱼缸里的红龙鱼20万一条。秦寻他尴尬的笑了2声，小夏你真幽默。他有些紧张，他知道这可能是真的，之前夏宁说20块1斤可能是逗他玩，却看见夏宁收敛了笑容，一副认真的样子。秦寻苦笑，月底发了工资我赔给你。却看见夏宁摇了摇头，不用，我吃的比你多，这不能怪你。秦寻一怔，不明白。夏宁继续说道，但是这不是钱的事情，这是一条风水鱼，我家人送给我的礼物，为我祈愿，希望我健康快乐长寿。秦寻他知道很多有钱人是信风水的，杀了他们的风水鱼相当于绝了他们的祖坟，把鱼肉做成了菜，就相当于把他们的祖坟里的尸骨拿来熬了大骨汤。秦寻看着夏宁冷淡的脸，顿时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小夏，那你要我怎样？夏宁看见秦寻的脸色，心中莫名的有些高兴，忽然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至少算得上有担当。他决定狠狠地激发秦寻的才华，冷声道，嘟嘟茶饮的策划案我要你全力以赴，给我狠狠地出一口气。秦寻顿时松了一口气，比了一个 OJK 的手势。夏宁看着他的手势，冷着脸微微点头，转过身朝着厨房外走去。一转身，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好看的笑容，然后立刻又绷起了脸。这鱼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啊。夏宁走到了客厅，坐在沙发上，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但是看起来却柔顺多了。忽然他看见秦寻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抄网，走到鱼缸前面，把里面的东西倒了进去。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甲鱼。夏宁睁大了眼睛看着秦寻，只见秦寻转过身看着他笑了一下，说道，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小夏我祝你健康长寿。秦寻看见夏宁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觉得今天还是不要再惹他。他赶紧忙一拍脑门，急声道，小夏，我脑袋里刚刚冒出一丝丝灵感，有了一点头绪，我好像快有了把嘟嘟茶饮打造成全国奶茶巨头，全国门店超过1万家的方案。他把抄网靠在墙上，拍了拍赤骨的胸膛，小夏，我现在要沐浴焚香，放松心情，完善头脑里的方案。浴室在哪儿？夏宁有些紧张，生怕他断了思绪，忙道，2楼。秦寻再道，给我准备好衣服。夏宁，好的。秦寻又道，给我准备好1瓶牛奶，洗完澡我要喝。夏宁，收到。秦寻道，要冰的。夏宁，好的，秦总。秦寻上了2楼，兜了一圈，很快找到了卫生间，走了进去，开始沐浴打游戏。秦寻上楼后，夏宁脸上终于露出一抹有些得意的笑容。他拿起秦寻沙发上的背包打开，发现里面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充电线、充电宝，还有一包薯片。哪里有衣服？他放下背包，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有些为难。秦寻躺在鱼缸里泡着，发现竟然是恒温的，舒服的不行。忽然他听见夏宁的声音在浴室门口响起，衣服我给你放门口了。秦寻大声道，谢谢。只听得门外的夏宁沉默了一下，才说道，那倒也不用。秦寻觉得夏宁的语气有些奇怪，不过也没多想。洗了一会儿，他起身冲洗干净，光着脚走到了浴室门口。
站在门后面。他手抓住了门把手，犹豫了一下，低声道：“有人吗？有人在外面吗？”听见无人回应，他才拧开门，就看见门口摆了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一件叠放整齐的黑色衣服，旁边还放着一瓶牛奶。他半开着门，伸手把衣服拿了进来，关上门，手一抖，衣服展开落了下来。秦寻愣住了，卧槽！他看着手里拎着的一条纯棉女士睡裙，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非要玩得这么变态吗？秦寻拎着睡裙回到浴缸旁，拿起手机给夏宁打去电话。电话接通，小夏，你给我一件裙子是什么意思啊？只听得夏宁沉默了片刻，淡淡解释道：“我家里没有男人的衣服，找来找去，这一件最宽松了，不至于被你撑破。”秦寻他看了看手里的睡裙，迟疑了一下，问道：“那没有宽松一点的裤衩子吗？”只听得对面沉默的时间有些久，传来微微的喘气声，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带蕾丝花边的，你穿吗？秦寻叹了口气，那算了。夏宁声音平静，早点洗完，早点出来，明天还要上班。电话挂断，他看了看手里的睡裙，呵，还是深 V 的。夏宁平时在家这么穿，够闷骚的呀。随手一丢，睡裙挂在了衣帽架上。他捡起自己刚才脱掉的裤衩子，犹豫了一下，又放下，然后在衣帽架上找到一条大浴巾，裹住了下半身。走出浴室，秦寻看见站在门口的夏宁，吓了一跳。卧槽，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只见夏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慢慢撇开了头。你嫌弃我的衣服？秦寻大声道。士可杀不可辱。夏宁侧脸对着秦寻冷笑一声，我以为你这种人不会在乎这个。秦寻，我哪种人吗？夏宁转过头，强装镇定地看着秦寻的脸，缓缓说道：吊儿郎当的人。却看见秦寻愣了一下，慢慢低下了头，看向了下面。一瞬间他明白了，原来吊儿郎当这个词还能这么用。这个秦寻真的是变态。夏宁赶紧转身在前面带路，你别乱想，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卧室。秦寻两只手紧紧地把着浴巾打的结，生怕他掉落下来，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第二天，秦寻还在睡觉，就听见了敲门声，咚咚咚。他睁开眼，只觉得脑袋有些胀胀的，拿起手机一看，才8点钟，哪有9点钟上班，8点就敲人门呢？什么素质？他摇了摇头，脑袋一片混沌，掀开被子，穿上拖鞋走了过去，打开了门。只见夏宁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秦寻打着哈欠，有些不耐烦，等我10分钟，我补个回笼觉先。却看见夏宁跟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瞳孔剧烈收缩，一张脸红的可怕，跟丢了魂一样。他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夏宁的肩膀，小夏，你怎么了？却看见夏宁忙撇开头，把手里的袋子丢在地上，小跑着冲进了他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秦寻看着他紧闭的房门，一脸懵逼，不是他有病吧？秦寻低头捡起袋子，打开一看，是几件新衣服新裤子，顿时全身跟被点了穴一样僵住了。我的发！他赶紧缩回房间，关上了门，捂住了关键部位，一脸欲哭无泪。这一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他肯定以为我是个变态。换好衣服，秦寻在房间里心理建设了半天，才开门出去，慢慢走到夏宁卧室门口，敲了敲门，小夏，上班了。没听见里面回应，他又说道，我送你。却还是不见回应。他已经能够脑补出夏宁躲在被子里嘤嘤哭泣的画面了。他叹了一口气，先去上班了。今天迟到就不扣夏宁的钱吧。踩点到了公司，走进总经理办公室。秦寻看见夏宁竟然已经到了，他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夏宁抬起眼，有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淡说道，秦总早。秦寻有些心虚，早。接下来的3个小时，两人一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办公室的气氛有些诡异。秦寻玩游戏都玩得不开心，抬头看着夏宁，有些尴尬地说道，小夏，其实我们算扯平了吧？只见夏宁猛然抬头，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又默默地低下了头。他胸膛不住起伏，什么扯平了？明明是我吃了亏，还是2次。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秦寻自讨没趣，又继续玩游戏。忽然听见夏宁冷淡的声音响起，秦总，程姐上午9点就发布了招聘信息，已经收到了几十份简历，经过筛选，有10几个比较优秀的求职者，其中有8个下午有时间。秦寻抬起头看向夏宁，只见夏宁低着头，一边敲着键盘，一边淡淡说道，您看，您为了做好嘟嘟茶饮业务而开展的第1轮选妃大会安排在下午3点。他抬起头看着秦寻，可以吗？下午3点。在会议室上面摆了一张长桌，秦寻坐在中间，坐着程婉，右边坐着夏宁，中间是一大片空地，最后面摆着一排8个凳子，8个求职者正坐在上面。会议室一旁是大楼的落地窗，对面那一堵墙也是透明的隔音玻璃，此时放下了帘子，遮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免得有公司同事来偷看面试场面。程婉面带笑容的开场，
说起了一些客套话。感谢大家能够选择橡树。秦寻看着底下坐着的8个求职者，压低了声音问夏宁：“怎么还有3个男的？”夏宁面不改色，声音很冷：“我让程姐写上男女不限。”秦寻他知道夏宁这个小气鬼，因为走了光，又看见他走了光，肯定要生好几年的气了。没听清程婉说了什么，底下8个人鼓起了掌，脸上带着期待的神色。程婉转头看向秦寻：“接下来有请我们橡树公司的副总，也是现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大网红秦寻秦总对大家进行面试。”底下又响起一阵掌声，经久不息。他们在招聘网站上随意浏览，没想到竟然看到了橡树的招聘广告，就是那个公司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还在网上疯传的公司。顿时觉得自己很幸运，点进去一看详细信息，竟然是给秦寻本人招助理，那岂不是可以天天跟在他身边？跟在高手身边总是能够很快的成长。于是他们纷纷投了简历，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没想到竟然收到了下午的面试邀约，简直跟做梦一样。等掌声停息，秦寻面带微笑的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各位，我这个人其实习惯了单打独斗，但是自从身边有了一个贴心小助理。”他伸手指向穿着职业装的夏宁，也就是遇到了夏宁美女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好汉3个帮的道理：助理越厉害，我才能越厉害。夏宁抬头看了秦寻一眼，有些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只见底下8个人纷纷看向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听见秦寻继续说道：“以后无论你们谁成为我的助理，希望你们牢记一件事。”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夏宁抬头看着他，程婉也抬头，底下8个求职者也眼巴巴地看着他。秦寻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的话可以不听，但是夏宁的话一定要听。你们的顶头上司是他，而不是我。”看见下面的8个求职者连连点头，他满意的笑了笑。忽然秦寻感觉裤腿被人扯了扯，低头一看，原来是夏宁。他把一张纸悄悄铺在桌子上，上面写着：“闭嘴，我原谅你了。”程婉瞟了一眼，眼睛亮了起来：“哦，有猫腻。”底下8个面试者面面相觑，脑海里冒出同一个念头：隔着秀恩爱呢？秦寻轻轻一笑，深藏功与名。这小小夏宁看似高冷，其实不过是一个容易害羞、心底又软又细心的女娃娃罢了。早上8点钟就能给我买好衣服，那得起多早？应该是大早上起来去大超市买的，而且尺码竟然合适。除了我妈，谁能对我这么好？秦寻有些感动，大声说道：“夏宁美女，我敬她如妈。希望以后你们成为橡树的一员之后，也能敬她如妈。”底下的求职者们张大了嘴巴，看了看秦寻，又看了看夏宁。程婉微微眯眼，脸上似笑非笑：“哦，秦总有恋母亲见。”夏宁把桌子上的纸张狠狠地揉成了一团，呼吸已经微微紊乱，想着今晚回家一定好好收拾他一顿。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哦，妈妈经常说。秦寻看着底下的面试者，笑了笑：“我这一次招聘助理，是因为马上有一个1000万的大业务要做，嘟嘟茶饮全国2000家门店的战略级的品牌升级改造，我需要帮手。”听到这话，求职者们顿时热血上头，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什么？才刚入职就能接触这么大的业务吗？不愧是当前网络第一红人，玩的都是大手笔啊！他们纷纷把做得笔直的身体做得更直了，希望给秦寻留下一个好印象。秦寻看着他们的反应，越发的满意了。而我招聘助理只看一个点：心理素质好不好，抗压能力强不强。求职者们认真点头，他们理解，毕竟1000万的大业务肯定要经常通宵加班，抗压能力一定要强。秦寻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走到了中间的空地上，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面试者可以进入下一轮，但无论你们能不能进入下一轮，都能拿到200块的劳务费。听到这里，求职者们一脸惊喜，有些不敢相信，只要来求职就能拿到200块？有些公司连实习期被开除就没工资拿呢，这秦总这么大方的吗？这公司福利这么好，那非进不可了。夏宁看着秦寻，微微皱眉，不知道他又想玩什么花样。程婉看着秦寻的背影，有些感慨，前一阵子还是一个实习生，一直是一副乖乖巧巧的样子，现在成了老总，气场都强了不少，一开口就是200。秦寻环视一周，心情很好。这些天摸鱼值没有什么涨幅，今天就放开手脚玩一把，看看能不能涨多一些。他看着底下坐着的求职者们，微笑着说道：“我会教你们一首歌，需要你们学，谁学得好，谁就能挺进下一轮，就有机会跟我全国到处出差，打造一个国民奶茶品牌。”听到这里，求职者们有些人顿时表情就变了。当众唱歌吗？啊，好羞耻。而另外一些则是挑起了眉头，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忽然秦寻就唱了起来：“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一开嗓，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让在场不少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求职者中的一个女生忍不住尖叫了一声，然后赶紧捂住了嘴巴。她在抖音上看过秦寻唱《给你们》，那也是清唱，
可是那是拿了麦克风，有了混响的加成，而且网上有人怀疑是假唱。此时亲眼见到，不由得心头大震，一双眼睛泛起了桃花。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有些震惊，目光柔和了起来。忽然，就看见秦寻转过了身，看着他，眼睛里竟然含着泪花，深情款款。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夏宁对上了秦寻带着泪光的眼睛，顿时愣住了，仿佛心间有一根羽毛轻轻撩拨着，又痒又麻，还有些微微刺痛。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垂下了眼眸，有些纠结。他这是当众告白吗？因为他被我看光了，要我负责，还是他看见我的之后对我动歪心思了，拒绝他？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拒，会不会让他太难堪了？歌声还在继续，夏宁面不改色的秦寻对视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受不了他眼中的泪光，慢慢低下了头，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有些局促地握在了一起。忽然，啊！他听见身旁的程婉一声惊呼，忙转头一看，发现程婉一脸的无奈，脸色有些微红。顺着程婉闪躲的目光看去，夏宁就看见秦寻正在对着程婉唱歌。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依然嗓音温柔，依然深情款款，依然恬不知耻。正当程婉臊得满脸通红，不知道往哪里躲的时候，夏宁又看见秦寻忽然转过身，慢慢走向底下的面试者。往事匆匆，你总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只见那些面试者们神色尴尬又激动，不一会儿，有个女孩子带头伸起手，在头上挥舞。渐渐的，8个人全部轻轻挥舞着手臂，像演唱会上歌星的粉丝。秦寻的歌声依然稳定，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悄悄吐出一口气，露出一抹复杂的笑容。这么好的歌，用来耍人，差点就上了你的当。他想到之前牛孝军见他一个人住在别墅，劝说他买一条狗当儿子养，好有个伴儿，不禁苦笑了一下。狗儿子，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敬他如妈、幼狗的不行的室友，有了一个狗儿子了。一曲唱完，底下纷纷鼓掌，气氛热烈。秦寻问道：“你们想不想学？”众人齐声想。秦寻又问：“你们能不能学？”众人齐声秦寻再问：“你们要不要学？”众人大声要。夏宁看着热闹的场面，有些疑惑，以他对秦寻的了解，事情不应该这么发展，难道不应该教他们喊姓氏脉吗？比如我姓夏，洗衣压夏。此时听见秦寻话锋一转，但是很可惜，我要教你们的不是这首歌。底下众人一愣，秦寻继续说道：“当众学习并且表演这样的歌曲，不能体现你们强大的心理素质。我刚才唱那首歌，只是为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做铺垫。”他看着求职者们，略带节奏感地问道：“准备好了吗？”众人有些愣神，轻轻点头。突然，秦寻就开了嗓，嗨到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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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嘿，嘟嘟嘟嘟嘿，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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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众人面面相觑，想到等下要表演这首歌曲，尴尬地抠起了脚趾。程婉一脸震惊，忙看了一眼玻璃墙，见帘子放下来了，稍微松了一口气。这秦总还真是没有一点偶像包袱。夏宁看着唱得带劲的秦寻，稍微一怔，扶额苦笑，这才是他。忽然，他听见秦寻继续唱下去的内容，脸色就冷了下来。Everybody 嗨起来！骚就骚了，怎么了？我就不穿衣服，我怎么了？我就是最骚的牛马，你要拿我怎么了？夏宁双拳攥紧。程婉，他又看了一眼玻璃墙，只希望他能足够隔音。求职者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张大着嘴巴看着秦寻。啊，这要不说人家秦寻能成网络红人呢，这心理素质，这是不要脸吧？一曲唱完，众人脸上没有了刚才的笑容，或者脸色尴尬，或者垂头丧气，或者脸色通红。忽然，有个女孩子弱弱的举手：“秦总，我心理素质没有这么强，抗压能力也不够看，我先回去了。”说完，她起身逃也似的走向了门口，拉开门出去了。有人带头，剩下的人纷纷举手：“秦总，我从小脸皮就薄。秦总，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还煲了一锅羊肉汤，忘记了关火，我先回去了。秦总，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但是我不行，要脸。”不一会儿，8个人就跑得只剩下了一女孩。秦寻走上前，先低头看了一眼她的腿，判断应该没有问题。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这位美女，你想要学这首歌吗？”只见那个女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下定决心的神色，似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认真点头：“秦总，我想挑战一下。”秦寻眼睛一亮：“年轻人，我看好你。”他缓声道：“你准备好了吗？”女子双手攥在一起，抬头看着秦寻，认真的点了点头，深呼吸几口气，艰难的开口：“嘟嘟嘟嘟嘟。”声音越来越小。突然，他站了起来，满脸通红，朝着秦寻鞠了一躬：“对不起，秦总，打扰了。”说完，他低着头小跑着逃出了会议室。公司办公室，同事们看见8个求职者一个接一个的跑了出来，跟逃难似的，不禁有些佩服。不愧是秦总，招聘助理的要求就是高。
让这些人自愧不如。唉，竟然没有一个人合适。要是能转岗，我都想给秦总当助理。看着求职者们都跑光了，陈婉有些无奈。这些人可是他们人事部的小姑娘聊了好久，才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结果就这算哪门子的面试？先是当众喊夏总妈，然后深情唱歌，让人家夏总觉得他要告白，结果却是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秦总温柔的嗓音和目光，无论男女。最后又唱我不穿衣服怎么了，把面试者们都给吓跑了。不穿衣服犯法了，你知道吗？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微微皱眉。秦寻调出系统面板一看，不禁眼前一亮。摸鱼值3260，下一次抽奖需要10万点摸鱼值，他很高兴，一口气涨了快3000点摸鱼值。这路子对了，就是要野性上班，怎么浪怎么来。秦寻转过身，看着沉默的夏宁和陈婉，笑道：现在的年轻人抗压能力就是不强。夏宁、陈婉叹了一口气，如果事先告诉求职者们面试的内容，怕是连一个人都不会来。秦寻笑道：婉姐，请加大力度，明天我还要面试。忽然他看见夏宁欲言又止的样子，脸色还有些不好看，问道：你怎么了？我找小助理，你这个大助理吃醋了？你唱那个嘟嘟嘟的意义在哪里？夏宁冷声道。秦寻一挑眉，一本正经地说道：嘟嘟茶饮，嘟嘟茶饮，嘟嘟嘟嘟，当然是嘟嘟茶饮的主题曲啊。夏宁，完蛋，嘟嘟嘟茶饮要倒闭。第二天上午10点又有一场面试，陈婉说她肚子不舒服没来，夏宁只是冷淡看了她一眼，说我还有事。说完他就离开了办公室。秦寻笑了一下，知道他们两个女人是不想丢人，不过他也不在意，没了他们俩的束缚，他能够进行更加野性的发挥。10点半，陈婉和夏宁陪同着2男1女2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了橡树公司。路过会议室时，隐隐约约听见里面有人声音慷慨激昂：为了认真对待嘟嘟茶饮的方案，我特地给他创造了一首主题曲，一首温暖治愈，能够体现嘟嘟茶饮核心价值观的歌曲。你们今天的面试内容就是谁学主题曲学得好，谁就能进入下一轮面试。紧接着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外，被众人围在中间的秃头男子停下了脚步。他叫钱运发，是嘟嘟茶饮的总经理。3年前，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他被夏书杰招揽，一直负责嘟嘟茶饮的运作。钱运发转头看着陈婉，微笑着问道：我能听一下我们的主题曲吗？他有些惊讶，他知道秦寻的本事，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但是也没想到秦寻竟然这么快就准备好了主题曲，真是的才华横溢。一瞬间，他对嘟嘟茶饮起死回生有了一丝期待。陈婉想到昨天秦寻唱的歌，嘟嘟嘟，我骚怎么了？我不穿衣服怎么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看了看钱总，又悄悄看向夏宁，却意外地发现夏宁轻轻点头。陈婉无奈，悄悄拧开了会议室门把手，露出了一条门缝，里面秦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你说嘴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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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你就会来啊？你说嘴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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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花就会开啊？夏宁，陈婉愣住了。这歌曲似乎更魔性了。他看向随行的嘟嘟茶饮的方案对接团队，只见那个秃头总经理脸皮微颤，似乎有拔腿就跑的冲动。完蛋了，这单生意要黄。夏宁嘴角却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让你昨天假装告白，害得我那么尴尬，今天还给你。毫无意外，当秦寻的歌声停止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面试者们灰溜溜地冲出了会议室。秦总，我先走了。秦总，我家里的母猪要生孩子。秦总，我还没结婚啊，我还要相亲的呀。秦总，这200块钱面试劳务费我不要了，还不行吗？钱运发看着一个一个逃跑的面试者，想到那魔性的歌曲，脸色变得十分难看。陈婉见势不妙，满脸堆笑：钱总，您跟我到会客室先喝一杯茶，我马上跟秦总汇报，有贵客光临，他应该马上就能面试完，出来招待您。钱运发脸色难看，悄悄看了夏宁一眼，只好轻轻点头。这可不是能马上面试完吗？这会议室里哪里还有面试者？都特么跑完了。要不是夏董下了死命令，我特么的也想跑。本来嘟嘟茶饮还能半死不活的吊着，虽然不能给股东们带来盈利，但是作为职业经纪人的他，丰厚的工资可是不会少一分。现在要秦寻接手嘟嘟茶饮的战略级品牌升级改造，嘟嘟茶饮怕是要加速死亡了。不愧是大户人家，拿一家2000家门店的连锁奶茶店给女儿练手玩。陈婉带着钱运发3人去到了会客室，夏宁则是走进会议室。只见秦寻站在只剩他一人的会议室，双眼微闭，嘴角勾起一个夸张的弧度，似乎很得意。夏宁有些无奈，问道：好玩吗？只见秦寻睁开了眼睛，转头看向他，面不改色：好玩，我还想玩。刚才查了一下系统面板，他发现摸鱼值已经到了6500了。这种在公司大张旗鼓摸鱼的方式，效果好的出奇。夏宁他很无奈，脸上似笑非笑。刚刚嘟嘟茶饮的总经理一行3人到了公司，听见了你为他们亲情创作的歌曲。秦寻他看着夏宁有些埋怨，人家甲方大人亲自到我们公司，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提前跟我说一下？只见夏宁冷笑一声，我以为你不在乎。秦寻尴尬地笑了笑，是的，其实他不怎么在乎。会客室里，秦寻满面春风地推开门，只见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快50岁的男子，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女子坐在茶几旁喝茶。陈婉在一旁小心地招呼着。见秦寻推开了门，陈婉松了一口气。钱总，您说曹操就到。秦总来了。钱运发放下茶杯，赶紧起身，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秦总，久仰久仰，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秦寻走上前去，热情地握手。钱总，久等了，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两人紧紧地握着手，笑容满面，仿佛对方是自己走失多年的儿子，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几人落座，陈婉一一做起了介绍。秦寻在他的介绍中知道了几人的身份。地中海中年男子是嘟嘟茶饮的总经理，那个肤色有些黝黑的中年男子叫孙华，是嘟嘟茶饮市场营销部的经理，而那个一直坐在一旁，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笑容，看起来安静温婉，充满知性的女子是钱运发的助理。客套话说了几分钟，终于进入了正题。钱运发看着秦寻，笑容亲切。最开始秦总提出要1000万的费用，说实话，我是骂了您1-2句的，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是个什么东西，毛都没长齐就敢要1000万。在网上火了几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越说越激动，加重了语气。操！会议室安静下来。秦寻，老登，这特么叫1-2句，夏宁怎么还说急眼了呢？